人拥有5个未婚夫，却从来没和他们动过房，只因他们想和闺蜜步入婚姻的殿堂。终于在领证的前一天，他们设计下药迷晕女人，把她丢进处于发情期的大反派房间里。可没曾想结局却出乎他们的预料，赶在我发情期闯进来，你胆子不小，想好遗言了吗？颈部的窒息感迫使11睁开眼，看清眼前的情况。他倒吸一口冷气，奢华的大床上，长相冷峻的男人单手扣着她的颈，视线往下是冷白到病态的皮肤，肌肉壁垒分明。11脑中飘过一排问号，上一秒还在看受试文，下一秒就做了这种梦。不过既然是梦，哪有不享受的道理？他毫不犹豫地搂住男人的颈，仰头去碰他的唇。叶凌渊瞬间浑身僵硬，眸中闪过惊骇，他居然无法伤害眼前的雌性，只有一种可能，他们的匹配值过高，基因的本能迫使他保护雌性的安全。攀附在雄性肩上的手往下划过皮肤，带起一阵酥麻，喉间溢出不可置信的闷哼。理智告诉他必须杀了这个冒犯他的雌性，然而被他触碰的瞬间，脑中阴暗的念头却逐渐消散，强悍的凶兽脑中只剩臣服2字。次日清晨，11醒来后盯着眼前的墙，内心掀起惊天骇浪。他已经在系统的帮助下知道了自己穿书的事实。书里女主白衣靠着攻略系统获得了无数青年才俊的青睐，在各路兽夫的宠爱下走上人生巅峰，而原主拿的却是恶毒女配剧本，仗着出身高贵抢走了白衣的5个兽夫。5个兽夫表面应付原主，爱的却是白衣。在登记结婚前一天，合伙把她骗进地下城，下药后送进全文最大反派叶凌渊的房间。叶凌渊是蛇系兽人，发情期时狂躁易怒，以为原主是来强占他清白的，把人绞杀了丢去兽坑。原主一死时加震怒，派人清剿地下城。叶凌渊杀了无数贵族后也被绞杀，而5个兽夫无痛恢复单身，追随女主幸福快乐黑了。这时系统断断续续的声音传来，宿主需要做的是活下去。闻言11一脸疑惑，就这么简单吗？已经有5名宿主被叶凌渊杀死了，我们才找到你。电流声被什么打断了？断断续续听不太清。11没想那么多，他看着男人试探性开口，叶凌渊。男人冷笑道，现在知道我是谁了？闻言11顿时大脑宕机了，昨晚不是梦，是真的。好消息，他穿书后改变了必死结局。坏消息，他把大反派给睡了，不会死得更惨吧？女孩低着头，绯红的唇瓣微张着，漂亮的脸上浮现紧张茫然。叶凌渊冷冷开口，昨晚11还在思考怎么解决。闻言猛地瞪大眼睛，求生欲促使他本能开口，昨晚其实是个误会。空气凝固了几秒，叶凌渊的脸更冷了，你标记了我，却不想对我负责。叶凌渊现在很不爽，他怎么可以在标记了他之后，还像个没事人一样说出这种话？修长的只顺着他的脸颊往下，虚虚扣着他的颈，似乎他在说些什么，就马上掐死他。11一愣，等等，标记不是只有匹配度达到80%才可以吗？标记是雌性对雄性的占有行为，标记后雄性身上会出现雌性的图腾，会从生理上逐渐依赖雌主。11没想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的情况下，能把反派给标记了，现在应该不会死了吧？但也不一定，万一叶凌渊要同归于尽怎么办？他咬着下唇正思索，忽然听到一阵滴滴声，叶凌渊扫了眼自己的终端，按下接听键。下一秒一道恭敬的声音传来，城主，有5个男人来了这里，他们说来找自己的未婚雌主，开的外放，所以11很清楚的听见了对话。叶凌渊冷吃，未婚的架势这么大，11一脸无语，不愧是反派啊，这嘲讽技能真的是点满了。想了想，11问道，我能跟他们说几句话吗？叶凌渊面无表情的把终端丢给他，但11感觉腰上的蛇尾缠绕得更紧了，生怕他跑了一样。11正了下眉正脱开，对终端说道，让林青接电话。林青是5个兽夫中年纪最大的，是个白蛇兽人，是原主追求最久的，也是闹退婚最狠的。终端那边，林青听到11的声音，顿时眉头紧皱。地下城主非常神秘，但先天异化，不知道多少想征服他的雌性被弄死了。可11不仅没死，反而还能跟自己说话，这怎么可能？难道他还有他们不知道的底牌？但不管怎么样，不能让11发现昨晚的主谋是他们。林青定了定神，不屑嗤声，你又耍什么花样？11冷静的开口，你们5个都在吧？正好，今天把婚约取消了。取消婚约？林青震惊的重复了一遍，像是不懂这几个字了。11让他打开外放，又重复了一遍，没错，取消婚姻，跟你们5个。声音出来，另外4个兽夫互相对视，都从彼此的眼睛里看见了震惊。他怎么会突然变了性子？脑子被地下城的野兽吃了？挂断电话后，最小的红狐兽人赤云觉得有诈，不可能，11绝对没有这么好心。林青紧紧皱眉，他刚才的声音很沙哑，说不准昨天被折磨得快死了，想骗我们进去发泄。正在惊疑不定时，终端忽然震动了几声，林青扫一眼，眸色亮起，一给我发消息了。刚才还暴怒的赤云立刻凑过来，发了什么？问我们在哪？林青高傲的眉目变得柔和，他说已经到婚育中心，就等我们了。这时有人提议道，先去看看11，我们5个人就算不能对雌性动手，也不能让他怎么样。几人寻思也有道理，他们都是 S 级的高等兽人，还会怕一个没异能的雌性吗？他们在侍从的引领下进了地下城。与此同时，城主卧室里，系统说完话就消失了，怎么都没回应。11抱着被子委婉地问，这里还有衣服吗？昨晚的衣服早碎成布条了，他现在这可不行。叶凌渊倚在床头，挑起一缕他的发丝绕在指尖，漫不经心般提起另一个话题，你要退婚？下一秒11反问道，难道不行吗？叶凌渊的视线如有实质般在他脸上游走，带着浓重的探究意味。上城区无人不知，你爱他们爱得要死。11心说，那不是已经死了一回吗？他一本正经道，我现在想开了，不做舔狗了，解除婚约，然后你又想抢谁？叶凌渊冷冷地问道。闻言11愣了下，忽然想到这个时代科技高速发展，中心城外的区域天灾肆虐，雄性兽化生育率极低，因此帝国规定每个雌性必须在20岁拥有至少3个兽父，以便提高生育率。原主和11一样大，今天就是生日，也是结婚的日子。说话低沉声线打断思绪，叶凌渊好像已经没了耐心。11连忙说道，我记得婚育系统会根据基因匹配兽父，到时候看看。闻言叶凌渊冷嗤了声，一脸不屑。11也没计较他的态度，毕竟昨晚自己强占了他这个25岁老畜兽的清白，情绪激动也可以理解。
想到他说的负责，十一小声提议，要不你也跟了我。下一秒叶凌渊顿时冷眼扫过，薄唇抿紧，浓重的戾气有种被吞噬的冷意。十一顿时怂了，不跟我也行，那标记怎么办？叶凌渊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我会想办法的。他撤回蛇尾，让人送了件衣服进来。整个过程中，他神色恢复冷淡，好似刚才的杀意是幻觉。十一一下子就懂了，理解，以后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见他明显松了口气的样子，那双金色树瞳里的阴霾更浓了。这边5个兽夫本来已经做好看见十一绝望不已的样子，却没想到刚进去没多久，便见十一站在屋檐下等待。他穿着一身白色长裙，有风吹过，裙摆漾起漂亮波浪，和地下城终日浓郁的阴暗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他看上去完好无损，似乎察觉到有人靠近。十一转过身，漂亮的脸上是陌生的疏离和淡漠。5人皆是一愣。十一以往见了他们，总是殷勤备至，还是第一次被他用这种冷淡的眼神看着。学人精不是穿个白裙子就能跟依依比的。赤云不高兴地嘟囔，昨晚怎么就没把他弄死？他们离得不远，十一很轻易就听见了赤云的低骂。他含笑拨了一下头发，我不死，是因为该死的另有其人。闻言，赤云瞪大眼睛，你什么意思？闭嘴！十一微微蹙眉，我现在还是你的词主，词主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他声音很好听，话里的嫌弃却相当陌生。赤云顿时很不习惯，十一以前都是捧着他的，哪里有过这种态度？还想说什么，却被林青打断，跟我们解除婚约是不是真的？十一弯了弯唇，解除可以，但是我有条件。闻言，5个兽夫脸上纷纷闪过鄙夷的表情，十一全当没看见。5个兽夫心狠手辣，为白衣马首是瞻，已经不忠诚，没有留下的必要了。把原主送进地下城这件事，他们做的毫无破绽，目前无法讨回什么，但膈应人还是可以的。于是十一掰着手指开始清算，对身为影帝的白蛟兽人林青道：“你出道我给你投了几百万票，你演戏我给你包场的烟花、高定礼服，还有其他费用，必须连本带利还给我。对在战士训练营训练的赤云，跟你对打的人是我请的陪练，按照小时计费，我亲手做的营养果汁、材料费和手工费。”后面的话还没说，林青已经不耐烦打断：“行了，说来说去不就是钱，真够俗气的。”他高傲地扬了扬下巴：“退婚后我双倍赔你。”十一想到系统的话，缓缓说道：“还有，你们必须和我签署一份合约，保证永远不会伤害我，否则就会受到反噬。”赤云脾气最差，一脸质问地看着他：“凭什么？那就等着被强制结婚吧。”十一两手一摊：“反正帝国规定雌性最多10个兽夫，我还能再找新人，你们呢，只能被我捆绑一辈子了。”他露出一个甜甜的笑。见状，赤云怒骂道：“十一，你有病吧？昨晚在地下城待了一晚上，可能确实得精神病了。”闻言，赤云气势瞬间弱下来，但还是嘴硬道：“是你自己不小心进的地下城，关我们什么事？”林青打断他，冷冷说：“你的条件我们都答应了，现在就去办手续。”十一没有废话，通过终端拟定了一份合同，让他们所有人签字画押后，跟他们去了婚育中心。但他没跟他们坐一辆飞行器，而是自己在终端找了管家来接。穿着黑色燕尾服、竖着灰色狼耳的俊美管家开着飞行器出现，毕恭毕敬地喊他大小姐。看着管家那张帅脸，对自己低眉顺目，十一舒坦不少。对吗？这个世界这么多帅哥，何必在5棵树上吊死？刚坐进飞行器，管家忽然开口：“大小姐，您鞋上有泥点。”他说完就半蹲在十一腿边，单手托起他的鞋，拿出手帕轻柔又仔细地擦拭。动作时，尹诺头顶的毛绒耳朵轻轻抖了一下。十一觉得有趣，伸手摸上那双树耳，手感很软很 Q 弹，好狗狗。尹诺微愣，仰起脸看了1秒十一，又慌忙错开视线，低头继续的动作有几分慌乱。赤云看着他们的互动一阵烦躁：“十一，你是怎么那么多？”十一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说话注意点，你现在还是我的未婚夫，再叫信不信我只跟他们4个解除，把你留下夜夜伺候我。他用很淡的语气说如此黄暴的话，让赤云的脸瞬间涨红。你，其他几个兽夫也都皱起眉，不理解十一怎么变成这样，难道真在地下城被吓出精神病了？10几分钟后，他们在婚育中心门口停下，十一下飞行器时步子有点不稳，尹诺扶住他的手臂，一脸关心：“小姐，您不舒服吗？有点累。”十一扶了一下腰，反派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他几乎1晚上没睡，腰都快断了。刚才在飞行器上困得差点睡过去，伸手揉了一下困倦的眼睛，却听见赤云硬邦邦的开口：“能不能别哭哭啼啼的，快点！”闻言，十一顿时愣住了，谁哭了？他抬起头，却隔着人群对上一双清纯无辜的小鹿眼。你们好慢呀！白衣快步走过来，朝他们笑了笑。5个兽夫看见白衣，瞬间就围了过去，警惕地盯着十一。白衣抿了抿唇：“你们别担心，阿姨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更何况你们现在还有婚约，应该照顾她才对。”林青握住白衣的手：“这种人不配你关心。”赤云一把抓住白衣的手表中心：“依依姐，马上就不是了，等1年冷却期过了，我们就都是你的。”白衣脸上浮起红晕，十一和白衣都出身贵族，是亲戚，也是多年死对头。这一幕立刻就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十一也是够倒霉的，兽夫当着他面给他戴绿帽子，那本来也不是他的人。这几个兽夫都是 S 级的，怎么可能跟他一个异能都没有的？也是，系统匹配兽夫都是根据能力来的，能力高的才能有5个，他这情况恐怕只能拿保底3个了。看笑话的目光更多，赤云警惕地盯着十一，唯恐他像以前一样抓着他们又哭又闹，给白衣难堪。但十一看都没看他们一眼，径直预约号码，找了工作人员解除婚约。5分钟后，婚约解除，十一面前浮现一块半透明面板：“尊敬的十一小姐，请稍等，系统正在为您进行基因配对，预计匹配兽夫数量3，兽夫平均等级为……”白衣也毫
毫不意外地挑了挑眉。兽夫数量是由系统评估雌性综合能力得出的。11这3个保底的说出去都招笑。兽夫等级为 A 吗？恐怕是因为他的贵族血统。这件事要是让石家知道，恐怕又要当众贬斥这个女儿了。白衣眼里闪过笑意，然而唇角刚刚翘起，却见屏幕忽闪，兽夫的数量从3一下子就变成了5，兽夫等级也变成了 F。全场震惊，有没有搞错？围观人群窃窃私语，有同情的，也有幸灾乐祸的，甚至有人在偷偷拍照发给新闻社。11看过书，当然知道 F 级兽人代表着什么，不过他倒不是很在意这个。现在最首要的目标是活下去。但随意一瞥名单，11却愣住了，在5个兽夫的名单里，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我靠，叶凌渊怎么成自己兽夫了？他不是大反派吗？怎么可能是 F 级？而且地下城的人都是黑户，他怎么会正大光明的被分配给自己？这怎么跟原文不一样？姐姐别难过。11正思索着，手忽然被握住，白衣满脸关切。我知道你更喜欢赤云他们，现在心里一定很难过吧？谁说我难过了？11抽走自己的手，环视了一圈四周。我找兽夫呢，最主要的是看忠心，背叛词主的那种货色，还不如 F 级兽人。这话一出，林青等人脸色均是一变，赤云更是按耐不住。你什么意思？11没管他，靠近一步，在白衣耳边低语：依，他们今天可以为了你背叛我，说不准也会为了别人背叛你呢。一个雌性最多只能绑定10个兽夫，和 S 级离婚的难度和 F 级可不一样。你的名额就这么浪费给这5个叛徒吗？闻言，白衣猛地抬头看他，11眉眼弯弯，笑意却不达眼底。5个兽夫把他弄进地下城，第2天就跟白衣结婚，没有约好是不可能的。11觉得他既然已经是恶毒反派了，说点挑拨离间的话不过分吧。随后11不等白衣反应，便直起身，迈着轻快的步子离去，一点悲伤郁闷都看不出来。四周群众闻言，八卦的视线落在白衣等人身上。我靠，这不就是出轨吗？就算还没结婚，也够恶心的。我听说白衣是为了学生会副主席的位置才把兽夫给了11，不会背地里又跟5个人搞一起了吧？副主席的位置都让了，这可是下血本啊！那5个要不是犯了原则问题，11怎么可能不要？兽人听力极好，5个兽夫脸色都不是很好看。11离开婚育中心后没立刻回家，系统匹配兽夫后，把他们的联系方式也发来了。叶凌渊直接甩过来一个地址，见状11一脸无语，真是好拽啊！不过也确实有事要问他。到达定位的地方后，等红灯的时候，2个雌性在那里兴奋地讨论啊，百里镜好帅啊，除了等级低哪里都好，还手夫德，出道10年荧屏初吻还在，据说是给白月光留着的。对啊，他还说入圈就是为了让白月光看见他，我服了，怎么有这么纯情的雄性？11抬头就看到广告牌里有一张温柔俊美的脸，确实挺帅的，比那个什么林青强多了。正看着，突然一辆飞行器贴着他们的面嚣张经过，吓得2个雌性连连尖叫，谁啊这么没素质？另一个雌性鄙夷道：秦牧野啊，此熊被评为帝国最废皇子，是皇帝陛下流落在外的私生子，据说一直在下城区生活，前几年找回来之后就这样了，一天到晚在外面鬼混。他嫌弃的啧了声，这种玩咖看着就不检点，不知道谁那么倒霉接盘他。绿灯亮起，2个雌性匆匆离开。11刚要过马路，却见刚才那个飞行器又横冲直撞了回来，停在他的面前。一个高傲的青年走了下来，他上下扫视着11，语气里满是嫌弃：你就是11，我的词主。11把他的名字跟兽夫资料对上，秦牧野。秦牧野啧了声，显然很不满意他，跟我走，我有话跟你说。11可不吃这套，我现在有事，你排队吧，立刻，马上。秦牧野加重语气，别让我说第3遍，我是你的词主，对词主要尊敬，这种事情皇室的人没有教你。11微微挑眉，语气比他还恶劣，别让我说第2遍，否则抽你。秦牧野哪里被人这样说过话，当即就皱紧眉头，你说什么？他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刚要伸手准备给他的教训，一个青年先他一步走到11身后，11只觉得脚下忽然一歪，身体不受控制往后栽倒，靠在一个满是馨香温柔的怀里。你这样可不是对雌性的态度。头顶传来温柔金贵的声线，雌性都是珍贵的，需要呵护。11抬头看见了刚才出现在广告牌上的那张俊美的脸，秦牧野冷嗤：你是哪根葱，敢教我做事？我是他受父，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百里镜轻轻勾了一下11的腰，他整个人就完全被拢在他怀中，环着11。百里镜满意的弯了弯唇，在抬眼看秦牧野时，浅金色的眸中却隐隐闪烁着挑衅。这么巧，我也是阿姨的受夫呢。百里镜态度温柔，是圈子里出了名的好脾气，但秦牧野刚才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他不是个善茬。老子管你是谁！秦牧野嚣张地走上前，强调道：老子先来的，他得跟老子走。根据星际婚姻法，受夫是不能违反词主意愿的。随后百里镜没再管他，扶正怀里的女孩：阿姨你来选吧，跟谁走？闻言11一愣，正要开口，却听一道阴冷的声音传了过来：你们还要缠他多久？几人转过头，叶凌渊缓步走来，脸色阴沉地盯着他们。2人看叶凌渊的眼神同样不善，11却觉得难得3个人都在，正好介绍一下，这位也是我受夫，应该算你们大哥吧。叶凌渊身上还有他的标记，按照年纪也是最大的那个，这么说应该没问题。闻言叶凌渊紧皱的眉心也松开了几分，这又是哪根葱？可秦牧也完全不接招，他嫌弃的眼鼻，一股子蛇腥味，还当老子大哥？叶凌渊脸色瞬间变不阴鸷，想死。秦牧也把骨节按得啪啪作响，来啊，看看谁死。好了，你们别吵了，这样是死不了人的。11连忙抬手打断，更何况你们都是 F 级菜鸟，有什么好打的？百里镜看11表态了，也含笑打起圆场。2位，我们身为受夫，应该听词主的，谁跟你是我们？秦牧也不屑地吃了声。叶凌渊扫了眼2人，双手环抱靠着墙，眼底涌动着阴冷杀意，好歹是安静了下来。11对叶凌渊说：你先去那边等我，我马上到。而后对秦牧也说：你回飞行器上，我跟百里镜聊完找你。凭什么？明明我先来的。秦牧也不满地盯着11，对于他的怒火，11只是淡定开口：希望你没有忘记，
紧，1个小时前我们已经通过系统绑定，现在我是你的词主。女孩看似清纯温顺，语气却不容置疑。秦牧也听到词主2个字就来火，可对上他的视线，好似被烫了一下，匆忙别开了脸，原本的怒火不知所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陌生的恼怒。秦牧也烦躁的啧声，行，老子等你。硬邦邦说完后，他大步流星的回了飞行器。随后11转头看向百里静，在这里说还是找地方说？他的语气非常自然。百里静眸中闪过意外，你原谅我了吗？闻言11愣了一下，忽然想起来，石家和百里家是世代之交，他和百里静算是青梅竹马，但模糊的记忆里，因为他抢了林青怡的角色，原主气得骂了很多难听的话，整整1年没有理百里静。别生气了，阿姨。百里静拉起他的手贴在脸颊边，狭长的眸微微眯起，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让你不高兴了，我们还像以前那样好不好？11脑子里只有原主3年内的记忆，且非常碎片化，而百里静是原主的青梅竹马，他对原主一定很熟悉，如果稍有不慎，他是传输者的身份就会被发现，万一他对自己动杀心怎么办？思及此处，11忽然脊背发冷，他抿了一下唇，不动声色地观察对方，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感觉百里静看自己的眼神非常奇怪，很复杂的眼神，眼圈还有点发红，像要哭了，感情这么深。刚才还以为百里静的性格是最好应付的，所以才先和他聊，结果他最难糊弄。11有点后悔了，现在离婚来得及吗？来不及，结婚后至少3年冷静期，这该死的星际婚姻法。11收回手，学着原主的语气冷冷说，你找我只为了说这个？当然不是。百里静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礼盒，出来的匆忙，只带了这个小礼物。11打开，里面是一枚戒指，是空间戒指。百里静微微一笑，去年准备的，本来想送给你。空间戒指非常稀有，百里静倒是出手大方。11拿人手短，朝对方礼貌地笑了笑，谢谢。话音未落，忽然被对方搂进怀中，青年雄性的怀抱是意料之外的温暖，带着春日馨香，低磁声线在耳畔颤抖着。阿姨，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不知道为什么。11听见他发颤的声音，心脏也有些闷闷的，忍不住在心里感慨，青梅竹马果然还是感情深，看来以后得离这家伙远一点，免得被发现。11连忙从他怀里钻出去，秦牧也在找我，我先去了。说完，他快步往飞行器跑去。百里静看着他背影，眼尾红晕更重了，喃喃自语道：终于回来了。11坐进飞行器，百里静那如有实质一般的目光才消失，刚松口气，旁边冷不丁响起冷失声：真慢啊，要你管，有话快说，有屁快放。面对这个没礼貌又跟原主没交集的皇子，11也没惯着，被凶了一句。秦牧也很不爽，刚才跟那个狐狸精你侬我侬，大街上又搂又抱，到他这里就这个态度，果然雌性都喜欢骚的，真俗。我对你没兴趣，也不想结婚，3年冷静期过了我们就去离婚，这段时间你不准碰我，不准强制标记我。秦牧也开门见山的提要求，只要你能做到，条件随便提。他说这话时，本来都做好被骂一顿的准备了，没想到11一脸兴奋的看着他，差点脱口而出还有这种好事。随后11冷静的思考了一下，秦牧也是皇子，给的条件肯定很丰厚，这正是哄抬价格的好时候。11瞥了眼秦牧野，摆出一副我勉强考虑的态度，你有什么？秦牧野傲娇的抬起头，你要什么我就有什么。嚯，好大的口气。11战术后仰，那你先溜我50看看实力。秦牧野吃了声，拿起终端转了5000万过去，这是定金，从现在开始我每个月都给你转5000万，离婚后除了一栋房子，我名下所有财产都归你。秦牧野说着，点了一下终端，一个半透明电子屏幕出现在11眼前，从上到下密密麻麻都是秦牧野的财产清单。11本来以为秦牧野是来找茬的，现在看来他还挺有诚意的，有金币他真报啊。女孩手指滑动着屏幕，眼里缀满了亮晶晶的笑意。秦牧野靠着椅背，欣赏11的财迷啊，倒是比刚才怼他的时候顺眼，但这个想法刚冒出来，就被秦牧野强行按回去了。顺眼个屁！3年后的今天，就是他们的离婚日。秦牧野鼻腔里发出重重一哼，清点完自己未来的财产，11一本正经道：看在你还算有诚意的份上，我同意离婚。秦牧野满意的挑了挑眉，把自己写好的合同递过去。11看了一会说道：我还有个疑问。鉴于他态度不错，秦牧野表情也温和了些，你说吧。合同上说我不能不经过你同意对你动手动脚，但如果你对我动手动脚怎么算？闻言秦牧野只觉得荒谬，我对你动手动脚绝不可能。下一秒11就反驳道：雄性的身体机能远超雌性，有这个可能。见他说的有理有据，秦牧野闭了闭眼，额上青筋不受控制的跳了跳。那你说怎么办？秦牧野咬牙道：写契约书，你要是做出任何伤害我的事情，我可以随意处置你，皇室和沈家不能插手。闻言秦牧野的胸膛上下因为愤怒剧烈起伏几次，但最后还是妥协了，反正他又不会真的对他做什么。签完契约书，秦牧野冷嗤道：连吃带拿，我就没见过你这种雌性。11得了好处，也不跟他计较，这么坏的人是你的词主，算你走运了。女孩略带得意的挑眉，掩盖不住的笑，像极了得逞的小狐狸，狡黠又明媚，却让人讨厌不起来。秦牧野微微晃神，意识到自己在看11，又猛地别开脸，重重哼声，两人达成暂时和解。11没打算多留，他打开地图，打算去找叶凌渊。刚离开没多久，身后忽然传来剧烈的警报声，数十台帝国军用无人机包围了11所在的一片区域，身边正常走路的人群忽然变得慌张，纷纷四处寻找遮蔽物。无人机里传来电子机械音，请注意，中心区409区域出现失控兽人，正在确认身份。不远处几十名穿着整齐军装的兽人拿着武器，用一个巨大的铁笼将一只颜色赤红的巨型鸟类困住。赤鸟似乎处于狂躁状态，不断扇动着翅膀，尾羽上的火焰随着风卷起，它发出尖锐的鸣叫，迫使护卫队不断后退。朱雀，不远处的兽人倒吸一口气，这得 S 级的雌性才能控制啊！雄性兽人只要使用攻击型异能就会产生精神污染，他们的精神领域会不断被黑暗面侵蚀，
时，直到失控。等级越高的兽人，使用异能时造成的精神污染就越多，一旦超过正常数值，就会完全兽化。精神力越高的雌性治愈力就越强，高等的 S 级甚至可以将兽化完全净化。有人转头看见石仪，赶紧对护卫队喊：“这里有雌性，让他试试。”但立刻有其他人认出石仪，嘲讽道：“石大小姐没精神力，怎么是？中心城谁不知道？她就一废物。我说你们军队能不能快点别把街区烧毁了，我们待会还要拍照。”中心城的居民非富即贵，护卫队自然不敢怠慢。诸位稍安勿躁，我们已经找到了一名 S 级雌性，预计3分钟内就会赶到。正说着，数十人簇拥着一个白裙女孩走了过来。石仪抬眼一看，哦吼，还是熟人。视线对上，白依依故意抬了抬下巴，露出一个示威般的微笑。她走到朱雀面前，勾了勾唇，朝他的头伸出手。然而在即将触碰的瞬间，朱雀忽然爆发出更加狂暴的尖叫，声波直接将白依依和一众护卫队震翻在地，瞬间牢笼就被顶开。朱雀仰天长啸，翅膀卷起的风带着火焰瞬间将道路两旁的绿化带燃烧，人群慌乱的四处散开。警报声响彻街道，刚才还繁华的街道，现在如同人间炼狱。5个兽夫慌忙的将白依依护在怀里，后退时不知谁推了一把，石仪跌倒在地。朱雀歪了歪脖子，血红双眸眯起锁定石仪，只不过一个呼吸的功夫，他便俯冲到他面前。石仪也来不及计较是谁干的，看着高于自己3倍有余的朱雀，他只能本能的抬手护住自己的头部。世界似乎在这一秒寂静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石仪的心跳快到无法控制，他紧紧闭着双眼，在心里大骂系统无能，竟然连金手指都没留下。然而预料之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手心感受到毛茸茸的触感，石仪壮着胆子睁开眼，可眼前一幕却让他彻底愣住了。刚才还暴虐到要毁灭世界的朱雀，这回收起火焰和嚣张，正缩着翅膀，卖力的把脑袋往他手心里塞。这画面实在过于荒谬和诡异。石仪呆愣的时候，手指松开了一些，朱雀找到间隙，立刻就把脑袋塞到他手心自己蹭了起来，喉咙里甚至还发出清脆好听的声音，像撒娇一样软软的。四周的人群也震惊的看着这一幕。白依依见状，不可置信的瞪大眼睛，这怎么可能？他刚才靠近时，那只朱雀极其排斥抵触，他试图用精神力镇压，却反而被攻击。可石仪什么都没做，那只朱雀却乖顺的不像样子。难道石仪的精神力比他还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2年前石仪没有觉醒精神力，石家用尽办法也没有让他2次分化，应该不会的，不会的。白依依不断在心里安慰着自己。石小姐，石小姐，护卫队长小声喊她，您帮忙抚慰她吧。石仪却有点尴尬，怎么抚慰？我现在还不会用精神力。护卫们闻言一脸的无奈。朱雀一族向来神秘，这只朱雀是突然出现在城区的，谁也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但按理来说，得到精神力抚慰，它现在应该变成人形了才对，怎么还维持着完全兽体？这时朱雀竟然转身将石仪护在翅膀下，朝护卫队发出尖锐的鸣叫声。他害怕其他人伤害石仪，声波掀起风浪，落叶呼了护卫们一脸。护卫队长抹了把脸，苦哈哈说：“那您拖一下时间，我们这边在吊新笼子了。”闻言石仪点了点头，摸了摸朱雀的头顶。几分钟后新笼子到了，这次是更强悍的，可护卫队长不敢贸然靠近。石小姐，再帮忙吧。石仪没有答应，而是问道：“他进了笼子后会怎么样？”护卫队长回应道：“初步判断这只朱雀是 S 级兽人，失控的 S 级兽人会在监管所看管一段时间，等他的精神力数值恢复正常了，就送回朱雀一族的区域，这期间不会伤害他的生命，您放心。”笼子被放在不远处，护卫队长双手合十：“石小姐，求您了，劝他进去吧。”对着鸟说话吗？又不是 DX 妮公主，但也没别的办法。石仪只好试图跟他沟通：“你刚才也听见了，他们不会伤害你的，只是要蹲局。我是说，只要休息一段时间。”朱雀盯着他看了几秒，伸出翅膀把他搂在怀里，朝着笼子走了几步，大概是要石仪跟着一起的意思。石仪摇了摇头：“我还有事情要做，不能跟你一起去。”闻言，朱雀周身气势压低，好似一瞬间就会暴怒的样子。见状，护卫队长连忙说道：“但是你出来了，可以找石小姐啊。”随后他擦了擦冷汗，看向石仪：“是吧，石小姐？”石仪点了点头，表示是这样的。闻言，朱雀眼睛一亮，低头贴着石仪的耳尖蹭了蹭，而后倒退几步，翅膀小幅度地动了动。石仪一脸无语，是错觉吗？他竟然在一只鸟的脸上看见了害羞。总而言之，最后在石仪的目送下，朱雀1步3回头的离开了。护卫队长去隔壁拿了止氧气，转头回来，朱雀已经变成了身形修长、面容俊美精致的少年。他抬了抬下巴：“你们这里怎么联系家人？”又强调道：“放心，我不跑。”护卫队长见他神色亲密，就递给了他一个通讯器。少年拨了个号，不多时对面响起个温和的女声：“您好，这里是薛氏集团总裁办，请问和秘书帮我查个人。”少年眼睛亮晶晶的，他宣布道：“是个特别可爱、温柔、漂亮的雌性，她治好了我的失控。总而言之，我以后就要跟着石小姐，哪怕是做小。”他跟对面形容完石仪后，就满意的挂了电话。护卫队长也看出这名少年来头不小，您既然清醒了，为什么刚才不变成人形？少年闻言有点尴尬的别开脸：“我光着身子会吓到他的。”朱雀被送走后，护卫队剩下的人就来清理了现场。医护人员听说有雌性受伤，也在原地支起帐篷，给受伤的雌性治疗，而石仪还顺便做了精神力检查。温柔的雌性医生握着她的手：“石小姐，恭喜，您确实觉醒了精神力，估计是2次分化，但最近可能不太稳定，还不能检测出等级，建议您先好好休息，3天后再做系统检查。不过能驯服那样一只雄性，你的精神力等级不会很低。”医生帮他理了理凌乱发丝，温柔地说：“我想或许很快全星际都会知道你的英勇，谢谢姐姐。”石仪感受到善意，对他报以微笑。医生笑着叮嘱了他一些注意事项，给他治疗了手和腿上摩擦出来的伤口。星际时代皮肉伤治愈得很快，没一会儿石仪就活蹦乱跳了。他谢过医生后，就走出了帐篷。喂，刚走到街角，身后就有个熟
熟悉的声音在喊。石一没有搭理，而是看着叶凌渊发来的一大堆消息，有些头疼。可身后的人却不允许他忽视自己，用力扯了一下石一的手臂。我在喊你，你怎么没反应？石一神色冷淡地看着他，有事吗？闻言，赤云恼怒地瞪着眼前亲昵的女孩，你果然听见了。他想要发火，像往日一样刻薄的话，却因为对方的冷淡而堵在嗓子眼。赤云磨了磨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迅速丢给石一，拿去。石一看了眼，故作不懂道：“这是什么？你别明知故问，这是药膏。”赤云的脾气根本藏不住事，一问就说了。随后他视线左右飘忽，扭扭捏捏地说道：“我刚才不是故意推你的，这个药膏是给你的补偿。”可话还没说完，石一就一个巴掌狠狠地甩在他脸上。你话没说完，江青离一个巴掌狠狠甩在他脸上，赤云的脸被扇得偏了过去，整个人因为突发情况而懵了，呆愣在原地，脑中一片空白。几秒后，脸上火辣辣发烫，怒意在胸腔中熊熊燃烧。赤云捂着脸，不可置信的锐声质问：“你打我？”江青离竟然打他，他竟然打他，他凭什么打你？怎么了？江青离冷笑了声，毫不畏惧地走上前，再次抬手，在他另一边脸上又扇了一次。这一次，他用了全身力气。赤云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暗红双眸里燃烧着火焰。江青离，你是不是有病？我在关心你的伤，你怎么就知道恩将仇报？我受伤，难道不是因为你推了我？江青离淡淡开口，你来找我，也不是为了关心我，是想通过一点小恩小惠，缓解你的愧疚。这话像是一根针，猛地扎在赤云心口。他瞪大眼睛，握着江青离肩膀的手在发颤。他想反驳，却无法反驳。小吴文件房倒印，找点书，机器人选小胡文定靠谱，不踩坑。刚才江青离摔倒后被朱雀当场目标的时候，赤云确实心跳暂停了一瞬，脑子里浮现出半年前一场比赛的画面。那次对手很凶残，他被打倒在地，江青离冲进场地，强行命令他们停止比赛，却被风浪吹倒在地。瘦弱的身影重叠吗？让他心口闷闷的。趁着白依依在检查，赤云抓着药膏跟上江青离。他想，江青离就是个舔狗而已，以前被骂了，被讨厌了，也只是勾勾手指就过来了，给他药，他肯定欢天喜地，像之前一样忘记了伤疤。可他没想到江青离会对自己动手，雌性和雄性的力量不对等。江青离的巴掌只有轻微刺痛，可脸上火辣辣的痛，心口也像是被一只大手捏着，酸痛的厉害。赤云忽然变得有些急，解释，我不知道那是你。江青离没说话，身后马路的红灯亮起时，他抬手推了一下赤云，赤云没有防备，身子往后栽倒，和一辆刚刚起步的飞行器擦肩而过，撞到胳膊，他摔倒在地，喇叭声和驾驶员的叫骂声接连不断，赤云却充耳不闻。江青离，赤云的视线在对方脚踝停顿几秒，猛地抬头盯着他，咬牙切齿，你想害死我吗？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江青离站在路边，弯腰露出有些愧疚的表情，把药膏丢进赤云怀里，这个药膏是给你的补偿。他把刚才赤云做的事情说的话全部都重现了一遍。赤云的脸色已经阴沉的不像样子，江青离居高临下的俯视他，绯红唇瓣轻勾，几秒后转身离开。风吹起江青离的裙摆，带起漂亮的波浪，他没有回头，手心感到尖锐的刺痛，和他当时摔倒受伤是一个地方。赤云盯着自己的手掌，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刚才倒在地上无意间看见的江青离雪白脚踝处的齿痕和吻痕，是雄性留下的，而且是占有欲强狠的雄性。赤云恍然大悟，原来江青离这么对他是因为找到了新的目标，按理说这应该是好事。前几天他还想着给江青离再介绍一个，省得他纠缠，可现在江青离真的找了其他雄性，赤云却产生无尽的烦躁感。江青离揉着打疼了的手，按照地图往约好的地方走去，不算偏僻，是江家送给江青离的一家会所。一路上江青离总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看，但转过头却只看见行色匆匆的人群，没有任何鬼鬼祟祟的身影。江青离皱了皱眉，加快脚步进了会所。刚打开顶层包间的门，湿冷年华蛇尾探出，缠上小腿，强硬地把江青离拽了进去。眼前一阵花白，回过神时，江青离已经被压在羊毛地毯上。叶凌渊低喘着，蛇尾缠绕着江青离的腰部和双腿，单手从他的衣角里摸进去，下巴靠近江青离颈部时却停下动作。从江青离的视角看，叶凌渊脸色阴冷的可怕，他直起身，眉头紧皱，树丛里是浓重的厌恶和杀意。怎么了？江青离对这个不可控因素很警惕。你好像不太对劲。叶凌渊冷冷瞥了他一眼，声线发寒，你是不是忘了我还在发情期？兽人成年后会根据兽类基因的不同进入发情期，发情期非常难熬，没有雌主的雄性只能独自煎熬，但这还算可以熬过去。被标记后只有雌主能缓解，一般雌性在18岁时会觉醒治愈系异能，可以为兽夫做精神疗愈，以免他们失控。刚才经历了好几次时间，江青离确实忘了这回事。
他有点心虚的错开视线，嘴硬，记得。叶凌渊声音冰寒，所以带着一身狐骚味和鸟骚味来我这。他停顿几秒，脸色更差，抬起江青离的打过赤云的那只手。一天见几个雄性，你挺忙。江青离闻了闻自己的手臂，没闻到什么味道。你不是说要去掉标记吗？江青离回想起昨晚，还是感觉腰酸背痛，有没有什么办法？他一脸的抗拒。叶凌渊忍不住冷嗤，昨晚在他的地盘，抓着他的头发，强迫他唇舌伺候，后来又抓又挠，还骂人，自己舒服完了，往那一趟就睡大觉。要不是无法对他下手，叶凌渊真想把人活剐了。然而一靠近江青离，叶凌渊的蛇尾本能缠了上去，恨不得每一寸皮肤都贴着他，占有他的每一寸呼吸。这下贱的样子，叶凌渊都不想承认是自己，但他抵抗不了，如同被烈火煎熬。叶凌渊紧紧圈着江青离这唯一的庇护所，喘息里是明显的哀求，给我做精神疗愈。江青离有些惊讶于他们获取信息的速度，从送走朱雀到现在也不过1多小时。护卫队长宣称这起事件将会对外界广秘，叶凌渊这么快就知道了。江青离很诚实，我还没学会这个技能，我教你。他看起来格外脆弱，我可以帮你，但在此之前，江青离抬手将他的头推远了一点，神色清明。叶凌渊，我问你，我的兽夫从3个变成5个，是不是你动了手脚？他已经被折磨得快要失控，可他还无比清醒，利用他的破绽压榨出自己想要的信息。叶凌渊真想一口咬死他，可张开口却先溢出克制不住的闷哼。叶凌渊咬破唇，用仅剩的清醒和他谈判。先坐。昨晚江青离虽然没有用精神力，但叶凌渊可以感觉到他的精神力很强，就连他这种先天异化的兽类也会从发狂状态清醒，所以得知江青离控制住发狂的朱雀，他也没意外。但叶凌渊也确认了，只有江青离能治愈他，他需要江青离。见他松口，江青离点头同意。叶凌渊额头抵着他的额头，一边快速口述，一边将他拉进自己的精神领域。只短短的一瞬间，在睁开眼时，江青离面前已经是另一片场景。江青离在婚育中心看过雌主安抚雄性的宣传片，大概知道各个程度的精神污染程度是什么样。然而叶凌渊的精神区域比他在宣传片里看到的任何图片都要严重。血月低垂，森林被笼罩在黑雾之中，焦黑的残缺枯树在红光下呈现扭曲姿态，黑暗中偶尔传来乌鸦嘶哑的尖叫，混合着阵阵阴风，让人忍不住发颤，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着靠近。江青离低头一看，差点尖叫出声。地面上数十条鳞片泛着血光的漆黑毒蛇朝他游来，它们在距离他不到1米的地方停下，直立起上半身，血红的树瞳锁定他，丝丝吐着猩红蛇信沾着血的尖锐毒牙。江青离想逃，但想起刚才叶凌渊说过，这些蛇是他的精神体，不会伤害他。半信半疑蹲下身，江青离朝其中一条蛇伸出手，浓重的黑暗之中，雌性细白的手指格外突兀。黑蛇微微后仰，警惕地盯着江青离，其他的蛇也随着江青离的动作不同程度后退。这场面让江青离有点想笑。叶凌渊在外面那么嚣张狂妄，他的精神体竟然谨慎又胆小，莫名有点可爱。江青离没什么和蛇相处的经验，他想了一下以前摸猫的经历，朝小蛇招了招手，嘬了几声。黑蛇歪了歪头，眨了眨血红的眸子。江青离没动，朝黑蛇笑了一下。对视几秒，黑蛇缓慢地朝江青离爬行着，很有节奏地吐出蛇信。江青离不知道这是蛇对东西感兴趣的表现，他很有耐心地等着。爬到他旁边，黑蛇的脑袋贴上他的手心，紧接着蛇眯了眯眼睛，蛇脑袋凑过来蹭蹭江青离的脸颊。周围其他的蛇见状也跟了上来，却被黑蛇警告地瞪了一眼。江青离摸摸蛇的身体，试图按照叶凌渊说的办法安抚他的情绪。过了会，四周的蛇消失了，而江青离也发现自己脚下的土地发生了变化，原本皲裂的土地慢慢愈合，凝聚在空中的黑雾消散了一些，能见度大大提高。不远处出现了一片模糊的阴影。江青离走近了一点，想看个仔细，但没等他看清，脑中一阵尖锐刺痛，人直接晕了过去。恍惚之际，江青离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有人在他耳边低语着什么，想要听清，意识却更加模糊。江青离睁开眼，看见一片刺眼的白光和床顶华丽的帷幔，猛了几秒，江青离才意识到现在是第2天早上了。腰上缠绕的触感难以忽视，江青离低头，果然看见蛇尾在缓缓移动。江青离和昨天一样的场景，莫名已经习惯了。醒了，抱着他的叶凌渊感受到动静，贴得更近，含住他的耳垂，蛇信肆意游走，很痒的触感让江青离忍不住旁边躲了躲。叶凌渊就像被他牵着一样，他躲他就跟过去。这么大一张床突然变得很紧，江青离有点不耐烦了，拍了一下对方的蛇尾，收起来，我在发情期，精神污染程度较高的话，在发情期的雄性兽人
会难以掌控人类形态，不受控制的半兽化。江经理想到这茬，说：“那你松开。”压得我好难受。这一次，叶凌渊倒是听话，蛇尾松开，没再盘踞，改为贴着他的腿。江青离头脑昏昏沉沉，胃也饿得难受，估计是叶凌渊的情况太严重，他又刚觉醒精神力，应付起来比较困难。还好叶凌渊这回正常了很多，他坐起身，发现他的白裙已经破破烂烂，气得踹了叶凌渊一脚。叶凌渊的视线从他皮肤经过，喉结不自觉轻过，呼吸沉了几分。衣柜有新的，这还差不多。江经理起身去衣帽间换了套条蓝色长裙，去洗漱的时候顺便叫了早餐。早餐是一个长得圆滚滚的机器人送上来的。江经理饿坏了，刚要走过去拿，被修长指节握住手腕，别动，它有问题。黑雾在一瞬间包裹机器人，在松开时，机器人已经散架成了一堆碎片，饭菜散了一地。蛇尾从一堆碎片里捡出一个手指大小的圆形物体，展示给江青离看，是军用监视器。叶凌渊声线发冷，江青离打了个冷战，后背激起一片密密麻麻的冷汗。他蜷缩了一下僵硬的手指，是监视你的吗？监控器是朝向你的。叶凌渊把监视器丢给他，我切断电源了。言下之意是他如果不信，可以拿回去自己找人查。江青离接过，放在茶几上。早餐碎了一地，江青离也没再叫早餐的心情了。谁知道有没有毒？他关上门，在包间的柜子里翻出了一些零食，拆开包装递给叶凌渊，你吃吗？叶凌渊这是把他当是毒的了，随手拿起一片丢进嘴里。叶凌渊说没毒。江青离于是放心的吃起来。他想到昨晚的疑惑，接着话题聊，你为什么要改我的兽服匹配？还有地下城不都是黑户吗？你怎么来的？他离得很近，叶凌渊闻到他身上沾着自己的味道，忍不住用蛇尾卷起来放在自己怀里，从后面抱着他的腰，脸贴着他颈侧。我有合法身份。至于为什么，叶凌渊闭上眼，声音嘶哑，你说过要对我负责。江青离哽住，你当时不是没答应吗？我也没拒绝。叶凌渊说这话时倒是很理直气壮。江青离想了想，你是需要我帮你做精神疗愈吧？握在他腰间再指腹摩挲片刻，叶凌渊勉强承认，算是。你真的是 S 级？江青离问。没测过。叶凌渊声音有些散了，无聊。果然。江青离没再追问，他更关心另一个问题，除了你还有个被加进来的是谁？不知道。不知道。江青离回头盯着他的眼睛，你不会再骗我吧？有必要吗？叶凌渊抬眼拉着江青离的手，按在自己心口位置，那里印着一个黑色的荆棘玫瑰图腾，这是江青离的标记，也是叶凌渊必须忠于江青离的枷锁。他确实没有撒谎的必要，但另一个人是谁？江青离皱着眉，你进系统修改的时候没看见吗？我进去的时候系统里已经是4个名字。叶凌渊说。江青离咬着嘴唇，很烦躁，因为刚才的摄像头事件，江青离总担心是卧底来刺杀自己。叶凌渊。江青离抬眼，我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叶凌渊抬眼。江青离说，这样你保护我的安全，我帮你做精神疗愈。叶凌渊淡淡应了声，得到肯定答复。江青离朝他伸出小拇指，拉钩拉钩。叶凌渊发现江青离好像不太懂世界的规则，他是词主，只要下达命令，不需要做交换，还拉钩，幼稚。但对上女孩笑盈盈的双眼，叶凌渊一时间失语，顿了顿，以凶恶残忍著称的地下城城主抬手和磁性幼稚的拉钩。因为叶凌渊还处于半兽人形态，江青离让他待在这，一个人回了自己的别墅。其实江青离应该住在江家，但18那年因为无法觉醒精神力，江家和原主爆发了剧烈的争吵，最后搬出家自立门户，拒绝和江家往来。也就前几天，因为快结婚了，才接受了江家长子江佑辰送来的管家尹诺。到别墅门口，江青离就看见尹诺站在门口，和秦牧野在说些什么。秦牧野怒气冲冲，而尹诺挡在他面前，神色严肃，分毫不让。怎么了？江青离走过去问。听见江青离的声音，两人同时转头，目光紧紧锁定他，俨然是让他评评理的意思。秦牧也重重哼了一声，你问他。大小姐。尹诺毕恭毕敬地说，七皇子殿下想在室内装置武器，这很危险。江青离侧头看见一个被打开的箱子，里面满满当当塞着一大堆泛着锐利冷光的武器，还有个没组装的小型炮装置，估计就是要装在房间里的。江青离的心提起来，你带武器干什么？防身。秦牧也说，七皇子殿下，这里是中心城区 S03 区，安全程度仅次于皇宫和军队，您不必这么警惕。尹诺态度强硬，我已经说过，您可以放在储物室或者地下室，但不能带进卧室，以免误伤到大小姐。现在他们有婚姻关系保护，倒是不怕会被秦牧野伤害。江青离想了想，你应该有空间戒指吧？放空间里就行了，放在外面怪吓人的。秦牧野烦躁地啧了声，把武器收起来了。
江青离笑笑，急于口头夸奖，这才乖。秦牧也一愣，狠狠皱眉，注意你的用词，他是豹子，不是狗。知道了，开不起玩笑的家伙。江青离摆摆手，进了别墅。一诺扫了他一眼，亦步亦趋跟上江青离。刚进门，就见一个纯白色的身影从楼上走下来。青离，白礼静穿着白衬衫，手里拿着一本书，笑盈盈走上前，握住了江青离的手。你回来了，昨晚睡得好吗？还可以。江青离抽走手，语气有些生硬。我先去房间了，一诺，过来帮我整理。江青离现在很怕自己露出什么破绽，被白礼静发现和怀疑，因此离开时脚步飞快，他头也没回一次。白礼静有些失落的垂下眼，看着自己的手指，叹了口气，对他很防备呢。秦牧也走进门，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幕，他吃了声。秦牧也看这个白礼静就很不顺眼，昨天晚上来这里的时候，他们正好撞见。白礼静带了10几箱衣服，各种香水护肤品更是多到让人眼花缭乱。晚上洗完了澡，就穿个浴袍坐在客厅里，拿着本时尚杂志翻来覆去的看，但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他在等江青离。皇宫里等着侍寝的寿夫们都没他这样装模作样的，今天早上更是让秦牧野来气。半小时前，秦牧野的佣人送了武器来，他想抬进去，但被尹诺拦着。白礼静正好经过，秦牧野觉得他们既然都是被强行分配给江青离的，怎么说也要互相帮个忙，就叫住白礼静，让他评评理。结果白礼静微笑着来了句，抱歉，既然结了婚，一切都要听死主的，死主没开口，我也不敢擅自做决定。秦牧野当场就无语了，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人在走贤惠家庭主夫人设的？目前为止唯一碰面的寿夫是这个德行，秦牧也不敢想其他的会有多神经。江青离进了房间，反锁上房间门。尹诺听到锁门的声音，身形一僵，头顶冒出一对灰色狼耳。大小姐，尹诺有些紧张地看着他，喉结轻滚。别怕，我不是想对你做什么。江青离没想到把他吓成这样，摸摸鼻尖，坐在沙发上，我就是问你点事情。尹诺走到江青离身侧，半跪在他旁边，毕恭毕敬地低下头。您问。江青离问，他们俩昨晚住进来之后都做了什么？尹诺从昨晚来到别墅就一直在观察2个寿夫，这回将情况一五一十都汇报给了江青离。江青离摸了把他的狼耳，辛苦了。柔软的狼耳抖了抖，尹诺耳根微红，声音里多了几分自己都没察觉的昂扬。这是我的分内之事。想了想，尹诺问，小姐，另外3位寿夫什么时候来？我提前替他们安排房间。其实回来的路上，江青离给5个寿夫拉了个群，但还没来得及问，拿出终端点开群聊，发现他们已经聊上了。是白礼静先开的口，白礼静、叶凌渊、袁石墨、顾念3位。我是白礼静，目前我和另一位寿夫秦牧爷已经住进了青离的家，不知你们什么时候到呢？袁石墨，我现在在第9城区，和皇家帝国学院的李教授及其团队在考察，预计下个月回第1城区。江青离想起来，这个袁石墨好像是皇家帝国学院院长的儿子之一，和他同龄，20岁，兽形态是白猫，不知道是不是智商点满，身体不行，一直都体弱多病，异能是很木系异能。原主之前想过追求他弟弟袁石耀 S 级黑猫兽人，袁石耀性格高傲，当然是没成功。袁石墨现在不在也好，免得见面了尴尬。终端又刷了一条新消息，顾念，抱歉，我还在车上，从12城到中心城手续很多，还要几天才能到。江青离倒是没听说过顾念，原主的记忆里也没有印象。资料显示，顾念是兔类兽人，刚满18岁没几天，觉醒了风系异能，是土生土长的12城居民。12城是下城区著名的贫民窟，治安差，罪犯扎堆，提起12城上城区的人都要掩住口鼻。白礼静回复，没事，舟车劳顿，辛苦了。江青离也跟着回了个期待的表情包。滴滴，终端响了声，江青离点开消息，发现顾念给他发了条消息。顾念，对不起啊姐姐，都怪我耽误了大家时间 QAQ。 顾念啊，我可以称呼你为姐姐吗？江青离确实比他大2岁，便回复，可以。顾念，我给姐姐带了12城的特产，都洗得很干净，不知道合不合姐姐的胃口。顾念，图片，这是一张自拍，长相精致清秀的男孩对着镜头，举着一根胡萝卜放在脸颊边，这样的拍照姿势别人做来可能很做作，但他有一双琉璃般漂亮的粉色瞳仁，白色碎发柔软的垂在额前，看着镜头时微微抿唇，显得很无辜很清纯。江青离觉得系统眼光还是不错的，分配的没一个丑。不过12城的特产什么时候成胡萝卜了？延绵山脉间，一辆列车驶入隧道，昏暗的列车车厢里，白发少年看着微亮的屏幕，眼里闪过失落。他抿了抿唇，小心翼翼的敲字，姐姐怎么不说话？我长得很丑吗？发完这条消息，2柄尖锐的刺刀突然刺穿车壁，雪白尖锐的利刃一左一右，距离少年精致的脸不过毫米微距。找到了，在这里。
把东西交出来！门板被拍得震天响，数十名雄性兽人同时吼叫，极具压迫力。下一秒，少年的身影便出现在车厢外，几人回头，瞬间倒吸一口冷气。他有空间异能，他们意识到情报有误，慌忙举起枪扑上前来，枪声疯了一样密集响起。然而不出10秒，叫骂声都化为死亡的哀嚎。车厢内重新归于平静，顾念丢掉手里的枪，举起刺刀给地上的人一一补刀。猩红的液体飞溅，他却像是习惯了一般，表情平静。终端震动了一下，顾念迫不及待地查看消息。江青离，没有，你长得挺好看的哦。看到这句话的瞬间，列车恰好穿出隧道，灿烂的阳光透过玻璃铺满了车厢。少年弯了弯眼睛，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顾念，好开心，好想快点见到姐姐啊。回复完顾念，江青离便以自己太累了为理由让尹诺出去。等人走后，他拿出那枚一直在口袋里的摄像头，拇指大的东西做得格外精巧。谁在监视他？用的还是军方的东西。江青离指尖把玩着，试图从原主破碎的记忆中找出线索，但脑子里像是有一层屏障。每当他想要回忆早于3年前的事情时，脑袋便针扎般刺痛。江青离定了定神，翻出原主的光脑，时仔细的翻阅原主留下的痕迹，但很遗憾，里面只有帝国学院官方的课本资料和一些帅气雄性兽人的照片。和终端同步的备忘录里信息倒是很多，不过都是跟那几个前兽夫有关的内容，里面详细的记载着一大堆他们的信息，比如什么年龄啊、喜好啊、星座啊、性格特色之类，弄得像是乙女游戏人物攻略一样。江青离翻找聊天记录的时候，没发现什么特别的，直到点进了黑名单。黑名单里密密麻麻一连串人，有白依依，有江家人，还有皇家帝国学院的几个老师。看到老师，江青离一阵头大。原主和江青离一样大，今年在皇家帝国学院念大3，但上个月跟着林青拍戏，住在片场附近，已经1个月没去学校了。垃圾箱里躺着辅导员上个月的消息，江小姐无故旷课1个月，本学期的绩点将全部作废，您慎重考虑。江青离一看日期，现在已经5月下旬，再不去真要被开除了。系统现在还没消息，他要先正常生活。另一方面，去帝国学院也能多了解这个世界。江青离给对方回了个消息，表示自己明天会去那边报道。看了会资料，江青离有些犯困，或许是昨晚的精神疗愈太消耗精力，江青离开始感觉昏昏欲沉，没一会就趴在床上睡着了。迷迷糊糊间，好像感觉有一只手在温柔抚摸自己的头发和脸颊，想要睁开眼看看是谁，却陷入更深的梦境之中。模糊的画面摇晃之后变得清晰，绿意盎然的苹果树下，面容模糊的少年有一头颜色漂亮的白发，修长手指勾着他下巴，偏头低吻他的唇，小心翼翼很轻的触感。几秒后他分开，在他耳畔低笑，我们小离竟然也会害羞，真是受宠若惊。江青离睁开眼，神色茫然，梦里的是原主的记忆吗？江青离手指轻轻碰了一下自己的唇瓣，他垂眼，睫毛颤抖，为什么感觉那么真实？天色已经黑了，江青离下楼进了餐厅。餐厅里百里静坐在长桌一侧，垂着眼不知在想什么。看见江青离过来，百里静眸中闪过惊喜，站起身走过来，青离休息的怎么样？他的白发让江青离想到刚才的梦，有点不太自然，点了点头，挺好的。江青离说，你没吃饭吗？秦牧野呢？我在等司主一起。百里静说，他好像心情不好，就出去吃了。江青离没听出这句话里隐隐的拉踩，只是说，下次不用等我了，怪麻烦的，主要是不想跟百里静相处太久。刚才那个梦让江青离心口很闷，下意识不想跟百里静过多接触。好，都听你的。百里静顿了顿，声音温柔。江青离很隐蔽的松了口气，他没注意到坐在对面的百里静扯了扯唇，弧度有些苦涩。次日早晨，江青离到了帝国皇家学院。星际时代，文明高速发展，寿命也得到了延续。一般来说，雌性的寿命普遍比雄性高，一般在300到500岁之间。雄性的寿命与异能等级挂钩 ，S 级兽人最多可以活500岁。年龄增长，上学的时间也变长了，大学得念6年，从18岁一直念到24岁。噩梦，简直是噩梦啊！江青离在心里无声哀嚎。不过好在校方考虑到很多学生非富即贵，除了念书还会在工作甚至上战场，因此课业不重，每天就1-2节课。刚走进教室，江青离就感觉到无数的目光看向自己，这其中还有几个熟悉的面孔。不少人看到他之后立刻扭头跟其他人窃窃私语。江青离，这就是名人要承受的代价吧。江青离找了个位置，刚坐下就有身边就坐下一个雌性，谄媚的冲着他笑。江青离想了想，认出来这是原主在学院里的头号狗腿杜倩倩。青离，听说你把那几个兽夫还给白依依了？杜倩倩压低声音问。江青离点了点头，你怎么这么傻啊？
杜倩倩一脸痛心疾首，你怎么能还他？那可是5个 S 级，那么好的资源，你就这么拱手让人，以后白依依在外面肯定更压你一头了，你信不信？江青离没有说话，只是装模作样叹了口气。见状，杜倩倩急了，你看你又丧气了。其实他们喜欢的不是白依依，是你，真的。尤其是林青和赤云，他们对你跟对其他人不一样。江青离听了这话，差点没绷住脸上的悲伤。那确实不一样，比对其他人很多了。江青离扫了眼身侧坐着的杜倩倩，原主是没底线的，舔着那5个是不假，但他一直以为那5个人对自己也有感觉，而给他是最大错觉的，就是身边不说实话，一个劲吹捧的狗腿们。其中，杜倩倩因为厌恶白依依，更是极力挑起矛盾，想借江青离的手除了白依依。这种人，江青离是不可能继续留在身边的，更别提做朋友。不过杜倩倩八卦能力很强，倒也可以留着提供情报。杜倩倩不知道江青离已经换了性子，还在按照以前的那套，拼命说他们之间有 CP 感。他们身后距离几排的位置，有个雄性兽人对旁边的人调侃，魅力挺大啊，赤云，都解除婚约了，江大小姐还对你念念不忘呢。雄性兽人听力极佳，2个磁性的对话，赤云都听在耳朵里。一看见江青离，赤云脑子里就浮现出昨天江青离扇自己的画面，还有他细白脚踝上的吻痕。赤云不自觉皱眉，却听江青离说，以后别提他们了，我移情别恋了。你是说那5个 F 级的废物？杜倩倩不可置信。大笑，你别开玩笑了，就说秦牧野吧，他可是第一个被挂科的皇子啊，待会还要和我们一起上课呢。他挤眉弄眼，就算林青太傲气了你不喜欢，那赤云呢？你之前可还说他可爱呢。他们身后，赤云神色一顿，他对夸过自己可爱，他没注意到后面2排的位置，秦牧野抬眸，视线看向这边，而后别开脸，鼻腔里发出不屑冷笑。江青离并不知道有人在看自己，只是冷淡的回答问题，我说过吗？我重新回答，那5个里，我现在最讨厌赤云，好像被重物重击了后脑勺。赤云脑子里嗡嗡作响，他竟然是最被讨厌的那个，明明平常林青给他脸色最多。赤云脑中团成浆糊，烦躁之际，1节课飞快过去。下课后，杜倩倩推着江青离，让他去跟赤云聊聊天。江青离毫不理会，看了眼终端后出门右拐，鬼使神差，赤云跟了上去。他没发现自己身后也跟了个人，女孩一路没有停留的往楼深处走。经过教室时，里面忽然伸出一只骨节修长的手，将他拽了进去。透过玻璃，赤云清楚的看见一个雄性兽人弯腰抱住江青离，将脸埋在他颈窝，动作极尽亲密。江青离被拽进教室，后背抵着门，对上一双金色树瞳。叶凌渊盯着他，薄唇嫌弃的吐出2个字，好慢。江青离一看见他就头大，刚才收到叶凌渊短信让他到这边来的时候，江青离就有种不好的预感，但他没想到叶凌渊胆子这么大，竟然直接跑到这来。虽然他现在污染值下降，但也处于发情期，很有可能暴露，到时候最好的结果是被关进监管局，等失控值下降，最坏的结果是被发现地下城城主身份，直接处死，搞不好他这个词主也要被连坐。江青离越想越怕，抬手按下窗边的按钮，几秒后，透明澄澈的玻璃变成单向玻璃，窗外难以窥探室内的情况。叶凌渊抬眼，窗外红发少年从旁边走出，皱眉死死盯着室内，一脸的不爽和烦躁。而更远处，桀骜的白发青年转身离开。赤云绕着教室走了一圈，突然惊醒自己的行为过于诡异，低骂几句，匆匆离开。这么多人，叶凌渊薄唇扯出一个冷笑，你在看什么？江青离发现对方眼神飘忽，转头想看看，却被对方固定住后脑勺。青年上半身下压，将额头贴在江青离颈窝，嗅闻他的味道，腰间的大掌也扣得很紧，离得太近了。江青离伸手推他，叶凌渊似乎很不满他对自己的抗拒，蛇性游走在他锁骨肩头，给我做。江青离说，上次给你做了精神疗愈之后，我晕了一晚上，待会还有课，休息时间只有15分钟。我知道。叶凌渊嗅闻他头发的味道，金色眸子不自觉眯起，是标记和发情期的影响吗？只要一靠近他，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想着占有他的所有视线，吞噬他的全部注意力。但比起他的狂热沉沦情绪，江青离要清醒很多。被他咬了锁骨，还有时间看外面的情况和时间，看了没2分钟就催，你好了没？快点快点。叶凌渊有些不悦的皱眉，磨蹭了会，起身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江青离。江青离接过，发现是个芯片类的，奇怪的问，这是什么？检测隐蔽摄像头的。叶凌渊侧头，用鼻尖蹭他的发丝，声音有些模糊。江青离没想到对方把自己的事情放在心上，有些惊讶，哇，谢谢你。他笑起来，眼睛弯起，亮晶晶的，盛满了细碎的星光。叶凌渊盯着看了几秒，移开目光，只是不想自己被拍，仅此而已。
江青离催着叶凌渊帮自己装芯片，刚弄好，老远看见有个黑发少年走过来，他生怕叶凌渊被发现，连忙叮嘱对方藏好，快步走出去。关上门，佩戴着金色徽章的黑发少年正好走近。少年身形笔直，五官清冷端正，穿着挺刮的黑色制服，有股禁欲的味道。学生会巡查，这里是未开放区域，你在这里干神？少年皱眉，看清他的脸后，厌恶的皱眉。江青离。江青离盯着他的脸，思考几秒才想出个名字。袁石耀。眼前的少年正是江青离受夫之一袁石墨的双胞胎弟弟。袁石耀也是原主曾热烈追求过却被狠狠拒绝的对象。1年前袁石耀拒绝江青离的时候说过不想跟他这种恶毒的废词有任何关系，哪知道在单独见面他成了他嫂子。但袁石耀并没有对嫂子的尊敬，厌恶皱眉。你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走错教室。江青离摆出有点茫然的表情，摸了摸后脑勺，好久没来学院，忘记了。袁石耀冷冷拆穿，你下节课是射击，体育馆和理论教室都分不清，这个程度就别来学院了，早点去浴室洗洗脑子。江青离自从原主偷看他洗澡失败后，他每次见原主都尖酸刻薄。江青离叹了口气，故意用有些哀怨的语气说，袁同学，以前我们是有点误会，但我现在是你嫂子，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不用对我敌意这么大吧。他记得袁家的这对双胞胎兄弟关系很好。果然袁石耀的脸当时就黑了，一双碧绿的眸子满是恼怒，尖酸刻薄的话已经到了嗓子眼，却硬生生被咽了回去。江青离睚眦必报，如果和他起了冲突，说不定以后袁石墨就会被他虐待，而兄长又从小体弱多病。袁石耀咬着牙忍着厌恶说，快上课了，你去体育馆吧。说着就要继续往里走。江青离怕他会发现叶凌渊，一把抓住他手腕，我忘了路，你带我去可以吗？皮肤被磁性温热的体温触碰，袁石耀整个人都僵硬住了，几秒后他才猛地抽回手，如同遇到洪水般扭头就走。走出几步，他站定回头，不满地催促，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快点！一路上袁石耀都很沉默，唇紧紧抿着，估计是为了不被人看见。袁石耀故意走人少的路，但皇家帝国学院人很多，袁石耀又是学生会高级干部，认识他的人很多，走哪都有人打招呼。每一个人在看见袁石耀的时候都会露出笑，招呼打到一半，看见他旁边的江青离，笑容卡住，变得有点尴尬。袁石耀牙关紧咬，额上青筋直跳，而罪魁祸首毫无知觉，还悠然搭话，你人缘还挺好啊。袁石耀，射击课是大课，一整个学院的学生都在一起上课，比如比江青离小一级的白依依，以及挂科重修的秦牧野。楼下很多学生陆陆续续进门，袁石耀把人送到楼下，沉着脸说，到了，我走了，谢谢啊。江青离心情很好的跟他挥手，转身进了楼。袁石耀站在原地，眉心皱起，什么情况？江青离在跟人道谢，他真脑子不好了，还是真把自己当嫂子了？想到江青离刚才那番一家人言论，袁石耀就冒火，呸，什么一家人，还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等袁石墨回了第一城区，他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让袁石墨赶紧想办法跟这个雌性离婚。袁石耀转身离去，他身后秦牧也靠墙站着，一双灰蓝眸子上下扫视着袁石耀。江青离刚才就是跟这个人在教室做见不得人的事情，也就一般。刚进楼，手臂就被人从旁边挽住了。青离，你走得好快，我都没跟上。杜倩倩缠过来问，你刚才去哪了？没去呢。江青离抽回手，找我什么事？杜倩倩一愣，江青离从没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过话，他一时间有点难以消化。但白依依是杜倩倩的眼中钉，肉中刺，他自己没法干掉白依依，自然不肯放弃江青离这个好用的工具。杜倩倩叹了口气，做出愤恨的样子，青离，白依依把你的人都抢走了，你怎么忍得下这口气？这样，我记得那个谁，秦学姐明天晚上有个宴会，我们就在宴会上。他一口气说完了整个计划，一抬眼，却见江青离似笑非笑看着自己，不知怎么的，那个眼神让杜倩倩有点害怕，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杜倩倩咽了咽口水，怎么了青离？你心情不好？我懂，谁被抢了都会这样，我这不是在帮你出头吗？江青离勾唇，是帮我出头，还是想我和他鹬蚌相争？你好坐收渔翁之利。杜倩倩心里瞬间咯噔一下，然而江青离没给他解释的机会，径直进了射击训练场。射击课通常两两一组，世云跟朋友进了教室就有些烦躁，视线频频往江青离的方向看。以前每次到了射击课，江青离都会强行拽着他，让他跟着一组，这次应该也。世云眉头紧皱，思索怎么拒绝江青离。他现在已经跟依依姐一起，1年后他们就会结婚，他怎么可能同意和江青离？这么想着，世云扬了扬下巴。几秒后，视线里出现一道鹅黄色身影。江青离今天穿着鹅黄露肩泡泡袖和牛仔长裤，
很日常的装扮，在人群中却如同一株清丽的黄色郁金香，让人移不开眼睛。进了教室，江青离左右看了一会，视线忽然锁定了这边。身边的兽人起哄：赤云，江大小姐又缠着你了，待会白小姐也来，你可怎么选呀？赤云皱眉，身侧的手指忽然攥紧，视线里江青离快步走了过来，朝这边露出一个笑：找到你了。我不。赤云慌乱开口，然而刚吐出2个音节，江青离却掠过他，朝着后面的人走了过去，瞳孔在那一瞬间紧缩。赤云猛地回头，不可置信，却见江青离一把抓住秦牧野卫衣帽子，不高兴的开口：别以为把头转过去我就没看见你了，你给我当搭档，一对上视线就别开脸，装不认识的秦牧野。江青离凑近：皇子殿下，你现在可是我的受夫，给此主当搭档不是你的分内之事。秦牧野不接茬，下巴指了指赤云：你搭档在哪？那是前搭档。江青离抓住对方的袖子：现在搭档是你。他眨巴眼睛，小声示弱：没人跟我一起，只有你了，秦学长。他没有喊他的全名，也没有像别人一样尊称他是皇子殿下，而是叫他学长，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称呼他。秦牧野愣了几秒，就这么决定了。这几秒空当里，江青离抓着他往更衣室的方向走。赤云身边的兄弟吃了声，这俩一个留级，一个只知道抱大腿，铁定垫底。他哈哈笑了几声，发现赤云没声音，转头一看，发现对方正盯着2人离开的方向，脸色阴沉，仿佛被抢了重要的东西。更衣室，秦牧也脱掉上衣，侧身看了眼镜子，镜子里的青年肌肉蓬勃分明，后背错落着密密麻麻的陈旧疤痕。他看了几秒，收回视线，换好作战服。作战服的内搭根据人体设计贴身流畅，穿好后再套上宽松外套和运动长裤，扣紧手腕的束缚带时，秦牧也忽然想到刚才江青离握住自己手腕时闻到过很浅的香味，鬼使神差，他低头嗅了嗅自己的手腕，几秒后脑袋轰地炸开。秦牧也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猛地直起身。镜子忠实地记录下青年慌乱的表情，秦牧也莫名烦躁和心虚，一拳打在墙上，砰！结实的墙面砸下去一个大坑。秦牧也的手毫发无损，他看都没看一眼，直接离开。出了更衣室，江青离已经在等着了，把玩着手里拿到的训练枪，像小孩子得到了一个新鲜的玩具，左看看右看看。秦牧也走过去，抬手在他面前打了个响指。你好了。江青离笑笑，那走吧。江青离找秦牧也是没有选择了，原主所谓的姐妹团感情极其塑料，而在场的雄性大部分已经有了婚约，剩下的对原主观感也不好。秦牧也是他受夫，跟原来的原主也不熟悉，能当搭档。虽然秦牧也这个留级的搞不好比他还差，但先应付一下。两人往训练场地走的时候，吸引了很多目光，四周已经有好几个人在往这边看了。一般人的婚姻状态可能不容易为人所知，但秦牧也是皇室成员，他刚匹配上江青离，全星际都知道了。江青离靠近的时候，也有人在往这边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废物皇子配个废物雌性，这不是正好吗？说实在的，袁石墨配江青离，我是觉得可惜，但秦牧野嘛，他们俩简直绝配。你听说过没？这个秦牧野血统可能有问题，据说他父亲可能不是纯血的贵族，还用听说去年就有新闻曝光了，他爸其实根本就是沈家在12城收养的弃兽，原来是个贱种，难怪皇帝陛下对他的婚事根本不上心，给他配了江青离那么个货色，江家也是瞎了眼，不挑啊。他们声音没刻意压低，秦牧野字字句句听在耳中，五指紧握成拳，灰蓝眸中涌现浓重的厌恶和烦躁。秦牧野磨了磨拳齿，正要冲上去，却忽然看见黑洞洞的枪口忽然对准了那两人。说什么呢？跟我说说看。枪口对准其中一人的眼睛，后者发出短促的尖叫，却又在看清对方后哑然失声。江青离歪了歪头，怎么不笑了？不好笑吗？江青离毫不遮掩。很快就有人注意到这边的冲突，也看清了他们的脸。什么情况？那不是林胜吗？江青离怎么拿枪指着他们？闹着玩的吧？林胜可是林青的弟弟，以前江青离可巴结他们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他之前还为了林胜骂过百里镜，那大庭广众的，也亏人家素养好没曝光啊，这要传到网上，他非得被那群粉丝手撕了。两人根本没想到背后蛐蛐竟然会被正主听见，顿时脸色大变，但又很快放松下来，尤其是被拿枪指着的林胜，嬉皮笑脸的凑近。哎呀，青离，你看看你，怎么还生气了？我就开个玩笑了。开玩笑。江青离勾了勾唇，清晰的吐出几个字，你也配？林胜脸色骤变，你什么意思？因为林青的缘故，林胜一直是江青离巴结的对象之一，这一年林胜靠着自己亲哥，不知道在江青离这里得到多少好处，在外面狐假虎威惯了，猛地被江青离这个
给了脸色也是眼睛不眨一下就开骂。江青离抬了抬眉，手上用力，冰冷的枪口强硬压在对方眉心。路两旁有看热闹的人窃窃私语不绝于耳。真打起来了啊！听说江青离跟林青解除婚约了，估计现在看见林胜火气也大吧。这林胜平常就喜欢装，看他们狗咬狗真爽。另一名雄性察觉到江青离的不满，赶紧滑跪。高大的雄性弯下腰，局促的搓了搓手，低声求饶：“抱歉，江小姐，这些我们也是道听途说，无心之过，您别生气。有什么好道歉的？不就是说了你几句？”林胜和林青一样傲气，有本事你就开枪，你敢开，我马上就跟我哥。话没说完，一声巨响炸开，砰！子弹擦着林胜的脸掠过。为了防止误伤，训练课的子弹都是有保护机制的，会在靠近人的时候炸成彩色烟雾，但距离太近，还是在林胜脸上留下了一道划痕。林胜怎么也没想到，江青离竟然真的敢对自己开枪，他愣在那里，脸上出现划痕，温热的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江青离笑笑：“抱歉啊，无心之过。”林胜气得浑身发抖：“江青离，你真的敢？你信不信我告诉我哥，让他好好教训你？”他无所谓的一笑：“去跟你哥说吧，巨婴。只不过下次再让我听见你们嚼舌根，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江青离说完，用抢拍了拍林胜发白的脸，抓着秦牧野离开。他转身离开几步，林胜捂着脸发出怒吼：“江青离！”林胜的眼睛里几乎能迸射出怒火：“我现在就跟我哥说，他完蛋了。”他说完，掏出终端拨通林青的号码，同时朝着周边看热闹的几个人怒吼：“看什么看，滚！”另一个雄性不敢说话，灰溜溜离开，盘树着偷偷摸摸和江青离道歉。毕竟林家近几年没落，根本比不上江家。要不是江青离喜欢林青，哪里轮得到林家兄弟蹬鼻子上脸？两边都散了后，看热闹的几人则省，这脾气也太差了。难怪当初有人传他跟江大小姐的绯闻。江大小姐在论坛发10几个帖子辟谣，杀她的锐气也好，省得天天狗叫。话说回来，这江大小姐是变了性子吗？她还敢当众开枪，就不怕被处分？她还怕处分？再说了，江佑辰快回第一城区了，我靠，那妹控发起疯来真不是开玩笑。据说他3年前去下城区任职，就是因为杀了几个跟江青离起冲突的贵妇。救命！那江青离以后更无法无天了。大家最近别说他八卦了，被抓着走了几步，秦牧野才反应过来，视线不由自主落在拉着自己的那只手上。瓷器的手生得很漂亮，指节纤细雪白，关节处泛着粉，柔弱的好像用上点力道就能掐断。可就是这只手，刚才拿枪抵着口出恶言的人。回想江青离刚才的话，秦牧野呼吸放缓。骂他的人很多，但这是第一次有雌性为他出头。明明是个贪财好色还怕死的恶雌，明明长得柔弱也没什么本事，却为他做到这个地步。方才还燃烧旺盛的怒意停顿片刻，不知道什么时候减淡了很多，心跳不由自主漏了一拍。秦牧野忍不住放缓脚步，手指微微蜷缩，握住了江青离的手腕。江青离没注意到手腕被握住，他现在心里很烦躁。按理说他应该当作没听见的，出风头就容易惹事，会增加死亡风险。可是刚才那几个骂江家人的时候，他心口涌现一股强烈的怒火，恨不得把林胜的脑袋给拧下来当球体。他也配骂江家人？这股情绪让江青离觉得诡异。他又不是原主，怎么会对江家人有什么感情？可能因为自己是孤儿，或者这具身体还残留着什么条件反射吧。小说里都这么写的。江青离抿着唇，又叹了口气。这样子落在秦牧野眼里，就是江青离在为那个叫林青的前未婚夫伤心。秦牧野眉头紧皱，他就说江青离眼光有问题，他们那个叫林胜的都不怎么样，林青能好到哪去？江青离眼光怎么这么差？秦牧野心里有股更旺盛的火在燃烧，忍不住想说些什么。喂！他刚开口，江青离却猛地停下脚步，震惊地盯着面前突然出现的人。黑发金眸的雄性生得清冷，一双眸子阴冷锐利，视线扫过江青离被握着的手腕。玩够了，他像是哼了声，胆子不小。江青离下意识抽回手，瞪大眼睛盯着他。你怎么来了？快道歉啊，青离！姐妹团中的一人溜到江青离身边，拽了拽他的手腕，压低声音：“这是这门课的特约教授叶教授，你对他要恭敬点。”他扣分不看身份的。教授！江青离不可置信盯着叶凌渊，这家伙竟然是他们的教授，难怪他会出现在学院内。江青离还没从震惊里缓过神来，却听林胜的声音响起：“表哥，你在这里正好。”林胜捂着脸冲到他们面前，指着江青离控诉：“我要告发这个江青离对同学动手，罪大恶极，应该处分，不开除。”表哥！江青离有些茫然的看了眼小姐妹，小姐妹急坏了：“完了，叶教授是你前夫和林胜的表哥啊，这下惨了，他肯定要处分你了。”
江青离浑身僵硬地盯着叶凌渊，一直盯着他的林胜顿时更加得意。江青离追着他哥1个多月没有来学院，要是这门课被处分，他就得挂科了，到时候看他丢不丢人。他看向叶凌渊，催促：表哥，你看看我的伤。叶凌渊扫了眼，看向江青离，有什么要说的？叶教授。江青离抿了抿唇，无辜地垂着眼睛，我只是无心之过。是吗？叶凌渊声音压低，本该是质问，尾音却微微勾起，像是个不易察觉的小钩子。江青离点头，神态相当柔弱。假的，林胜说他就是因为被我哥甩了，捡了几个垃圾 F 级雄性，在这迁怒我。话刚说完，叶凌渊冷冷抬眼，林胜猛地噤声，该死，他忘了他这个表哥也是 F 级废物，靠家族的硬币才在这学期当上特聘教授的。正僵持着，铃声响起，叶凌渊脸色冷淡，上课。可是林胜还想继续说，叶凌渊声线阴了，闭嘴。简短的2个字带着强烈的威压，叫人喘不过来气。叶凌渊经过江青离时，脚步稍顿，视线在他脸上停留了几秒，眉心皱起，目光似乎带着谴责。江青离无辜眨眼，叶凌渊哼了一声，收回视线，没再看他。然而到练习区域，江青离的终端收到一条消息：叶凌渊，下课跟我走。江青离，叶凌渊，我可以无视你的无心之过，但你需要支付报酬。江青离，没钱。叶凌渊，你缺钱。帝国第一银行提醒您，用户叶凌渊对您开启了账户共享，您可以使用对方账户余额。叶凌渊，做一次。江青离，虽然知道他说的是精神疗愈，但这种语气属实容易让人想歪。分组后，很快进入模拟作战环境中训练。江青离走进装置，闭上眼再睁开，眼前已经是一片被腐蚀过的破败城区，眼前出现半透明字体，欢迎进入初级射击课程，目标变异兽 X3， 分数由时间、命中率、自身生命值受损程度综合判断。模拟环境相当真实，腐蚀的臭味直冲天灵盖。如今大部分星系陷入黑暗，蓝星12城以外的区域天灾肆虐，变异兽类凶残肆虐。目前帝国已经稳固了局面，但为了未来着想，所有高等学府都会在日常安排军事课程。江家虽然出过好几个将军，但原主很不擅长这些，前2年的近身搏斗和拳击课都是低分飘过。江青离也做好了跟秦牧野一起垫底的准备。然而当巨型变异兽朝着他们的方向冲过来时，江青离却下意识地拔枪抬手，激光子弹射了出去，直直命中变异兽眉心。变异兽发出惨叫后化作电粒子消失。恭喜江青离同学拿下首杀，当前排名173，剩余目标2。江青离呆住了，一旁刚伸出手想要将他护住的秦牧野眯了眯眸，来不及细想，身后又出现了凄厉的尖叫声，2只变异兽发狂地扑了过来。秦牧野一把抱住发呆的雌性，在地上打了个滚。秦牧野头顶生出雪豹兽耳，将江青离抱到略高的地势。再试试。秦牧野抬起江青离的手，江青离对准了其中一只变异兽，就像是练习过无数次那么娴熟。他轻松击中了变异兽，这次准头没那么好，只打中翅膀。2只变异兽锁定了他们所在的方向，歪歪斜斜的往这边来。或许是雪豹的速度加成，秦牧野的灵活性和速度都很强，抱着江青离四处躲闪，时不时抬手给变异兽一枪，但变异兽一直持续攻击，渐渐落入劣势。江青离有些懊恼的皱眉，很怂的提议，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地方躲起来吧。他记得模拟训练一般是半个小时，只要找个地方躲起来，苟得够久，也能拿及格分。跑什么？秦牧野吃了声，从背后握住江青离的手，他扶着他，枪口对准变异兽。秦牧野声音冷静，就是现在。江青离集中注意力，用力按下扳机，子弹同时击中2只变异兽的脑袋，血雾四散。与此同时，所有模拟环境内都出现了一行大字：恭喜江青离、秦牧野同学完成最短时间击杀成就。恭喜江青离同学完成一箭双雕成就。全场哗然。和赤云费力击杀了1只变异兽的白依依瞪大眼睛，脸色扭曲。怎么可能？江青离明明最不擅长这些了，他怎么会？这一定有假。江青离一定是作弊了。白依依压着惊恐，惊喜地对赤云说：表姐好厉害啊，她竟然1穿2，看来这1个月她有在好好练习啊。盯着电子播报的赤云立刻回神，他怎么可能？赤云嗤笑，肯定作弊了。他能这个水平，我倒立吃屎。这系统也真的是落后了，这么明显的作弊都看不出来。赤云咬牙，我等会就去举报。正愤愤不平，变异兽一巴掌呼过来，2人被扇飞，吃了一嘴酸雨和泥巴，觉得江青离作弊的不在少数。课后，赤云联合了几个母族不低于江家的贵族子弟，堵住要离开的叶凌渊，要求他彻查江青离。江青离不可能是第一，他绝对作弊了。没错，他肯定是找人入侵了系统，这种事情他也不是第一次做了，
上个学期帝国史是找人代考的，我们都是辛辛苦苦训练过的，凭什么他一个作弊的拿最高分？声音嘈杂尖锐，甚至有人想去抓江青离的手，然而还没碰到，江青离便被秦牧野轻轻一拽，压在身后。滚！秦牧野灰蓝眸中满是怒意，像是被冒犯领地的凶兽。他竟然这么护着江青离。几个贵族有些犹豫，赤云盯着两人交握的手更加烦躁，提高声音道：难道皇子殿下也要包庇作弊者？再叫一句试试看。秦牧野走上前，一把抓住对方衣领，他力道大的惊人，赤云竟有些招架不住。这怎么可能？他可是 S 级，秦牧野就是一个 F 级的废物而已。僵持之际，白衣开口了，他抿了抿唇，看向叶凌渊：叶老师，我表姐是初犯，您能不能别上报学院？她不能再吃处分了。江青离差点没翻白眼，这白衣是生怕他不被处分啊。我没作弊。江青离走上前，声音清脆，不卑不亢。赤云立刻说：你有什么证据说你没作弊？江青离抬眼：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作弊了？你……赤云差点没跳起来。一片嘈杂中，叶凌渊宣判结果：他没作弊。怎么可能？几秒寂静后，人群再度为这句话炸开。叶老师，你是不是认识江青离？不能因为是教授就有失偏颇。白依依心中不安，正要再说什么，却听身后传来一道不疾不徐的声音：怎么不可能？3年前，江青离在保送考试里体能项全 A， 众人回头看见金贵儒雅的青年走入室内，看见他的一瞬间，人群爆发低呼：百里镜，他怎么来了？百里镜不是和江青离绝交了吗？怎么还在帮江青离说话？话说江青离真满 A， 全学院满 A 的都很少吧，尤其是体能课，上一个满 A 的还是江佑辰，谁知道他说的真的假的？保送成绩都有操作空间，江青离去年为了林青不知道给了百里镜多少脸色，他还为了江青离说谎啊，真爱了。嘘，林青也在后面。四周的窃窃私语声对兽人来说无比清晰，百里镜只当没听见，走到江青离身边，自然的挤开秦牧野，握住他的手，温声问：青离，没受伤吧？没事。江青离没想到他会过来，理智告诉他要躲，但对上百里镜关心的目光，心口却泛起酸意。他手心干燥温暖，有让人安心的力量，仿佛做了无数次那样。江青离回握对方的手，轻轻拽了一下，他熟练的小声抱怨：你来得好慢。百里镜愣住，在其他人眼里其实也就短短的几秒，很寻常的一个互动，但百里镜握着对方的手却微微颤抖。一向温和的青年内心惊涛骇浪，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狂喜。如果说上次只是猜测，那现在江青离对自己无意识的依赖，和过去10几年里一样的撒娇抱怨，还有望向他的眼神，都让他无比确信自己的判断。江青离回来了，不是那个占有了他身体的灵魂，是那个和他一起长大，趴在他肩膀上问他要不要在一起，和他走过无数美好时光的江青离回来了。青离，百里镜握紧他的手，千言万语要说，但最后只是说别担心，有我在。秦牧野站在几步之外的地方，莫名觉得两人之间有股屏障，让人很不爽。他低头看了眼自己刚才握过江青离的手，眉头紧皱，冷哼了一声，要演偶像剧滚回去演。江青离回过神，抽了一下手，没抽动。百里镜盯着他的眼睛，目光炽热强烈，但几秒后他还是松开了手。百里镜意识到江青离现在可能没有过去的记忆，所以在搞清楚情况前，他不能过多暴露自己已经认出他的事实。对面林胜看他们在这你侬我侬都要恶心死了，立刻就朝着门口站着的青年喊了一声：哥，你总算来了，快给我做主。江青离，怎么回事？林青单手插兜，冷冽的眉目满是锐利，声音一如既往的高傲。说话时他不满地扫了眼站在江青离身边的百里镜，他们本来同在一个酒局洽谈，中途林胜打电话来哭诉，林青的脸色当时就沉下来了，只当是江青离又来吸引注意力的把戏，根本不想搭理。但百里镜听说之后坚持要一起过来，说什么自己是江青离的受夫，于情于理都要来。他是江青离受夫，江青离给过他好脸色看吗？刚才出了电梯，林青冷冷开口：百里先生，是你自己要跟来的，待会江青离对你做了什么，后果自负。百里镜闻言，眸中闪过几分低落，但俊美的脸上仍然维持着温和的笑，他不会的。林青只觉得他这副倒贴的样子可怜又好笑。过去1年里，他和百里镜、江青离从来只选自己，全星际都知道他江青离倒贴林青，倒贴到没底线，所以今天江青离也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然而此刻江青离却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林青，而是看向一旁的叶凌渊：叶老师，可以公布我的训练影像吗？学生的训练影像是隐私，公布需要本人同意。秦牧也插话：我的别公布，那就只公布手刹片段吧。江青离说。他冷静沉着，教室内其他人交换着目光，不会真没问题吧？书面能作弊，影像没法作弊啊。校方和军方用的一套系统，
那些飞客啊，根本不能入侵。啧，要是证明清白，那几个人就尴尬了。这话一出，几个质疑江青离的贵族子弟脸上都出现了动摇。白依依咬着下唇，扫了眼江青离，心中忐忑不安。不会吧，江青离就是个恶毒女配，用来衬托自己的工具人，怎么会有高光时刻？但江青离笃定的神情让白依依极其不安，她看向身边的赤云，想要得到一些安慰。赤云却没有和往常一样立刻安抚她，而是死死盯着江青离，眼神怨怒。很快，叶灵渊调出权限，室内浮现一个半透明的大屏幕，画面中便一首撕心裂肺怒吼朝着瘦弱的雌性扑过来，下一秒却被子弹贯穿。训练场内有3个摄像头，无比忠实细节的记录下一切。江青离举枪射击时姿势标准轻松，绯红唇瓣微微抿起，发丝被风吹起几缕，在阳光下泛着神圣的金色光芒。全场寂静，直到影像播放完，开始进入下一个循环时，才有人不可置信的开口：真的是江青离，他拿了手刹。我去，刚才那一枪真的很帅啊，我要对他改观了。几个质疑江青离的贵族在铁证如山面前脸色十分难看，赤云更是双拳紧握，浑身都在颤抖。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是江青离？他什么时候会的这些？他明明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可他抬手动作像是训练过无数次，甚至比自己还要标准。赤云眼里浮现茫然和无措。白衣率先反应过来，连忙说：太好了，青离姐是清白的。他松了口气。我就说嘛，不能因为以前做了不好的事情就否定他的现在啊。你闭嘴！江青离抬手打断，强指着林胜，给我道歉。我给你。林胜瞪大眼睛，凭什么？那你是想吃处分了？我记得污蔑同窗也是违反规定的吧？江青离笑眯眯看向叶灵渊，叶教授，是不是给他处分？表哥！林胜惊恐的瞪大眼睛，又慌忙看向林青。哥！林青也想保弟弟，可大庭广众之下根本无法操作，事态再闹大，搞不好会上新闻。他现在正是事业上升期，绝不能出现负面新闻。林青一咬牙，斥责道：真是不懂事，道歉。林胜知道事情不能挽回，不情不愿的跟吐出3个字：对不起。江青离思考几秒，笑眯眯说：不接受。你！林胜气的朝江青离逼近。林青知道江青离不可能善罢甘休，只能忍着恶心对弟弟说去领处分。他暗暗瞪了一眼江青离，得不到自己就用这种下作手段，果然是个恶子。叶灵渊领着他们去教务处，江青离跟在他后面，脚步轻快，女孩的马尾轻轻摇晃，像是小动物得意洋洋的小尾巴。当事人都走了，众人也没吃瓜的心思，都散了。白礼静捏了捏自己被江青离握过的那只手，脸上浮现笑意。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一旁的秦牧野双手环抱，话里有话，你千里迢迢赶来，他却跟其他的雄性走了。没关系，白礼静笑得很温和。雌性总是容易被外面的花花世界吸引，但宾馆住的再久，还是没有家里舒服。秦牧野有了录像佐证，江青离是废物的传闻自然不攻而破。当然，相较于实力提升，所有人都更关心江青离的花边新闻。于是当天晚，江青离队的那一段更是就登上校报，被大肆传播。江青离还不知道校园论坛内关于他的帖子后面都带着个报。领着叶灵渊回家后，和另外2人解释了他的身份后，江青离面临着一个严肃的问题：今晚和谁？这问题是叶灵渊问的。此时此刻，佣人们都回去了，客厅内有5个人，江青离、3位寿夫以及影子一般立在江青离身侧的尹诺。按理说新婚燕尔，词主和寿夫正是恩爱甜蜜的时候，每晚都该选个寿夫陪着。有些词主同时选好几个的也很正常，但江家没一点浓情蜜意的粉红泡泡。江青离坐在沙发上，左边叶灵渊面无表情，一双金眸紧紧盯着江青离，右边百里静薄唇含笑，悄无声息握住江青离的手。2人都没先开口，但压迫感十足。秦牧也坐在他们3人对面，总感觉自己很多余，比角落里的尹诺还多余。莫名的心口涌起一阵不爽，这么简单的问题想不明白，秦牧也催促：快选，我还要睡觉。叶灵渊扫了他一眼，冷淡不屑。百里静则体贴大度地说：没事的，皇子殿下可以先去休息。潜台词，反正选谁也轮不上你。秦牧野本来看他们在这旁若无人的你侬我侬，就有股无名火。一听这话，无名火更是燃烧旺盛。什么意思？都是寿夫，凭什么把他排除在选项外？但好面子的皇子殿下懒得跟平民抢，显得他多低级似的。谁稀罕啊？秦牧野冷哼，甩袖离去。百里静叹了口气，他这个性格啊，没事，青离，我会好好跟他说的，一定不让你为难。秀长如玉的指骨卷起一缕发丝，在指尖缠绕打转。百里静弯了弯眼睛，清润声线似水温热。我们词主的学业已经很重了，我不会让其他事情打扰到你的。他温热的呼吸掠过耳畔，
撩起一阵酥麻。江青离下意识想躲，但旁边就是叶凌渊，只能硬生生受着了。磁性的耳垂蔓延上几缕粉，百里静低笑，凑得更近，几乎是用气音在江青离耳边讲话。青离，怎么不理我？江青离耳尖一颤，还没来得及开口，冰凉的手指就硬生生挤进来，捂住了他这边耳朵。叶凌渊一言不发，抓起江青离的手往楼上走，脸色阴沉。百里静握住江青离另一只手，慢悠悠开口：叶先生，这种事情向来由此主决定，请不要破坏帝国上千年来的规矩，拿规矩压人。叶凌渊可最不把规矩放在眼里，他站定脚步，冷冷嗤声：想打架？奉陪。百里静含笑应道：不过叶先生，在此主面前使用暴力，可不是受夫该做的。见状，叶凌渊在心中不屑冷嗤：狐狸精，装的倒是一副正宫大房样。如果让他知道，江青离早就把自己给吃干抹净标记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维持脸上的假笑。这俩人来回几个回合，都意识到决定权在江青离手上，于是两人同时紧盯着江青离，让他来选。处于旋风中心的江青离甩开两人的手，叹了口气：我不想看见你们为了我吵架，都是一家人，何必呢？那就快选。叶凌渊上前一步，耐心已然告罄。江青离清了清嗓子：为了家里的和谐，我决定今晚自己睡。说完，怕他们追上来，紧急冲到楼上，钻进主卧，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动静。江青离松了口气，去浴室洗漱。尹诺确实很适合做管家，浴室里干净整洁，放着轻缓的音乐，浴缸里是放好的温水，水面上还浮着两只小鸭子玩具。江青离美美泡了个澡，结束后刚裹着浴巾走出浴室，脚踝突然缠上微凉湿滑的触感，不容置疑的力道猛地一拉，江青离往旁边栽倒，摔进柔软的沙发里。江青离顺手撑着，就摸到一片结实的腹肌。他抬眼对上叶凌渊那双金色束瞳，摸够了，青年声线沙哑，说着视线没有半分掩饰的顺着他裸露在外的肩头往下。江青离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的浴巾隐隐有滑落的趋势。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江青离按着浴巾，眉头紧皱。我明明锁门了，但大反派哪是门可以锁住的？江青离怕自己被折腾，指着门口说：你出去，今天我一个人睡。你摸完了。叶凌渊说：现在换我。蛇尾顺着浴巾钻进去，缠绕住江青离的双腿，还在不断往上，不知碰到什么，江青离浑身一软。叶凌渊盯着他的唇，指腹用力揉了揉，正要低头吻上，却听门忽然被敲响。青离，是百里静的声音。江青离瞬间清醒，赶紧提高声音应答：来了来了。他慌忙起身，警告地瞪了一眼叶凌渊：给我老实点。打开一条门缝探出头，百里静站在门口，他刚洗过澡，还带着浅浅水雾，看着比平时更温柔亲近。怎么了？江青离问。有件事想跟你商量。百里静试探性问。我们进去说好不好？别，就在这里说。江青离生怕他看见叶凌渊，到时候说不清。百里静透过门缝往里扫了眼，眸中闪过冷意，再看向江青离时又化为温柔。我最近在争取一个年轻父亲的角色，已婚形象可以帮我更快拿下角色，也好巩固粉丝。百里静略有些苦恼的皱眉。可以公布我已婚的身份吗？放心，不会暴露你的信息。百里静不是大明星吗？还得靠已婚身份拿下角色。江青离不太懂这里的娱乐圈，但不公布他的信息也就随便了。可以。话音刚落，脚踝处忽然被蛇尾不耐烦的点了点，似乎在催促他结束对话。江青离怕被百里静发现，连忙将小腿往门后面藏。他对面百里静眯了眯眼，就在江青离即将关门的时候，百里静单手抵住门，另一只手扣着江青离的腰，将人捞了出来。他迅速关上门，将他抵在门上。青离，俊美青年躬身，将他困在自己怀里。声线勾人，晚上去我房间好不好？我准备了星空灯，你以前很喜欢的。他的手从女孩耳后划过，轻轻抬起她的下巴，唇缓缓靠近。这时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两人抬眼，正和站在走廊里的秦牧野对上视线。江青离，秦牧野满脸别扭和不爽。过来，我有事找你。没想到会被看见，江青离下意识想推开百里静，可一向善解人意的百里静却只是淡淡收回视线，再度栖身，忽然含住了江青离的唇瓣。江青离，秦牧野瞪大眼睛，这个死狐狸精，没听见他说有事找江青离吗？桀骜的皇子殿下胸中燃起无名火，快步朝这边走来。百里静轻轻咬了一下江青离的唇珠，迫使他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同时喘着声哄他：乖，不管。他张开薄唇，想要加深这个吻，身后的门却在这时被打开。江青离的身体下意识后仰，却没有摔着，而是结结实实靠在了蓬勃的胸肌上。秦牧野看见叶凌渊，厌恶的皱眉，蛇类果然阴险，竟然埋伏在江青离房间。百里静倒是没什么意外的神色，他直起身，声线冷淡：叶先生怎么在青离房间？
叶凌渊单手扣着江青离的腰，手被青筋折服。他没有直接回答百里静的问题，而是盯着怀里的女孩，你说呢？一瞬间，3个男人的视线都落在了江青离身上，被3个男人用直勾勾的目光盯着。江青离头皮发麻，在心中默默骂了几句叶凌渊，让他别动，他不听就算了，就知道惹麻烦。转了转眼珠，江青离摆出非常震惊的表情。哦，是这样的，2个月没去学院，不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想让叶教授教教我。他说完，自己也觉得理由完美，下巴不自觉就抬起来了，却听一声冷嗤。原来皇家帝国学院的名誉教授上门辅导的时候都穿成这样。秦牧野双手环抱，靠着墙，视线毫不客气的上下扫视着叶凌渊微湿的发尾、宽松的浴袍以及贴在江青离腰上的手，灰蓝眸中闪过鄙夷。这能教什么正经东西？不知道的还以为秦教授从事服务业。叶凌渊挑眉，声线低了，你很了解，经常找吗？秦牧野到底还年轻，当场就被点燃了。你说谁经常找？老子！他气得提高声音，眼睛下意识盯着江青离的反应。秦牧野在外名声糟糕，这些年无论被外界怎么编造黑料，都没放在心上过，但这一刻却怕江青离真的信那句挑拨，误以为他不干净。江青离完全没注意到对方的情况，在打哈哈，看你们都很熟，要不你们去讨论讨论。叶凌渊，秦牧野气笑了，他觉得自己有病，竟然在意江青离的想法。他们3年后迟早要离婚的，他在意江青离的看法干什么？还怕他被射击课的事情影响，想来看看情况，真是闲得慌。气氛僵持片刻，直到百里静开口，叶教授工作繁忙，怎么好打扰呢？百里静一直在旁边看2人吵，等他们吵完，勾住女孩的手指，弯腰看她，青离，我去年也是全 A 毕业的，我教你好不好？现在时间还早，你想学什么我都可以教你。他垂着眼，还泛着水色的唇瓣微微张合，狭长眸子微眯，语气近乎诱哄，包裹他手指的力道却强势不容反抗。这样的反差感让江青离下意识感觉到危险。他们身后，秦牧野眉头紧皱，他看不见百里静的表情，但听他声音就觉得不爽。教个射击搞得跟教什么一样，还有那个声音，嗓子都能加双拖鞋了，装货，就他能教。秦牧野莫名不爽，我也可以。皇子殿下不是累了吗？还是去休息吧。百里静适时提醒，这里有我照顾青离就好，他是我的。叶凌渊声音很冷，用词也是相当不文明，你们都滚。江青离，好不容易平衡的情况怎么又回到原点了？你们都出去。江青离强调，我自学就行了。他拍开叶凌渊的手，想把人推出去，对方却如同铜墙铁壁，纹丝不动。江青离有点恼怒，正要开口，终端却响了起来。我先接个电话。江青离一副很忙的样子，按下接听键。江青离，愤怒的男声在寂静室内格外刺耳。江青离被吼得一猛，再一看来电人竟然是林青。电话那头的林青不知道犯了什么病，语气冰冷严厉，江青离，你给我听好了，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我都不可能对你动心。收起你那些小心思，再让我知道你对依依。我话没说完，那边又响起一个柔弱的声音，林青，别说了，青离姐不是故意的，她只是赤云。你说呢？赤云的语气竟然有几分犹豫。依依，你就是太善良，才一次又一次被他害，今天要不是他，你会受伤。另一个受夫提高声音，你是我们的宝贝，我们必须保护好你。白依依感动的喊他们的名字。终端这边，江青离一整个凌乱，不是，什么鬼？白依依受伤那是他自己失误，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他是这几个人 play 的一环吗？动不动就把他拿出来溜一圈，他是助兴的工具啊。听着对面要开始你侬我侬，江青离忍无可忍，他深吸一口气，微笑着说，依依，这你就想多了，我现在新人在侧，对二手货早就不感兴趣了。说完，江青离直接挂了电话。白依依的房间里气氛却在那句二手货之后诡异的安静下来。白依依抿紧唇瓣，眼里闪过怀疑。5个受夫一直宣称他们没有被江青离碰过，但他们都跟了江青离1年了，真的没有吗？他在挑拨离间，人鱼受夫程兰愤愤不平，我看你就是找了几个劣等受夫，所以嫉妒你。听到劣等受夫4个字，白依依的心情好了很多。没错，江青离是在嫉妒。白依依轻笑了一声，看向赤云，赤云，还好今天有你保护我，青离姐太吓人了。他伸手去抱赤云，却发现对方手指有些僵硬。叮，脑中响起机械音，警告，攻略目标赤云好感度3，请宿主注意。白依依惊讶的瞪大眼睛，赤云是5个受夫里最好攻略的，自从绑定了攻略系统，白依依没费什么力气就到手了。可赤云怎么突然降低好感度？难道是因为江青离？白依依垂眼，眸中闪过冷意。江青离最后选了秦牧野事情啊，不是陪伴。叶凌渊太危险，百里静又太了解原主，
而秦牧野和原主很少交际，和自己有合约关系，比较安全。关门前，百里静依依不舍地拉着江青离的手。那晚安。江青离点头，勾唇，晚安。百里静没错过他眼里的轻松，他难得对自己笑，却是因为要赶走自己。百里静无奈地扯了扯唇，抬眼看向里面坐着的秦牧野。秦牧野大爷一样坐在沙发上，嘴上催着江青离，快点。感受到百里静的视线，秦牧野抬眉，露出一个十足挑衅的邪笑。百里静笑容不变，只是关门时力道极重。砰！想到另外2个兽夫抢得你死我活，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秦牧野得意一笑。2个没用的废物，你在笑什么？江青离坐在他旁边，女孩忽然靠近，清新好闻的味道包裹过来。秦牧野浑身一僵，刚才那种得意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自己都没察觉的紧张。而江青离毫无知觉，反而越靠越近，他双手攀着他的肩膀，漂亮的脸缓缓靠近，那双清亮的黑眸看过来缀满繁星，能看见自己的倒影。秦牧野几乎要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了。秦牧野，他听见他在喊自己的名字，清灵灵的声音带着几分命令。耳朵露出来。凭什么？兽人特征是隐私，他说露就露。秦牧野刚要拒绝，头顶的耳朵却不受控制的冒了出来。秦牧野，这混账兽耳这么不听话。他咬牙刚要收起耳朵，女孩细白的手指已经捏住了毛茸茸的耳尖。秦牧野瞳孔震颤，他在干什么？他到底知不知道摸兽人的耳朵是求偶的意思？耳朵是猫科兽类非常敏感的存在。秦牧野一开始还忍着，但女孩的手指很软，轻轻顺着血管起伏揉捏，细小电流般的酥麻不断炸开，炸得秦牧野脑子一片混沌，呼吸不自觉加重。秦牧野上半身后仰，想要避开这让人战栗的感觉，可对方却完全没收回手的意思。更让秦牧野感到羞恼的是，江青离在摸他耳朵的时候，完全没有一点求偶的亲昵，反而笑嘻嘻的。逗狗呢？够了！秦牧野忍无可忍，握住他的手腕，呼吸加重。你摸够了没有？差不多了。江青离有些依依不舍地捏了捏触感 Q 弹的毛绒豹耳，他清了清嗓子，正色道：那开始吧。秦牧野一怔，开始？开始什么？他的视线顺着江青离锁骨下滑，在接触到浴巾边缘时猛地收回视线。别怕。江青离抓着他的衣领，把人往自己的方向拽。你的话应该很快。江青离，秦牧野忍无可忍地打断他，我们有合约，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还有，谁很快？最后这句话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极其狰狞。你的污染值不到 20%精神疗愈会很快，半小时就可以搞定。江青离眨了眨眼睛，婚育中心发的册子上面是这么写的。秦牧野脑袋好像被人重击，秦牧野猛地反应过来，江青离刚才说的竟然是精神疗愈。好面子的皇子殿下自然不肯承认自己一回错了，当即沉下脸。谁让你给我做精神疗愈的？别多管闲事。江青离无语，不是你在合约上写的吗？他说着从终端里找到他们之前签署的合约，翻到后面的备注事项，指给秦牧野看。只见上面用很小的字体明确进行补充，乙方有责任为甲方做精神疗愈，每个月最低1次，如未能完成此项，每月费用将扣除 10%。 秦牧野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下城区长大，那里黑暗混乱，他在那里学会了打架斗殴，但没学会知识。来上城区时，他甚至大字不识几个，曾经当众念错过自己表妹的名字，登上帝国日报头条，引发全民感慨皇室完蛋了的热潮。后来虽然文化水平提升了，但对法律法规什么的懂得不多，因此这份合约实际上是他委托自己一个哥们儿帮忙写的，谁知道对方会加上这么一条。秦牧野在心里低骂一句，别开脸，表情还是绷着的。忘了，我现在不需要，真不需要。江青离秉持着负责的态度问，毕竟在系统回来之前，他都得和几个兽夫生活在一起，免不了要为他们做精神疗愈。他的终端系统绑定了兽夫们的手环数据，可以看见他们的污染值。叶灵渊绝对动用了科技，显示在 10% 左右。剩下的这几个兽夫里，秦牧野的精神污染值是最低的。合约签署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这一点了。刚才想到，正好拿秦牧野练练手，好掌握疗愈的技巧。秦牧野盯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不嘘要。江青离也没勉强，那好吧。他站起身，那我去换个睡衣了，你今晚睡沙发吧。等等，秦牧野伸手抓住他的手腕，接触到他的皮肤，又像是被烫到一般，猛地抽回手。怎么了？江青离没注意他的异常，低头看着斜靠在沙发上的秦牧野，光落在他侧脸，为每一根发丝都镀上金光。秦牧野不禁想到今天江青离击败变异兽时的神情，冷淡漫不经心，唇角勾起清朝弧度，仿佛一切都不放在眼里。喉结不自觉轻滚，秦牧野停顿几秒才回神，语气不太自然，刚才你摸我耳朵干什么？
这个啊，江青离语气寻常，帮你放松一下。手册上说可以通过抚摸受夫的特征让他放松。你尾巴藏在后面，我摸不到，就摸耳朵了。秦牧野，什么狗屁手册，一天到晚不教点好的。刚皱眉，江青离忽然背着双手低头凑近，两人之间的距离骤然紧缩。秦牧野一愣，那股浅淡的香又笼罩过来。喂，女孩挑眉，眼里是毫不掩饰的揶揄。你不会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吧？秦牧野下意识直起身，恼怒的吼道：谁他爹的想吃你口水？你急什么？江青离轻笑，我有说是接吻吗？秦牧野，你……他想反驳，但视线落在女孩红润的唇上，脑子又跟一片浆糊一样。回过神时，江青离已经转身去衣帽间换睡衣了。操！秦牧野重重摔在沙发上，骂了一句。室内寂静异常，也因此，秦牧野可以清晰地听见衣帽间里传来的窸窸窣窣声，那是江青离在换衣服。秦牧野忽然感觉很燥热，他翻了个身，抬手捂住头上的兽耳，烦得不行。想了想，掏出终端，找到一个号码，劈头盖脸发出去一条指责：谁他爹让你改合同的？消息刚发出去，身后传来脚步声。秦牧野紧紧闭上眼睛，脑中却极其清醒。不知过了多久，他听见女孩轻缓平稳的呼吸。秦牧野安静地听了一会，渐渐陷入梦境。好香！秦牧野闻到很香甜的味道。下一刻，一只手抓起雄性的头发，强迫他抬头。明亮的光晃过，秦牧野才发现自己是跪着的。他面前，江青离穿着修身礼服，双腿交叠，正居高临下的垂眼，如同审判罪臣的女皇。烛光摇晃，模糊女孩的侧脸，让人分不清现实和梦境。秦牧野，我怎么教你的？伺候人都不会。磁性的声音很轻很冷，他伸出两指，捏住他的下巴。蠢货！他高高在上，眼神里是不加掩饰的嫌恶，可红润的唇瓣与微微上挑的眼尾，却让人完全没有讨厌的心理，反而想多被他骂几句。秦牧野张了张口，想申辩什么，然而下一秒，漂亮的玛丽珍皮鞋踩了过来，用力往下按。秦牧野闷哼一声，却又条件反射一般捧起对方的手。请别生气。他恭敬地亲吻她的手背，顺从地低下头。主人。他似乎笑了一下，温柔抚摸她的头顶。乖。听到这声夸奖，秦牧野的心无比澎湃，血液沸腾。摇晃的烛光中，他俯身，红唇微张，柔软的触感触碰到唇瓣的一瞬间，秦牧野猛地睁开眼，眼前是一片亮到刺眼的光。他醒了，但又好像没醒。秦牧野脑袋还处于混沌之中，他单手撑了一下身侧，却一下浮空，从沙发滚到地上。沉闷的声响和手下羊毛地毯的触感让秦牧野彻底清醒了。他感觉到自己的异样，低头看见异常精神的小秦牧野。秦牧野此刻沉默震耳欲聋，身后传来磁性含糊的声音：怎么了？江青离还没睡醒，声音轻软黏黏糊糊的。秦牧野脑袋轰的一声，猛地抓起抱枕按在腿间。他干巴巴地说：没什么，但没得到回复。秦牧野深呼吸几次，回头一看，江青离又睡着了，呼吸平稳。秦牧野睡眠质量倒是挺好。秦牧野低头看了眼，捏捏眉心，又止不住烦躁。操，这他爹的什么情况？过去的21年里，秦牧野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更让秦牧野感到荒诞的是，梦里的江青离竟然如女王般高高在上，对自己随意驱使，还称呼自己为乖狗狗，简直是荒谬。这个恶词，他肯定是趁自己睡着对自己做了什么。听说现在有一些企业在制作可以改变梦境内容的装置。秦牧野这么安慰着自己，心情好了很多。终端震动了一声，秦牧野第一反应是按住终端，回头看江青离有没有被吵醒。穿着水蓝色吊带睡裙的雌性翻了个身，绸缎如水般从雪白的皮肤上滑落，叫人呼吸一滞。秦牧野喉结滚动，又猛地别过脸。这个可恶的雌性睡着了也这么不安分，3年之期一过，必须要跟他离婚。秦牧野在心里想象了一下离婚后恢复单身的潇洒人生，这才平静了下来，点开终端未读消息。网名为 Triple A 修水管陆师傅的人发了条消息：我没改合同啊，我拟好之后给你检查过了。秦牧野他看字就烦，能检查个屁。秦牧野臭着脸回，把精神疗愈那段给老子去了。Triple A 修水管陆师傅，老铁有空读几本书吧，这合同签了就改不了了。秦牧野 Triple A 修水管陆师傅，你那个雌性要给你做精神疗愈，我怎么记得他风评很差，而且没有精神力。2次觉醒了，什么水平？能不能治愈你？秦牧野关你屁事。Triple A 修水管陆师傅，哥们儿，你那污染值我都不想说，不是每次检测我都能帮你改的，你再这么憋下去就控制不住人形了，万一被陛下知道你就完了。秦牧野他知道又怎么样？而后不等回复，直接丢开终端，闭上眼，阴沉窒息的画面在眼前不断盘旋。
秦牧野垂在身侧的手紧握成拳，青筋暴起，无数负面情绪脑中不断盘旋，他如同血腥世界凶兽，想要撕咬些什么，缓解心中的暴力。秦牧野身后响起脚步声，秦牧野的克制已经到达极限，他猛地朝身后伸手，一把抓住江青离，将人压在沙发上，一只手扣着对方的手腕，眸色冷厉，猝不及防被猛地按在沙发上。江青离的困意瞬间消散，背着光，他看不清秦牧野的表情，但看见了对方头顶突然冒出来的雪豹兽耳，毛茸茸软绵绵的。在他的注视下，兽耳轻轻抖了抖，好像在等着他去触摸。江青离不自觉伸手轻轻捏了一下，压着他的秦牧野浑身一僵，眸中的暴力迅速褪去，眸中恢复清明。就这么喜欢被摸耳朵？江青离慢悠悠的笑，大清早就要摸，啧，皇子殿下的小癖好。什么癖好不癖好的？秦牧野猛地松开他起身，你闭嘴。他直起身，发现江青离躺在那一动不动，看自己的目光似有探究。秦牧野莫名有点心虚，干巴巴问，你怎么了？没什么。江青离朝他伸手，没力气了，扶我起来。看着那只伸向自己的手，秦牧野莫名想到昨晚的梦，在梦里他跪在地上，无比虔诚地捧起这只手，然后猛地打住。秦牧野握住江青离的手，将人拉了起来。刚站定，门便被敲响。有事吗？江青离以为是尹诺，提高声音问，青离，我听见里面发出了声音，你没事吧？百里静担忧的声音透过门缝传入室内。秦牧野不耐烦地啧了声，跟他在一起能有什么事？说的他十恶不赦似的。这狐狸精是一直在门口等着，一点风吹草动就过来，狗都没这么急着表忠心。没事，江青离回答。那就好。百里静松了口气，声音里是温柔的笑。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餐厅。是你喜欢的皮蛋瘦肉粥？原来原主早餐喜欢吃这个，和他的喜好还挺相似的。江青离在心里感慨了句，嘴上应了声。卧室里只有江青离的洗漱用具，秦牧也没多停留，起身离开。推开门，门口的人应声抬头。百里静今天穿了一件浅蓝条纹衬衫，衣扣解开2颗，露出冷白的锁骨和银质项链。她的发型精心打理过，每一根发丝都显得精致，站立着的动作也透露着心机。听见开门声，百里静惊喜抬眼，在看见是秦牧野后，目光冷了下来，淡淡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秦牧野对这个自诩大方的狐狸精也没什么好脸色，转身离开。经过百里静的时候，秦牧野闻到很清爽的香水味，和江青离身上的味道相似，连香水都刻意要跟江青离用同款，真是够舔狗的。他就做不出来这种丢熊性脸的事情。10分钟后，餐厅内，江青离坐在主座，秦牧野和百里静坐在他身侧，尹诺站在斜后方，像一道椅子。餐厅难得有这么多人，却很寂静，弄得江青离吃饭速度都变慢了。百里静做的粥很好喝，江青离喝完一碗，他又递过来刚榨的果汁。江青离接过时，百里静的手指轻轻抹洒他的手背，手指一抖，果汁没拿稳，摔在桌上。果汁快速蔓延，却在即将滴落的时候浮在半空。紧接着，果汁像是被一只手控制住，不再流动。尹诺这时走上前，擦干净果汁。江青离有些惊奇，尹诺，你用异能了？他记得尹诺的异能好像是重力，没想到可以这么用。尹诺点头，江青离抬手摸摸他的头，手指顺着摸上他的耳朵，笑眯眯夸道，干得漂亮，好狗狗。这话一出，秦牧也猛地抬头盯着江青离，哐当，银质餐具从手中滑落，跌在餐盘上，发出刺耳的磕碰声。几人抬眼看去，却见秦牧野脸色很差的起身，大步流星离去。江青离奇怪，谁又惹他了？百里静微微挑眉，语气安抚，没事，他可能是心情不好，待会我去劝劝他。他这么体贴大度，江青离感觉很欣慰。好，那麻烦你了，为此主分忧是我的荣幸。百里静笑得温柔，抬手摸了摸女孩的发顶，她表现得体贴又大度，只有站在江青离身侧的尹诺清楚的看见。百里静侧身挡在他和江青离之间，不动声色把他挤开了。尹诺，今天上午有一节理论课，尹诺开飞行器送江青离去学院。临行前，百里静依依不舍地送江青离到车库，第3次问，真的不用我送？江青离摇头，再次拒绝。百里静垂眼，轻轻叹息，对不起，是不是我昨天在学院给你惹麻烦了？温柔金贵的青年看了他一眼，而后飞快垂下眼睫，掩盖失落。没有。江青离下意识反驳，没事的，青离。百里静苦涩地扯了扯唇，我知道，我只会给你添麻烦，从小到大都是。说到底，我这种人到哪里都多余，你不喜欢我也是应该的。没关系，不用管我。百里静轻轻叹息一声，你去学院吧，我会在家里好好待着，不会再出去让你丢脸。不是，你没有给我丢脸。江青离猛地握住对方的手腕，打断他的话。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见百里静这么失落，竟然有种浓烈的愧疚感。
就好像她是个嫌弃受夫丢人的负心女一样。你听我说。江青离抬眼和他对视，却被他眼里的委屈镇住。好几秒，江青离才有些语无伦次的反驳：我不是嫌弃你，你是大明星啊，影帝，你粉丝那么多，如果你一直在我身边，说不定你粉丝会生气的。青离，百里静忽然开口，握住他的手，琉璃般漂亮的瞳孔里倒映着女孩的身影，她的眼尾微微上翘，让人有种被深爱的温柔。恍惚之间，江青离有种被这样注视了很久的错觉。百里静静静看了一会江青离，弯腰凑近，将词主的手贴在自己脸上，唇瓣轻轻摩擦着他的掌心，声线低磁：我进娱乐圈只是想让你可以多看见我，如果你觉得我的工作麻烦，我可以吸引，也不再开演唱会，我真正的梦想一直是做好你的丈夫。这番深情到甚至卑微的告白让江青离愣在原地。昨天他闲着无聊，在新网上搜了一下百里静的名字，铺天盖地的都是正面新闻，还看到一些八卦，比如说在圈子里百里静有个绰号叫贵公子，据粉丝说他总是风度翩翩，待人温柔从容，但他的温和只是出于涵养，点到为止，从不给人任何遐想的空间。3年前更是在一次莫须有的绯闻后亲自澄清并开了发布会，称自己有一位很喜欢的女孩，为了他才进圈。有记者提问，不拍爱情片和吻戏也是他要求的吗？您的心上人占有欲未免太强。影片内百里静唇角的笑有些落寞，只是我的个人选择而已，和他没有关系，如果可以，我倒是希望他对我有些占有欲。还有记者问，那如果以后您成为心上人的受夫，还会拍戏吗？百里静似乎想到什么美好的画面，露出幸福的笑，可惜刚要开口，一旁的经纪人就打断了记者的发言，影片也戛然而止。江青离昨天还很震惊，没想到百里静看上去很会玩，竟然这么纯情啊。现在他更震惊的事情发生了，百里静说的白月光竟然是他本人，心跳不受控制的加速几分。江青离又迅速反应过来，不对，百里静的白月光不是他，是原主。被美貌和深情迷惑的江青离一秒清醒，既然百里静喜欢原主，更要离他远点了。谁知道他知道自己不是原住民后，会不会要死要活，要跟自己同归于尽。身边有一个大反派已经很恐怖了。江青离倒退一步，在抬头时已经满脸真诚，你在演戏方面很有天赋，我怎么好意思继续霸占你？我记得你最近还要进组拍戏吧，接送我这种小事有尹诺来做就好。青离，百里静惊诧于女孩更重的疏离，想要解释，他却已经抓着尹诺离开，像是有一只大手攥紧心脏，挤压着酸痛发麻。百里静呼吸困难，眼前阵阵发黑，脑中一阵刺痛，头顶不受控制的冒出兽耳，污染值似乎又加重了，再这么待下去，连完全的人形都难以控制。忽尔垂着，如落水狗一般可怜。江青离回头不经意一瞥，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幕，他好像有点伤心。话说太重了吗？江青离莫名有点自责，好像不应该这么对百里静。驾驶座的尹诺看了眼江青离，又看了看百里静，嘴角扯起一点嘲讽的弧度，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管家该有的冷静。大小姐，快迟到了，你等我一下。江青离纠结几秒，推开飞行器的门朝百里静跑过去。百里静抬眼，看见穿着百褶裙的女孩朝自己而来，灯光落在她发梢裙摆，星光般璀璨。这一刻，过去的身影和现在重叠，百里静看见星星再一次落在自己身边，下意识朝她伸手。江青离没有把手搭上去，他站在青年面前，把什么东西放在他手心。他下意识攥紧，有些茫然地看过去。我上学去了，你也加油上班。江青离弯唇，女孩踮起脚，轻轻拍了拍百里静的头顶，内心的烦躁和阴暗在被他触碰的一瞬间尽数消散。世界寂静，砰砰砰，心跳声不断加重，震耳欲聋。百里静在原地站了很久，直到飞行器的彻底消失在视线。他摊开掌心，发现江青离给他的东西是3颗奶糖，和小时候一样。百里静勾唇，转头却看见秦牧野站在身后，满脸不爽。皇子殿下还没出门吗？百里静低头，慢条斯理地撕开奶糖包装，放入口中。秦牧野冷笑，关你屁事，秀个屁，就俩破糖。面对百里静的排斥，百里静只是笑笑，正好，我也有事找你。什么事？百里静走上前，脸上的笑慢慢消散。这个家里，此主才是唯一的准则。如果你再惹他不开心，我就不客气了。一向以温柔面孔示人的贵公子撕下面具，威胁自己此主的另一位受夫。这新闻如果爆出去，必定会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秦牧野在心里冷笑，江青离还是走早了，就该留下来好好看看这狐狸精是怎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就这种他还下得去手摸？他甚至没摸过自己的头。等等，打住！他在想什么？秦牧野强行打断自己脑子里的奇怪想法。他回神，不耐烦的冷笑，真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一天到晚想着怎么围着一个雌性转。
这么喜欢勾引，他昨天晚上怎么没选你，反而跟我睡？百里静眸色更冷，但很快他便勾起一个浅笑。昨晚你们什么都没发生，对吗？秦牧野表情一僵，我看你是嫉妒心太强，开始臆想了。秦牧野哼道，真可怜。说完，快步进了自己在车库里的飞行器，一脚油门踩下去，飞行器底部蹿起炫酷的蓝色火焰，瞬间消失在视野。坐进车里，终端不断在想 Triple A 修水管陆师傅去找他没？他同意给你抚慰了吗？脑中冒出刚才江青离摸了尹诺又去摸百里静的画面。秦牧野咬紧牙关，气得呼吸粗重，对谁都是这个手段，训狗还一对一训，他江青离胃口倒是大，一个个接着来。秦牧野，老子根本不需要这种雌性抚慰。秦牧野，滚！轰鸣声响过，车库里又只剩下百里静一人。他勾了勾唇，果然什么都没发生。也是，这种粗鄙的货色怎么配爬上他的床？百里静轻轻咬着奶糖，想到江青离，又觉得有些难挨。好甜，还想吃更多。什么时候才能不那么抵触他？是不是要把他身边那几个碍事的都除掉，才能看见他？终端响起打断阅读的思绪，百里静扫了眼屏幕，是经纪人。他接通话，声线温柔，怎么了？百里先生，你确定要公布已婚的身份？经纪人刘武问。百里静漫不经心的应声。刘武急了，可是你现在处于事业上升期，公布这个消息必然会引起粉丝的不满。那个叫林青的不知道上哪找了个靠山，现在天天找你黑料，想把你压下去。他肯定会围绕着这个做文章。那是冲奖的电影，如果有负面新闻，那年底的奖项。刘武，百里静叫了声他的名字。公布我已婚这件事不是在跟你们商量，是在通知。他声音不重，却很有压迫感。刘武顿时噤声。其他人或许不知道百里静的背景，但作为经纪人，他很了解。百里家是12成首富，哪怕百里静是个废物，家里的财产也够挥霍几辈子的。所有他根本不需要拍戏的那些薪水。之前刘武也奇怪，这么有钱的富家公子哥进娱乐圈干嘛？别的有钱人都是睡明星，他还要自己当。后来3年前一次庆功宴，百里静喝醉了，才跟他说了实情。刘武现在都记得百里静那会趴在桌上醉醺醺说，他说我很上进，如果我做明星，会看我的电影，会追我。世界上有那么多东西吸引他的注意，可只有在电影院，他会为我专注90分钟。刘武震惊，还真是大富大贵之家出情种。那雌性究竟是什么来路？能把一个1000万人追捧的大明星泥成这样？他肯定对你很好吧？刘武当时是这么问的。百里静笑，他对我很坏，一声不吭就离开了，没有征兆，不告诉我去哪里，我只能一直等。他是笑着的，但脸上很悲伤。见此情形，刘武无不遗憾。那白月光十有八九是去世了，可怜的百里先生以后只能守寡了。哪知道3年后的今天，百里静竟然说他结婚了，这合理吗？这不合理吧？刘武也不敢多问，只能小心翼翼问，他回来了吗？百里静笑起来，眸中如春色消融。他回来了，原来老板的白月光没死。刘武也为他高兴，八卦的问，那我能不能八卦一下，您的词主是哪位明星或者贵族小姐？他很有名的。百里静语气里难得有几分炫耀。他叫江青离。刘武，原来是江。等等，什么？江青离？就那个倒贴5个寿夫，结果被百般嫌弃，上过多次818杂志，死性不改欺负同学的那个词江青离。这是很出名，但出名的方式也太不体面了吧。刘武风中凌乱，回过神时，百里静已经挂了电话。他不信，又试探性问了一遍百里静，对方给出肯定的答复。刘武内心崩溃，但还是把百里静已婚的消息通过公司官方账号正式宣布。百里静是全星际顶流。公告发出去没几分钟，下面的评论便疯了一样爆发。什么情况？今天也不是4月1号，跟之前那个白月光吗？我一直以为白月光是借口，竟然是真的吗？有传闻说静哥结婚后就会专注家庭，不出来工作了，真的吗？哥哥，百里静，司礼影视狗公司出来回应，是跟谁结婚了？是不是你们想雪藏我家哥哥？婚后也拍电影好吗？百里静，性女怨婚素搭配，祝我哥和嫂子恩爱幸福。消息不断刷新，甚至造成了好几次网络瘫痪。一大堆人想挖出百里静的白月光是谁，可他藏得太好，根本无从挖起。新闻媒体为了爆料蹲守在公司楼下，各大头条热闹非凡。江青离并不知道自己一句话在新网上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他在学院侧门下了飞行器后，转身跟尹诺告别。尹诺看着他，欲言又止。大小姐，怎么了？江青离问。如果您方便的话。沉默寡言的尹诺似乎不知道要怎么表达。见江青离朝自己走过来，话立刻停住。您别生气。江青离说，我不生气。你说说怎么了？佑辰联系我了。尹诺小心翼翼看着女孩的脸色，他希望您把她从黑名单里拉出去。
江青离一愣，江佑辰，原主的亲哥哥，那个在原著里为了原主要杀女主的反派2号。如果问这个世界上和江青离最亲近的人是谁，那一定是江佑辰。原书里关于江佑辰的内容不多，只知道他比江青离大3岁，是很少见的龙类兽人。S 加级，成年的时候无数贵族雌性上门求亲，快把门槛踏破，就因为妹妹一句你不准在我前面结婚，拒绝了所有雌性，很经典的宠妹剧情。3年前，江青离和几个 A 级雄性起了矛盾，等护卫对到的时候，那3个贵族已经死了。据帝国时政报道，江佑辰异能失控，成了凶手。这段逮捕影像被人公布在新网，虽然很快就封杀，但还是引起轩然大波。江佑辰单手抱着昏迷的妹妹站在血泊之中，军装笔挺，神情冷峻，看见有人来，他并未露出任何情绪，仿佛早就知道，只是淡淡说麻烦安静一点。所有人的视线落在他怀里，怀里的女孩双眼紧闭，不自觉地颤了颤。江佑辰咬着另一只手上戴着的黑色皮质手套，轻轻抚摸女孩的头顶，神色温和地说了句什么。那之后，江佑辰就被派遣到下城区了。说是派遣，倒不如用流放来形容更准确。他被派往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不断作战，军功累累，却不允许回上城区。原书中，他要明年才能回到第1城区。回到中心城后，得知妹妹去世的消息，江佑辰万分痛苦。他把这种痛苦化作对其他人的报复，针对地下城清剿，甚至针对5位前受俘，打压折磨他们。这时，女主白依依出现在他身边，她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江佑辰在日复一日的攻略下，对他的态度也渐渐松动。后来一次宴会，江佑辰遭人陷害，突然进入发情期，白依依推开了休息室的门。如果激动人心的剧情，江青离看着看着竟然睡着了，再睁眼人就到了这个破地方。不过按照前文的设定，后面的剧情大概是白依依救赎反派大佬，让他放下仇恨，改邪归正，接着这样那样再那样这样的剧情。至于原来的妹妹，那只是为了给反派大佬一个被救赎的借口，工具人罢了。大小姐，久久没得到他的回复，尹诺试探性开口。江青离回神，抬眼看过去，女孩皱着眉，像是吃了几口苍蝇被恶心到了的样子。尹诺低声问，您不开心吗？还是不想联系佑辰少爷吗？不想。江青离干脆的回答，等他回来再说吧。江佑辰是个好哥哥，但只要一想到他未来会跟白依依有点什么，还把自己这个妹妹当做 play 的一环，江青离就胸口闷痛，呼吸困难。他暂时还不想跟江佑辰接触。说完这句话，江青离转身离开了。他走得很慢，纤细的身影在高大的梧桐树下显得格外落寞。尹诺并不意外江青离的回答，毕竟当年江佑辰离开上城区，不少媒体觉得是江青离惹事害的他连坐。江青离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醒来后像变了个人似的，大发雷霆，咒骂一切人。他没有觉醒异能后，更是直接搬出江家。江家佣人内部至今流传着一句流行语，大小姐今天原谅我们了吗？尹诺用终端给一个号码发了条消息，而后开着飞行器到了车库，等江青离下课。第9城区总指挥部，黑发黑眸的青年交叠着双腿，散漫坐在主座，剪裁挺刮的西装包裹着他修长的身形。他指尖点着一根烟，那点猩红快要燃烧到尽头，他却没有在意，而是盯着面前无数屏幕，大大小小数10个屏幕，清楚地记录着女孩亲密的身影。他上课很不安分，一会看书，一会趴在桌上，一会又捏捏手指，时不时跟身边的雌性聊几句。他身边的人变了，不是杜倩倩，换成了另一个小姐妹，似乎是上次提醒他叶灵渊是教授的，名字是林希月。江佑辰漫不经心地想着，看见终端震动了2声，他按下通话键，冷冷吐出一个字，说：长官，派去刺杀叶灵渊的人都重伤了。对面支支吾吾地说：抱歉，没有完成您的任务。江佑辰蹙眉，但声音仍然平静，给他们发双倍赔偿金，办理休假。好的，谢谢您。对面说，还有，派去追杀另一个的全部失踪了，再派一队人去。江佑辰冷漠地说完，挂了电话。他抬眼想继续看眼前的屏幕，却忽然眉头紧皱，才短短几10秒没注意，那个叫赤云的却坐到了江青离身后，一双眼睛紧紧盯着江青离的后脑勺，似乎欲言又止。江佑辰冷冷盯着，吃到下贱的东西。他拿起终端发了条消息。2分钟后，屏幕里响起教授的声音：赤云同学，请你回答，为什么第9城区和第1城区贫富差异巨大？影响因素有哪些？赤云猛地站起身，我觉得。他慌忙拿起书，慌张的去翻，余光瞥见江青离正指着一段话，赤云心跳一顿，他在帮自己。赤云盯着念了出来，我认为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历史角度来说，没想到这个常年理论课垫底的人竟然还真答上来。教授摆了摆手，行了，你坐下。
没事干不要盯着磁性看。赤云麻木着一张脸坐下，耳根通红。他盯着书，余光却瞥向江青离的背影。他就知道江青离虽然嘴上说着最讨厌自己，却还是放不下自己，所以才这么悄咪咪帮自己。而且他感觉刚才自己答题的时候，江青离抬头看了眼自己，口是心非的磁性。赤云趴在桌子上，手臂埋进臂弯，却感觉自己的耳朵越来越烫。这种感觉非常奇怪，让他感觉自己不像是自己，却又让他感觉到一点自由，好像本该如此。与此同时，另一个教室里坐着的白依依忽然收到系统提示，叮，攻略对象赤云，好感度5，惩罚宿主美貌值1，魅力值1。白依依猛地一惊，而这时身边的磁性发出一声惊呼：依依，你怎么长痘了？长痘痘这种事情放在一般的磁性身上很正常，但放在白依依身上就很不正常了。从3年前回到第一城区开始，白依依就是贵族圈子里公认的顶级名媛，她永远美丽的无可挑剔。问她美容心得，她会说从不化妆，都是天生的。有人曾经黑进所有医美机构，都没找到她的整容记录，说明确实是纯天然的。而现在白依依竟然长痘了。白依依瞪大眼睛，谎称自己要上厕所，匆匆进了洗手间，站在镜子前，白依依清晰地看见自己额头上长出一个红色的小痘痘。白依依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发出短促尖叫。她在心里大叫：系统，系统，赤云怎么会突然掉好感度？明明昨天晚上我已经把他掉的给补上了。系统的电子音卡顿了一会，冰冷无情地表示：抱歉，本系统为攻略系统，只显示攻略值，不显示原因。白依依怒道：不是说好了，我只要不断攻略优质雄性就能得到一切，怎么还有惩罚？这和一开始说的不一样，我要举报你们。系统沉默几秒，根据系统检测，可能是赤云和宿主距离过远，被其他事物吸引注意，暂时对魅力道具免疫，难以维持好感值。那你说怎么办？白依依抓狂，转了几圈后又眼前一亮。对了，我要再兑换魅力道具。系统，抱歉，宿主的积分已经用完，无法再进行兑换。白依依感到一阵挫败，那怎么办？难道要我一直这么下去？系统不紧不慢地说，这边建议宿主可以再绑定其他优秀雄性进行攻略。白依依眼前一亮，确实可以啊，5个兽夫现在的好感值都在 90% 以上，想要往上涨只能靠标记了，偏偏他还得1年后才能跟他们结婚，不如再去搞个新雄性，这样好感值还能加更多。虽然攻略之后必须保持好感值，但奖励更诱人。白依依欣然接受，可以，你帮我搜索离我最近的优质雄性。系统发出滴滴声，几分钟后，系统机械音响起，好的，我根据宿主的要求，已经找到了4位距离宿主最近的优质雄性，好感度由高到低进行排列。姓名秦牧野，身份帝国第7皇子，年龄21岁，目前对宿主的好感度。姓名袁石耀，身份袁家2少爷，帝国皇家学院学生会秘书长，年龄20岁，目前对宿主好感度。姓名叶凌渊，身份帝国皇家学院政法学院荣誉教授，年龄25岁，目前对宿主好感度15。姓名尹诺，身份江家管家，年龄19岁，目前对宿主好感度100。白依依看着几个名字，眉头紧皱。袁石耀和尹诺是 S 级，另外2个不是 F 级废物吗？这也算优质雄性。系统，优质雄性是根据综合评分判定的。白依依点了点头，仔细一看，震惊出声，等等，后面3个人怎么对我的好感都是负数？尤其是那个尹诺，他跟他根本就没见过几次面吧？系统冷淡地说，根据人工智能推测，袁石耀因为宿主跟江青离走得近，认为您和他是一类人，对您轻微厌恶。叶凌渊可能是因为您上次射击课成绩不理想，且留下不好印象，他有厌蠢症。而尹诺，系统顿了顿，是因为江青离讨厌您，厌恶极污。白依依，又是江青离，这个女人怎么阴魂不散？他厉声质问，这个江青离上周就该死在地下城了，为什么现在还活着？你们系统是不是有问题？宿主，您的部分行为也超出范围，尤其是那天晚上，系统冰冷的声音里有一丝怨怼，所以产生蝴蝶效应也正常。白依依眉头紧皱，但很快又松开，算了，反正江青离只是个炮灰而已，以后找机会除掉就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攻略新的对象。从谁开始好呢？白依依的手指在几份资料上轻轻划过，最后点在其中一个上。上完一整节课，江青离人都是晕的，果然哪里的历史课都很困。这么困啊？旁边的磁性笑眯眯问。江青离揉揉眼皮，声音含糊绵软，刚才眼皮都快睁不开了，字在书上飞，难怪你刚才用手指着，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林希月看着揉眼睛的江青离，只觉得他现在真的好可爱，像毛茸茸的小动物，让人忍不住想捏捏脸颊，软下声音跟他说话。
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刚捏了捏江青离的脸，感受到脸颊软软的温度，林希月瞬间回神。妈呀，他在做什么？这可是江青离。之前姐妹团一个雌性不小心碰了他的头发，直接被他甩了巴掌。那人还是中心成员呢。他这个跟江青离都没说过几句话的，不得被扇肿脸。林希月脸色一白，猛地收回手，紧张地盯着江青离的动作。江青离在愣了几秒后，果然朝这边伸出手。林希月紧闭双眼，弱弱地喊：江小姐，能不能去人少的地方？江青离挑了挑眉，像是有些意外。我都不知道你有这种癖好。他撑着桌面靠近，眨了眨眼，笑着问：这里有什么不可以吗？女孩说话时歪了歪头，绸缎般的柔顺黑发垂在肩头，那双漂亮的眼睛望过来时带着一点俏皮的笑。他说着，伸手捏了捏林希月的脸，然后看着对方的恍然又微愣的表情，笑得眉眼弯弯。你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林希月不好意思说是扇巴掌，摸了摸被捏过的脸，被对方的笑感染，也勾了勾唇角，总觉得眼前的江青离跟之前不太一样了。之前对他们都是爱搭不理的，今天不仅主动坐在自己旁边，还跟自己玩笑。不过他更喜欢这样的江青离。林希月放松下来，试探性问：青离，要不要去喝下午茶呀？我最近发现一家很好的店。好呀，江青离立刻答应。比起让人提心吊胆受夫们，还是女孩子之间的相处更让人放松。希望待会别又遇见哪个碍眼的受夫。但刚走到后门，江青离一眼就看见秦牧也朝这边走来。他脸色沉沉，整个人气压很低，配上那张桀骜不驯的脸，活像个找人麻烦的黑帮老大。灰蓝眸子扫视一圈，精准锁定江青离。秦牧也气势汹汹而来，然而走到一半，一道穿着白裙的身影忽然出现，挡在他面前。白衣仰头看着秦牧野，顺手捧心，声音娇柔：皇子殿下。来之前，白衣针对攻略对象做了调查，秦牧野是位非常特殊的皇子，其他皇室成员都非常低调，社交账号的动态里只有官方行程或者节日祝福，偏偏他时不时分享自己赛车和玩极限运动的视频。系统分析，秦牧野排斥传统，并且不喜欢雌尊雄卑的社会现状，是个内心桀骜不驯的狂野男孩。桀骜浪子总搭配清纯少女，正好白衣走的一直是清纯白月光人设，于是他特地穿了一身纯白长裙，下垂眼素颜妆，细软的声音更是让人忍不住想怜惜疼爱。白衣已经做好了秦牧野会对自己轻声细语的准备，谁知道秦牧野跟没听见似的，径直往前走去。他声音太小了，秦牧野没听见吗？白衣抿唇，轻轻拉住秦牧野的衣角，声音更柔：皇子殿下。秦牧野终于注意到自己旁边还站着个矮冬瓜，他皱了皱眉，语气是显而易见的不耐烦：你谁？我是白依，你的学妹啊。白依被他的强硬态度吓了一跳，楚楚可怜的抬眼：你忘了吗？我们之前还一起上过射击课。秦牧野眯了眯狭长的眸，秦牧野总算想起来这人是谁，原来是抢了江青离5个废物受夫的雌性，眼光倒是跟江青离一样差，竟然喜欢那几个下作玩意儿。定攻略目标：秦牧野，好感度10，惩罚宿主美貌值2，魅力值3道具，初恋雪肤，失效3周。霎时间，白衣感觉自己的脸上有点干，抬手一抹，摸到轻微凹凸不平，他慌忙低下头，却又怕来之不易的机会跑了，连忙伸手抓住对方的袖子，却被一把甩开。秦牧也抬头看了眼江青离消失的方向，话里是自己都没察觉的烦躁：你到底有什么事？白依依定了定神，找到之前的理由：昨天青离姐没回我消息，我想知道她是不是不高兴了。我想和她道歉，她喜欢赤云很久了，我不该和赤云一组的。秦牧也看着眼前头越来越低的女孩，冷声打断：有事自己去说，我没空。他是不是以为自己傻子，看不出来谁是绿茶？有什么事不能找当事人，要来找自己，明摆着挑拨离间。低级无聊，江青离竟然被这种人抢走了受夫，真够笨的。虽然这么想，但听白依依左一句他喜欢赤云，右一句他以前都和赤云一组，秦牧野的脸色越来越沉。昨天江青离还巴巴让自己组队，原来是赤云不理他，把他当备胎。他现在就去找江青离那个小骗子算账。不等白依依回复，秦牧野已经火冒三丈，转身朝江青离离开的方向大步流星离开，顺便把被白依依碰过的皮衣外套脱下来，随手砸进垃圾桶。砰！力道大的垃圾桶摇晃好几下，白依依像是被砸中，身体摇摇欲坠的晃了晃，失神的往回走。依依姐一双手忽然握住她的肩膀，很紧张的问：你怎么了？失魂落魄的。是赤云的声音。白依依头低得更深，声音哽咽：赤云，怎么办？我的脸毁了。怎么了？给我看看。赤云很紧张。是不是谁又欺负你了？我给你报仇。你会不会嫌弃我？白依依问。不会。赤云提高声音。白依依抬起头。赤云瞳孔微缩。
只见雌性原本光滑的脸颊，两边生出几十颗痘痘，皮肤表面凹凸不平。你怎么了？谁又欺负你了吗？赤云很着急。没有谁，不怪表姐，是我自己不注意，惹他和皇子殿下不高兴了。白依依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可怜又狼狈。又是江青离。赤云见白依依这样子，扶着她去医务室，校医开了药，说痘痘半小时可以消，但皮肤表面的凹凸不平要去美容医院，大概2-3天修复。现在医美很发达，但白依依不肯去，去了美容医院，她的川天然美女形象怎么办？她只是哭，晚上我还要去参加聚会，怎么办？赤云咬牙道，他让你变成这样，就别想好过。他不是让依依的脸变成这样吗？那就等着毁容吧。江青离还不知道白依依的纯天然美少女，绰号岌岌可危。她这回正跟林希月在购物，女孩子总是容易被漂亮的事物吸引。江青离到了商场才发现这里的漂亮衣服很多，忍不住想买。反正现在是钱多到花不完的千金大小姐。江青离在经过一个闪闪发光的橱窗的时候，问林希月要不要去试穿。林希月闻言有些惊讶地看了眼江青离，之前听人说过江大小姐从不穿量产成衣，每个季度都会有设计师专门为江青离纯手工缝制衣服，这些衣服也就5位数，她竟然很感兴趣。看来私底下的江青离和自己以为的不太一样。他愣住的时候，江青离已经走进店里，回头看见林希月还在后面，江青离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腕，指了指一套衣服，我发现有这套很适合你，要试试吗？林希月顺着他指着的方向看去，眼前一亮，真的很漂亮，对吧？江青离有点骄傲的抬起下巴，待会你试完给我看。林希月唇瓣弯起，好。两人进了试衣间，江青离拿的这条裙子，不知道是不是后面拉链有点问题，卡着不动，他有点着急，脑袋抵着墙暗暗用力，身后的门被人打开，又猛地关上，门外的人倒退的脚步很是慌乱。江青离以为是林希月，连忙求助，希月，帮我拉一下嘛。他说话声音软软的，像撒娇。顿了顿，门再次从外面被打开，一只手包裹着他的手指，微微用力将拉链拉上。江青离松了口气，哇，谢谢。他说着抬起头，却在目光接触到镜子时猛地愣住。镜子里身形高大的青年站在他身后，大掌虚虚扶在他腰侧，灰蓝眸子半垂，盯着他纤细的腰肢。从侧面看，他们这个姿势简直就像是在从背后。江青离猛地打住奇怪的想法，转过身抬手去推他，秦牧野却顺势躬身，单手撑在他身侧，距离一瞬间拉得很近。他盯着他，眼中是狩猎者浓烈的侵略意味。为什么躲我？明亮光线下，青年冷峻的眉目更显立体。秦牧野眸色阴沉，呼吸却格外炽热，勾缠着他的气息不断交融，大掌扣在腰间，青筋蛰伏，灼热的体温隔着轻薄面料仍然烫得惊人。江青离的心跳猝不及防加速几分，他想躲，但后背就是墙，避无可避。江青离抿了抿唇，只能抬眼对上他的视线。我哪躲你了？女孩声音轻轻的，有点心虚。秦牧也捕捉到他眼里的几分心虚，哼笑，明知故问，看见我就跑，那双灰蓝眸子危险离奇。不是躲我，是跟我玩老鹰捉小鸡。我看你在和白依依说话，不想打扰你们。江青离做出一副很善解人意的样子。皇子殿下，你也不想被人打扰吧？秦牧也失声，难道不是因为讨厌他？江青离，那倒也不全是，主要也不想跟你交流。不过既然对方知道自己讨厌白依依，江青离也懒得装了。对啊，我就是讨厌他。江青离耸肩，从小到大他什么都抢我的，我当然很讨厌。你跟他聊得那么开心，说不定哪天也会和赤云他们一样成为他的。话没说完，他的唇便被一只大掌捂住。你拿我跟那5个贱货比？秦牧也瞪着他，显然是生气了，一句比一句声音高。我跟他聊得开心，你他爹的看见我就跑了，你看见了个屁，在这造谣，老子。江青离，秦牧也越想火越大，组队的账我还没跟你算，你先跟我算账了。他凭什么把他跟那几个该死的兽夫比？从小到大，秦牧也听过无数尖锐谩骂，回到皇室后，那些报纸骂他的文章少说几百万字，但秦牧也此刻觉得那些话加起来都没江青离今天的话恶毒。恶词果然名不虚传。秦牧也冷笑，我跟他只说了3句话，倒是你跟那几个。他猛地顿住话头，不对，江青离跟那几个前兽夫说话关他屁事，这个可恶的雌性一定是故意的。秦牧也冷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江青离，他抓住秦牧野的手腕，秦牧野才发现自己还捂着他的唇。女孩的唇动了动，碰到秦牧野手心，他像是被针扎了一般，猛地收回手，呼吸发紧。莫名其妙，江青离恶狠狠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走出去几步又绕回来，用力踩了一下他的脚，而后怕被他报复的抓回去，快步离开。门砰一声关上，秦牧野听到他的声音，好像是在找导购方整理100。
刚才被他的手揉皱了吗？秦牧也低头看自己的掌心，却看见一枚绯红唇印，灯光下格外刺眼，手心仿佛又磨蹭到了柔软的触感，印着唇印的那块皮肤不断发烫，如同神位信徒刻下的烙印，鲜红、滚烫、刺眼，又叫人忍不住低头俯身亲吻。整理好衣摆，江青离走出更衣区域，想找林希月，一转弯看见休闲区坐着黑发男人，他穿着黑色休闲衬衫，双腿交叠，正和导购在说什么，似乎感到江青离的目光，他朝这边侧头，一双金色束瞳锁定江青离，江青离迈出去的步子僵硬在半空。叶凌渊，他怎么在这里？一定是打开方式不对。江青离闭了闭眼，再度睁开。叶凌渊朝他微微挑眉，没有像平常一样直接缠过来，而是克制的拍了拍身侧位置。江青离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叶凌渊，他总是有点怂怂的。怂怂的江青离走到叶凌渊旁边坐下，刚坐下，叶凌渊就握住他的手，手指从他指缝钻进去，强硬的和他十指相扣。好臭！叶凌渊金眸闪烁着阴冷，他碰你了？这些兽人都是狗吗？就碰了几下也能闻出味道吗？还有没有隐私了？江青离有点恼怒的瞪了叶凌渊一眼，压低声音凶他，此主的行踪也是你能过问的？我都没问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他皱着眉故作生气的样子，像炸毛的小兽。叶凌渊唇角抬起一点，又被压成一条直线。我有事找你。叶凌渊说，我受伤了，需要你疗愈。他说着俯身靠近，修长指节勾着衣领往下拉了一点，顺着衣领，江青离看到对方冷白的皮肤和腰腹处缠得乱七八糟的绷带，上面血迹斑斑，心猛地一跳。江青离问，你没去医院吗？异能造成的，医院治不了。叶凌渊语气冷淡平静，我需要你。那我跟希月说一声，他在你后面。江青离猛地回头，看见震惊的看着他们的林希月。不是。江青离想抬手解释，叶凌渊先抬起他们交叠的食指。林希月倒吸一口冷气，捂住心口。显然朋友在泡泉学院公认的高岭之花教授这件事让他很震惊。我是江青离的受夫。叶凌渊很平静的陈述，麻烦保密。好的。林希月连连回答。我和江青离有些事需要先行一步。叶凌渊说，今天所有花销记我账上。江青离抽走手，走到林希月面前，抱歉的说，对不起希月，说好了逛街，我突然有事。没事啦。林希月眼睛亮亮的，反正晚上我们还要见面的。再说了，叶教授这么大方，我总不能很小气吧。他真的好善解人意。江青离心都软了。叶凌渊喊了几次才依依不舍离开。他们走后几分钟，林希月选了几件衣服，正要去试穿，却见更衣室走出一个高大青年，看清是从江青离刚才待着的更衣室走出来时，林希月大脑又一次宕机。秦牧也没工夫解释，问江青离呢？他嗅了嗅空气里的气息，脸色突变。那个老头蛇也来了。老头蛇是说叶教授吗？林希月弱弱说，那个他们有事先走了。秦牧也脸色一变，低骂一句，快步离去。望着他的背影，林希月感慨，一天遇两兽，不愧是你啊。江青离被叶凌渊带进了飞行器，前面有司机，他升起了挡板，后座形成一个私密空间。我看看你的伤怎么疗愈。江青离有点苦恼，昨晚没拿秦牧野练手，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应付，但他之前答应过叶凌渊要帮忙疗愈，总不能放着不管。苦恼之际，听见叶凌渊说，先稳住精神力。怎么？话没说完，他的唇便被堵住了。几秒后，叶凌渊松开，拉开几厘米距离。就这样。江青离瞪大眼睛，蛇信舔了舔薄唇。叶凌渊声音沙哑，闭眼。江青离打商量，那你要对我温柔点，快点。叶凌渊盯着他的唇，显然已经听不进去他的话了。江青离，好吧，其实反派吻技还是可以的。江青离闭上眼睛，叶凌渊很满意他的乖顺，侧头吻上他的唇。不远处传来脚步声，是秦牧也追上来了。冒失的蠢货！金色树丛里闪过嘲弄。叶凌渊单手降下窗，与此同时，叶凌渊另一只手扣住江青离的后脑勺，含住他的唇瓣，在秦牧也愤怒的目光中加重了这个吻。叶凌渊的吻强势又缠人，几乎要把那双软唇拆分入腹。怀里的女孩呜咽一声，睫毛颤抖，忍不住伸手去推拒对方的肩膀，却被修长指骨握住了双手手腕，扣压在身前。他纤细浓密的睫毛像被雨打湿的蝴蝶，颤抖不停。这个畜生！秦牧也瞳孔收缩，灰蓝眸中风暴骤起，忍无可忍的皇子殿下撸起袖子就往飞行器的方向冲了过来。然而在他距离飞行器仅有几步之遥的时候，叶凌渊忽然升起车窗，对司机说，走。车窗升起前，秦牧也看见叶凌渊对他挑了挑眉，极其挑衅的看过来，而后转头又去吮女孩的唇。秦牧也气得拳头紧握，骨节用力到泛白。他低低咒骂一句，脑子里仅存的理智对抗着他的愤怒，让他冷静下来。
江青离不过是他搭伙的词主，又不是他真的老婆，最多3年，他们就会分道扬镳。他跟一个下作的臭水沟里的烂蛇亲嘴，关他这个高贵典雅的皇子屁事啊！回家，秦牧也这么想着，脸上的怒意渐渐平息，他平静地往回走了几步，但走到第5步的时候，秦牧也突然骂了一句，他猛地转身冲进自己的飞行器，一脚油门踩到底，朝着叶凌渊离开的方向追过去。X 他大爷的！江青离是他名义上的词主，成天跟个阴湿丑货待在一起，像什么样子？要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他秦牧野的词主多没眼光呢。秦牧野找到一个完美的理由，胸膛挺起，脊背笔直，俨然像是出征的将军。江青离晚上要参加一个学姐的宴会，肯定得先回去换礼服。秦牧野没从后面追，而是直接绕了近道，在附近一个隐蔽的地方停下飞行器，等会叶凌渊的飞行器一到，他直接撞。被亲了20分钟的江青离在中场休息时间手里被塞了礼盒。这是什么？江青离问。给你治病的药。不是。叶凌渊盯着他的侧脸，喉结滚动，声音沙哑。礼服？你还帮我把礼服带过来了？江青离看着手里的礼盒，有些惊讶。谢谢。他想打开礼盒看看是哪件礼服，却被叶凌渊握住手腕。蛇尾，可以吗？叶凌渊呼吸急促，断断续续的问。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礼貌？江青离问。之前不都是直接放出来缠到他腰上的吗？你是词主。叶凌渊只回了这句。他将礼盒放到一边，再度压了过来。蛇尾卷着少女从衣摆滑进去，挤压着，轻轻摩擦。后座宽敞，江青离却觉得空间逼仄，让人喘不过气来。手指不自觉摸上他的心口，沿着微凉的皮肤往下，却摸到一片潮湿。江青离猛地睁眼，发现手指一片血红。他惊讶地瞪大眼睛，推开还要凑过来的叶凌渊，皱眉问：你流血了？异能造成的伤害会附带精神力，还没完全愈合。叶凌渊说不用管。没想到他受伤这么重。江青离拍开他的手，不肯再亲了。江青离把人按在后座，过程中叶凌渊有些不太配合，舌尾摆动，不太情愿让他碰。不是你让我给你疗愈的吗？江青离不满意的说。现在又不配合，你这样我会觉得你在欲擒故纵。叶凌渊他想说些什么，但下一秒江青离直接坐在他的舌尾上，单手撑在他身侧，很凶的命令，不准动。叶凌渊顿时身形僵硬，感受到独属于女孩的体温，阴冷舌泪，呼吸一滞，头后仰，冷白喉结滚动，呼吸乱得要命，要极其克制才不至于失控。江青离才懒得管他的异常，他一把扯开他的衣领，查看情况。刚才店里江青离只是模糊的看见一点情况，这会儿看清后，江青离倒吸一口冷气。原著里写过，大反派叶凌渊茹毛饮血，他有很强的自愈能力，所以受伤了也不怎么管。江青离以为不怎么管，只是不用药物，谁知道叶凌渊是真不把他自己的身体当回事。绷带随意又混乱的缠绕，血几乎把绑着的绷带都染红了。江青离只是看着就感觉自己的腰部在晃动，因为衬衫是黑色才不明显。江青离有点担忧，你不会死吧？不会。叶凌渊斜靠着椅背，声音沙哑的回答。要不然我还是给你做个疗愈吧。江青离耷拉着眉毛说，我怕你死了，刚才都答应林希月要陪他一起去宴会的，好不容易交上朋友，江青离很珍惜，可也做不到啊，眼睁睁看一个人死在自己面前。污染值没增加，不用那么复杂。叶凌渊说，有更简单的办法。什么办法？叶凌渊那双金色树瞳盯着他，眸中闪过浓烈又贪婪的渴求。他舔了舔唇瓣，说，亲密接触，过来触碰我，和我接吻。他们又接吻了，只是这一次是江青离主动。女孩小心翼翼撑着雄性兽人的肩膀，侧头轻轻碰他的唇。他似乎很欠缺接吻的经验，只知道用唇瓣摩擦。叶凌渊只等了几分钟就不耐烦，翻身把人圈在自己怀里，用实际行动教他。10分钟后，江青离大口呼吸空气。还要多久啊？再半小时。叶凌渊声音粗沉。你不会是骗我吧？江青离很怀疑。你可以检查。叶凌渊也不废话，直接把他的手往下拉。江青离怕摸到血淋淋的伤口，一个劲把手往回缩，最后还是选择亲他。不知道过了多久，叶凌渊终于松开手。江青离已经快没有力气，长长松了口气。终于好了，给我看看你的伤口。他很着急要看自己的救治过程，伸手小心翼翼拉他的绷带。叶凌渊也不反抗，就那么躺在那，任由他动手动脚，蛇尾绕着他的脚踝，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小幅度收紧又松开，像是愈演幼稚的狩猎游戏。绷带扯开，露出青年的肌理分明的腹肌，他皮肤上还沾着血，可以看见好几道淡粉色的刚愈合的伤疤。叶凌渊没撒谎，确实伤得不轻，这几道伤疤都是往死里砍，有一道更是从腰侧横穿了腹部，再重一点肠子都能给砍断了。你仇家好多。江青离碰了碰那道伤口，他们不会也来追杀我吧？这个精神力可以治愈我自己吗？叶凌渊盯着他细白的手指看，
几秒后才反应过来似的，他们不会伤害你。你怎么知道？江青离问。万一呢？不会，倒不如说这个假设根本不可能成立。暗杀他的人来自第9城区军区，下令者是江佑辰。叶凌渊捻起女孩一缕发丝绕在指尖，漫不经心地想，如果江佑辰知道他处心积虑想杀了的人，此刻凭借着他造成的伤口，被江青离按在这里动手动脚，会不会气得发疯？叶凌渊挑眉，眸中闪过愉悦。而比起会不会被刺杀，江青离更关心精神力能不能治愈自己。他现在还没出等级，不能学相关课程，因此只能问叶凌渊。刚要开口，玻璃窗忽然被敲了敲。江青离抬眼看清那张靠近的俊美脸蛋后，瞪大眼睛。白礼静。隔着玻璃，江青离和白礼静对上视线，那双浅金色的温柔双眸微微眯起，带着平日难得一见的锐利。江青离的呼吸都快停顿了，脑子里就一句话在疯狂跳动：天杀的，怎么又是白礼静？上次被他逮到叶凌渊在卧室已经够倒霉的了，现在再被逮到和叶凌渊在车里打过。江青离头皮发麻，不知道为什么，他很怕对上白礼静失落的眼神，害怕从他眼里看见悲伤。大脑宕机片刻，白礼静忽然收回手，停止敲击。他又看了玻璃几秒，转身离开。江青离狠狠地松了口气，一直到这会，靠坐着的叶凌渊才淡淡开口：这是单向玻璃。江青离一拳捶在他舌尾上，怒道：你不早说，飞行器都这样，没见过。叶凌渊扫视女孩的脸，眸中似有探究。江青离瞪回去：我是词主，你是词主，我说要提醒就是要提醒。是。叶凌渊挑了挑眉，薄唇慢悠悠吐出2个字：词主。不知是不是刚疗愈完，他这会有些懒散。他说完，从旁边拿过礼盒递给江青离。江青离这才发现，叶凌渊的飞行器已经停在车库了。不远处的飞行器里有几位名媛从里面缓步走出，应该都是来参加宴会的。江青离打开礼盒，又想到一个问题：等等，我去哪里换？这里。叶凌渊用下巴指了指宽敞的空间。江青离，那你把脸别过去，闭上眼睛。叶凌渊侧头，没再看他。江青离从他腿上爬起来，用飞行器内自带的清洁设备简单洗了个澡，而后一边警惕地盯着叶凌渊，一边穿好礼服。缎面黑色长裙，款式简约，收窄的线条勾勒纤细腰身，裙摆如夜色倾斜，裙摆缀满碎砖，随着动作闪烁着耀眼的碎芒，很好看。但他好像没有在衣帽间见过这条礼服。叶凌渊买的吗？江青离看向一直沉默的雄性兽人。叶凌渊单手支着下颌，侧脸线条锐利，正侧着脸，保持，把脸别过去，闭上眼睛，得姿势。这么听话。江青离勾了勾唇，喂，可以看我了。叶凌渊抬眼看来，视线在江青离身上停留片刻，喉结隐蔽轻滚。有什么问题？叶凌渊声音冷静，视线轻微游离。没有问题啊，我很喜欢。江青离走到他面前，笑眯眯说：谢谢你，叶凌渊。他笑起来时眼睛弯弯的，像2牙新月。叶凌渊心跳乱了一拍，呼吸在不自觉间停止。几秒后，叶凌渊声音冷硬的开口：喜欢就给我做疗愈。江青离就知道做疗愈。他哼了声，下飞行器之前忽然转头对叶凌渊说：看在裙子的份上，周末帮你做疗愈。叶凌渊点了点头，拿起终端，像是很忙的样子。江青离也没指望他有多少表情，提着裙摆下飞行器，站在旁边给林希月发消息。他没注意到飞行器里本该很忙的叶凌渊，视线又飘到他身上，视线如有实质般游走在女孩白玉般光滑的裸背上。叶凌渊皱眉，买的时候怎么没发现这条裙子这么暴露？不过他好像很喜欢，笑得那么开心，甚至松口给他做疗愈。叶凌渊垂眼回过神时，才发现已经在终端上订了10几条纯手工礼服。叶凌渊，他丢开终端，手指却不知不觉碰上自己的唇。实际上此主进行精神力安抚时，只需要抚摸就效果显著，可他看过来时，他像是无法控制，吐出谎话，哄骗他张开柔软唇瓣。视线猝不及防落在角落一团纯白上，蛇尾勾起那团纯白，叶凌渊才发现那是江青离刚才换下的白裙。原本干净整洁的裙子，被他不久前的动作揉得皱巴巴，上面的血迹和洁白纯棉形成强烈对比。手指碰上伤口，叶凌渊忍不住又想起刚才的画面，他细白的手指按在伤口上，对比也是这么强烈，让人忍不住想要揉皱。叶凌渊将脸埋进白裙，他嗅闻到江青离的味道和自己的味道混合，纠缠。叶凌渊指骨收紧，青筋毕现，他很讨厌此主2个字，这样带着臣服意味的2个字不可能出现在他人生里，他叶凌渊不可能为任何人臣服。可现在想起他那句我是你的词主，他却止不住的感到血液沸腾。对，我到了，你在另一个车库吗？那我去找你。
好呀，那我们在里面见吧。江清离语气轻快地跟林希月确定了见面地点，挂断电话，走到侍者面前，正要让对方给自己引路，身后忽然传来温柔的声音：清离。江清离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已经呆愣，他像是在表演被突然定身了的拙劣演员，不知道摆出什么表情好。侍者抬头看见穿着一身纯白色西装的儒雅青年，连忙打招呼：百里先生，晚上好。百里静对他笑了笑：你去忙吧，我带江小姐过去就可以了。这侍者看了眼江清离，后者苦着一张脸，看着可怜巴巴的，是个雄性看着都会心软。侍者有点犹豫，百里静眯了眯眼，伸手虚搂着江清离的肩膀，声音微冷：我说这里有我就够了，你去忙吧。江清离也知道躲得过出一躲不过15，叹了口气：好的。侍者快步离开，江清离站在那，感觉对方的视线在自己侧脸一直绕啊绕啊，根本无法躲避。他在心里疯狂思考对策，但百里静什么都没说，而是问：我能牵你的手吗？啊，可以。江清离松了口气，把手递过去。百里静很娴熟地牵着他的手，他的手很大也很温暖，包裹着女孩的手指。这次他们参加的是一个贵族的宴会，府邸很大，一路上金碧辉煌，虽然是晚上，错落的灯光却将道路照得明如白昼。他们缓慢地走着，路上有侍者推着装满冰淇淋的推车，百里静拉着江清离走过去。侍者问：两位要什么味道？江清离视线扫了一圈，开口时却听见百里静的声音和自己同时响起：香草味。拿着冰淇淋往里走，江清离感觉沉默的气氛有点尴尬，没话找话。你也喜欢吃香草味？因为这是你最喜欢的味道。百里静很认真说。江清离感觉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估计是吓的。江清离闭嘴，专注吃冰淇淋。走了一会，百里静忽然开口：清离。江清离眨眼，今天很漂亮，谢谢。下一秒，百里静话锋忽转：今天这条裙子没在你衣柜见过呢。他声音温和，含笑看着他的眼睛问：是谁送的吗？毫无防备的江清离被这话呛到，咳嗽了好几声。吃慢点。百里静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等他缓和后才说：我只是说这件衣服很适合你。青年表情认真，眼里只有他的道理。江清离没错过对方眼里一闪而过的狡黠，他越发肯定对方肯定知道些什么，更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不是第一次上他的当，好像有几个类似现在的情况的画面在脑子里闪过，想要抓的时候，那些记忆却如同流沙一般从指缝中溜走了。江清离的应着，身体却离百里静远了点，脚步也不断加快。到了宴会厅，侍者连忙引着他们往里走。刚走几步，穿着灰色礼服的雄性兽人气势汹汹朝这边走来。江清离喊他的名字：秦牧野。秦牧野脚步一顿，刚才还写满了不爽的脸色瞬间缓和，走得近了，女孩的样子也看得更清晰。她只化了简单的妆，脸蛋雪白素净，一双琉璃般的眸子清澈漂亮，望过来时纤细睫羽轻眨，像是有蝴蝶在胸腔里轻轻扇动翅膀。秦牧野感觉心口有点痒，秦牧野一时失语。江清离看他沉默地盯着自己的裙摆，有点得意地抬了抬下巴：这裙子好看吧？说着还走了几步示范。礼服的碎钻在明亮光线下熠熠生辉，可秦牧野却根本注意不到那些璀璨夺目的珠宝。他盯着江清离的侧脸，喉结滚动。几秒后，秦牧野惊醒般猛地别开脸，他撇了撇嘴角，语气生硬，也就一般。江清离不爱听这话，重新说。在他毫无威胁的盯视下，秦牧野喉结轻滚，说：还可以。江清离勉强满意，这才乖。他左右看看，正好看见林希月从另一边走过来。江清离眼前一亮，朝林希月挥了挥手，也因此错过秦牧野红透了的耳尖。秦牧野一瞬不瞬盯着江清离的发丝和腰肢，心跳得很快，几乎要感觉到眩晕。他又夸他乖，明明最讨厌别人用训狗的语气对自己，但女孩吐字清脆，叫人讨厌不起来。旁边一直一言不发的百里静将秦牧野的神态动作尽收眼底。百里静挑了挑眉，旁观者清。他看出秦牧野对江清离有了不一样的心思，但那又怎么样？他不打算提醒，更不可能撮合他们。最好秦牧野永远发现不了，3年后跟江清离离婚。此主的关注只有那么多，少一个瓜分才更好。江清离没察觉2个受夫各怀心思，他正听林希月滔滔不绝讲着最近学校里的八卦。你听说没？林希月咬了一口马卡龙，压低声音：杜倩倩要转学去第3城区了。杜倩倩要转学了，这很不合常理，因为杜倩倩出身贵族，没有重大错误是不会转学的。她母亲被贬职了。林希月说，她母亲之前不是负责过一批军用器械生产吗？昨天晚上女皇陛下接到举报，说那批军用器械在生产的时候，她贪污了10个点，这能忍吗？这要是早10年，女皇陛下刚登基那会，
不得把他们全弄死鞭尸。林希月耸肩，不过为了脱身，他们家上缴了90%的财产，估计以后咱们不会见到杜倩倩了。江青离点了点头，杜倩倩总想着拿他当枪使，实在让人喜欢不起来。落马也没什么好同情的，但这个消息让江青离觉得隐隐不安，他有种这是和自己有关的感觉。正思索时，有个侍者经过，他拖着2杯酒，却在经过江青离时，身体猛地歪斜，眼见酒水要泼出，旁边却有个服务生以一种扭曲的姿势歪倒，硬生生改变了佣人的摔倒方向，酒水泼了一地，沾湿了好几个客人的衣角，抱怨声不停。2个服务生连忙起身，不停鞠躬道歉。拿酒的侍者声音颤抖，抱歉，我刚才脚下打滑，真的不会死故意的。秦牧也眉头紧皱，你再说，你不是故意的。他分明亲眼看见这个侍者偷看了江青离2次，才往这边摔倒，要不是另一个侍者挡住，他早一脚把人踹飞了。小文档防盗印，找点书机器人选小虎，稳定靠谱，不踩坑。服务生抬起头，脸上煞白，殿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求您别责罚我。他楚楚可怜地看向江青离，江小姐，您别生气了，求您让皇子殿下放了我吧，我做什么都可以。秦牧野，这死绿茶就知道讨好雌性。僵持之际，身后传来一个女声，听说有服务生弄洒了酒水，实在抱歉，是我没有管教好下人。秦牧野回头看见来人，眉头紧皱，秦叔。林希月有些崇拜地看着来人，提起裙摆打招呼，秦学姐，晚上好。秦叔这个名字好耳熟，是秦牧野亲戚。江青离刚冒出这个疑惑，百里静便弯腰凑到他耳畔，低声提示，秦叔是秦牧野的堂姐，也是女皇陛下的侄女， S 级治愈系，现在念大5，是荣兴会的会长。荣兴会，江青离有点印象，皇家帝国学院内有很多学生组织，其中有2个学生组织规模最大，互相制衡，一是学生会，2是荣兴会。学生会是传统组织，监管和制定学院内的规矩，成员多为行政大臣的后代，偏向传统，崇尚至高权力和独裁。学生会出过很多名人，历代皇帝中好几位都曾担任学生会会长，很多大臣年轻时也曾在学生会担任要职。而学生会的敌对势力则是荣兴会。荣兴会20年前崛起的学生组织，成员并不是很注重血统，而是更注重异能。荣兴会中最出名的便是其创始人，全星际唯一一位拥有3个顶级异能的雌性，现今的女皇陛下秦世宜。现任荣兴会会长是女皇的侄女秦淑。秦淑有一头漂亮柔顺的白发，和秦牧野眉目间有几分相似，但更温和，蓝色眸子如同深不见底的海洋。她的视线顺着江青离环绕一圈，红唇微勾。江小姐，好巧，我正有事找你。秦淑的动作姿态很礼貌，但能看出皇亲骨子里的高傲。秦牧野最烦他们这股子高高在上的味道。他上前一步，把江青离护在身后。你找江青离什么事？这是我们雌性之间的谈话，没有你们雄性插嘴的份。秦淑抬了抬眉，态度冷傲。不等秦牧野回答，又看向江青离，可以吗？江小姐。他跟江青离说话时，态度180度大转弯，语调从冷冽变成温柔，好似怕吓到他。江青离点了点头，可以。2人走到室外露台的矮凳坐下。江青离开门见山问，秦小姐找我有什么事？秦叔靠着椅背抿了口酒，红唇轻勾，江小姐，你的异能恢复的怎么样了？江青离闻言，有些警惕地盯着眼前的雌性，还记得你在中心城区安抚的那只小朱雀吗？秦叔眨了眨眼睛问。江青离点头，记得。那只朱雀虽然造成了很大的动乱，但它一直往自己手心里钻，大鸟依人的样子实在让人印象深刻。你安抚那只朱雀的事情，我当时就知道了。秦叔笑着说，朱雀一族向来隐蔽，所以没有对外公布消息。难怪安抚朱雀后，江青离没有在任何公众媒体上看见报道，甚至围观者也没有发过任何消息，就像是完全没有这件事似的。别那么紧张。秦叔观察着江青离的表情，双手交叠，含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问问你，对加入我们荣兴会有没有兴趣？我吗？江青离有点意外。没错，你。秦叔脊背挺直，表情认真地看着他。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江青离抿着嘴巴保持冷静，脑子里却写满了今天是愚人节吗的震惊。荣兴会和学生会分庭抗礼，应该是非常强的学生组织，他的异能现在还不稳定，竟然能得到荣兴会会长秦叔的亲自邀约，这个发展是不是有点过于爽文？不用这么排斥。秦叔说，荣兴会确实没有学生会那么深厚的底蕴，但我想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更多帮助。他的视线落在不远处，忽然笑了一下。学生会愚蠢到把副主席的位置给了你最讨厌的，叫什么来着？白依依。江青离有点尴尬，怎么全学院都知道他和白依依不对付，拉人的时候还把这个说出来，只是一个副主席而已，他们的眼光可真不怎么样啊。小青离。秦叔撑着下巴对他笑，
如果你加入荣兴会，我承诺你是下一任会长。他声音不大不小，正好够经过露台的3个人听见。秦叔是不是因为去年校内比赛被咱们压一头疯了？红发雌性震惊的捂住嘴，对另外2人夸张吐槽，他竟然要把会长位置给那个废物恶词。荣兴会资金不够，要走黑红路线了吗？难道是因为江佑成快回来了？他猜测道。秦叔毕业后肯定会进军部，想借此拉拢江家，那给个副主席的位置不就够了？之前我们也只给了副主席。柯安站在中间，金发蓝眸的高挑雌性皱眉，注意你的措辞，学生会从来没有给过谁位置，一切都是公平竞争，好吗？柯安扁扁嘴，又有些不服气的问另一个一直沉默的人，喂，袁石耀，江青离是你嫂子，你说她到底行不行？墨发碧眸的精致少年在听到嫂子2字时，眉心猛地跳动，他磨了磨牙，冷冷回复，我怎么知道？不熟。哪里不熟？柯安揶揄地说，当时他追你，全系都知道的。听说他还跑去你们宿舍想看你洗澡，真没给他看见吗？我说不知道。袁石要提高声音，一双碧色眸子里满是恼怒。你如果嫉妒，可以对秦叔自荐枕席，别在这里拿我撒气。没想到他会如此一阵见血的把自己内心那点阴暗剖析。柯安脸色发白，不服气的嘟囔，一个雄性脾气这么大，以后不知道有没有雌性敢要你。袁石要深呼吸，垂在身侧的手指紧紧攥着，骨节发白，正要再度开口反驳，会长忽然开口，好了，都少说2句。袁石要的怒意卡在喉咙口，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只能硬生生把咽了下去。袁石要，会长不冷不淡的下达命令，你去招揽江青离。我招揽江青离。袁石要那双碧绿的猫眼微微睁大，满是抵触。我知道你讨厌江青离，但我们之中只有你和他的关系最近，难道要我找白依依去吗？他们不打起来就谢天谢地了。会长露出苦恼的表情，可江青离他就是个废物恶词。袁石要在说后面那个词的时候，脑中忽然闪过女孩对自己说谢谢的神情，声音不自觉轻了一点。这是事实，但是荣兴会想要他，荣兴会要的，我们也必须要。会长说着拍拍他的肩膀，所以委屈你了。说是委屈，语气却不容商量。会长转身离开，去跟其他的权贵搭话聊天。柯安得意的挑了挑眉，袁同学，你是雄性，应该知道用什么办法勾引雌性吧？期待你的表现了。他说完，双手环抱离开。袁石墨在原地站了一会，转头看向露台方向，隔着玻璃窗，他看见江青离仰着脸对坐在对面的秦叔露出笑，灯光和月光一同照在他身上，使得他雪白的皮肤看上去泛着珍珠般漂亮的光泽。他好像跟原来不一样了，但这不代表全世界都得匍匐在他脚边，成为他裙下之臣。他是绝不可能去色诱江青离的，他一个 S 级雄性还不至于堕落到这种地步。袁石要转身离开，与此同时，秦叔起身，当下任会长的事情你还有很长时间可以考虑。秦叔笑着弯腰朝他摊开手心，现在可以请这位美丽的小姐和我一同跳支舞吗？我不太会跳舞，交际舞是贵族的必修课。江青离怕露馅，没关系。秦叔朝他眨了眨眼睛，我跳南步，你跟着我就好。他如此热情，江青离也不再推辞，将手放在了秦叔手心。秦叔握住他的手，往宴会厅中心走。舞池中央打下一束灯光，绕着舞池一圈，最终落在秦叔和江青离身上。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秦叔已经习惯了被注视，他拉着江青离的手，带着他在舞池中起舞。他们的裙角翩飞，轻快如蝴蝶。江青离的脚步从一开始的滞涩到流畅，如同练习过很多次一般娴熟。四周的宾客见状，议论纷纷。第一支舞竟然是跟江青离跳的，江青离也太会舔了，以前舔 S 级，现在舔秦叔，真是当舔狗的命。江青离这次跳的还可以啊，有几年前的样子了。袁石要站在人群之中，视线不自觉追随女孩翩飞的裙摆，他抿了抿唇，碧绿的眸子里写满不爽。他本来是抱着挑刺的心理在看，现在却不得不承认，江青离的舞步完美无缺，无可挑剔。一曲结束，四周响起掌声和恭维声。江青离转得有点头晕，接过侍者递过来的酒，扶了扶额，要不要去休息一会？秦叔指了个方向，那边是休息室。谢谢。江青离点点头，提起裙摆朝那边走去。经过一间休息室，门忽然被人从里面打开，一只骨节修长的手抓住他的手腕，将人猛地拽进房间。他跌入一个炽热的怀里，呼吸散落在颈侧，温热的体温在颈部乱蹭。江青离瞪大眼睛，手摸到礼服里的警报器，刚要按下，忽然听见耳边响起沙哑又熟悉的雄性声音，给我。休息室内没开灯，只有敞开的落地窗透露隐约月光，有力大掌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掐住纤细腰节，将他们之间的距离缩短。青年柔软的唇不断磨蹭着江青离的颈部，呼吸声粗重。江青离闻到浓郁的酒味混合着不知名甜香，产生让人迷醉眩晕的效果。
颈部忽然感到轻微刺痛，雄性兽人咬着女孩的颈肉，用犬齿摸索，似乎想咬破这层皮肉，将怀中人全然吞噬。江青离往后缩了一下，他却扣得更紧。女孩忍无可忍，提高声音喊他名字：秦牧野，你弄疼我了。猛地听见自己的名字，秦牧野动作顿住，他晃了晃脑袋。雪豹的夜视能力顶尖，即使没开灯，秦牧野还是看清了对方的脸，张了张口，声音才慢半拍似的从喉咙里冒出来。秦牧野声音断断续续的问：怎么在这里？你抓我进来的？江青离说着，抬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你体温怎么这么高？你发烧了？他的手冰冰凉凉的，好舒服。秦牧野忍不住把脸往他手里塞了塞，他努力把每个字都说清。有人给我下药了。豹尾不自觉缠上女孩的小腿，缓缓往上，刚经过膝盖就被一只手给打掉了。别闹，很痒。江青离保持冷静，我带你去找医生。怕这只不懂事的豹子继续乱咬，江青离一手捂住他的嘴，一手在墙边摸索到灯的开关，打算通过终端叫个医生过来看看。没走几步却被从背后扑倒，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江青离吓了一跳，尖叫声差点就冒出来，但想到一旦尖叫就会有更多人围观，他硬生生把尖叫压了下去。秦牧野和他都是八卦杂志常客，要是再被发现在休息室纠缠不清，还不知道外面会怎么说。江青离想低调点，他沉默的那几秒，秦牧野单手捞着他的腰就把他翻了过来。雌性身上香甜的味道激发了雄性原始兽性的一面，他眯了眯灰蓝眸子，视线聚焦在女孩柔软的泛着玻璃光泽还有些微肿的唇上，想尝那个什么都没发生的梦和白天目睹的亲吻，让受化严重的秦牧野情绪激动到眼圈发红。他几乎是有点粗暴地扣住江青离的肩膀，低头朝他压了过来。然而还没碰到江青离，脸上却先感受到一阵痛。啪，清脆的声音在室内响起，秦牧野的动作瞬间僵硬住，他单手捂着脸，灰蓝眸子微微睁大，似乎有些不可置信。刚才还凶恶的要把人拆吃入腹的雄性兽人，这会像是大脑宕机，盯着女孩于精卫消脸，脑子有片刻空白，思绪混乱，有两个字却格外清晰，好香。比起他的呆愣，江青离更慌。刚才那巴掌用尽力气，秦牧野脸上已经浮现了浅浅的粉红，在冷白的脸上格外刺眼。江青离回过神，赶紧解释，我不是想扇你，你太吓人了，我怕你咬我，就还没说完，秦牧野脸色一变，他喘着粗气，用仅剩的理智倒退，喉咙里吐出模糊的字眼，走，出去，去。然而话没说完，眼前的青年发出嘶哑的低吼，眨眼间化为一头健硕雪豹，雪豹龇牙朝他发出威胁低吼。秦牧野失控化为兽形了，江青离被那双野性双眸盯着，心口发冷，怎么会这样？秦牧野的污染值明明连 30% 都没有，他怎么会突然失控？是药物作用下提前了发情期，还是被人做局成了兽形态？又或者秦牧野也跟叶灵渊一样隐瞒了自己的污染值？江青离深吸一口气，在抬眼视眸中已经是坚定，他一边冷静地对休息室内的智能系统下达切断网络、封锁房间以及静音的命令，一边很小心地靠近雪豹。雪豹示威一般朝江青离发出怒吼，身体压低，做出攻击的姿态。这种表情江青离上一次见还是在朱雀身上，面对这种凶兽，江青离还是很怕，但他也是有常识的，如果贸然逃跑，雪豹会把他当作猎物追逐，他死后秦牧野也会遭到反噬死亡，那不就正好如了下药人的意？他不想死，他还没有享受过生命的美好，所以他要赌一赌。江青离温声开口，别怕，不知是安慰雪豹还是自己。他抬起轻颤的手，手心贴在雪豹额头，雪豹的攻击状态停顿几秒，而后慢慢缓和下来。江青离松了口气，看来自己的精神力是可以让这些兽形态的兽人放下警惕的。女孩伸出双手环抱雪豹的脖子，用脸轻轻蹭他毛茸茸的脸颊，声音轻软，秦牧野，你乖一点，我给你做精神疗愈。不知道有没有听懂？雪豹舔了舔他的脸，江青离捧着雪豹的头贴着他的额头，按照上次叶灵渊教的方式进入秦牧野的精神世界。短暂眩晕后，江青离看见连绵不断的阴影，肮脏混乱的巷子里堆满了垃圾，黑色的雨水铺天盖地降下，和地面的泥泞混合着，流向散发着腥臭的下水道。江青离记得叶灵渊说过，他上次进入叶灵渊的世界时，是他刻意把精神体放出来的，而兽人的精神世界并不是一直可控的，如果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进入，可能会看见对方的记忆碎片，这时候要找到失控的兽人，在他放出精神体的时候抚慰他，这个过程一定要小心，因为兽人神志不清，精神体会对入侵者造成伤害，精神上的创伤是很难愈合的，曾有雌性因此死亡。江青离环顾四周，他记得秦牧野是在下城区长大，但没想到下城区的环境这么恶劣，难怪他脾气不怎么样。喂，听说你是豹类兽人？
巷子深处传来质问声，江青离顺着声音的方向走过去，第一眼就看见了秦牧野，准确的说是幼时的秦牧野。男孩约莫5、6岁模样，瘦瘦小小一只，他手里攥着一个苹果，被3个大一点的孩子围在垃圾堆边。为首的那个黄毛一把打掉他手里的苹果，恶声恶气的骂道：谁准你来老子的地盘，没妈的杂种！他一边骂一边推攘着秦牧野的身体。秦牧野的唇抿成直线，抬起灰蓝色的眸子，厌恶的看了他们一眼。嘿，还敢看？这杂种，弄死他！黄毛呸了一口，抓起他的头发，狠狠把他的脑袋往墙上砸。江青离再也看不下去，快步冲了过去。住手！在女孩声音响起的那一瞬间，乌黑的暴雨似乎停滞了几秒，黄毛混混举起的拳头停在半空，狰狞的表情随之停顿。秦牧野抬眼，像是若有所感。秦牧也看向江青离所在的方向。江青离瞪大眼睛，等等，他是跟自己对视了吗？可下一秒，江青离的手却直挺挺从黄毛的身体穿了过去，他扑了个空。这时候江青离才想起来，这只是回忆，就像放电影，他没法改变剧情走向，只有秦牧野的精神体出现的时候，他才能伺机进行疗愈。除此之外，他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帮不了秦牧野。江青离看着那个满脸是血的小男孩，感到一阵无力的挫败。雨又重新劈天盖地砸落，在地面溅起水花。秦牧野被黄毛打翻，额头的伤口流出鲜红的血，又很快被黑雨冲刷。3个混混更加用力的暴揍秦牧野，咒骂声不绝于耳。让你捡垃圾，让你捡，狗杂种，10项的就交300保护费，不然今天你就等死。听说你把你那个爹也快被你克死了，你说他捡你回去有个屁用，卖也卖不掉，还把命搭进去，哈哈哈哈！被骂的时候，秦牧野一直是面无表情，甚至麻木的，直到听到最后那句咒骂，男孩的嘴微弱地动了动。说什么呢？黄毛抓起他的头发，把人提起来，眯着眼睛要继续骂。就在这时，秦牧野突然暴起，他抓住黄毛的衣领，拿额头狠狠地砸对方的头。黄毛没想到他会反抗，猝不及防倒退，腐蚀性的黑雨砸在眼睛里，他哎呦大叫起来。秦牧野趁着这个时机掉头就跑，另外2人连忙去追。黄毛咒骂一句，又掏出终端对电话那边咒骂，没抓到，他大爷的，这畜生跑了，你再派几个人来，你这个没用的东西，那边提高声音，上面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等了1个星期才有消息，你敢弄丢试试看。黄毛挂了电话，看到脚边那个秦牧野抓到的苹果，一脚踩在上面，吃他爹的头，他泄愤一样碾压着瓶子，直到苹果被踩烂。黄毛转身朝着秦牧野离开的地方追过去，江青离也想跟上去，但走到巷子口却无法再前进一步，好似有一道无形的墙拦在面前，不许他离开。江青离只好又回到巷子里，蹲在苹果旁边等着。他有预感秦牧也会再回来的，雨好像永远都无法停歇，越来越大。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瘦小的身影慢慢走了过来，他身上的伤更重了。他很慢很慢地走到苹果面前蹲下，正蹲在江青离对面。男孩看着那个苹果，低着头一直沉默。很久之后，江青离听见很轻的啜泣声，连哭都不敢大声吗？江青离心里变得很酸，他伸手却还是没有触碰到秦牧野，最后只是虚虚拍了拍他的头。你以后会有很多苹果的。江青离的声音很轻。男孩脚边走出一个半透明的雪豹身影，他受了很重的伤，奄奄一息。江青离伸手，这一次他抱住了这只雪豹，他轻轻抚摸着雪豹的头顶和皮毛，尝试灌输精神力。四周的画面在不知不觉间淡化，雪豹的状态肉眼可见变好。江青离勾了勾唇，亲亲雪豹的额头，好棒呀！做完这些，江青离的脑袋里传来熟悉的眩晕，他晕了过去。秦牧野睁开眼睛，他撑着脑袋坐起身，看见怀里的江青离，女孩晕过去了，靠着他的臂弯，眉头轻轻蹙起。秦牧野看着他的脸，微微晃神。刚才发生的事情在清醒过后不断翻涌起来，秦牧野的脸色一阵一阵，他现在懊恼的想对着墙壁打一套组合拳。不久前他到这里的时候，侍者跟他说江青离在休息室等他，他进来后，侍者又端了酒过来，说是江青离给他准备的。秦牧野一向谨慎，随身携带测毒装置，测过无毒后，想着他要是一口不喝，江青离又不高兴，就喝了一口，就是那么一口，害他提前了发情期，加上污染值过高，直接受化。还好他没事。秦牧野的手指轻轻抚摸上怀中人发丝，眸中多了几分自己都没察觉的柔情，抱着江青离到沙发上，秦牧野才意识到自己没穿衣服，受刑太把原先的衣服都撕裂成了碎片。好在休息间是有浴袍的，秦牧野顺便洗了个澡，刚穿上浴袍，门铃响起，秦牧野走到门边，智能门锁显示门口站着的2人，是百里镜和林希月。这狐狸精还真是一刻不得闲。秦牧野打开门，门外2人抬眼，
看见的就是高大青年穿着浴袍的身影，浴袍结结实实拢着，可秦牧野此刻微湿的发丝、慵懒的姿态以及脖梗处的红，都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林希月在心里竖起大拇指，在休息室吗？不会是青离啊？百里静神色不太好，开门见山的问：他呢？秦牧野回头看了眼沙发上躺着的女孩，再看向几人时，嘶哑的声音里带着疲惫：他累了，已经休息下了。百里静眸色冷了下去，他用尽了寒氧，才压着火开口：秦先生，宴会还在继续，青离也有朋友要陪，你这样是不是太霸道了？秦牧野看向林希月，不好意思，今天江青离在我这休息，明天我让人给你送一份礼物赔礼道歉。说是赔礼道歉，口气却很大。林希月哪敢要皇子的人情，连忙摆手：没事的。秦牧野得到满意的回答，挑眉看向百里静，语气里无不得意：他同意了，还有事吗？百里静冷冷看他一眼：青离还有别的朋友？你是说你？秦牧野闻言轻蔑的笑出声，没记错的话，他一直躲着你吧？此话一出，百里静的脸色更加难看，而秦牧野根本不给他反驳的机会，砰一声关了门。百里静看着眼前紧闭的门，闭眼深吸一口气，心口淤积酸痛感和怒意越演越烈，却无法反驳。江青离躲着他，不要他，讨厌他，他再难过也只能受着。秦牧野关了门，走到江青离身边，沙发很宽敞，但挤一个他就很狭窄了。秦牧野怕压着江青离，就坐在地上，等江青离醒过来，离得很近，他可以闻到江青离身上的淡香。秦牧野发现他好像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江青离，他的形容词很匮乏，思来想去也只能在脑子里反复的说她很漂亮。怎么说呢？怎么看怎么顺眼。视线从女孩眉目间滑落到唇瓣，看着两片柔软的绯红，秦牧野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别开脸，喉结不自觉滚动。好几秒后，秦牧野的呼吸才平静了一点，他转过身，再度看着她的唇，梦里和刚才都想做的事情再度浮现，想亲她，真的好想。秦牧野单手撑在江青离身侧，微微侧头，缓缓靠近她的唇瓣，唇在距离女孩唇瓣仅毫米之距的地方停住，这个即将完成的吻接然而止。秦牧野盯着近在咫尺的女孩，呼吸混乱，青年灰蓝的眸中涌现纠结，骨子里的兽性催使他俯身，只要他想，现在吻遍他全身，对他做任何事都可以，反正全星际都知道秦牧野是个随心所欲的混球，他这种人做出什么恶劣的事情都不会有人意外，更何况只是偷吻一下自己的雌主。可此时此刻，秦牧野却无法在江青离面前继续我行我素，满脑子都是刚才在精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他明明知道是回忆，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止，却还是冲出来想要保护自己。在那永远无法停止的肮脏黑雨里，纤尘不染的女孩蹲下身，抱着伤痕累累的自己，纤细的手臂在那一刻却拥有托举世界的力量。进化的过程对雌性的精神力会产生影响，他这么娇气的人竟然也没有皱一下眉头，只是用怜惜的目光看着怀里的雪豹。他温柔抚摸她的头，轻声夸她乖。从小到大，除了养父，江青离是第一个夸她的人。想着他那时候的神情，秦牧野的心脏在这一刻变得滚烫，仿佛有源源不断的热度从心脏流经，遍布四肢百骸。秦牧野没有进一步动作，他放弃了偷吻江青离这个行为，因为他发现他更想要江青离在清醒的意识下主动吻自己。秦牧野直起身，挺直脊背，坐在沙发边，他的污染值这回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但很神奇的是，只要待在江青离旁边，秦牧野就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柔软。看了一会，秦牧野听到奇怪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轻轻拍着地面。他回头一看，发现自己的尾巴在轻轻晃动着，开心的拍打地面。秦牧野一把按住尾巴，眉毛都快竖起来。他咬牙切齿：你给老子安静！出现。他对江青离只是感谢而已，别搞得跟狗看见主人一样。3年后他们还是得离婚。这一晚江青离睡得不是很踏实，他总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看，如有实质的目光在身上游走，炽热滚烫，好似要伸出无数触手将他拉扯进岩浆中，包裹他每一寸皮肤。江青离无比煎熬，很久之后他颤了颤睫毛，睁开眼，正对上一双灰蓝瞳孔。昨晚差点被秦牧野扑倒的记忆涌上来，江青离瞪大眼睛，抓起身边的抱枕就砸过去，抱枕没有任何阻拦的砸在对方脸上，抱枕落下，露出一张写满了不爽的俊脸。秦牧野冷着脸：你干什么？我……江青离见他神志清醒，松了口气：我还没问你在干什么呢，一直盯着我看干嘛？你知不知道睁眼看见一双眼珠子有多吓人？我看你为什么还不醒？秦牧野生硬地说。还有，谁看你一晚上了？自恋。他说着飞快别开脸，起身去饮水机前面倒水，耳根却悄然爬上一抹红痕，整个人透露出一种欲盖弥彰的气息。秦牧野发誓他不是要故意看江青离，只是发呆着一晚上就过去了。
江青离也没多跟他计较，起身去洗漱。出来的时候，餐桌上已经摆好了早餐，秦牧野正在倒水。江青离有种自己还没睡醒的错觉，秦牧野在给他摆餐具，这其实不是寿司小说，而是科幻剧吧？愣着干什么？秦牧野扫了江青离一眼，语气别扭，过来吃饭。哦。江青离走到餐桌面前，坐在他对面。秦牧野平常总一股子校霸的感觉，吃起饭来姿态倒是很优雅，还挺赏心悦目的。有帅哥在面前，秀色可餐的。江青离没忍住多看了几眼。秦牧野低头吃饭，身体却慢慢紧绷，最后抬眼问：你盯着我看什么？你坐我对面呀，我不看你看什么？江青离很理直气壮。秦牧野他没话说了，两人继续无声的用餐。然而被江青离时不时看一眼，秦牧野的动作却越来越僵硬。秦牧野止不住烦躁，以前在下城区什么都要抢，抢起吃的更是像疯狗，他每次抢到一点什么，生怕被抢走，总是狼吞虎咽吃下去。后来回了皇室，这个习惯也没什么改掉，被教习老师和女皇骂了很多遍，很多佣人在背地里说他没素质没教养。秦牧野之前从不在意，老子就没教养没素质怎么了？他一向我行我素，但现在坐在江青离对面，秦牧野却好像被无形的大手钳制住四肢，变得拘谨起来，脊背不动声色的挺直。当然江青离并没有想到秦牧野会想那么多，他只是在单纯欣赏秦牧野的美色。吃过早饭，机器人送了果盘过来，江青离看到里面有苹果，赶紧插起一块递到秦牧野唇边。秦牧野身形一僵，垂眼看他，女孩眼睛亮晶晶的看他，声音和昨晚为他疗愈时一样轻软。吃苹果呀？秦牧野看着那块苹果，胸口像塞了一团湿透的棉花，呼吸困难。江青离可能并不知道，在回忆里，他翻了一天的垃圾才找到一个完整的苹果，那不是他自己要吃，他是想带回去给临终的养父吃。但苹果碎了，养父也死在那天晚上。从那天开始，秦牧野再也没吃过苹果，有时候他闻到苹果的味道，甚至会想呕吐。秦牧野眉头紧皱，视线落在他期待的双眸上，最终还是忍着恶心，薄唇张开一条缝隙。但江青离没有给他吃，女孩眸光闪了闪，手腕转了个方向，把苹果塞进自己嘴里。有点渴，江青离含糊不清开口。他从果盘里又拿了个橘子丢给秦牧野，你吃这个吧。秦牧野眸子微微睁大，但江青离没有解释自己的行为，仿佛只是随意之举。他正想问秦牧野这里有没有衣服，终端响了起来。接起终端，百里静温柔的声音响起：青离，早上好。早上好。江青离礼貌回应。对面停顿了几秒，语气不改：我想你应该醒了，就让人准备了新的衣服，应该快送到了。这时门铃响了一声，江青离走过去打开门，看见一个胖嘟嘟的机器人浮在半空，两只细长的机械手臂提着一个衣袋，纸袋里是一条浅蓝的纯棉长裙。江青离感慨他的贴心：谢谢你的衣服。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百里静笑了笑，话锋一转：对了，牧野在你旁边吧？能不能打开外放呢？可以。江青离打开外放，终端中时将百里静含笑的声音播放：牧野，辛苦你昨晚照顾青离了，我在车库等你们一起回家。秦牧野挑眉，声音慵懒的应着：是辛苦了，不过他更辛苦。百里静顿了顿，挂断电话。笑不出来了吧，死狐狸精。秦牧野盯着江青离挂断电话，拿着衣服进了更衣室，气得直咬牙。刚才差一点他就要开口告诉江青离，衣柜里有他买的新衣服，却被这个死狐狸精给截胡。秦牧野咬牙拨开手里的橘子，闻到空气中酸甜交织的清新味道。吃完橘子，江青离从里面走出来，他想到一件事，问秦牧野：对了，你还记得昨晚精神疗愈的过程吗？秦牧野走向江青离的脚步一顿，一点就炸的皇子殿下，现在竟然可疑的陷入了沉默。冷白的耳根不受控制的浮起潮红，在江青离疑惑的目光里，秦牧野扭头摸了摸后颈的皮肤，硬邦邦说：不记得。打死他也不想江青离知道自己小时候被人群殴的窝囊样，干脆就当事情没发生过。江青离点了点头，没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记得叶教授说过，处于失控状态的兽人思绪会很混乱，尤其是等级低的兽人，所以秦牧野不记得应该也正常。不过秦牧野不记得也好，那些回忆太黑暗了，想起来只会让人难过。江青离把换下来的礼服放在旁边，让侍者来收，跟秦牧野一前一后走出了休息室。很巧的是，同一时间隔壁的休息室门也打开，穿着黑色衬衫的红发少年走出门。江青离，赤云皱眉，视线在江青离的脸上扫了一圈，有些惊诧：你怎么在这里？江青离还没开口，身侧响起冷嗤：他在哪关你屁事？你谁？秦牧野走上前，将江青离的身影完完全全挡住。他眉头紧皱，不满地盯着赤云：我还没问问你，你怎么在这里？秦牧野比赤云要高半个头，他靠近时，强烈的压迫感铺天盖地而来，
雄性兽人的性格普遍不像雌性们那么冷静，尤其是在面对同类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跟彼此进行比较，对另一方进行气势上的排挤和打压。赤云当然也不例外。身为 S 级雄性兽人的赤云，在气势上很少输给谁，可此时此刻站在秦牧野面前，他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仿佛自己才是猎物。怎么会这样？秦牧野就是个 F 级废物而已。赤云咬牙，声音却不自觉压低，我昨晚喝多了，在这里休息。是吗？秦牧野眯了眯灰蓝眸子。赤云皱眉，提高声音，皇子殿下连我喝多了都要管吗？他声音里有着很明显的虚张声势，视线忍不住往江青离的方向瞥。秦牧也注意到他的小动作，下意识想教训他，但余光瞥见女孩裙角，硬生生回归文明的模样，厉声道：“滚远点！”说完，转身抓住江青离手腕就走。赤云被气势唬住，双脚像是被定在原地，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他看见江青离脚步有些踉跄，不高兴的皱眉：“你走那么快干嘛？”他声音里有不满，却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对人又打又骂。但秦牧野肯定不会惯着他这种娇气包的吧？走个路而已，跟不上还不是因为他腿短是个废物。可没想到的是，秦牧野在听到江青离的声音后就停下了脚步。他侧头看江青离：“那你想怎么样？我扛着你。”雄性的表情和声音都很生硬，身子却不自觉微微朝着他的方向压低。他甚至还用手臂比划了一下，好似在研究怎么扛肩上比较方便。江青离倒退一步，双手在身前交叠，比了个 X， 强调我自己能走。秦牧野一只手本来已经虚虚搭在江青离腰间，闻言收回手，随你。但赤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语气里有点遗憾。说完这些，两人就一前一后的离开了。江青离走在前面，他的脚步没有变快，改变的是秦牧野，走路带风拽的要死的雄性，这回却配合他的步调，很慢的走在他身后，一步之遥的位置。赤云呆愣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呼吸忽然变得困难起来。怎么会这样？昨天晚上他明明在江青离的酒里下了毁容的药，为什么他的脸完好无损？又是为什么秦牧也从他的房间里出来，还表现得这么亲密？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赤云回想他们离开的背影，只觉得秦牧野守护江青离的姿态格外刺眼。有个声音不断在脑中回响，那本该是我的位置，他的位置。赤云恍惚片刻，脑中忽然传来尖锐的刺痛，他哀嚎一声，身体重重砸在地上，晕了过去。白家，白依依窝在林青和另一个人于寿夫墨玉怀里，脸上贴着面膜，在看赤云昨晚发来的消息。他很满意赤云的识相，能把一个浑身是刺的傲娇兽人调教成一条忠诚的狗，无疑令他感到愉悦。只可惜初恋雪肤生效了3周，他现在没法出门，只能用药慢慢养，等到时间去攻略秦牧野，赚更多积分。想到这里，白依依皱起眉，都怪江青离那个恶毒女配，要不是她，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她的脸这样，江青离也不能好过。白依依迫不及待想看见江青离被秦牧野嫌弃的画面，给赤云发消息询问进度。然而赤云并没有回复，脑中却响起系统的声音：叮，攻略目标赤云，好感度10，惩罚宿主美貌值5，魅力值5道具，纤纤玉体，失效1周。叮，攻略目标秦牧野，好感度10，惩罚宿主美貌值5，魅力值5道具，白月光自然纯色，失效1周。好感度降低了？怎么可能？白依依不可置信的瞪大眼睛，死死呆愣在原地。她感觉自己的身体似乎变得沉重起来，紧致的皮肤变松，脂肪从紧身吊带里争先恐后往外挤，纤纤玉体失效了。白依依发出一声尖叫，推开林青，钻进被子里，把自己结结实实裹了起来。两个兽夫没反应过来，关切的围过去问：怎么了依依？赤云他昨天去参加聚会，肯定看见青离姐了吧？白依依强迫自己冷静，声音颤抖的说：我一想到他们可能见面就很难受，对不起林青，我可能真的太小气了，只要一想到你们跟青离姐在一起过，我就……依依，高傲的林青打断他：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别人，我爱的人从始至终只有你，跟江青离相处的1年里，我想的也都是你。叮，攻略对象林青，好感度+2，攻略对象墨玉，好感度+5，恭喜宿主获得10积分，可以兑换商品。白依依压着上扬的唇角，语气却还是可怜兮兮的：可青离姐还喜欢你们，是不是她又在挑拨离间？林青已经忍无可忍。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墨玉忽然出声：依依，我去教训他。他眯起眼睛冷笑：我记得我和他周一上的同一节选修课，到时候我会让所有人知道江青离是个多么恶心又恶毒的雌性。春日时节，上城区道路两旁栽种的花树绽放花朵，娇嫩花瓣在暖风中微颤。每年这个时候，新闻媒体便会拍下照片大肆宣传，称这是人间仙境，是帝国抵御污染的绝对证明。而宽敞的飞行器内，江青离根本无心欣赏风景，只觉得坐立难安。他实在不懂
为什么这么宽敞的飞行器，两个男人非要挤着自己坐？刚才打开门，百里静含笑坐在后座，招呼他上来。飞行器内其他的位置上，包括副驾驶座上，都堆满了礼盒，只有百里静身边可以容纳一个人的位置。江青离只得坐在百里静旁边。百里静望着外面的秦牧野，好像有点惊讶。抱歉，好像没位置了，不如牧野你坐在前座吧。他说完，司机就飞快地清理了前座的礼盒，塞进储物柜。秦牧野哼了声，不用亲，他坐我腿上就行。说着就要搂江青离的腰。百里静笑容微僵。江青离说，我坐前座就好了，你们坐后面吧。说着就要起身，两个男人的脸色变得更难看。司机赶紧开口，少爷，后座的礼盒放前座来吧。后座清过之后，果然空出一人的位置。秦牧野挤进来，坐在江青离旁边，把江青离一左一右包围着。事情看似解决，实则更乱。身边两个雄性的腿紧紧贴着女孩的腿，隔着面料传递温热体温，让人很不在这。而江青离刚坐下没一会，就感觉百里静握住了自己的手，轻轻揉捏，他按过的地方痒痒的。江青离抽了一下手没抽回去，小声说，干嘛啊？还记得林伯伯吗？我们小时候经常见的。百里静含笑说，昨晚在宴会上遇见他了，他在学古中医，教了我一些放松的方法，让我多帮死主放松呢。江青离只觉得这个称呼有点熟悉，却想不起来到底是谁，为了不露馅，只能含糊的点了点头，随他去了。见他同意，百里静唇角的笑深了几分，他的笑没维持多久，秦牧也忽然个声，直接把头靠在江青离肩膀上。身形高大的青年整个人朝女孩的方向倾斜，手在她身后压着她的裙角，脸离她的颈部很近，滚热的呼吸不断摩擦着她细腻的皮肤。昨天晚上很累，秦牧也理由更充分，靠一会。江青离不太习惯跟他靠这么近，但想到他昨晚精神力失控，确实疲惫，尤其是想到秦牧野回忆里的小男孩，心软下来，手臂扶着他的背，声音软了几分，好，你休息会吧。秦牧野勾了勾唇，抬眼，在江青离看不见的地方，朝百里静丢了一个挑衅的目光，而后窝回去，把江青离抱得更紧，就差没抱腿上了。他们靠得很近，亲密无间，像无数热恋情侣中的一对。看着眼前一幕，百里静只觉得眼圈阵阵发酸发痛，脸上的笑再也挂不住，彻底沉了下去。虽然被压着，但江青离并没感觉到很沉，只是感觉秦牧也抱得比之前紧。飞行器开得飞快，好几次在闯红灯边缘。到家后，秦牧也还闭着眼睛。江青离转头问百里静，可以搭把手吗？我抬不动它。不用。百里静皮笑肉不笑，这台飞行器暂时也没别的用处，他可以在这里睡。话说完没几秒，秦牧也就睁开了眼睛，那双灰蓝眸子眨了眨，像刚睡醒，看向江青离。怎么了？因为角度问题，秦牧野的角度是低于江青离的，他抬眼看过来时，好似小狗在仰着脸看主人，很乖的感觉。江青离莫名想到他的精神体蜷缩在自己怀里的样子，手比想法更快的拍了拍秦牧野的发顶，声音也带着一点笑，没什么，到家了。这个动作做完，所有人都明显一愣，司机更是想跳车。这位皇子的暴脾气可是全星际有目共睹，上次他亲眼看见一个雄性跟他套近乎，直接被打飞。完了，今天这飞行器要报废了。司机正思考要不要先跑，却见秦牧野松开江青离，很轻的的声，然后就跟江青离下了车，单手插兜，跟在他后面，乖的跟什么一样。司机，谁把他调成这样了？回到家没看见叶灵渊，尹诺毕恭毕敬地说，小姐，叶先生昨晚没有回来，可能太忙了吧。百里静十分体贴地说，想要认识叶教授的人很多，也许是应酬。秦牧野吃声交际花。这时候秦牧野完全忘了自己跟兄弟们夜不归宿在山区飙车的事情了。百里静微笑着对江青离说，青离，我有礼物要送你。他说完，江青离才发现司机把刚才车里的礼盒都带过来了。江青离走上前打开一个礼盒，发现里面是一条银白色长裙，再打开一个，还是裙子，一共30个礼盒，总共30条不同的礼裙。百里静说，总共订了99条，这是一部分，剩下的还在赶制。江青离惊讶于他的大手笔，今天是什么节日吗？百里静想了想，我们小时候一起养过一只毛毛虫，后来变成蝴蝶飞走了，今天是他破茧成蝶10周年纪念日。这话说完，秦牧也就吃了声，小时候，这狐狸精就知道提以前的破事。怎么？是因为江青离现在对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吗？不就是99条裙子，有什么好稀奇的？秦牧野掏出终端，冷着脸给宫廷御用裁缝发消息，我要订999条裙子，款式要不一样的，多久能好？对面诚惶诚恐地问，请问是您穿还是？秦牧野下意识打了死主2字，看清这2字后慌忙删除，重新输入江青离。对面问，请您发一份江小姐的尺码可以吗？秦牧野，她的尺码。
秦牧野的视线不自觉落在江青离身上，阳光透过纯棉面料，勾勒出宽大裙摆里模糊纤细的少女身形。几秒后，佣人惊慌地叫起来：“皇子殿下，您流鼻血了，今天没课。”江青离看着佣人处理完秦牧野的鼻血，就上楼看书了。夜里，秦牧野被皇室的人叫了回去，晚饭只有2个人吃，百里静没有让厨房做，而是自己亲自下厨。很神奇，他做的菜都是江青离爱吃的。吃过晚饭，江青离要上楼继续看书，百里静送他到门口，在他即将推门而入时，忽然单手撑着他脸侧，缓缓靠近，两人之间的距离骤然缩短。江青离想到那天晚上百里静当着秦牧野的面吻自己的事，顿时头皮发麻，浑身僵硬。刚要推开，百里静却只是看了他一会，薄唇微勾，在他额头轻轻碰了一下。晚安，青离。他的声音还是很温柔。明天见。江青离摸着额头，有一种强烈的既视感，耳边响起无数道晚安，每一句都和今夜一样温柔。江青离抬起脚步，下意识想追上百里静的背影，然而身后的门忽然打开，蛇尾将他强硬的卷起，落在一个微凉的怀里，耳尖被惩罚性的咬了一口，轻微刺痛。沙哑阴郁的声音在耳畔响起，他刚才亲了哪儿？没来得及发出声音，冰冷的唇瓣就压了过来，含住女孩的唇珠啃咬。蛇尾钻进裙摆，缠着江青离的小腿，不断往上滑，酥麻感顺着脚踝的皮肤流经，呼吸也不自觉加重。但这种强硬的态度和不受控制的刺激感让江青离很不安，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他伸手去推叶凌渊的胸膛，却反被握住手腕，直接被拉起来坐在他蛇尾上继续接吻。他的学习能力实在太好，明明第一次还什么都不会，现在吻得江青离浑身发软，几乎要缺氧。不知过了多久，叶凌渊松开他的手腕，江青离大口呼吸着空气，随手抓到什么就砸过去，粉色拖鞋直接砸在叶凌渊头上，停了1秒后，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江青离缓过劲来，意识到自己砸的是反派，心里冒起后怕。他抿了抿唇，是你先不经过，我同意亲我的，我打你也正常，是吗？叶凌渊声音冷淡阴郁，刚才你怎么没打百里镜？江青离被噎了下，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叶凌渊的逻辑非常清晰，他比我先对你动手动脚，怎么还比起时间了？江青离差点被他绕进去，他亲的额头，而且没有像你一样缠在我身上。说着踹了一脚叶凌渊的蛇尾，漆黑的蛇尾被嫌弃，慢吞吞收回去，盘在叶凌渊身侧，莫名有点可怜兮兮的意味。叶凌渊没继续这个话题，只是拉开一点距离，视线有意无意落在他身上。我昨晚和今天白天在地下城处理叛徒。江青离眨了眨眼睛，叶凌渊在跟自己解释他为什么消失吗？反派大佬做保镖也太尽职尽责了，还会报备。作为回报，江青离连忙表示关心，辛苦了。你没受伤吧？叶凌渊闻言挑了挑眉，声音里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愉悦，没那么弱。顿了顿，叶凌渊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丢过来，江青离接过，发现是个很小的蓝色宝石，晶莹剔透，中间流动着白色光点，异常梦幻。这是修复宝石吗？江青离问。雌性的精神力就像游戏角色的蓝条，做完一次疗愈后就会变少，只能依靠时间修复，而修复宝石可以快速帮助雌性恢复。不过这种东西产量实在太稀少，又是一次性用品，10年前就绝迹了。战利品。叶凌渊靠着沙发，黑市上的货，待会我教你怎么用。江青离眼睛一亮，又觉得奢侈，提议我可以留着下次用吗？这股囤货的感觉让叶凌渊莫名想到捡到了松果的松鼠，抱着一大堆东西想过冬，唇角勾起一点。叶凌渊说下次还有。这么大方，江青离都不好意思了，他凑过去眨巴眨巴眼睛，那作为报答，要我现在帮你做吗？浅淡的香味在一瞬间环绕了叶凌渊，但叶凌渊又立刻皱眉。江青离身上有浓重的雄性气息，一般来说这种气息代表着占有，不刻意的话哪怕是过夜也不会留下。低等级的雄性在嗅闻到高等级雄性的气味时便会产生恐惧心理，不敢再造次，对雌性来说是一种保护，但对同等级的雄性来说这相当于一种挑衅。刚才靠近江青离的瞬间，叶凌渊就发现百里镜的等级不比自己低。叶凌渊不关心百里镜为什么要隐瞒真实等级，跟他也没关系，但他不喜欢江青离身上有别的雄性味道，所以用更亲密的行为覆盖了，但即使一点残留也让他感觉烦躁，想抓着他更过分的事情，让他全身上下都沾满自己的味道。呼吸微沉，叶凌渊垂眼盖住眸中情绪。你做得了吗？叶凌渊扯了扯薄唇，昨晚消耗挺厉害吧？江青离又开始了，阴阳怪气之叶凌渊没再废话。叶凌渊用蛇尾把江青离圈在怀里，教他使用修复宝石。修复宝石使用时，雌性会陷入短暂昏迷。叶凌渊环着江青离也没闲着，蛇尾缠着他的手臂，腰肢，他的薄唇轻柔划过，
占有她每一寸皮肤，在上面染上自己的味道。大约2个小时后，江青离睁开眼，像是干涸的湖被注入了湖水，她感觉一阵神清气爽。江青离跟叶凌渊形容自己的感受：我感觉我现在出去跑10圈都没事。金色树瞳盯着女孩的脸，却没初见时那般尖锐阴冷，而是带着她自己都没察觉的浅淡笑意。说完这个，江青离又想起来一件事，对了，你是不是经常去黑市？很少。叶凌渊说，你要去？我想买点东西。江青离双手合十，能帮我吗？求人的时候倒是软绵绵的，怎么不见刚才拿拖鞋砸人的气势？叶凌渊抬手，食指卷起女孩一缕发丝，问，买什么？发情期提前的药之类的。江青离说，我今天查了一下，发现那种东西是违禁品，不能正常渠道买到。叶凌渊皱眉，树瞳瞬间锐利的盯着江青离，声音讥诮，又看上谁了？不是啦。江青离连忙解释，你不是知道吗？秦牧野昨天晚上突然提前了发情期，赤云就住在对面，我感觉这事情跟他脱不了干系，他既然这么对我，我肯定也要让他也感受一下那种滋味。哪种？叶凌渊警惕地盯着他，强占他的滋味。江青离无语，我对他不感兴趣，对那5个也没兴趣，你别老提行不行？他眼里的生气不似作假。叶凌渊莫名松了口气，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紧张。他下的不是催情药，是毁容药。叶凌渊顿了顿，视线落在江青离脸上，目标是你。江青离心里咯噔一下，后背止不住发冷。赤云不是想对秦牧野下手，是想对他下手。婚约结束后，他没有再缠着谁，他们为什么还不放过他？这时，叶凌渊大掌托着他的背，声音放缓，昨晚我的人已经换成正常的茶水，所以催情药是其他人放的。江青离反应过来，也许是秦牧野的仇人，也许是想象，随手拿起。叶凌渊看清内容后眯了眯眸。江青离问，谁啊？叶凌渊把终端丢江青离怀里，冷嗤，你前夫找你，发消息的是个陌生号码，内容很直白，一个人。江青离看到那串号码，皱了皱眉，你确定是我前未婚夫？解除婚约后，江青离就把他们拉黑了。怎么又来了？难道是为了赤云的事？江青离拿起终端，想试一试能不能套话。江青离，你谁？对面回得很快，你知道我是谁的？青离，在我面前就不用装了。江青离这态度看来也是问不出什么。江青离直接把这个号码拉黑了。几秒后，另一个陌生号码发了条消息过来，我是玉成兰。江青离看见这个名字，有些嫌弃的皱眉，他注意着屏幕，耳垂忽然被微凉的温度含住。江青离缩了下肩膀，抬手轻轻推了推叶凌渊的脸，呀，忍着。叶凌渊声音冷漠，却贴得更近，唇爪往下落在颈侧，又在江青离放松警惕时掰过他的脸，再度咬上他的唇瓣。女孩柔软的唇让叶凌渊心跳不受控制的狂跳，他纤细的手指贴着他胸前，触碰到那枚标记，几乎是一瞬间，叶凌渊感受到一种过电般的尖锐酥麻。分明他们之间占上风的人是他，可他却有一种被控制、被占有的错觉。他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他的心脏和灵魂，呼吸因为他搂住自己的脖子，迎合这个吻疯狂站立。叶凌渊觉得自己应该抵触和抗拒，情爱是不属于他的东西。然而思绪根本不受控制，被迫沉沦在高温中，甚至想要他更多的侵占。气氛不知何时变了。江青离回过神，发现自己和叶凌渊挤在沙发角落，终端早不知道丢哪去了，睡衣更是摇摇欲坠。叶凌渊不满他的分神，想要继续，却被江青离捂住了嘴。金色树瞳不满眯起，浓重的阴郁情绪在眸中凝聚。他还在想那条鱼，真够不听话的。或许那天早上不该放江青离走，应该把他锁在地下城那间主卧，用锁链扣住细白的手腕和脚踝，这样他眼里就看不见其他的雄性，也不会去想其他人。阴暗的蛇泪用那双树瞳盯着怀里的女孩，思考这件事的可行性。江青离被亲得晕乎，没察觉抱着自己的雄性在想着如何独占他。他垂着眼，有点不好意思的提议，能不能去床上，这地方太窄了。叶凌渊眼里的阴霾瞬间散开，原来不是在想前夫。叶凌渊的回答是直接弯腰把人打横抱起，丢在柔软的床垫上。江青离摔在床褥间，仰头看着朝自己靠近的青年，脸侧微微发烫，又忽然想到一件自己好奇了很久的事情。对了，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叶凌渊单手拨开他的发丝，手指把他的衣服推上去，冷淡的声音略微沙哑。问。女孩靠近了一点，盯着他的唇，很认真的问，你半兽人的时候舌头会分叉吗？叶凌渊树瞳一瞬不瞬盯着他看了几秒。叶凌渊忽然扯了扯薄唇，轻声吻过去，低哑声线随着呼吸落在耳侧，张嘴亲自感受。次日清晨，餐厅，尹诺将早餐依次摆在百里镜和秦牧野面前，低眉顺目，两位请用餐。你主人呢？秦牧野挑眉，小姐还没醒。尹诺说，这么晚还不醒？秦牧野吃了声，大发慈悲的站起身，
我去叫他起床。说着就迈步往外走，轻快的脚步完全没有苦恼的样子，反而跃跃欲试。走出去几步，秦牧也忽然感觉不太对劲。平常他提到江青离，百里静就马上要说些什么，或者一边假惺惺笑着一边行动，现在怎么这么安静？秦牧也回头，百里静坐在餐桌上，动作优雅的抿了口果汁，倒是尹诺有些为难的走上前，皇子殿下，我去叫小姐吧，您请用餐。你去干什么？秦牧也感觉更不对劲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升起。这时身后传来脚步声，秦牧也朝走廊另一边看去，只见穿着江青离和叶凌渊一前一后朝这边走来，两人之间隔了半米距离，但仔细一看，他们竟然是手牵手的。秦牧也深吸一口气，只觉得空气变成煤油，直接把心脏给点燃了。他回到位置上，把座位弄得砰砰响，每一个动作都在发泄不满。江青离果然被吸引了注意，怎么了？大早上这么大火气？秦牧也本想回答，但女孩靠近的一瞬间，他感受到了她身上强烈的雄性气息，无色无味无形，雌性根本不会察觉，可在座的所有雄性都明白他玩起的原因了。整个餐厅除了江青离和叶凌渊，脸色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秦牧也拿起吐司，泄愤一样用力的咬下去，用力咀嚼，像是在生吃某条蛇的骨肉。视线如果能化为实体，那他现在已经把叶凌渊脸上盯出2个洞来了。结束了早餐，江青离急着去学院，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后，便匆匆跟尹诺离开了。秦牧也拉开椅子往外，经过叶凌渊的时候，用力撞了一下他的肩膀。叶凌渊完全没在意，他侧头正对上百里静的视线。叶先生不愧是地下城出来的，百里静含笑说，伺候此主的手段一般人比不了。叶凌渊挑了挑眉，倒不意外百里静能调查到自己的身份，百里静就算知道了也不可能揭发，他是江青离的受夫，被江青离标记占有。如果他身份曝光被判刑，江青离必然受到牵连，百里静很显然也没有那个意思，否则不会说出来。叶凌渊低沉声线里带着明显讥诮，酸了。他慢条斯理的卷起衬衫，露出线条结实的小臂，以及冷白皮肤上数道明显的抓痕。百里静眼里闪过浓重的厌恶，我没有叶先生想的这么小气，只是提醒一句，不止我在调查你，藏好你的尾巴，别影响到他。叶凌渊冷声答道，用不着你教。百里静笑笑，转身离开。终端闪了闪，弹出一条来自帝国皇家学院叶老师的消息，实在感谢您百忙之中来参与活动，这是这堂课学生的名单，请您过目。表格。百里静点开，视线落在江青离3个字上，唇瓣勾起一点弧度，几秒后笑意散退，化为担忧的叹息。又要见面了，这次会躲着他吗？昨晚实在太疲惫，江青离路上差点睡着。到了体育馆，江青离怕迟到，火急火燎冲到楼上更衣室冲洗换衣服。他以为自己已经算晚的了，没想到换完衣服，看见林希月匆匆忙忙从外面跑进来，浅棕色卷发随着动作一弹一弹。江青离捏捏他的发尾，站在更衣间前等他，和他聊天。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平常林希月可是个乖宝宝，总是提前到。还不是你那个前夫，我是说前未婚夫。林希月叹了口气，他出现的地方总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而我好巧不巧和他是从同一条路上来的，那边被围得水泄不通，都是狂热粉。天哪，这些人真应该看看他对你。林希月说到这里猛地住嘴，他探出脑袋，有些小心翼翼地看向江青离。对不起宝宝，我不该提你的伤心事，我就是有点看不过去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没事，江青离冲他笑笑，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走出来了就好。林希月松了一口气，他换完衣服后走出来，在江青离面前转了一圈。怎么样？这节课是游泳课，所以他们都穿了泳衣。林希月身材很好，黑色比基尼和雪白的皮肤形成很强的对比，腰细腿长，让人移不开眼睛。江青离开玩笑，你站在那里。其他人会呆滞5秒，轻松拿下胜利。游泳是帝国皇家学院的必修课，考试采用末位挂科制，倒数后10%的学生全部挂科。原主去年就挂过一次，不能再挂了。那当然，林希月抬了抬下巴，又扫了眼江青离，有点无奈。你为什么穿连体泳衣？这是上个世纪的款式吗？小学毕业后我就没见雌性这么穿过了。江青离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浅蓝色连体泳衣，摸了摸鼻尖。其实他也有其他的泳衣，但刚才换的时候，江青离才发现自己后腰处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叶凌渊做了几个红痕，格外明显，只能用连体泳衣遮一下了。两人手挽着手下楼，还有几个台阶时，发现一群人在碧蓝泳池旁围成一团。江青离好奇的投去视线，却正好对上人群中央的蓝发青年。他有一双紫琉璃般漂亮的瞳孔，眼尾上勾，似笑非笑的和江青离对视。这就是原主的5个前未婚夫之一玉成兰。玉成兰是人鱼兽人，出身歌唱世家，才20岁便因为一副好嗓子成为帝国皇家学院音乐学院的掌中宝。当然更为人称道的是他那一头水蓝长发，
和琉璃般清透的眸，天使般的面容让无数粉丝为之疯狂，被媒体誉为即将升起海上明珠。原主初见玉成兰就被她的脸迷住了，一开始对她比对其他兽夫好很多，说话做事都捧着她。但玉成兰的性格非常恶劣，她并不像其他兽夫一样，刚开始就对原主鄙夷冷淡，反而态度温柔，说话时媚眼如丝，这让原主更加觉得他们有可能加倍对她好。但一次去海边，白衣也在，玉成兰带着他们潜水，悄悄和原主说自己可以给他看鱼尾。中途，原主的潜水设备突然出现问题，大量水呛进喉咙里，玉成兰就在几米外的地方，但任由原主怎么拼命朝他伸手，他一个眼神也没给，反而带着白依依悠然离去。原主最后是被林青救起的。当晚，原主意识模糊，听见林青和玉成兰在自己床前吵架。玉成兰质问林青为什么要救他，一个废物恶死，死了就是给依依出气，你救什么救？林青冷笑，你这个蠢货，江青离这次是跟我们一起出去的，他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难逃干系就算了，依依被牵连怎么办？提到白依依，玉成兰脸色发白，半晌才蠕动着嘴唇说，这次是我考虑不周，你也是为了依依。林青脸色缓和，拍拍玉成兰的肩膀，以后再找机会吧。原主震惊不已，但不知道是剧情推动还是怎么样，过了没多久，原主还是继续贴上去示好，这也就导致玉成兰变本加厉，他经常对原主勾手指，等原主过去又随意欺负，露出恶劣的一面，好几次被佣人撞见，却丝毫没有收敛。林希月对此有所耳闻，有点担忧的看向江青离。青离，放心吧，我现在对他真的不感兴趣。江青离叹气，今天似乎有什么活动，任课老师在群里发消息让大家先自由活动，他要借一位游泳健将来帮助他们训练。林希月指了指一个无人的角落，青离，我们去那里练习吧，我上学年排名还可以，我教教你。江青离连连点头，两人到角落里慢慢进入水中。江青离游泳的次数也不太多，但进入水里他便感觉到一阵清凉自由。林希月只示范了几遍，他就无师自通的游了起来。林希月这个老师很有成就感，看来你这学期可以稳住了。期末考的范围是1000米自由泳，林希月让江青离先游100米试试看。江青离钻进水里如游鱼般轻盈，但游到一半的时候，脚边的水却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卷住江青离的小腿，疯狂拉扯着把他往下拽。江青离猝不及防吐出一大口气泡，他拼命往上游，手臂在水中溅起巨大水花，耳边好像响起林希月的尖叫声。紧接着江青离看见一个身影朝自己游了过来，一只手抓住他的手臂，与此同时脚边的束缚感消失了。江青离探出水面，摔进一个人怀里，刚才的恐惧让江青离攀着来人的肩膀，那人却不断后退。江青离脸上眼睛里全是水，求生的促使他本能往前抓，不知抓到了什么，四周发出惊叫，他的手在摸哪，人家好心救他，他又趁机吃上豆腐了。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雌性，玉成兰也是够倒霉的了，好心没好报。江青离混沌缺氧的脑子里闪过一丝清明，他用力抹掉自己脸上的水，睁开眼睛对上玉成兰那双子眸，玉成兰眼里含着似笑非笑的嘲讽，用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一见到我就这么迫不及待，怎么你的受夫满足不了你吗？玉成兰说完挑了挑眉，期待江青离脸上出现受伤神情，他一向把江青离的痛苦当作乐趣，然而这一次江青离却没有和往常一样哭哭啼啼，狼狈的女孩愣了一秒，忽然更加剧烈的挣扎起来，强劲的水花一阵阵扑腾到玉成兰脸上，水面下的腿更是趁乱朝着玉成兰猛踹。岸上的人离得远，只能看见江青离在水里上下扑腾，赶紧提高声音，应该是腿抽筋了，快扶稳，我马上到。玉成兰脸色难看，皱着眉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眸子里是浓重的厌恶。江青离刚才明明稳住身形，怎么可能抽筋？肯定是刚才摸了自己，还想继续，真是个恶心的雌性。玉成兰压低声音质问，你闹够了没有？他说着就要伸手去抓江青离的手腕，却被对方侧身躲开。玉成兰扑了个空，更加恼怒，江青离还敢躲？玉成兰的异能是水系，水里就是他的主场，因此他根本没有把江青离的小反抗放在眼里。他眯了眯眼，江青离脚边瞬间出现2处漩涡，抓着他的小腿就往下拽，但悬江青离腿边的漩涡还没发力便平静消散。与此同时，玉成兰忽然被多股力量拽到水下，口鼻猝不及防被灌满了水，他低头一看，才发现数十道漩涡在用力拽着他，跟他教训江青离的力道比起来，这些漩涡简直是冲着要他的命来的。学院内是绝对禁止使用异能的，到底是谁在针对他？玉成兰扫了眼看热闹的人群，心下惊疑不定，却不敢贸然使用异能对抗，只能暗暗用巧劲挣脱。这时指导老师和林希月也过来了，林希月扶着江青离，而2个老师扶着玉成兰。即将靠岸时，玉成兰的小腿
忽然又被一个漩涡拽了下去。他凭借本能朝离自己最近的江青离伸手，刺啦！面料撕开的声音在室内响起，江青离的泳衣被拽出一条长长的裂痕。他尖叫一声，抬脚把玉成兰踹下泳池，踩着他的脸上了岸边。几乎是他上岸的一瞬间，一条宽大的白色毛巾从背后罩住，他被搂进一个干净温暖的怀里。别怕，温柔的声线在耳畔响起，大掌轻轻顺着他的后背安抚。江青离抬眼对上百里静那双倒映着自己身影的眸子。别怕，他又重复了一遍，修长手指轻轻拨去粘在他眼前的潮湿发丝。别到耳后。明明只有2个字，江青离却感觉眼圈有些发烫，就像摔倒后的小孩，明明自己站起来也没关系，但被家长柔声安慰后反而感觉委屈。江青离扁了扁嘴，用仅存的理智攥着毛巾，侧过脸小声说，谢谢，我没事。哪里没事？女孩垂着眼，还挂着水珠的睫毛轻轻颤着，口鼻呛水，用力的咳嗽，眼圈和鼻头泛着红，可怜的厉害。百里静一颗心像是被无形的大掌捏着，酸痛的厉害。林希月这时候也走过来，拉着江青离的手低声安慰。百里静收回手，侧眼看向水面，手指轻动。玉成兰被江青离一脚踹进水里后，更加笃定是江青离下黑手推开老师，要自己优雅的起身，但他还没浮上水面，那些漩涡又出现了，用力挤压和拉扯着他，力道比刚才更狂躁，以至于平静的水面出现了波澜。是谁想害他？玉成兰心下惊疑不定，再也顾不得什么校规，抬手用异能回击，哗！水面上卷起巨大波澜，以疯狂之势朝岸边扑来。啊！学生们发出尖叫声，四处逃窜。江青离连忙用毛巾罩住林希月，刚要抬手用另一边毛巾罩住百里静，却扑了个空。他抬眼，却见百里静站在自己身前，他的手指虚虚点在半空，一道半透明的屏障沿着指尖蔓延开来，将所有的水都挡在另一边，没有半分飞溅过界。一群人刚才都关注着玉成兰，这才注意到百里静也在，发现是百里静出手相助，人群里发出欢呼声。太好了，是百里先生，我们有救了！吓死我了！那谁打在身上得多疼？多亏了百里先生，看谁下次还敢说我们哥哥的异能没用，用处大了好吗？守护系的雄性才是最帅的。静哥哥，我是你的粉丝，待会我们可以合影吗？屏障另一边，玉成兰看见百里静，冷冷的和他对视。刚才是百里静，不对，百里静的异能是 F 级低等异能。屏障是很特殊的异能，可以阻挡对手的异能伤害，但有个致命缺点，那就是只能抵挡和使用者同等级的异能伤害，而百里静只有 F 级，跟废物没什么两样。刚才之所以能挡住他的异能，是因为他本就没用什么力，一般的雄性也只有一种异能，像百里静这样的废物，怎么可能用水系异能坑自己？浪潮恢复平静后，百里静收回异能，有粉丝凑过去问玉成兰，成兰，你没事吧？没事。玉成兰阴冷的视线落在江青离身上，他正好也看过来，女孩脸上没有刚才溺水的慌乱，白净漂亮的小脸上满是冷静，对视黑眸里是冷淡清潮，仿佛在看一个恶心的东西。玉成兰向来被捧在手心里，哪受得了被昔日舔狗用这种眼神看，顿时恼火。他还跟瞪，自己都没跟他算账。玉成兰推开人群，气势汹汹地走向江青离，还没到眼前，便被一道高大修长的身影拦住了去路。百里静神色冷淡地扫了眼玉成兰，问一旁的指导老师林老师，我记得学院是禁止使用异能的，对吧？啊，是的。林老师连忙应声。玉成兰皱眉，刚要辩解，百里静先一步开口，林老师，刚才玉同学可能是呛水后情绪激动，才误用了异能攻击江同学，刚才我及时阻止，也没有酿成大祸。儒雅青年微微勾唇，这次就从轻处分吧，毕竟是初犯，即使身上沾了水。百里静的一举一动也格外优雅，玉成兰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本来以玉成兰的贵族身份和粉丝量在这里摆着，随便找个什么泳池设备损坏的借口就能糊弄过去，可偏偏他大庭广众把话给挑明了。还有，什么叫他攻击江青离？攻击雌性是比使用异能更重的指责，严重的要被关进训诫室。这死狐狸是成心的。玉成兰气得上前一步，你别，没事的。百里静笑着抬手打断他的话，而后提高声音看向其他学生，大家都会理解玉同学的，对不对？百里静出道多年，在学院内担任过学生会会长，是品学兼优的绝佳代表，影响力比玉成兰不知道大多少。众人连连点头，整齐划一的表示要原谅玉成兰。玉成兰气得差点吐出血，还要再说什么？几个穿着学生会制服的人走了进来，我们检测到学院内有异能波动，原石要走进室内，经过江青离时视线微微停顿，请问肇事者是哪位？所有人指向玉成兰。林老师不敢瞒，连忙上前把情况一五一十说明。学生会在学院内权力很大，
玉成兰脸色越来越差，在听到自己失控攻击江青离时，终于沉不住气。你们凭什么说我攻击他？我没有，不信你们问他。玉成兰转向江青离，却发现他低着头，极其沉默。玉成兰快气死了，愤怒地提高声音，怒吼道：江青离，你说句话。随着一声质问，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那道纤细身影上。女孩一直低着头，听到那声吼，像是被吓到般，身形一颤，呆愣几秒，她才有些胆怯的抬眼，发红的眼圈叫人忍不住心生怜惜。江青离只看了玉成兰一眼，便飞快垂眼，细软的声音格外脆弱。我不知道，只是感觉水里好像伸出一只手，一直在抓我的腿，把我往下拽。玉成兰脸上闪过心虚，脸上还保持着冷静，声音却不自觉提高：你凭什么确定那是我？你有什么证据？江青离颤了颤身子：我没有证据，我当时只是想快点上岸，没有看清。他闭上眼睛，靠在林希月肩上，声音哽咽：随便吧，反正大家都把我当坏人，而你是高洁的海上明珠。你……没想到他会这么矫揉造作陷害自己。玉成兰再也维持不住冷静，气得要扑过去。他脚步一动，百里静便挡在他面前。玉同学，犯错误改正就好。百里静眸中闪过冷意，而不是第一时间咄咄逼人的强迫受害者歪曲事实。林希月早就看不下去了，一把抱住江青离的肩膀，怒喝道：你能不能要点脸？不管他是谁，对雌性使用异能这一条就是重罪。你应该庆幸他没有被受伤，不然你现在已经在监狱了。他转而朝人群质问：刚才他弄那么大动静，都瞎了吗？人群犹豫片刻，有人对学生会开口：我看见了，他确实试图攻击我们。没错，要不是百里先生，我们也会被波及的。其实江青离也挺可怜，他最多嘛就是吃了个豆腐，差点没命了。我看不一定，刚才玉成兰下水后直接就朝江青离的方向游过去了，说不定他也很享受被江青离追捧。听到最后一句，玉成兰锐利盯向人群：谁说的？人群顿时噤声。玉同学，看来你的情绪确实很不稳定。柯安朝另外2个学生会的人使了个颜色：请你跟我们回去测一下数值。我没事。玉成兰从没受过这种委屈。你们都疯了吗？我做多就是跟他开个玩笑。病人常说自己没病。一直沉默的袁石耀忽然开口：玉同学，如果你拒绝检测，我们只能和你的家族沟通。玉成兰死死瞪着袁石耀，后者用那双祖母绿般的双眸冷静回望，不容半分余地。最后玉成兰妥协了。4个学生会的成员包围着他往外走。走出去一段路，柯安放慢脚步，走到袁石耀旁边，朝他使了个眼色。袁石耀冷淡的看回去：有事？当然有事。柯安压低声音：我看刚才江青离很受伤，很害怕，很可怜的样子。袁石耀眼神闪了闪，薄唇微抿，声音比刚才更冷：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别装。柯安不满的皱眉：别忘了，会长让你勾引。这2个字刚冒出来，袁石耀那双眸子眯了眯。柯安打了个哈哈，换了用词：我是说，他让你招揽江青离，这正是一个好时机啊。他循循善诱，你看，江青离刚被自己舔了1年多的雄性当众伤害，心里肯定很难过吧？你去安慰几句，他肯定会重新喜欢上你的。我们也能让秦叔不痛快。美滋滋。不去。袁石耀干脆利落的否决。柯安对他的不识好歹很不满意，但这是会长的任务。想了想，柯安说：目前学院内大部分事务都是学生会管理，江青离也是学生，他受了惊吓。你下学期必定升任副主席，难道不应该安慰安慰同学？更何况她还是你嫂子，你哥不在，你不应该帮衬着点。袁石耀脚步顿住，几秒后，袁石耀说：我回去一趟。他转过身，沿着长廊回到体育馆。站在游泳馆门口，袁石耀对自己说：看望江青离只是他的工作，不代表他接受了会长说的什么勾引策略，更不代表他对江青离有什么。再者说，哥哥现在不在学院，不去的话肯定有人嚼舌根说他没有夫德，自己替哥哥看望一眼也算是有个交代，以后哥哥回来江青离也不会为难他。袁石耀在心里长篇大论一通，心情重新恢复平静。然而走进去后，他才发现室内根本没有江青离的身影。现在是休息时间，刚才抱着江青离的那个女生正泡在水里玩终端。袁石耀走过去问：你好，请问江同学呢？他选择了个比较生疏的称呼，以免被人误会。啊，你找青离。林希月露出暧昧的笑。刚才百里学长带他去医务室了，旁边有人正好在跟人打电话聊到这件事，手舞足蹈，语气夸张。好家伙，你是没看见，直接公主抱了。天啊，我家哥哥就连拍戏都没有拍过公主抱的。哎，你说的对，他80%已经和那个白月光结婚了，怎么可能看得上江青离？只能说哥哥还是太心善了。袁石耀眉心蹙起，心下生出几分抵触。他就那么喜欢跟雄性接触，公主抱而已，非得找已婚的。百里静看着也不怎么样，还得双手。如果是他，抱江青离只需要一只手。等等，他在想什么？
一定是被江青离吓出精神问题了。袁石耀捏了捏眉心，朝医务楼的方向走去。刚到楼下，就看见造型张扬的青年单手插兜往这边走，不羁的脸上写满了不爽。秦牧野根本没在意袁石耀，只不耐烦对着终端那边的人说：“关你屁事！我想看就看，用不着你指挥。姐，我没承认你是我姐。”走到电梯前，秦牧野啪一下挂断终端。袁石耀猜到他应该是在和秦叔通话，看来秦叔也听说江青离受了伤，只是荣兴会今天有事抽不开身，便让秦牧野来探望江青离。消息倒是灵通，袁石耀也进了电梯。秦牧野扫了他一眼，没当回事，正常，他目中无人惯了。但随着两人同时朝着江青离所在的区域走去，秦牧野的脸色变得有些微妙，目光不算上下扫视着袁石耀，跟打量什么货物一样，让袁石耀很不爽。到了江青离所在的医务室，袁石耀屈指，正想敲门，秦牧野却已经握住把手，刚要用力推开，秦牧野又猛地一顿松开手，改为敲门。只是他好像不太习惯敲门这件事，很不熟练。敲了几声，门口的探视屏幕闪烁了一下，响起江青离的声音：“怎么了？”女孩声线好听，但语气格外不自然。两人还没开口，又听百里静的声音响起：“是哪位？”胡族青年咬字很轻，也很缓慢，似乎压抑着，很容易让人有不太好的联想。秦牧野的脸当即就黑了，咬牙切齿质问：“你们在里面干什么？”他说完，根本等不了江青离回答，抓住门把手猛地推开门。开门的风带着强硬的力道，撩起医务室床边的白色围帘。小虎，文件防盗印，找点输点机器人，选小虎，稳定靠谱，不踩坑。那里的画面一闪而过，门口站着的雄性却清楚地看见江青离坐在床沿，双手撑在身侧，温柔俊美的青年正半跪在他面前。最让秦牧野火冒三丈的是，女孩的脚踩在雄性被西装裤包裹着的大腿上，皮肤的白和西装裤的黑形成强烈的对比，怎么看怎么不正经。他就知道百里静这个狐狸精一定会背地里对江青离做些什么，肯定是他勾引江青离踩他的，狐媚手段。更气的是，江青离不仅没发现，还有些奇怪的问：“你们怎么来了？你说呢？”秦牧野压着火，大步上前，一把拉开了围帘。看清画面后，却猛地愣住。百里静另一只被江青离挡住的手上拿着药膏和棉签，而走近了才发现，江青离脚踝和小腿都有轻微擦伤。怎么了，牧野？百里静似是不解的蹙眉。生这么大的气，秦牧野差点没冷笑出声。这狐狸精是故意的吧？故意用那种声音说话，让自己误会，等自己推门而入，再表现出大度善良。一个没在此主房间留过夜的，大房瘾还真重。秦牧野也不是真傻，再抬眼已经收起脸上的怒意，在江青离旁边坐下，抓起他的手左看右看。江青离问：“你看什么？看你手受伤没？”秦牧野那眼睛恨不得化成扫描仪，把他每一寸皮肤的纹路都扫描出去。手没有受伤，江青离耳尖有点热，抽了一下没抽回，余光下意识看向给自己上药的百里静。青年专注认真的垂着眼，动作更加轻柔。秦牧也轻哼对江青离说：“另一只手。”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他这是要赖在这里的意思。脚踝和手腕被不同的雄性握着，江青离有点尴尬，正要说些什么，忽然听见咔嗒一声，回过头，穿着白金配色制服的优等生关上门，缓慢朝这边走来。宽敞的医务室因为三个雄性变得狭窄且拥挤，在看不见的地方暗流涌动。江青离还未察觉雄性间的排斥，而是问袁石耀：“你怎么也来了？学生会找我有事吗？”他这么一问，另外两名雄性同时抬头看向袁石耀，虽然一个微笑，一个面无表情，但感人的意味非常明显。袁石耀脚步一顿，忽然有种被他们排斥在外的感觉。但关于江青离的问题，他早有准备。袁石耀冷静地开口：“我带学生会。”视线落在江青离的望向自己的双眸，声音忽然一顿，不知为何，他在这句话里加了其他的字眼：“和我哥哥来探望江同学。”秦牧也眉头紧皱：“你谁？你哥又谁？”袁石耀，袁同学刚才和学生会其他成员一起带走了玉成丸，他的哥哥也是青离的受夫。百里静对江青离身边每个男人都很了解，目前正在第9城区考察，过段时间才会回到中心城。闻言，秦牧也发出一声冷哼。秦牧也从刚才就觉得袁石耀长得眼熟，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了。前几天，就是这个所谓的人把江青离送到射击课教室门口，在此之前，他们俩还在一间空教室待了很长时间。什么？哥哥？学生会？怕都是他的借口。这人就江青离养在外面的外室，上不得台面的东西。秦牧也下巴抬了抬，态度更加倨傲。你刚才在场是吧？把事情一五一十说一遍。袁石耀蹙眉，他可以感觉到秦牧也在针对自己，但更不解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秦牧也。秦牧也不参加贵族的聚会，他们连见面都少有。视线里
秦牧野说话时抓紧了江青离的手，把人往自己怀里带。袁石耀见状，了然地挑了挑眉。哦，原来是个善妒又没用的废物雄性，一见有人靠近雌性，就被激活了兽类骨子里的劣根性，怕别人会跟他抢。早就听说这位七皇子殿下行事乖张，果然和传闻一样无聊又低级。袁石耀收回思绪，简单叙述了一下自己知道的情况。秦牧野听完，眉头越来越紧，直接站起来往外走，指骨掰得啪啪作响。你去呢？江青离问。别担心，秦牧野已经走到门口，背着身朝女孩摆了摆手，我去教训教训他。他说完，不等其他人回答，直接就离开了。袁石耀，好像也没人说要担心他吧。室内安静了几秒，袁石耀想到自己的目的，打算跟江青离提一下学生会的事情，却听门又被人从外面敲响。江青离说请进，门被人迫不及待打开。秦牧野下巴点了点袁石耀，你跟我一起去。袁石耀蹙眉，想要拒绝，却又担心秦牧野会鲁莽过头，把事情闹大，只好离开。走之前，袁石耀按照礼节跟另外两人告别。和江青离说话时，他微微弯腰，能感觉秦牧野一直盯着自己。袁石耀在心底发出冷笑，够可笑的。江青离又不是倾国倾城，真以为谁都会为他神魂颠倒。他面无表情，直起身，脊背挺得笔直。对了，江青离朝他礼貌地笑了笑，谢谢你今天帮了我。袁石耀微愣，垂眼看他，女孩脸上的水已经干了，未施粉黛的脸蛋很白净，隐约透着玫瑰般漂亮的粉，那双眸子弯起来，好似有星辰藏匿，让人忍不住想沉迷探究。起身时，食指轻轻擦过她的发梢，那瞬间，袁石耀闻到馥郁的玫瑰芬芳。一向冷静自持的少年恍惚几秒，才强行将自己的思绪压住。不用谢，袁石耀低声说，这是我的职责。冷静的语调和平常没有什么差别，只是音色略微沙哑。说完这句话，袁石耀便转身离开。推开门，袁石耀和秦牧野并排往训诫室的方向走去。秦牧野在追问细节，袁石耀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脑中却后知后觉的想，刚才好像是他第二次跟自己道谢。修长手指无意识的轻轻搓揉着，仿佛在揉捏娇嫩的玫瑰花瓣。与此同时，医务室内，百里竟丢掉医疗废物，抬眼对女孩笑了笑。他用很轻的声音说，又只剩下我们了。百里静的手搭上江青离的脚踝，轻轻摩擦着，有点痒。江青离没感觉到疼痛，低头看了一眼，才发现伤口已经愈合，红肿摩擦全都和好如初。星际时代的药就是不一样，短时间内就能愈合，好厉害。江青离忍不住小声感慨，这种药治愈皮肉伤比较快，大一点的伤口还是用专业的医疗舱更快一些。百里静笑着说，小时候你经常帮我涂的。江青离点点头，却猛地愣住，他后知后觉有种奇怪的感觉。百里静的语气好像在解释，既然是小时候经常用的药物，那说明这种药物普及率很高，功效应该很熟悉了才对，需要解释说明吗？上次也是，遇见情书后是百里静在自己身边，为自己解释荣兴会的由来，而那分明就是全校都知道的常识。意识到这一点，江青离后背一片发冷，心更是沉到了谷底，心里的声音在不停尖叫。天哪，百里静该不会已经发现自己是个冒牌货了吧？他不会再试探自己吧？还是说他早就已经发现了？后背不断冒着冷汗，江青离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断思考自己到底是在哪里露馅的。越想越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是破绽，难怪系统说前面死的宿主多，这一个个的都跟人精一样，怎么可能活得下去？以及百里静刚才说的那句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想说只有两个人的话更好杀人灭口吗？怎么办？怎么才能糊弄过去？江青离浑身僵硬，低头盯着自己的手指，却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其实内心深处，江青离不觉得百里静会杀了自己，可他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正焦急着，手忽然被干燥温暖的指节握住。青离，百里静用比之前都温柔的声音轻轻喊他。江青离浑身一颤，抬起头，声音都在发抖。怎么了？女孩有些生硬的勾了勾唇，却无法掩盖住眸中的警惕和恐惧。被他握着的手冰冷一片，不是因为刚才在水里，也不是因为别的，是在害怕他。百里静满腹话语在这一刻凝结，唇角勾起一个无奈又苦涩的弧度，刚要松开手，女孩却反握住他的手，神色更加紧张，小脸绷紧。百里静再也克制不住心里的酸涩苦楚，他抬手捂住她的眼睛，将人搂进怀中，低低叹息，别用这种眼神看我。隔着衬衫面料，青年温暖的体温包裹住江青离。江青离耳朵贴在他心口，听见他强而有力的心跳，一种熟悉的安心涌了上来。青离，百里静温声开口，手掌轻轻拍着他的背，尽量缓和声音，我提起小时候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告诉你，我还记得自己的承诺，我知道你现在。百里静的声音戛然而止，他微微睁大眼睛，他怎么发不出声音了？百里静再度开口，你
后面的话再度失去声音。他想对江青离说，我知道你现在只是忘记我们的回忆，你还是你。他还想说，我知道你不是之前的他，可他像被关掉了音量的音响。百里静能够感觉自己的嘴唇在动，他确定自己一定明确的准确的说出了那些字眼，但没有声音，江青离也不可能听见，他被消音了。百里静打开终端，试图打字，可那些字打出来却变成黑色的方块。与此同时，百里静感觉自己的嗓子开始发痛，脑袋像是被一根针狠狠扎进去，搅动一般疼痛，似乎被一只无形的双手掐住脖子。百里静感觉呼吸困难，晕眩感一阵接着一阵上涌。感受到他的异常，江青离从他怀里挣扎出来，查看他的情况。百里静这时已经没有抱住他的力气了，青年脸色发白的倒在床上，唇瓣发紫，脖子上浮现可怕的青筋脉络。江青离吓了一大跳，慌忙掐他人中，摸他的脖子，声音更抖了，你怎么了？心脏病还是什么？别怕，我现在打电话找医生。他说着就去找自己的终端，一摸才发现自己穿着的是泳衣，终端在更衣室放着。江青离更加着急，刚要去拿百里静的终端打给医生，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腕。没事，百里静轻声说。你还说没事？你都这样了。江青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急，他顾不上刚才的恐惧，抱着百里静的腰把她挪到床上，让她躺好，然后找到了医务室的紧急按钮，打电话给医生，让他们来查看。做完这些，江青离又赶紧去倒了杯温水，端给百里静。谢谢青离。百里静接过水，柔声安抚，我真的没事。百里静没说谎，她现在真的没事了。在被江青离的手指触碰到脖子的一瞬间，那种禁锢在瞬间撤离。百里静重新呼吸到大口新鲜的空气，她意识到江青离失忆可能跟某种神秘的力量有关，这些事情是一种绝对的机密，不能被宣之以口。她知道，但不能说，连暗示也不行。刚才只是一个警告，如果他再试图告诉江青离真相，很可能会被直接抹杀。百里静闭上眼，从心底里生出深深的绝望和无力感。他以为自己的能力已经足够保护自己的女孩，却只能看着她被不知名的力量伤害，却无能为力。很快医疗机器人就来了，江青离赶紧把位置让出来，他对机器人有点不放心，在旁边一瞬不瞬的盯着。检查片刻，医疗机器人一板一眼的对江青离汇报结果。江同学，请别担心，百里先生没有任何内伤外伤，他很健康。江青离回想刚才的情况，有后怕，可是他刚才呼吸困难，你再看看呢。医疗机器人又给百里静做了一次检查，出具了一大堆数据说明没事。机械鹰很正经的进行推测，百里先生刚才的情况也许是情绪问题造成污染值波动较高。江青离蹙眉，那怎么办？要做精神疗愈吗？这个您和受夫商量时间就好。机器人建议，除此之外，您平常可以多抚摸您的受夫，这样可以有效帮助他缓解压力。有研究表明，80%的雄性兽人喜欢雌主的抚摸。机器人像是被按下了科普键，格外健谈。江青离没有一点不耐烦，认真听着，时不时点头，提出疑问。百里静躺在床上，看着女孩担忧皱眉，唇边浮起一抹满足的笑意。虽然她忘记了过去，但还在关心自己，这就够了。不管未来是什么，只要她还活着，就会一直在她身边。如果命运想杀了她，就先从她的尸体上碾过去吧。15分钟后，医疗机器人终于停下了滔滔不绝。江青离送走机器人，关上门，挪到床边坐下。危机解除，他现在又想起刚才的事情，担忧不已。想了想，还是打算装傻充愣套近乎。江青离抿了抿唇，小声说，对了，刚才谢谢你在泳池那边帮了我。百里静握着他的手，弯腰将脸贴在他手心，狐耳从白发间冒出，绒毛轻抖。江青离看见狐狸耳朵，下意识想摸，硬生生忍住。怎么了？百里静没错过他眼里的想法，眼里笑意更浓，微挑眼尾像钩子扯着江青离的心脏，迫使他心跳加速。他轻身压近，轻软的咬字混合着炽热呼吸落在耳后。只是谢谢吗？想要更实质的奖励？如同被蛊惑了般，江青离顺着他的话问，你想要什么奖励？百里静微微直起身，拉开一点距离，声音低沉的问，什么奖励都可以吗？他将落在江青离侧脸的发丝别至耳后，修长的手指不经意般轻轻划过他耳后皮肤，撩起一片异样酥麻触感。或许是距离太近了，江青离闻到他身上和自己相似的香水味，两种味道交融，结合对方那张俊美到没有一丝瑕疵的脸，他的脸颊开始发烫。看情况，江青离在对方的美色攻击下努力保持理智，很认真的说，违法犯罪的不行，要考虑到我的能力。百里静看着他笑，江青离觉得好奇怪，他干嘛老看着他笑啊？他说的话很好笑吗？还是他现在的样子很好笑？他有点不高兴，你笑什么？我们小离妹妹好可爱。百里静说，他换了称呼，从青离变成更亲近的小离，还在后面加了妹妹2个字。江青离感觉这个称呼好奇怪，却带着几分熟悉。
好像很久之前就有人这么叫自己了。百里静身体后仰，靠着病床的靠枕，朝女孩伸出双臂。江经理有些疑惑的看回去，百里静被他的动作可爱到，又没忍住笑。他缓缓说出自己的诉求，想我们小黎主动拥抱我10分钟，可以吗？江经理愣了愣，这是你的奖励吗？他都已经做好百里静有过分要求的准备了，但对方竟然只是要求拥抱10分钟，太久了吗？百里静说5分钟也可以，别说的我很小气一样。江经理说着坐在床沿，10分钟就10分钟，我还可以再送你5分钟呢。百里静说好慷慨，谢谢小黎。他坐在床沿，伸出双手环抱青年的腰，枕着他的心口。贴上去的时候，江经理感觉到对方的肌肉不自觉紧绷，像是被他的情绪感染。江经理莫名也有点紧张，试探性问这样吗？百里静声音很轻，仿佛怕惊吓到他。这样就好。百里静的心跳得很快，动作却小心翼翼，连用力都不敢。怀里的少女如同珍贵易碎的瓷器，更像他失而复得的美梦。这是江青离回到这个世界以来第一次拥抱自己，这一刻他已经等了3年1000多个日夜。百里静闭着眼，脸颊轻轻蹭着江青离的发丝，如同小动物之间亲昵的问候。他发自内心的感叹，我好幸福。窗外的风吹起白色纱帘，粉色花瓣被吹落入室内，在温柔的春日阳光中翩翩飞舞，一派恬静美好。或许是被这样的氛围感染，江青离心里紧张的情绪慢慢松懈下来，抱着百里静的手臂从忐忑变为熟练的收紧，甚至还把脸塞进他怀里蹭了蹭。百里静弯唇，唇瓣蜻蜓点水般轻轻落在江青离发丝上。小黎，百里静忽然开口。江青离声音有些含糊，怎么了？只是想告诉你，我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百里静声音很轻，所以别怕我，好不好？江青离忍不住感慨他的敏锐，到底怎么发现的？这个人是自己肚子里的蛔虫吗？但不知道为什么，江青离对自己抱着的人有种天然的信任。江青离点了点头，百里静摸摸他的头发，脸压在他颈窝，感受他的气息。以前的事情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吧。百里静想要的从来都是有江青离的未来。他们安静地抱了一会，眼前忽然闪过的红点打破和谐氛围。百里静抬眼，看见窗外出现一个浮现在半空的迷你机器人，拇指大小的机器人面朝百里静，腹腔中冒出一个摄像头，一道红点直指百里静额心。这是军方最新研究战果，命中率高，杀人于无形是暗杀的最佳选择。黑市上已经炒到7位数一枚。百里静微微挑眉，食指轻动，下一秒半透明的屏障包裹住机器人，水浪漩涡在狭窄的空间内汹涌，几个呼吸间将其无声碾碎。这一切江青离毫无知觉，他只觉得百里静好香，怀里温暖，肌肉枕着很舒服，不知不觉眼皮打架。江青离就这么环抱着百里静的腰沉沉睡去，修长指节轻轻抚着江青离的发丝。百里静将人从怀里捞出来，轻手轻脚让他枕着自己的腿继续熟睡。以前他就喜欢看些奇奇怪怪的电视剧，说什么要吸枕，背着江佑辰到他房间里，要枕他的腿睡觉。百里静无奈笑笑，指尖把玩他的发丝。大约过了1个小时，门忽然被推开，百里静第一反应是捂住江青离的耳朵，以免他被吵到，而后才抬眼看向来人。桀骜青年站在门口瞪着他们的动作，满脸不爽，眼神里写满了该死的狐狸精之类的谴责。百里静用屏障罩住江青离，屏蔽他的听觉，才温声问怎么样了？那个臭鱼已经被我揍了一顿。秦牧也走进来，像宣告胜利的将军。1小时前，训诫室，大屏幕播放着游泳馆内的录像，女孩在水中挣扎，狼狈可怜。玉成兰看着录像，姿态优雅的如同在观赏电影。她游刃有余地对问询员说，你知道的，我和江小姐曾经是未婚夫妻，我们关系很好，现在是朋友，就跟她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以前我们也这样，她从没有生过气，反而很喜欢。玉成兰点了点额头，露出有些苦恼的神情，有时候都怀疑她是不是有受虐的爱好。话没说完，门忽然被从外面拉开，秦牧也走上前，一圈雷在他眼睛上，四周一片惊呼。问询员连忙出声制止，七皇子殿下，这里是训诫室，请您保持冷静。老子冷静得很。秦牧也说着，给玉成兰另一只眼睛也来了一下。他还嫌不够，抓着玉成兰的后衣领把人抓起来，把他的脸往墙上砸。砰砰砰，空旷安静的训诫室内回荡着骨头碰撞墙面的声音。玉成兰反应过来，扑过去跟他扭打起来。训诫室内屏蔽了一名。玉成兰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哪里是从小混战的秦牧野的对手，被打得满地找牙。最后终止这场打斗的是女皇亲卫队队长的电话。电话那头声音冷静，皇子殿下，陛下很不满您的冲动，希望您回到自己的寝宫住上几天。不过秦牧野那会早就打爽了，关禁闭也不觉得有什么，应了声就掐断电话，想回来汇报胜利。
哪知道一回来就看见他枕在狐狸精腿上睡得香，还真是会享受。秦牧野冷嗤了声，却没舍得叫醒江青离。他伸手捏了一下女孩的脸，刚要直起身，江青离缓缓睁开眼，揉了揉眼睛。江青离看清眼前人，有些惊讶：“你怎么受伤了？”秦牧野脸上有几道不明显的剐蹭，玉成兰拿手抓的。他咳了声：“这个不重要，我先给你看个东西。”秦牧野说着，拿出终端，调出照片给女孩看。照片拍的都是玉成兰，有他被一脚踹飞，摔在墙角，浑身抽搐的，也有他脸上挂着几个巴掌印，气得扑过来，却又被打了一拳的。更解气的是最后一张，秦牧野直接抓起垃圾桶扣在玉成兰头上，垃圾砸了他一身。最后一张相片，背后的大屏幕正播放到玉成兰居高临下轻蔑看着江青离的一幕。过去的20年人生里，玉成兰时常居高临下的审视着一切，他自以为高贵，现在却被比他更高贵的人一脚踹翻，沦为被审视嘲笑的人，何等讽刺！秦牧野拍这些照片本来是想给他解解气，却没想到江青离没有发出畅快的大笑，而是伸手摸了摸他的头。没想到你会帮我报仇，在外面打架辛苦了。江青离笑眯眯说：“谢谢了，乖宝宝。”猝不及防，秦牧野耳垂一片滚热，又是这个字。他明明很强悍，跟乖哪里沾边？但秦牧野没有像前几次一样出声反驳，心底反而升腾起异样激动，那是种比挥拳更让人振奋的情绪，浑身的血液都因为女孩轻软的一句话而沸腾。江青离更关心他脸上的伤口，伸出食指轻轻碰了碰，痛吗？无所谓。秦牧野抬了抬下巴，刚才百里静说有药可以治愈皮肉伤。江青离看向坐在自己身边的男人，是哪种来着？百里静刚教完的知识这么快就可以活学活用，该夸他有实验精神吗？倒是秦牧野在凳子上坐下，摆出一副等待的样子。我来吧。百里静笑笑，我比较擅长这些。他说着就要起身去拿药膏，被江青离按了回去。别动。江青离表情严肃，你是病号，这些我来就好。他说完就跑去药柜那里，四处找刚才百里静给自己用的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秦牧野靠着椅背，朝百里静抬了抬下巴。百里静只是望着江青离裹着毛巾的背影，含着淡淡微笑。找到药。江青离小碎步跑到百里静面前，给他看，是不是这个？是。百里静眉眼弯弯，小离好厉害。江青离有点不好意思，没那么夸张了，就是很厉害。百里静很认真，手指轻勾着他毛巾一脚打转。坐在旁边的秦牧野眉头一皱，感觉时间不太对劲。百里静叫他什么？小离。什么时候改的称呼？再一看，两人之间似乎发生了什么变化。刚才秦牧野之所以放心百里静和江青离单独相处，就是知道江青离一向躲着这个狐狸精，对他不感兴趣。但现在看来，他们怎么好像关系融洽了几分？还有，百里静不是来照顾江青离的吗？他怎么跑病床上装病人去了？秦牧野一想到自己在外面辛辛苦苦揍人，而百里静躺在病床上装柔弱就能博得江青离的同情，顿时咬牙切齿，心脏抽搐，只恨刚才没把百里静也带过去一起揍了。开启药膏后，江青离用棉签沾着，弯腰靠近，药膏涂在脸上很清凉，可秦牧野却感觉一切都很热，他的呼吸落在脸上很香。秦牧野忍不住想要呼吸更多，但很可惜脸上就3道抓痕，很快就涂完了。伤口开始愈合，女孩退开距离，秦牧野心底浮起浅浅的失落，早知道让那个废物多打几下。终端不合时宜的发出震动，是宫内教习院的人催秦牧野回去，同时沈家老爷子也发了问候来。秦牧野知道自己得赶紧回去了，他低咳一声，那个我有点事要回宫里一趟，大概1周时间。江青离点头，好，没有一点挽留，也没问做什么。秦牧野本来应该为他的边界感和懂事感到欣慰的，毕竟他一开始的设想里和词主就是陌生人，但这时候秦牧野又感到强烈的不满和空虚，到底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休息了会，江青离扶着百里静回家，尹诺在车库等着，见江青离扶着百里静，而百里静一副病弱的样子，眼尾微抽，陷入沉默。安顿好百里静，尹诺毕恭毕敬开口，小姐，家主和大少爷已经跟学院打过招呼，您这节课不算旷课，玉成兰会被禁足在训诫室半个月，训诫室内不会对学生做什么，但会每天都检查，不断对他们做检测，以确保他们不会伤人。这段时间内没有一切娱乐设施，只能住在宽敞似牢笼的隔间里，即使夜里也睡不安稳，因为随时会有人来抽查他们的安全性。江青离有些惊讶，江家在中心城，消息灵通很正常，但江右臣在下城区那边通讯不好，他又有公务在身，竟然在短短时间内就知道了。消息这么灵通吗？江青离心里微暖，却又生出一种自己都无法形容的紧张。不过好消息是，短时间内玉成兰是不可能再骚扰他了。肩膀搭上一点重量，江青离侧眸，只见百里静靠在他肩上，
眉心微蹙，纤长睫羽垂着，俨然是个惹人怜惜的病美人。江青离心软了，想到机器人的话，轻声问：要我帮你做个疗愈吗？百里静抬眼，声音虚弱：可以吗？可以啊。江青离点头。上次叶凌渊给他宝石后，他的精神力好了很多，给百里静这种污染值不到 30% 的做应该没问题。回到家，江青离让百里静在自己房间等着，直奔浴室，我去洗个澡，你等我会。好。百里静在沙发上坐下，目送那道纤细的身影进了浴室后，百里静取出终端，拨了一个号码过去。电话很快接通，视频那头，男人容貌俊美，神色冷淡，正是江佑辰。医务室的机器人是你派的？百里静用屏障屏蔽声音，开门见山的问：还不能接受我和小黎的婚姻吗？江佑辰气压极低，一字一句：受俘名单上本就没有你。百里静双腿交叠，完全没有刚才在江青离面前的病弱，温润眸中隐隐闪烁偏执，比起那些外人，我认为我更有资格陪他。江佑辰发出一声极具嘲讽意味的冷笑：你也配？我们一起长大，知根知底，我在兽神面前发过誓，永远忠于他。百里静继续说着，同时勾起微笑：你当时也在的，大舅哥。听到最后3个字，江佑辰那双异色树瞳变得锐利尖细，周身凝固着危险愤怒的刺骨寒意。如果两人面对面，免不了要惊天动地打一场，但很可惜，在调令发出前，江佑辰无法离开下城区。水声小了一些，江青离犹豫的叫他名字：百里静，我忘了拿毛巾，可以帮我拿一下吗？百里静应声，对脸色铁青的江佑辰笑了笑：别担心，我会照顾好小黎的。不等回复，他直接切断联系，拉黑删除一条龙。百里静拿起毛巾，缓步走向一片氤氲雾气，门推开一条缝隙，江青离躲在门后，一只手伸出去，手指在虚空里晃了晃，没摸到毛巾，反而握到别的。江青离顺着纹理摸了摸，奇怪，怎么是你的手？我毛巾呢？抱歉。百里静温和笑笑，伸错手了。他缓慢收回那只手，把柔软的毛巾递过去，抽离时手指轻轻划过对方指腹，女孩的手僵硬住，又猛地收了回去。被吓到了吗？百里静垂眼，指腹亲和，揉捏刚才在他手心沾到的氤氲湿气，想到刚才伸出来的那截雪白皓腕，青年呼吸微沉，喉结轻滚，他闭了闭眼，将脑中那些肮脏的想象压了下去，脸上重新挂起温和的笑意，像忠诚的犬类一般，等待主人结束一切后来理他。江青离很快穿好睡裙走出来，看见百里静，他有些惊讶：你怎么在这里等着？想快点和你说说话。百里静的视线落在他湿漉漉的头发上：要我帮你吹头发吗？不用，我用美发器就好。江青离在柜子里翻出林希月推荐的面膜贴上，这里吹头发很方便，1分钟不到就能干，但很多雌性会选择用专门的仪器慢慢烘干，顺便做一次养护。百里静跟过来，最近我也学了护理和按摩，我帮你好不好？江青离半信半疑点了点头。20分钟后，尹诺站在半掩着的休息室门口，要敲门的手僵硬着，里面传来女孩细软的求饶声：轻点，别碰那里。这样呢？男人声音低沉温柔，隐隐克制。停顿几秒，得到一声满意的轻哼：很舒服。尹诺。灰狼管家微微蹙眉，唇紧绷成一条直线。正犹豫时，门被从里面拉开，穿着白色衬衫的雄性神色温和，衣冠楚楚。尹诺的视线落在他身后，看见江青离揉着脖子走过来，除了皮肤泛着微粉外，没有任何其他痕迹。百里静问：舒服一点了吗？好多了，你的按摩手法好厉害。江青离忍不住夸他：角色需要吗？这是受夫应该学会的技能。百里静笑得格外贤惠，原来刚才是在按摩。绷紧的手指微微舒展，尹诺收回视线，恭敬温顺地朝江青离低头：有2件事向小姐回报。第一件事，叶先生于10分钟前打来电话，称今晚有事无法回来，您的电话打不通，所以他让我代为转达。第2件事，尹诺抬眼，视线扫过女孩的脸：小姐，岳家送了礼物过来，同时邀请您明晚赏脸聚餐，饭就不去吃了，礼物也退回去吧。江青离并没有和他们交好的意思。尹诺点了点头，正要动作，门忽然被敲响，佣人焦急的声音传过来：你不能过去，那是小姐的房间，快拦住她！来人拦住她！江青离蹙眉，快步走到门口，推开门，却见一个漂亮男孩快步朝这边跑来。他穿着半透明衬衫，动作间尽是娇媚神态，仔细看去，眉目间和玉成兰还有几分相似。几个佣人见江青离开门，吓得更是魂飞魄散，赶紧把人按在地上，胆战心惊的齐声喊道：小姐！而后便堵住他的嘴。听后江青离发落：这什么情况？哪来的雄性？江青离愣住了，看向尹诺。尹诺走上前，挡住江青离的视线，微微躬身：小姐，这是玉家送来的赔罪礼物。江青离，所以他们是以为自己没搞到玉成兰才生气，干脆送了个高仿版过来。江青离不能理解这些人的脑回路，大脑宕机几秒，找到自己的声音：你是说他们送了个雄性给我？
你刚才怎么不说？灰狼雄性眸中闪过暗淡，抱歉道：“对不起，小姐，是我失职。”佣人们见状，以为江青离是看上了这个玉家的礼物，赶紧说：“小姐，您需要的话，我带下去洗洗，做个检查。”洗什么洗？江青离扶额，把他原样送回去。以后这种礼物不准再收。那名少年挣脱开佣人的手，提高声音：“江小姐，我和玉少爷很像的，您可以试试。”江青离听到这名字就烦躁：“你比玉成兰还不如，再来就把你腿打断。”少年被拖出去，丢在门外。他试图敲门，但保镖死死盯着他，只要他敢做些什么，立刻就会弄死他似的。少年离开江家的范围，打电话给玉成兰，一五一十的复述对话。玉成兰微微挑眉：“他真的说你不如我？”是。少年很挫败，他甚至没有正眼看我。闻言，玉成兰支着下巴，鄙夷轻哼。他派这人过去，本来是想安插个卧底在那边，好时刻监视江青离的动静，折磨他。谁知道江青离竟然拒绝了，还说这人不如自己。原以为江青离是个好看的都甜，现在看来还是有点眼光的。江青离今天在泳池那样，果然是想吸引自己的目光，后来当众指认自己，更是因为旧情难忘，因爱生恨。想到这里，玉成兰不自觉生出几分傲然。但真可惜，他爱的是善良的依依，才不是一个恶词。只是现在不能出训诫时，要怎么给依依报仇解气？玉成兰想了想，给白家拨号：“是我。赤云醒了吗？”插曲结束后，江青离和百里静回到卧室，他们在沙发上挨着坐，氛围变得有点奇怪。前几次做疗愈，不是叶凌渊半强迫性质情况下，就是秦牧野兽化的极端情况，还是第一次这么正襟危坐。江青离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开始，想了想，他打算把对秦牧野用过的方法故技重施。百里静，女孩小声开口，朝对方招了招手：“你低头，耳朵露出来。”百里静弯腰，狐耳自然的冒出来，纤细的手指握住他耳尖，轻轻抚摸耳朵。狐狸的皮毛保养极好，雪白柔软的长毛触感柔软，让人爱不释手。江青离摸着摸着就有点忘了目的，指尖没注意用了点力，被他抚摸的青年发出闷哼，这声低哼几乎在耳边响起，沙哑性感，带着撩拨意味。江青离脸有些热：“你别发出那种声音，容易让人误会。”让人误会。百里静缓慢地重复这几个字，看了他几秒，抬手轻捏女孩脸颊，露出无奈宠溺的笑：“小离，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江青离莫名感到紧张：“什么事？”青年弯了弯眼睛，眸中流淌着蜜糖般的甜。他捧着她的脸贴近，唇停在她耳侧，用温柔低磁的声线，一字一句为讲给没有常识的小青梅讲解：“宝宝，雌性摸雄性兽人的耳朵是求偶的意思。”江青离愣住，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在僵硬石化，声音都因为震惊而震颤：“求偶。”百里静点了点头。江青离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凝固了，脑子里闪过不久前自己让秦牧野把耳朵露出来，还上手摸的画面。那会因为秦牧野很不配合，自己还有点不高兴，觉得他好小气。现在把摸耳朵等于求偶这一前提条件得带进去。江青离才发现，那时候秦牧野对他确实是收敛脾气了的，毕竟最开始他们就商量过，他不能对秦牧野动手动脚，他却一个劲求偶。江青离扶额，但更惊悚的是，他又想到刚穿越的第二天，自己还摸了尹诺的耳朵。秦牧野好歹是自己名义上的受夫，而尹诺只是雇佣关系的管家，自己就这么动手动脚，跟职场骚扰有什么区别？江青离现在懊恼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百里静注意到他的表情，心微沉，低声问：“怎么了？”“没什么。”江青离摆了摆手，想维持冷静，但在百里静关心的目光下更加郁闷，哀嚎一声，把脸埋进他怀里。“百里静，你别生气。”女孩在他怀里蹭了蹭，抬起头看他，声音闷闷的解释：“我真的只是想安抚你的心情，然后给你做疗愈，没有求偶的意思。”“没事。”百里静看着他的双眸，笑着说：“我有那个意思。”那双望着他的漂亮眸子里，似乎燃烧着瑰丽火焰。江青离的脸不自觉发热，他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用这种笑眯眯的表情说出这么劲爆的话，有点太超过了。江青离现在有点后悔了，明明打算远离他的，可又被他三言两语和虚弱的姿态留下，竟然忘了百里静暗恋原主多年，把原主当白月光。百里静捧着他的脸，唇瓣贴向他的唇，却在即将触碰时被女孩侧头躲开，唇印在唇侧。江青离眉心微蹙，抿着唇，眸中是明显的纠结和烦闷。“怎么了？”百里静小心翼翼地放轻声音。江青离也不知道怎么了，他只要一想到百里静喜欢原主10多年，而自己顶着原主的身份接受百里静的喜欢，内心就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感。“小离。”百里静的手顺着他的手腕往下，指节强硬地挤进他的指缝，这样强烈侵略意味的动作和他温和的皮囊格格不入。百里静躬身，将脸埋在他颈窝。“太快了吗？不习惯也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好不好？小黎，宝宝。青年声音里带着卑微哀求，我永远都是你的，你怎么对我都可以，什么时候找我都可以，不要讨厌我，好不好？不知为何，听到他用这种语气跟自己说话，江青离的心脏好似被一双无形大手揉捏，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直起身，几乎是没有思考的，扣住百里静的下巴，压着她的唇吻了过去。江青离对接吻还不是很熟练，只会笨拙的用唇摩擦对方的唇瓣，比起接吻，他更像是在他身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为他打上属于自己的烙印。被他压着的青年从震惊到呆滞，紧接着呼吸变得很轻，一动不动的任由对方啃咬自己。百里静连眼睛都不敢随意眨动，像是忽然进入巨大的美梦之中，他只怕自己随意的举动，这个梦就会碎掉。大概过了几分钟，江青离嘴巴都麻了，才撑着手臂拉开距离。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把人给压在沙发上，坐在他腰上。回过神，江青离有点尴尬，你怎么一动不动的？我吻技很差吗？没有。百里静像恍惚醒来，眸中闪烁着惊喜的光点，很好。要你说，江青离抹了一下唇瓣，跳下沙发，强装镇定的咳嗽了声，好了，时间也不早了，睡觉吧。刚走2步，手忽然被拉住，江青离回头，只见俊美青年仰视着他，呼吸微紧，泛着水光的唇上是被吮过的嫣红。小黎，我可以留下吗？百里静垂眼，有些低落。刚才你吻我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情况好了很多，看来只要待在你身边，我的头痛就会好。今晚就让我留下吧，睡地板也可以。一番话说得可怜又动情，江青离顿时心生愧疚，刚才竟然还怪他不动，他明明就是个病号。那我先帮你做疗愈。江青离声音放缓，没事的，我的污染值不是很高，那个以后再做也可以。百里静拉着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结语轻眨，只要你多摸摸我，多亲亲我，我就会好很多。这张脸真的是天生做明星的料，近距离看，冷白细腻的皮肤没有一点瑕疵，哪里都漂亮的厉害，只是几句话就能蛊惑人心，叫人忍不住想要亲近一些。江青离应下。当晚，百里静终于在江青离房间过夜，他主动从自己的房间抱了被褥过来，说要睡地板，但铺到一半，江青离就不忍心了，拍拍身边的位置，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到床上来睡吧。于是百里静抱着他的小青梅，格外香甜的睡了一晚。次日清晨，江青离是被一阵铃声吵醒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在床头摸了半天，摸到终端，接通视频。视频是全息影像，通话那头，青年坐在奢华的沙发上，有些别扭的皱着眉。醒了吗？听到这道声音，江青离眼睛眯开一条缝，对上那双灰蓝色眸子，他才反应过来，勾了勾唇打招呼，秦牧野啊，早上好。视线接触到他的笑，秦牧野愣住，干巴巴的开口，早。他摸了摸脖子，难得礼貌，那个，不然你再睡会，我待会打。没事。江青离揉了揉眼睛，你说吧，什么事情呀？其实也没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女孩柔软的脸颊，一向有话直说的秦牧野很不太自在，灰蓝眸子左右乱看，就是不敢直视他的脸。好几秒后，秦牧野才调整好心态，问，玉成兰没再找你麻烦吧？没有。江青离说他被关起来了。那就好。字还没说出口，视线一只修长的手从背后抱住女孩纤细的腰，温润沙哑却又明显属于雄性的声音响起，宝宝，是谁的电话？空气好似凝固了几秒，秦牧野眉头紧皱，灰蓝眸中满是不爽，犬齿用力磨着，俊美的狐族青年却像没察觉到他眼里的不满，从背后抱着女孩，下巴轻轻压在她肩上，声线慵懒，原来是牧野啊，找小黎有什么事吗？他说话时双臂将人抱得更紧，江青离发现他真的很喜欢抱着自己，昨晚也是一直抱着，狐狸尾巴毛茸茸蹭着他的腿和腰，江青离嫌热推开，过会又粘了上来，哼哼唧唧的，后面习惯了就随他去了，但现在毕竟是在另一个雄性面前，江青离脸上发热，不轻不重拍了一下百里静的手，别闹。女孩小声训斥，昨晚就是这样的。百里静也学着他的样子，小声嘀咕，眉眼间满是笑意，修长如玉的指骨顺势钻进指缝，十指相扣，而后满意的勾勾唇。做完这些，百里静才像是终于想起来这边还在打视频，抬眼看向对面，温和的问，还有事吗？视频那头，秦牧野已经气得站起来了，他深呼吸好几次才勉强镇定，面上仍然僵硬。你们昨晚在一起？百里静无奈的笑笑，牧野，此主和谁过夜是此主的自由，你过界了。只是说着，却拉起女孩的手贴着脸，眸中满是柔情蜜意，十足亲密。秦牧野脑袋轰的一声，瞬间就炸开了，他们竟然真的在一起过夜了。看他们这个黏糊腻歪的样子，昨晚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是拥抱、接吻，还是更亲密的？视线落在女孩花瓣般的唇珠上，秦牧野眼圈发烫，
恨不得现在冲进去把狐狸精给手撕了，再把他压在床褥间，咬着他的嘴唇，一点点覆盖别人的痕迹。秦牧野，清脆的声音打断混沌思绪。江青离微微直起上半身，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秦牧野回神，避开他的视线，过几天吧，这边有点事情。哦，江青离点了点头。那你学院那边请过假了吗？闻言，秦牧野脑中的怒意消了大半，心中微暖。昨晚过夜肯定是意外。百里镜这狐狸精最擅长演戏，江青离一个笨蛋，被迷惑了也很正常，这不怪他。再说了，狐狸精虽然勾走了他的身体，但他的心还在关心他。秦牧野脸上稍缓，不用请假，就3天。江青离眉心蹙起，这么久啊？就这么想见他？秦牧野心中生出几分满足，挑了挑眉。如果你想我回去，那我……话没说完，身后忽然响起一道柔软娇弱的女声：皇子殿下。秦牧野回身，看见白依依朝自己走来。她穿着一袭白色长裙，白色皮鞋，发间编着珍珠点缀，精致清秀。白依依手里还提着一个精致的小篮子，里面装着几个礼盒。她来干什么？秦牧野想起江青离不喜欢这个表妹，大清早的，白依依穿成这样出现在他的地盘，要是被江青离看见，肯定要生气。秦牧野赶紧想要解释，可一回头才发现江青离已经挂断了终端，刚缓和的心忽然重重沉了下去。秦牧野心里蹿起火焰，冷冷问跟着过来的佣人：谁让他进来的？佣人一懵，他说他是您的小姨子，也是玉少爷的词主，想就那天受夫的行为和您道歉，所以皇子殿下，请您别生气了。白依依接话，怯生生抬起头，一双眸子水润眸子楚楚可怜，她声音细软，带着浓重的歉意：我是替程兰来跟您道歉的。她的性子是骄纵了些，只是她对青离姐也是在意的，那天在训诫时，她不是故意还手的，希望您可以原谅她的冒犯。秦牧野就是在粗鲁，对瘦小跟竹竿一样的雌性也不能动手。他压着火，冷脸问：凭什么？白依依攥紧裙角，深呼吸后，像被强迫的小白花举起手里的礼物，声音发颤：只要您可以放过程兰，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啊。他咬住下唇瓣，颤声吐出2个字：姐夫。秦牧野。秦牧野烦躁地看向佣人：你跟他们说老子这里收贿赂。佣人头摇得比拨浪鼓还快：没有，殿下我冤枉，我什么都没说啊。老子不收礼，你可以滚了。秦牧野烦躁摆手，说完越过他就往外走。他现在得找个安静的地方跟江青离解释解释，他们现在不能见面，万一他生气的时候那个死狐狸精趁虚而入，那才是真的要气死秦牧野。然而在经过白依依时却被攥住衣角。姐夫。白依依仰着脸抿了抿唇，像是下定决心，才低声说：我知道青离姐的性格不允许，但是我可以帮你做精神疗愈的。他说着脸上浮起红晕，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如果你有需要。还没说完就被秦牧野用一句话打断：你有病。话音落下瞬间，白依依听见系统的播报声响起：叮，攻略目标秦牧野，好感度10，惩罚宿主美貌值10，魅力值10道具，白皙美肤，失效1周。一瞬间，白依依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暗淡蜡黄，她瞬间慌了神。早上她去了一趟玉成兰那里，好不容易刷了好感值，把之前的给补上，却一下子掉了这么多好感，怎么会这样？玉成兰明明说过，在训诫室，他问秦牧野是不是为了江青离才来，秦牧野否认了。他想着从可利用的角度，可以帮秦牧野做疗愈，拉近距离，怎么又掉好感了？眼见秦牧野要离开，白依依慌忙去追，却脚下一歪，直挺挺往他怀里栽倒。佣人瞪大眼睛，没想到竟然会有小姨子勾搭姐夫的刺激事情，赶紧低下头。下一秒，砰一声巨响传来，似乎有什么重物摔在地毯上。这么劲爆的吗？佣人抬眼，却没看见雄性兽人抱着女孩的画面出现，只看见白依依摔倒在地上，礼物摔了一地，他自己也狼狈不已。秦牧野站在一旁，双手环抱，居高临下的盯着白依依，灰蓝眸中满是冷冽。老子不是那5个蠢货，别拿拙劣的手段在老子面前打转，再有下次，管你是不是雌性，照样给你打成猪头，送去陪那条丑鱼。秦牧野说完，干脆利落的转身离开，他理都没理其他人，钻进卧室，一把脱掉被白依依碰过的衣服，急匆匆给江青离拨号。视频拨过去，却显示占线。江青离不是故意挂了秦牧野的视频，而是被另一个视频打断。全息视频那头出现少年屹立漂亮的脸蛋，他看着江青离在自己面前的全息投影，好像吓了一跳，过了会才试探性伸手，手指抬起，却从女孩的脸穿过，这是全息影像摸不到的。江青离笑了笑：你找我有事吗？他顿了顿，叫他的名字：顾念。顾念盯着江青离的唇，听见自己的名字后，白皙的耳尖染上粉。啊，抱歉，姐姐，我刚才想要在心中端存你的联系方式，但好像误触了什么，竟然按到了视频键。
视频那头相貌精致的少年轻咬下唇，怯生生抬眼，粉琉璃般的眸子不安地看过来，他的睫毛轻颤着，生怕会做错什么惹人生气似的，声音也是很轻很软。姐姐，我是不是耽误你的时间了？对不起。江青离见他怯生生的，想到他才刚满18岁，从12城一个人往中心城赶路，人生地不熟的，难免心生怜惜。我没生气。江青离放缓声音，你现在到哪里了？顾念闻言，眸子发亮，头顶竖起一对雪白柔软的兔耳，开心的抖了抖，声音也带着期待的笑，我在第4城区了，姐姐。12城阶级分明，第4城区接壤上3城，却是军部直属管辖，身份信息卡得很紧。像顾念这种土生土长的下城区低等居民，想要进上3城是非常困难的，哪怕有贵族受夫的身份，也会被重新调查身份，麻烦的话要1个月。开始江青离本来是想让尹诺去接，但尹诺说如果受夫靠雌性会被嗤笑，只能作罢。江青离点了点头，正要鼓励几句，却听身后的青年含笑问，顾先生在第4城区哪里落脚？我有朋友在那边，正好请他们帮你催催进度。顾念闻言眼前一亮，谢谢叔叔。百里静一怔，怀疑自己耳朵出现了问题。顾念刚才叫他什么？叔叔。他才刚过25岁，无论在贵族圈层还是演艺圈都被视为冉冉升起的明星，还是第一次被人叫叔叔。江青离憋着笑纠正了这个错误。顾念，百里静才25，叫叔叔不合适。是这样吗？兔耳少年歪了歪头，眼神天真又抱歉。对不起啊，百里先生，在我们下城区25已经算老男人了，我不知道原来上城区包容性这么强。百里静。青年笑了笑，语气宽容，是吗？看来你对上城区的了解还不够，等来了这边，我会专门为你请礼仪老师的。毕竟如果你总红言同语，会给词主丢脸。顾念的兔耳耷拉下来，小心翼翼看了眼百里静，又怯生生望向江青离，我一定会为了姐姐好好努力的，姐姐不要讨厌我。江青离还没开口，顾念那边传来细碎的响声，他有些奇怪，什么声音？顾念眸中闪过冷意，抬眼看向女孩时却笑得腼腆，好像是我点的餐，我还是第一次吃大城市的东西，姐姐我去拿了。好。顾念挂了视频，起身去开门。他站起身时，脸上已经完全没了刚才的娇羞柔软，挺拔身形冷得像是一柄被雪雨冲刷过的刀剑。门外的脚步声越发凌乱，似乎有10多人。顾念没打开门，而是虚空一指，空间扭曲撕裂开，他伸手轻巧一抓，敲门的暗杀者已经被拽到面前，没有任何废话。顾念干脆利落地解决了比自己壮3倍有余的雄性。他在为首的雄性身上翻找出终端，这是上城区最新款机密终端，号称保密性极强，解密失败就会直接爆炸。但这样一个东西，在少年指尖却像是简单的玩具，3两下就解锁。顾念浏览完，轻轻叹气，这么多暗杀，上城区真的很不欢迎我呀。可是怎么办？我好想见姐姐。少年漂亮的眉目间因着委屈，想了想，他捏碎终端，算了，还是先解决你们吧。如果带一堆臭虫出现，姐姐肯定会讨厌我了。少年走到衣帽间，换了身干净的衣服。想到刚才的画面，顾念叹气，姐姐还是那么善良，那么老的东西也留在身边。他勾唇，眸中涌起病态扭曲的兴奋，声音轻软的呢喃，怎么办？更喜欢姐姐了。视频挂断后有好几秒的凝滞，江青离收起终端，回身看向百里静。他本来想安慰几句，但一看见那张俊美的脸，就想到刚才顾念那句叔叔，憋了几秒，实在没憋住，江青离扑进他怀里，哈哈大笑。百里静抱着怀里的女孩叹了口气。江青离笑完，才发现青年的情绪明显低落，他直起身戳戳百里静的脸，喂，你生气了吗？没有。百里静有些哀怨的看了眼女孩，只是在想，宝宝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很老，和你有代沟，是个老古董，不喜欢我。他嘴里吐出一大串的负面词语。江青离没想到他会当真，赶紧摆手解释，我刚才就是跟你开玩笑的。真的吗？百里静长长叹了口气，那为什么？昨晚。他抿了抿唇，有些自暴自弃，算了。别算了呀。江青离看他这样，心里莫名难受，捧着他的脸，我真没有嫌弃你。你把话说完。昨晚什么？如果宝宝不是嫌弃我老，那昨晚为什么没有碰我？百里静抿了抿唇，垂下眼，声音脆弱，我对你来说一定是很没吸引力吧，都在一张床上了，却什么都没发生。江青离无奈，下意识哄他，谁说什么都没发生的？你不是亲我了吗？昨天晚上你亲我的手，还亲我的脖子，我都没拒绝啊。可是我还想要更多。他拉起女孩的手，贴着自己的脸，讨好的轻轻蹭着，狭长的眸微微眯起，慵懒低磁的声线格外勾人。宝宝，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江青离手心发烫，下意识紧张起来。什么机会？青年头顶冒出狐耳，雪白柔软的狐狸尾巴轻轻蹭着他的腿根，他轻轻一动，两人次序颠倒，他便撑在他上方。
证明我不是没用的老东西的机会。柔软的薄唇顺着他腰线往下，一下一下亲着，撩起一片酥麻。青年呼吸发沉，温柔清润声音也逐渐含糊。我会让你很快乐的，宝宝。痒。明亮晨光中，江青离颤了颤身体。俯身的青年停下动作，视线如有实质般，缓缓经过每一寸血色皮肤。怎么不说话啊？江青离有点着急，但又不太敢看。不知道为什么，跟叶凌渊在一起做亲密的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安心享受，面对百里静，却有一种很强烈的奇怪的感觉。心脏跳得很快，脸也很烫，不太敢看百里静的脸，莫名有一种熟人突然变成老公，费尽心思勾引他的诡异既视感，似乎感觉到他有点不安。百里静单手托在他膝弯，轻声喊他宝宝，看着我。江青离顺着他的声音望去，看到极具冲击力的一幕，那张在大屏幕里完美无瑕的脸，此刻贴着他的腿，呼吸滚烫到让人站立。江青离想别开脸，可那双狭长的眸仿佛天生为了吸引他而存在，微挑的眼尾似笑非笑，勾人心魂。直到江青离快要坚持不住，他才轻笑了声，我要开始了。江青离很明显僵硬了身体，但他没有移开视线。百里静的心跳越发强烈快速，他从18岁出道，在演艺圈已经待了7年，早就习惯了被长枪短炮的镜头环绕着的生活，早就习惯了被审视、被挑剔、被欣赏。他无师自通的学会应付各种视线，但没有人知道，他一直没有学会怎么应对来自江青离的目光。每一个被他注视的瞬间，百里静都会不知所措。现在也是，百里静喉结滚动，呼吸时感觉四周充盈着他甜美的味道，不断灼烧着他的理智，撬动他的神经，喉咙产生强烈的渴。他甚至想要吞噬女孩的每一寸血肉，和她永远交融，再也不分开。片刻后，在江青离的视线里，百里静张开唇，轻轻吻了过去。江青离双目涣散地盯着天花板，刚才强烈的眩晕感让他浑身乏力，甚至感觉天花板在晃，吊顶也在晃，随时会掉下来砸在他身上。脸上的热度迟迟退，江青离刚想摸摸自己的额头，却先被一双有力的手臂抱起来。江青离被百里静放在腿上，玻璃杯轻轻抵着唇瓣，头顶响起很沙哑温和的声音，喝点水润润嗓子。停顿几秒，又轻笑，要我喂吗？他不说话还好，他一开口，江青离满脑子都是他刚才说的一大堆话，说出去可能都没人信。百里静话特别多，特别不堪入目。明明没到最后一步，江青离却感觉过了几个世纪那么漫长。这个人太恐怖了。女孩用发软的手指接过水杯，慢吞吞喝水。她一句话没说，但百里静看出来，她在试图拖延时间。刚才太凶了吗？百里静反省了一下，其实她很努力在收敛，可是没办法，小青梅实在太可爱了，哼哼唧唧的声音软得不行，激动起来皮肤都泛着粉，甜得要命。她几乎用尽理智才克制住更多的贪念。想了想，百里静柔声问，还满意吗？江青离猛地抬头看他，视线接触到对方泛着水光的薄唇，又猛地把头低下去，喝水喝得更猛了。但百里静清楚地看见，小青梅恢复白皙的耳朵越来越红，好可爱。百里静又觉得渴了。门被敲响，尹诺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小姐，下午1点钟有课，您是现在起床吃早餐，还是晚一些吃午餐？他顿了顿，声音低沉几分，或者需要我帮您请假吗？江青离这时候才想起来看时间，他抓起百里静的手腕，一个翻转，才发现时间已经快10点了。天哪，他和百里静竟然在卧室里荒废了一个早上吗？这都什么事？江青离感觉脸更烫了，单手按下沟通按钮，不用，我现在就去吃饭。他说完，尹诺没有立刻回复。百里静说，我刚才屏蔽了声音。他说着抱起江青离，点了点墙面，一道浅蓝色的光点划过室内。百里静走到门边，隔着门对尹诺说，准备早餐吧，多少吃一点。尹诺没有搭理百里静，声音平静地问自己的主人，小姐，你想吃什么？我去准备。江青离想了想说，弄点水果什么的吧，午饭我再多吃点。好的，尹诺说。他没有立刻离开，在门口站着。灰狼的基因使得这位管家听力超群，即使房门隔音很好，他仍然可以很清晰地听见里面2人的对话声。我要换衣服了，你别跟着我。女孩嗓音里带着几分娇嗔。好。百里静很温和的应声，有需要叫我。几秒后，脚步声走近，门被人从里面打开。百里静弯了弯眼睛，看着门口的灰狼管家，这是第一次，希望也是最后一次。我想江佑辰送你过来，一定不是为了让你偷听主人们的对话吧？他声音温和，话里却带着软绵绵的刺。尹诺和百里静对视，没有任何退缩，他只是用平静的语气陈述，百里先生，我的主人只有小姐，我也只忠于小姐。他说完转身离开。百里静挑了挑眉，身后传来女孩的声音，你在门口跟尹诺说什么？他转身含笑说，没什么，
只是告诉他，我要和小丽吃一样的早餐。江青离已经换了条长裙，现在污染严重，气候混乱，但中心城一直用科技维持标准，4季轮换。现在已经接近夏日，天气热起来。江青离其实不太想穿长裙，想穿上次和林希月一起买的衣服，但他刚才照镜子才发现，自己腰上、腿上甚至脚踝都印上了红色痕迹。这个百里镜蚊子都没他这么能叮，无奈只好换了件严实保守的长裙。百里镜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夸他穿衣好看，顺便帮他编了发。江青离满意的点了点头，想了想，江青离抿唇指了指百里镜腰腹，那个，要我帮你吗？百里镜低头看了眼，笑着在他唇边落下一吻。今天就算了，这么服务型的吗？江青离没来得及感动，又听他说宝宝，时间不够。江青离，就你厉害。江青离红着脸瞪了他一眼，觉得自己真是多余问，直接去化妆了。化妆的时候试了一下口红色号。江青离化完想洗个手，走进浴室，却见百里镜蹲坐在粉色的盆前，正在搓洗什么。看清他手里的东西后，江青离瞳孔震颤。你在干什么？百里镜微愣，语气寻常，小离，我在洗衣服。可是有洗衣机，你为什么在帮我洗？江青离看着他手里的贴身衣物，脸涨红了一片。星际时代，洗衣服根本不用那么复杂，他都是放进洗衣机。以诺说机器人会整理好收进衣柜，要他洗什么洗啊？来这里之前，我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服侍好此主。百里镜抿了抿唇，像是有些无措，垂眼看着自己满手的泡沫。手洗衣服是我应该为此主做的。再说他有些不好意思的垂眼，这是因为我才需要洗。江青离张了张唇，却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只觉得脸上越来越热。最后他只能结结巴巴说，那个以后就不用了，你洗完赶紧下来吃饭吧。说完也忘了自己是来洗手的，转身就走。刚走2步，正对上一双金色树瞳。叶凌渊双手环抱，靠着墙，低磁声线阴冷危险。看来你昨晚过得不错，难怪连消息都懒得回。叶凌渊不知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听了多少他们的对话，只是看过来的阴冷视线，让江青离感受到一种浓重的哀怨，莫名让人想到那种宫斗剧里，听说皇帝宠幸某某宫女，并且要给宫女升职后，堵在门口的宠妃。江青离被自己的想象逗得有点想笑，赶紧露出严肃的表情，试图解释，我不是故意不回你消息，昨天你发消息的时候，我好像是在洗澡，没有看见，后来尹诺跟我说了。是吗？叶凌渊冷哼了声，眸眯起，谴责意味十分浓重。江青离，好重的怨气，难道是标记的影响？江青离走上前，仰着脸看叶凌渊，知道这条蛇看着冷硬，其实很吃软。江青离放软声音，好啦，我下次看见了消息一定回你，所以你别生气了。垂眼看着女孩含笑的眼睛，叶凌渊火气消散了些。叶凌渊轻哼，谁管你。相处这段时间，江青离也习惯他的说话习惯，知道他这算是消气了，连连点头，金色树瞳看向女孩细白的手指，叶凌渊放在身侧的手指动了动，刚抬起几厘米，身后传来脚步声和百里镜含笑的声音。你的衣服我放进烘干机了。他走到江青离身边，像是才发现叶凌渊，有些惊讶。叶先生，你回来了，有什么事情吗？叶凌渊收回手，抬眼看向来人。百里镜似乎有些累了，抬手拨了拨白色发丝，这样一动作让站在对面的人清晰地看见了他小臂内侧的抓痕，细细的浅粉色，像是指甲抓的，还新鲜着。叶凌渊眸色瞬间冷了下来，声音发寒，与你无关。他说完转身下楼。百里镜有些无辜地看向女孩，叶先生是心情不好吗？还是我打扰你们了？江青离倒是没觉得什么异常，摆摆手说，他一直这样了。他们讨论的对象走出去没多远，鼻腔里发出冷笑，金色树瞳里闪过杀意。要不是江青离在场，叶凌渊刚才真想直接弄死百里镜。死狐狸精，不过是勾引成功了一次，就这么装模作样，少见多怪。江青离标记自己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找死。午餐时间，餐厅内，江青离坐在2个男人中间，有点尴尬。倒不是别的，百里镜一直给他盛汤加菜，声音温柔地介绍他做的菜，左一句宝宝，右一句小离，听得江青离都快不认识这几个字了。和百里镜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另一边坐着的叶凌渊和站在江青离斜后方的尹诺，两人都沉默着不说话，好像2座沉默的雕像。一顿饭下来，叶凌渊除了最开始吃了2口饭，最后都没动筷子。好不容易吃完这顿饭，尹诺去楼上拿了江青离今天上课需要的用具，跟在他身后。百里镜本来也想跟着一起去，但吃饭中途，经纪人打了几个电话过来，说有要事。为了不让江青离觉得自己是那种荒废工作的废物雄性，百里镜只得答应。他磨磨蹭蹭送江青离到了车库，站在飞行器前。江青离坐进后座，才发现叶凌渊端坐在里面。门外的百里镜脸色微变，
叶凌渊扫了他一眼，金色树瞳中闪过清潮。怎么，你怕了？百里静笑得温和，我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江青离关上飞行器的门，趴着窗沿，没事，就是上个学，你如果跟去，到时候又要引起骚动了。好，都听小离的。百里静神色软化，只不过走之前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吻？他走近，微微弯腰，有你的吻，我一整天都会努力工作的。那双浅金色的眸子含着浓浓的甜，叫人无法拒绝。江青离朝他伸手，他很乖顺地把脸贴上来。江青离飞快地在他脸上留下一个吻，快速缩回去。虽然只是亲脸，但百里静也很开心，凑过去，笑盈盈用唇碰碰他的唇角。晚上见，宝宝。两人黏黏糊糊的样子，落在叶凌渊眼里格外刺眼。飞行器起飞后，江青离听见身边坐着的人忽然一声冷哼。江青离疑惑看过去，但叶凌渊常年冷着一张脸，他看了一会也没看出来有什么异样。想了想，江青离问：你昨晚去干嘛了？应付完狐狸精，可算是想起这里还有个寿夫了。叶凌渊冷冷说：处理叛徒。你们那怎么那么多叛徒？江青离感慨：上次也是，想坐上城主位置的人很多。叶凌渊淡淡说。江青离想起来，书里好像是说过，地下城弃兽很多，管理混乱，所以实力为王。叶凌渊去了地下城没多久，就把高层全杀了，当上城主。但同时不服他的人也很多，所以不断有人挑衅他，想要取代他。江青离有点担忧：你这次没受伤吧？叶凌渊闻言脸色稍缓：轻伤。你没骗我吧？江青离皱眉比划着：你上次肚子被划了那么大个口子也说轻伤。女孩凑近，像审讯犯人一般扫视着他全身。叶凌渊被他的视线看得有些躁动，喉结不自觉轻滚。顿了顿，叶凌渊开口：你可以检查。他一向懒得解释，没等对方反应过来，直接抬手解开自己的衬衫衣扣，眼前出现雄性线条分明的身形，宽肩窄腰，肌理不夸张却极具美感。雄性靠着椅背微微挑眉，一副任君采撷的样子。江青离发誓他本来是没有那个意思的，但手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就贴到叶凌渊的腹肌上了。他其实不是很想摸的，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摸了一下又摸一下，哎，这是闹的。江青离摸着，嘴上煞有其事：看来你确实没撒谎。女孩耳尖染上一点粉，嘴上随意，手却很诚实。叶凌渊勾唇：还要检查别的地方吗？别的地方？江青离视线不自觉往下，还没回答，飞行器却猛地一个颠簸。抱歉，引诱的声音响起，堵车了，小姐。江青离这才发现还有个人在前面开车，就算升起挡板看不见，总莫名羞耻。理智战胜色心，江青离一个扣子一个扣子把衬衫给叶凌渊穿好。今天飞行器开得很快，没一会就到了学院车库。江青离刚下车，手腕却被拽住。叶凌渊坐在车里，紧紧盯着他：我也要。江青离不解：要什么？下一秒，叶凌渊凑过来，张口咬在他耳垂，轻微刺痛后，听见他不满轻哼：你猜。叶凌渊说完就走了。而江青离这节是理论课，两人朝相反的方向离开。到教室，江青离刚推开门，所有人的视线瞬间落在他身上。他看回去，那些人又转开视线，低头窃窃私语。林希月走过来，忧心忡忡地说：青离，你被拍照传到论坛了。他被拍了。江青离第一反应是前段时间和叶凌渊在套房里发现的摄像头，上次叶凌渊给的屏蔽芯片他一直带着，难道对方还有新的招数？手指微凉，江青离飞快登录论坛，他第一眼就看见了最顶端的帖子，标题非常劲爆：江大小姐对那个谁下手了，有图有真相。江青离点进去，看见自己的照片，监控角度，画面里他仰着脸跟黑发青年说话，动作很亲密，看得出来在主动靠近。下面回帖全是震惊：我去，他真不怕被停课？那个谁是很俊，但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这个视角应该不是之前派机器人监视自己的人，因为正常人知道自己被拍后都会格外警惕，那对方监视的机会就更少了。江青离把这个帖子发给叶凌渊，然后没事人一样问林希月，他们为什么管叶凌渊叫那个谁？林希月见他淡定，不禁感慨他欣慰，也是，都搞到这位特聘教授头上了，心态能不好吗？林希月记得江青离上个月缠着林青没来学院，简单解释，叶凌渊是本学期才到学院任职的，在帝国皇家学院关系户不少见，但叶凌渊关系户就算了，在设计课上实在太严格，给分很低，谁的关系都不好使。刚开始经常有人骂他，写投诉信的，发短信的，论坛发帖的，轰轰烈烈，叶凌渊却跟没看见似的。直到有几个贵族子弟曾联名要求开除他，理由是蛇类的视力不行，根本做不了设计课指导教授，但学院不仅没有批准，反而给那几个学生停课处理。那几人再回学院后乖顺的像是换了人，对叶凌渊毕恭毕敬。论坛上关于叶凌渊的辱骂一夜清空，
从此论坛上只敢称他为叶教授，骂他也只敢暗指。那谁？江青离听到蛇视力不好，那里忍不住想象了一下叶凌渊戴着眼镜眯着眼睛射击的画面，笑得快憋不住了。快上课了，他也不敢笑得明显，趴在桌上，身体小幅度颤抖。林希月怕他被发现，手搭在他背上给他打掩护。他们身后不远处，红发少年眉头紧皱。赤云自从上次在休息室晕倒后，就一直不太舒服，直到玉成兰打电话来催他来学院盯着江青离，他才从床上爬起来。其实也可以不来的，但赤云只要一想到江青离就浑身烦躁，他把这归结于自己太讨厌江青离了，因此玉成兰让他来学院看笑话，他才会过来，想着看江青离出丑，心情会好一些。但视线落在女孩微微颤抖的背影上，想到她现在可能哭得梨花带雨，赤云的烦躁更盛，甚至想要去安慰她。一整节课，赤云都心不在焉，视线始终盯着那道纤细身影。课后，女孩看了眼终端，抬手跟林希月挥别。林希月凑到她耳边说了什么，她抬手去捏对方的脸，笑眯眯的样子看着完全没有被影响。是强颜欢笑吧？赤云想。解除婚姻那天，她好像也哭了。眼见江青离起身往外走，赤云像是被一根绳子牵着般，不自觉抬腿跟了过去，却没想到刚走到教室后门，就看见金贵英质的雄性站在不远处，金色树筒扫了一圈，锁定女孩身影，四周倒吸一口冷气。我去，那个谁来了？江青离这下惨了，快走快走，千万别被迁怒。不到1分钟，除了江青离和动作刻意放慢的赤云，教室的人争先恐后散开，江青离的脚步却没放慢，甚至赤云还听见他有点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他们好怕你啊，那个谁？雄性像是吃了声，单手攥着他的手腕把人拽过去。他眉目阴冷，如同锁定了猎物。江青离发现他盯着自己的嘴巴看，感觉有点不妙，缩了缩肩膀，声音也变小了。开个玩笑，你干嘛？现在不干，回去。叶凌渊用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江青离瞪圆眼睛，耳根滚烫，正要开口，却听身后响起愤怒的声音。你要对他干什么？叶凌渊抬眸，只见赤云气势汹汹走来。叶教授，就算他对你做了什么，你也不用这么粗暴。我很粗暴。叶凌渊好像笑了声，但这声笑怎么听怎么阴阳怪气。他微微用力，占有欲极强的将女孩按在怀中。不告诉他吗？江青离没来得及看赤云一眼就被按住，他愣了下，告诉他什么？叶凌渊垂眼看怀中的女孩，树瞳似笑非笑，一字一句轻飘飘却又无比强势。我们的关系。赤云见状顿觉不妙。你们什么关系？叶凌渊一句话懒得多说，抬了抬下巴，居高临下的看着赤云，如同俯视战败者。合法关系，合法关系。赤云愣了几秒，反应过来后顿时如遭雷劈，他几乎要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你是他的新受夫。叶凌渊吃了声，蠢货。他根本不把赤云放在眼里，拉着江青离的手离开。赤云踉跄的追了几步，而后浑身僵硬发冷。好久之后，他才后知后觉的发现一件事，以前每次他出现，江青离都会准确的找到他，笑着上来跟他说话，但今天他连看都没有看自己一眼，江青离的关注都给了别人。意识到这一点，赤云下意识的反驳，像是在说服自己，不对不对，是依依，我喜欢的是依依，注意那个词干什么？可越是这么强调，他脑中的眩晕感就越强，身形恍惚几下，赤云直接晕了过去。叮，攻略对象赤云，好感度出现大幅度波动。脑中响起的声音让白依依皱了皱眉，又怎么了？白依依正要进入学生会会议室，文言眼里闪过厌烦，她一天到晚怎么那么多事？好感度掉了吗？没有，系统说剧烈波动后，好感度仍然保持在92道具，也没失效。那就别烦我。白依依飘飘然坐在自己的副主席位置，还有5分钟，关于下学年是否招收其他城区特招生的会议就开始了。高级干部们零零散散走进会议室，高级干部柯安坐在白依依旁边，他转头一看，面露惊讶。快夏季的天，白依依竟然穿了件长袖长裙，头发垂落盖住2侧的脸，袜子包裹小腿，脚上踩着一双白色帆布鞋。虽然说她平常也穿着白裙，但短裙居多，从来没有裹得这么严严实实过。身上的皮肤紧紧遮盖不说，还戴了大1号的口罩，大半张脸都盖住，刘海垂下，连眼睛都难找。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柯安感觉白依依的皮肤好像黑了几个度。柯安凑近，本来想调侃几句，却发现一向温柔示人的白依依挑着眉，看着终端界面，眼里是高高在上的嘲弄。扫了眼屏幕，看清后，柯安震惊失声，什么？江青离在车库非礼那个谁？经过2人身后的袁石耀身形一顿，闭塞眸子微眯，他又在外面招惹谁了？江青离是整个学院的风云人物，一群人很快肆无忌惮讨论起来。有个部长语气夸张地说，论坛都传疯了，
他在车库抓着人家手不放，还要亲人家，啧，见到个长得好看的就动手动脚，勾引纠缠的，简直败坏我们雌性的名声。上次不也是吗？人家玉成兰好心去救他，他在水里吃人家豆腐就算了，最后还踩着人家的脸上岸。官方通告不是说玉成兰是异能失控吗？什么异能失控啊？我看他就是故意的。那人视线在四周转了一圈，找到白依依，你说呢？再看帖子的白依依一愣，旋即他垂下眼，声音很轻，可能就是误会吧。他双手摆在腿上，低着头，细声细语，了解他，可能是心情不好，所以情绪激动了一些。以前也是这样的。这话一出，原本厌恶江青离的人脸上露出更加鄙夷的神色，真受不了和这种人在一个学院。我看也别招什么特招生，直接把江青离给送去下城区，让那些下城区的低等雄性好好教育教育他。白依依口罩下的唇勾了勾，看来让人发这个帖子是正确的。先说叶凌渊，一个废物 F 级，出身的家族也一般，等他被江青离搞臭了名声，自己再出手救赎，一定会被另眼相看。再说秦牧野，眼高于顶的好面子皇子，刷到江青离勾引教授的丑闻，肯定会千方百计离婚，自己正好趁虚而入。而现在也正好在袁石耀面前帮江青离说几句话，刷个大度善良的好感。其他几人对江青离的谩骂越发夸张，白依依正要开口制止，却听身边传来刺耳的声音，刺了。袁石耀冷着脸拉开座椅，坐下后，锐利的猫瞳扫视一圈室内，一向平静的声音如同浸满寒霜，说够了吗？众人互相对视，都从彼此眸中看见惊异。平常他们吐槽江青离，他可都是保持沉默的，今天怎么突然发火？柯安贱兮兮的吹了个口哨，怎么说不得你嫂子啊？袁石耀眸色更恶，闭嘴。见他真的生气，众人不敢再说相关话题，把话绕开了。学生会长很快到了，照例在开始前说些很官方的场面话。嫂子，白依依视线扫过少年侧脸，忽然想到袁石耀有个哥哥，好像是叫袁石墨，学术天才，但异能是 S 级，也是江青离的受夫。根据系统给的资料，袁石耀对他哥哥很崇拜，估计是因为不想让他哥丢人吧。白依依对袁石耀还是挺满意的 S 级，长得不错，可以收。等攻略了袁石耀，就可以用积分变得更猛，顺便让他下手除了江青离，省得他总在自己面前讨人嫌。白依依不知道，他思索着怎么除掉江青离的时候，他的攻略目标打开了那个帖子。半个小时的会，袁石耀反反复复，愣是把帖子看了10多遍，连开会内容都没怎么听进去。看着照片，袁石耀既生气又烦躁，心里还有股被拧过的酸，甚至到最后产生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怨气。散会后，白依依拦住少年，温声道：谢谢你刚才帮青离姐说话，他如果知道你这么维护他，肯定会很开心的。袁石耀蹙眉，表情别扭，谁说我在帮他说话？眼神不好就去治。看来他对江青离确实没什么好印象。白依依弯了弯眼睛，我知道袁部长是一只很好的小猫咪，你最正义了。他说着朝袁石耀伸出手，像是想拍拍他的背顺毛。少年倒退一步，轻飘飘躲开，眉却越皱越紧。你以为你是谁？装出一副对我很了解的样子。袁石耀本来就烦，想到白依依是玉成兰未来的词主就更烦了。金贵少年毫不留情的嘲弄，有这个时间不如去训诫室多管管你的受夫，再这么下去，下次见他恐怕是在法制节目。他说完转身就走。叮，攻略目标袁石耀，好感度5。袁石耀好感度目前为0，警告，宿主已经多次失败，如果再有攻略目标好感度掉到负数以下，将会加倍惩罚。白依依如遭雷劈，呆愣在原地。怎么会这样？他明明就是用差不多的招数收下的赤羽，他们一个狐狸一个猫应该差不多啊。正茫然着，忽然听一旁传来惊呼，我靠，那个谁在论坛说他是江青离的受夫，脑袋好像被重重敲了一下。白依依连忙翻出终端，颤着手登录论坛，刚才的偷拍帖子已经被处理了。最顶上的一条是叶凌渊发的，点进去只有一张截图，是新网的夫妻关系缔结图，上面清晰的显示叶凌渊的婚姻状况是已婚，而他的词主正是江青离。白依依倒吸一口气，脑袋嗡嗡发响。半小时前他还盘算着怎么一箭3雕拿下叶凌渊、秦牧野和袁石耀3个优质雄性。半小时后，他不仅丢了袁石耀的好感，还得知叶凌渊是江青离的受夫。白依依彻底失利，靠着墙，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与此同时，车库飞行器内，江青离正被按在柔软的坐垫上，被男人掐着下巴用力的吻着，柔软的裙角被层层叠叠堆在腰间。江青离挣扎了一下，唇瓣离开，大口呼吸着，气息不稳。你不是说回去再改主意了？叶凌渊用最平静的话陈述最过分的事实。江青离皱眉瞪他，在心里骂他。他没吭声。叶凌渊掐着他的腰，指腹不轻不重揉他的耳垂，
垂下的眸中暗流涌动，在想他。什么他？江青离没听懂。明知故问。叶凌渊这几个字颇有点咬牙切齿的意味。刚才抓着江青离离开后，叶凌渊发现他一路上都心不在焉，思绪飘忽。怎么，一段时间不见，觉得赤云那只丑红狐变好看了，怀念起来了？很不乖，不乖就要惩罚。叶凌渊不再解释，勾着女孩的下巴，偏过头咬她的唇珠，尖锐的齿轻轻磨蹭着，带来微痛又酥麻的触感。江青离承受不住，呜咽一声想躲开，却被直接抱起来压在他腿上，贴得更紧。蛇尾缠在腰上时，江青离的终端忽然震动起来。叶凌渊扫了眼，直接挂断。终端接连不断的响着，江青离找到空隙，摸到终端，按下接通，但由于看不清，江青离误触了外放键。飞行器内回响着白狐雄性温和诱哄声。宝宝，既然你和他公开了，那我们……听到百里静的声音，江青离的大脑有一瞬间宕机，愣住那秒，苍白修长的手越过他，干脆利落的挂断，将终端丢开。喂！江青离反应过来，连忙去捡，他的腿被叶凌渊单手扣着，只能侧着身，伸长手臂去够。因为动作，堆在腰间的裙摆层层叠叠落下，盖住纤细雪白的腰肢。而更让叶凌渊不满的是女孩脸上难得的焦虑不安，就好像怕被挂断电话那人会多想一样。这个联想让叶凌渊感到烦躁。叶凌渊的呼吸不自觉加重，扣在他腰上指节缓缓收紧。别闹！江青离腾出一只手拍开他的手，手指摸索着终端。叶凌渊动作一顿，盯着自己的指节。女孩打他时没用什么力气，没有痛感，但叶凌渊还是感到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滞涩怒意。他怎么敢坐在自己腿上和自己接吻，心里却在想另一个男人，甚至为了那个该死的狐狸精对自己动手。视线里，女孩拿起终端，似乎在查看消息，提示音叮叮咚咚个没完。叶凌渊不自觉冷笑，真够忙的。发出声音后，又猛然惊觉自己的反常。江青离跟什么狐狸精、豹子精暧昧纠缠，和他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是只是合同上的甲乙方，一个提供精神抚慰，一个提供人身保护。等精神力不再失控，他就会离开。叶凌渊想，他之所以感到愤怒，一定是受到标记的影响。手指不自觉抬起，隔着衣服触碰到那枚刻画着荆棘玫瑰的图腾。江青离给自己的标记，被印上标记的皮肤隐隐发烫，告诉我可以去检查一下精神力状况了。我和百里静暂时不会公开，因为你现在也是我的受夫，所以通知你。他抿了一下被吮到红润的唇，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你下次再敢不经过我同意就挂电话，说威胁我的话。江青离想了想，发现自己现在好像还真拿这个反派没法办法，又不想表现太怂，硬邦邦补上一句威胁，你就自己度过发情期。知道了。叶凌渊没什么表情，声线恢复淡漠。医院地址，看上去根本不在意，绷直的脊背却微松了些，后仰靠着柔软的椅背。江青离看他这个装装的样子，气得磨了磨牙。算了，不用你陪。江青离爬到一边，学这条臭蛇的语调阴阳怪气，说什么给我当保镖，结果就这样，一点性欲也没有。话没说完，沉默的男人忽然朝他伸出手，俯身环抱住他的腰。叶凌渊闭着眼睛，额头贴着他的颈。片刻后，江青离听见他闷闷的声音响起，陪你。有些无奈，更接近自暴自弃。叶凌渊呼吸着女孩特有的气息，思绪飘忽。他想到被标记的第二天早上，江青离离开后，警惕的蛇类立刻就找到中心城最著名的医师，为自己消除标记。标记可以有副作用，但也在可以接受范围内。即将走进手术室时，叶凌渊放弃了。他不仅放弃驱除标记，甚至在得知他退婚后，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受夫名单。他反复告诫自己，利用贵族身份到中心城来，是为了做正事，不是为了做谁的附庸。可所有的理智在听到他名字的时刻分崩离析，心跳呼吸不受控制，满脑子都是在想，凭什么？凭什么给了他标记，又根本不想负责？转头想扑进男人堆里，左拥右抱，纵情享乐。叶凌渊生出一种尖锐疯狂的怨恨，既然他提裙无情，那就别想好过。他不能让他如愿以偿甩掉自己，他要缠着他，像共同度过的糜乱前夜一样疯狂缠绕着他，死也不松开。飞行器停在医院门口时，江青离腰都快酸了。他不知道这位大反派又抽什么风，抱着他不撒手，沉重灼热的呼吸打在颈侧。好几个瞬间，江青离都怀疑他要把自己给生吞活剥了，不是晚上的那种，是要生吃的那种。终端震动片刻，江青离的手臂动了动，小声说：叶凌渊，你睡着了吗？金医生在催我来。男人低低应声，直起身，总算松开了他，恢复自由。江青离打算出飞行器，手刚抬起，就被叶凌渊握住。你就这样去？叶凌渊盯着他微皱的裙摆，声音微冷。你还好意思说我这样还不是因为你？江青离拍开他的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裙子，其实也看不出什么。下一秒，一条崭新的裙子丢在他膝上，
去换。叶凌渊说，这次不用江青离提醒，他已经闭上了眼睛。江青离突然发现这条蛇还是有点懂事的，换上叶凌渊准备的浅紫长裙，江青离推开飞行器走了下去。叶凌渊隔着一段距离不紧不慢跟着，刚到医院大厅，几个医护人员护着一个担架，呼啦啦往电梯方向去，人太多，他只从医护人员的缝隙里看见病人有一头红毛，还挺眼熟。江青离没太在意，为首的雌性看见他忽然站定脚步，江小姐。金医生，江青离认出他，打了个招呼，抱歉啊，江小姐，我可能要晚点给您做检查了。金医生叹了口气，一个病人这周第2次精神力波动晕倒，现在完全不省人事，我要给他先做个检查，大概1个小时。江青离表示理解，微微含笑，没事的，我可以等。他话音刚落，躺在担架上的红发病患却忽然眉头紧皱，嘴里发出细微呢喃。有护士凑近，听到他念叨的好像是个名字，一个雌性的名字。病患声音痛苦，似乎被什么灼烧着。护士奇怪地看向陪同的人，袁同学，你有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好像是喊谁的名字，是家长还是亲属？黑发少年声音轻了，不知道，可能是出现了幻觉。护士也不敢耽误，点点头，抬着赤云就往病房去了。袁时耀没有跟上去，而是抬眼扫了眼不远处的女孩。她换了条长裙，收腰的款式将腰肢掐得纤细，似乎一只手就能握住。袁时耀视线停留几秒，忽然感觉到一阵强烈的视线，目光微转，对上一双阴冷尖锐的金色树瞳，蛇类对他的抵触和厌恶毫不遮掩。袁时耀只当没看见，不动声色收回视线。这时金医生已经跟江青离说完了注意事项，让他先跟着护士去做基础检查。江青离点了点头，跟着护士离开。他的终端响个不停，走路的时候也低头在看，因此完全没注意到袁时耀。袁时耀退开一点距离，和他擦肩而过。少年身形瞬间僵硬，馥郁的香味好像包裹了他全部感官，又在几秒后尽数消散，不留痕迹。袁时耀眉目间出现轻微正愣。这位同学，金医生抬手在他眼前挥了挥，不好意思，刚才跟另一位预约过的病人聊了几句，我们走吧。几秒后袁时耀才反应过来，点了点头，好的，麻烦您了。他又恢复了清冷自持的优等生模样。两人往电梯方向走，袁时耀礼貌地聊了聊赤云的情况，视线却不自觉追随着一道淡紫色身影，直到对方走过走廊拐角，消失在视线里。走进电梯，袁时耀不经意般提起，刚才那位雌性好像也是皇家学院的学生，但我记得他没有精神力，来找您，是2次觉醒吗？金医生是第一城区有名的精神力专家，而众所周知，江青离是个没有觉醒精神力的废物雌性，突然看精神力方面问题，只可能是因为2次觉醒。雌性觉醒精神力是喜事，金医生没有隐瞒，现在还不能确定等级，但应该是2次觉醒，不出意外是治愈系的。虽然有猜测，但亲耳听见，袁时耀眸中还是闪过诧异。江青离身世显赫，母亲是拥有 S 级异能的将军，父亲更是血统稀有的 S 级龙类兽人，他们从小就严格培养江青离，只等他觉醒精神力，好好培养，未来继承他母亲的权势。他18岁生日那天，江家举办了隆重的晚宴，多家媒体已经准备好报道的帖子，但意外出现了，江青离觉醒失败，成了整个中心城的笑话。不仅如此，他还在宴会上大放厥词，说自己对异能根本不感兴趣，更想和优质雄性结婚。江家几个长辈差点没气得晕过去。后来他的言论在网上曝光，江家把他关了半年有余。听说那段时间江家不断用各种方法刺激，希望他可以觉醒，都没成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江青离性情大变。袁时耀跟江青离不熟，但莫名其妙被他看上进行追求，他不胜其烦的拒绝，他转头又找了别人。大2的时候，江家本来给江青离准备好了副主席的位置，他却拿这个位置换了白依依的5个未婚夫。后来他倒贴5个未婚夫，比原来更平庸无能了。现在怎么会突然2次觉醒精神力？而且仔细想想，现在的江青离比起不久前，简直是天差地别。袁时耀眉头紧皱，只觉得有些奇怪，但细想时，那丝怪异却如流沙一般从指缝中消失了。袁时耀和金医生走到贵宾病房门口，等着的护士立刻走过来。金医生问，怎么样了？护士面露为难，金医生，我们已经给患者做了初步检查，他一切数值正常，恐怕还需要您进一步做详细的检查。我看看。金医生点头往里走。护士又说，对了，他刚才嘴里一直喊着什么酱什么梨子，是不是饿了？袁时耀微微蹙眉，厌恶的隔着玻璃扫了眼里面的人，音调淡漠，我让人去买吃的。护士和金医生点头，另一边的助手推了大型仪器过来，他们一起进了病房。隔壁有休息室，袁时耀在里面回了学生会的消息，顺便开了个简短的线上会议。结束已经是半小时后，袁时耀跟赤云不熟，
送人过来只是因为最近轮到他负责监管雄性的精神力问题，送到这里就算负责了。袁石耀起身往外走，刚走几步，却迎面撞上并排走来的江青离和叶凌渊。哎，好巧，江青离看见袁石耀，顺手打了个招呼，你也看病。袁石耀脚步一顿，视线落在女孩脸上，阳光恰到好处的落入室内，在他白皙侧脸打上浅浅的光晕，喉结轻滚。袁石耀站定，声线微沉，有学生晕倒，学生会需要负责。他没说赤云的名字，听说最近江青离很讨厌那5个前未婚夫，莫名的，袁石耀不太希望对方认为自己和他们很熟。江青离果然也没怀疑，点了点头，坐在袁石耀对面的沙发上。这家医院只接待贵族，建设豪华，机器人很快送来精致的糕点和红茶。江青离端起红茶贴到唇边却停住，递到叶凌渊面前，谄媚的眨眨眼，你先喝一口。叶凌渊又把他当是毒的，或许因为对大部分毒素免疫，但叶凌渊没觉得抵触。叶凌渊缓缓抿了口红茶，咽下去后停了几秒，才递回去。江青离接过杯子，喝了一口，又指了指糕点，你想不想吃那个？问他想不想，其实是自己想。叶凌渊薄唇勾起一点弧度，又迅速被自己压下去。他扫了眼对面的优等生，理所当然的开口，喂我。江青离，这里还有别人。但叶凌渊不为所动，甚至提出要求，草莓味的，那是江青离最想吃的味道。江青离悄咪咪瞥了眼对面的袁石耀，见对方戴着耳机，垂眼看终端，便放心的插了一块递过去。他全然不知自己错开视线时，那双闭塞猫眼又追了过来。试完毒，江青离安心享用美食。他吃东西很慢，腮帮子鼓起来柔软的弧度，像小仓鼠。叶凌渊看着，视线不自觉柔软，停了几秒，他抬眼警告般对袁石耀眯了眯眸。袁石耀收回视线，心中却止不住冷笑，又是个和秦牧野一样的蠢货，刚成为受夫没几天，就忍不住在校园论坛上曝光关系，好像恨不得全天下人都知道他们的关系似的。防得这么紧，以为谁都会喜欢上江青离吗？也不想想他和秦牧野那种无能的 F 级，靠着血统和家族硬币才有立足之地的废物，怎么保护得了自己的雌性？但凡有个高等级的雄性出手，他们根本无法抵抗，只能眼睁睁看着柔弱的雌性被其他雄性抢走，强行把他揉进怀里，含着他的唇，甚至可以做更多过分的事情。少年黑发下的耳尖微微发热，呼吸微紧。就在这时，终端震动起来。袁石耀以为是学生会的，扫了眼屏幕，手指却猛地一抖，来电的不是别人，是袁石耀的双胞胎哥哥江青离正儿八经的受夫袁石墨。看清来电显示的哥那个字，袁石耀下意识一怔，抬头看向坐在自己对面的女孩。江青离正一手端着精致餐碟，一手拿着叉子，投入的享受美食，眸子微微眯起，猫似的。察觉到视线，他有些莫名的看回去，眨了眨眼表示疑惑。袁石耀像是被烫到一般，猛地错开目光，终端还在震动。不知为何，袁石耀感觉手里握着的终端格外烫手，完全没有平常接到电话的高兴，反而有种诡异的心虚感。沉默几秒，袁石耀猛地起身往外走，快步进了另一个休息室，在沙发上坐下，少年理了理衣角，才按下接通键。下一秒，全息影像接通，袁石耀对面出现兄长那张几乎和他一样的脸，但即使有外人在场，也可以完全分辨他们，因为他们实在太不一样了。袁石墨坐在书房，单手支着下巴，和弟弟一样的闭塞眸子扫视着休息室，笑了笑。阿耀，怎么这么慢？刚才袁石耀顿了顿，今天下课后，有一名学生在走廊晕倒，疑似精神力出了问题。袁石耀平常在学院和外人面前总是一副矜持冷淡的样子，但在亲哥面前却颇像是小学生回答问题。袁石墨视线没有停在对方身上，他漫不经心地看着半空，好似没有认真听。但弟弟说完最后一个字，他便接着问，然后袁石耀说，我送他来了医院，然后来休息室，和学生会开了个简短会议。话说到最后，他的声音不自觉低了下去。不知道为什么，袁石耀下意识地隐瞒了自己曾见过江青离，并且和江青离共处一室的内容。是吗？袁石墨微微蹙眉，目光落在空旷的桌面上，顺着对方的视线看去，袁石耀心里咯噔一下。这种休息室，贵宾到的2分钟内必定会送上茶点。他刚才跟袁石墨说自己在这里开会，可面前的茶几上却什么都没有。该死！袁石耀一阵尴尬，好在袁石墨没有深究，只是垂眼看着手里的书，声音温和，你见过江小姐了吗？她状态如何？没想到兄长会突然提到江青离，袁石耀忽然提高声音，提他干什么？袁石墨抬眼看了看弟弟，又垂下睫毛，我听说他险些溺水，作为受夫应该表示关心。袁石耀皱眉，父亲又给你打电话了？袁石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翻过书页，关心此主本来就是我该做的，这就是默认的意思。袁石耀拧着眉，正要开口，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伴随着护士的声音，江小姐，
您准备好了吗？金医生看清里面的人后，护士有些惊讶。喂，袁先生，怎么只有您？江小姐呢？黑发少年身形顿时僵硬，不用抬眼，他就感觉全息影像那边的兄长抬起头，眯了眯眸子，垂在身侧的手指不自觉弯曲了。袁时耀声音平静地说，他们在隔壁休息室。啊，好的。护士也注意到袁时耀在打全息通话，连忙道歉，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这就离开。门关上后，室内一片寂静。袁时耀难得感到窘迫，抱歉，哥，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我只是……没关系。袁时墨声音淡了些，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再遭受来自雌性的羞辱。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导师在找我，下次聊吧。袁时墨笑了笑，主动结束了通话。袁时耀靠着椅背，抬起手指，暖色光点在指尖绽放跳跃。他盯着光点看了很久，直到眼圈发酸，攥紧手指，颓然低下头，影子在脚边拉长，随着光点颓然飘忽，如同无声默剧。江清离检查完身体，已经临近傍晚。走出检查室，他懒洋洋打了个哈欠。叶凌渊在检查室外等了几个小时，脸上没什么疲倦。好了，金医生拿着一大堆报告，眼里闪烁着惊喜。江小姐，恭喜您，您确实2次觉醒了，是治愈系。初步判断您的异能等级在 A 级以上，很有可能更高。江清离眨了眨眼睛，初步判断。对，您也知道，拥有异能的雌性每个月都会收到帝国的补助，所以流程也很复杂，医院只能给出初步诊断。金医生以为他是失望了，连忙安抚。之后的等级需要您在帝国皇家学院或者帝国军政学院的考点进行考核，由10位非血缘关系的评委打分判定，出具最终的结果。江清离本来已经接受自己是个没有异能的废物，现在得到了异能，算是意外之喜，也没有什么失望的。他点了点头，露出一个感谢的笑。谢谢金医生。应该的。金医生笑着点点头。对了，您这段时间可以多给受夫们做一做精神疗愈，有助于稳定精神力。叶凌渊挑了挑眉，城主大人对等级之类一向觉得无聊，对医院之类的地方更是感觉厌烦，但现在他觉得金医生看着比刚才顺眼了很多。两人离开后，金医生拿着报告往回走，没走几步，险些迎面撞上一个身影。他倒退几步，有些惊讶。袁少爷，您是要找赤同学吗？他在楼上病房。不是。袁时耀神色轻微别扭，我想问问江同学的检测结果。他顿了顿，他是我们学生会的新成员。后面一句声音很低，也不知道是在说服谁。金医生没有隐瞒，我现在只能给出初步判断，但江小姐的数值非常高。袁时耀不太喜欢含糊不清的说法，他给出参照物，您之前给白依依做过检测，江清离和他比起来高还是低？金医生盯着江清离的数据，眉头越来越紧。两位的数据差不多。金医生清了清嗓子，初步估计江小姐也不会低于 S 级。袁时耀盯着金医生的脸，他总感觉这位医生刚才的表情有些奇怪，但金医生滴水不漏，问了几句也探究不出什么。袁时耀礼貌点头，转身离开。等人走后，金医生快步走进资料室，调出白依依的数据，同时拿出江清离的数据在旁边对比。一项项对比过去，他眼里的疑惑越来越重，忍不住呢喃，这太奇怪了，若此时有其他人在场也会感到震惊。屏幕上2份精神力数据，除了名字以外，其他的竟然完全一致。医院里有淡淡的消毒水味，叶凌渊不想多留，拉着江清离的手一路目不斜视离开。走到楼下，江清离忽然站住，青年蹙眉看去，发现他仰着脸看天。此时夕阳已然沉落，金红与粉紫色像被打翻的颜料，被揉在天空这张巨大的画布之上，如梦如幻。叶凌渊问，你在看什么？看晚霞呀。江清离好像笑了笑，很好看。叶凌渊蹙眉，他不喜欢看天空，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狭窄昏暗中度过，也厌恶宽阔的天空。但叶凌渊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沉默站着，视线不自觉落在身侧的江清离身上。夕阳下，女孩巴掌大的脸更加白皙精致，她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睫毛浓密卷翘，眼尾勾起一点弧度，哪怕没有笑，望过来时也带着潋滟春色。微风轻拂，几缕乌发被吹拂到青年冷峻侧脸。叶凌渊微愣，被标记的皮肤又在隐隐发烫，他忽然感觉呼吸有点不顺畅，来不及探究缘故，江清离已经转过头，拉了拉他的手，走吧走吧，回家。叶凌渊回神，竟然没反驳一句谁跟你有家之类的话，反而被乖乖牵着往外走。来的时候不知道要多久，江清离就让司机先回去了。检查结束后，江清离就给尹诺发了消息，果然刚到路边，便看见一台十分眼熟的飞行器停在面前，前座降下车窗，灰狼管家毕恭毕敬，小姐。江清离还没开口，忽然感觉自己拉着的那只手抽出来，用更重的力道包裹住他的手。这家伙干嘛？江清离刚冒出疑惑，后座的车窗也降了下来，露出百里影帝那张完美无瑕的脸。百里镜的视线落在两人交叠的双手上，
唇角微微僵硬。下一秒，他打开门，露出温和的笑，对江青离说：“小离，我来接你回家了。你今天不是有工作吗？”江青离有些惊喜，刚要松开叶凌渊走过去，手却被拽得更紧。这边飞行器多，江青离怕影响交通，抽走手坐进去，转头朝他招手：“快点！”叶凌渊站着没动，脸色阴沉。百里静缓缓眨眼，有些奇怪似的问：“怎么了？叶先生不舒服吗？正好后面就是医院，不如让尹诺陪你检查检查，有什么问题也好直接住院。”尹诺闷闷开口：“抱歉，叶先生，我还需要服侍小姐用餐。”百里静很体贴地说：“没事的，我照顾小离就好。你毕竟是个外人，不太方便的。”尹诺眸中闪过暗淡，垂着长睫不再开口。江青离关心地看着叶凌渊：“你哪里不舒服？”叶凌渊眼见再僵持下去，他得被说成重病。叶凌渊上了车，江青离坐在座位边沿，指了指自己对面的座位，刚要开口，却被叶凌渊一把抱起，放在他腿上，而他坐在他的位置上。猝不及防，他伸手抓住叶凌渊的衣服，小声抱怨：“你干嘛啊？没位置。”叶凌渊言简意赅，在江青离看不见的地方，睚眦必报的蛇泪挑眉，逆向一旁的狐狸精。百里静冷冷看回去，他空出一人位置，对女孩说话时声音又变得温柔：“小离，不舒服就坐这里吧。”江青离赶紧从叶凌渊腿上挪下来，但坐下后，叶凌渊毫无顾忌的伸手扣着他的手指，十指相扣。另一边，百里静不甘示弱，双手环抱住江青离的腰，脸颊贴着他的肩膀，勾住他另一只手。江青离又出现了，经典的三人排排坐。上次是百里静和秦牧野，这次是百里静和叶凌渊。唯一不变的是，坐在中间的他。江青离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三明治里面的菜叶，被两片面包可怜兮兮的挤着。小离，百里静开口，音调缱绻：“今天我和导演讨论了剧本，下个月就进组了。”他抬眼看小青梅的侧脸，试探性问：“宝宝，你会去给我探班吗？”江青离还没开口，叶凌渊冷硬地说：“他没空。”面对此等恶劣搅局破坏气氛的，其他人可能会生气，但百里静拍戏多年，早就学会了无视干扰。修长指节轻轻捏着女孩细白的手指，轻轻叹息：“算了，你那么忙，我不想耽误你的时间。”江青离下意识反握他的手指：“没事，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真的吗？”百里静抿了抿唇，期期爱爱抬眼。“但这次林青在附近拍戏，你会不会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江青离说：“你怕我看见他会吐。他确实长得有点恶心。”闻言，百里静忍不住笑起来。去年冬天，他和林青在一个剧组，只能亲眼看着那个陌生灵魂用着江青离的身体对林青百般谄媚。林青分明看不上他，却为了向自己炫耀，百般使唤。百里静有时候真想掐死林青算了，又怕陌生的灵魂会做什么伤害这具身体的事情，只能作罢。还好，他的小青梅现在回来了。百里静轻轻蹭蹭女孩的侧脸，声音轻软的喊她：“想撒娇，宝宝。”江青离耳尖一红，怕他当着叶凌渊的面说出像昨晚那种话。江青离赶紧捂住他的唇：“好了好了，坐好。”“都听你的。”百里静松手，正襟危坐，手指却缠着他另一只手，十指交扣，黏黏糊糊，小动作不断。另一侧，叶凌渊发出明显的冷笑。狭窄的空间内，气氛以江青离为界限，两极分化。打破诡异气氛的是一通全系通话。江青离看见屏幕上闪烁着的袁石墨3个字时还有些惊讶，另外2个在外的受夫顾念倒是经常发自拍和问候。袁石墨除了最开始加了好友，就再也没发过消息。按下接通键，对面出现袁石墨的全息影像。袁石墨和弟弟最大的不同是那头白金发色，发尾微长，被丝带束着，尾部的金要更浓些，乖顺的搭在左肩，发尾垂落。他肤色苍白，高挺的鼻梁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单手压在唇边，轻轻咳了声，眉间积蓄的玉气并不显得阴郁，反而像是惹人怜爱的病美人。袁石墨抬眼扫过3人别扭怪异的坐姿，和弟弟一样的闭塞眸子里闪过嘲讽，转瞬即逝。他垂眼对江青离说了他们之间第一句话：“此主。”通话持续了3分钟左右，不动声色打量过3人后，袁石墨相当公式化的表达了对此主身体的关心，便提出自己还有研究工作，需要挂断电话了。“那你先去忙吧。”江青离表示理解，又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对了，你大概什么时候来这边？”袁石墨闻言轻笑：“怎么了？是有哪里需要我吗？”不知道为什么，他明明是笑着的，态度也很礼貌。江青离却感觉他的态度相当疏离和抵触。“也没有。”江青离解释，“就是跟你说一声，目前家里还有几个空房间，你和顾念谁先到谁先选。”别墅一共5层，江青离住在5楼主卧，两边各有一个客房，分别被叶凌渊和百里静占用。秦牧野目前住在3楼。林希月说寿夫们会为了房间位置大打出手，虽然他们家目前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但江青离还是决定说明一下。
袁石墨对这些显然不感兴趣，只是微微颔首。好，谢谢司主。通话挂断，终端收到一条新消息：父亲，问候江小姐了没有？这条消息是5分钟前发的，往上翻。近期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消息。袁石墨缓慢敲字，和江小姐通过电话了。她状态很好，对面很快回复，不出半年，江佑辰就会回到中兴城。父亲，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服侍好江小姐，对我们两家，尤其是你弟弟大有益处。袁石墨没什么表情的回复，好的。收起终端，门被敲了敲，和此主聊完了吗？袁石墨回头看向门口站着的青年于学长。于洋耸肩，抱歉，不是故意偷听你和此主聊天，只是这边隔音太差了。他把营养液丢过去，你的晚饭。下城区污染严重，没有什么像样的食物，只有营养液还算干净。袁石墨一口闷了，口腔里蔓延着诡异的苦。于洋坐在旁边八卦道，你这位此主和网上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听声音感觉很温柔啊。端起水壶的手停顿片刻，袁石墨想到刚才的画面。其实袁石墨本打算信息问候，但一向诚实的弟弟为雌性撒谎，实在让他很好奇。袁石墨之前也见过江青离，但回想起来和其他人一样是模糊的一团，直到今天他才看清江青离的样子。乌发红唇，皮肤如雪般白皙，杏眸清亮，被2个高大的雄性扣着纤细手指包围，耳尖泛着粉，孱弱且无辜，好似被怎么欺负都不会反抗，只会软着调子求饶，是他最讨厌的那种孱弱雌性。袁同学，于洋忽然开口，你杯子里谁满出来了？袁石墨忽然回神，低头看水杯，发现并没有满。于洋恶作剧成功，发出怪笑，天啊，你刚才真的在发呆？你不会对他一见钟情吧？袁石墨闭了闭眼，勾起浅笑笑，眼底隐隐不耐烦，请不要开这种玩笑。他收起水壶，却第一次没控制好力度，几滴水飞溅在书页上，缓缓渗透，在纸张上留下突兀痕迹。回到别墅，江青离先吃了个晚饭，吃过饭，他在花园里散了会过，才慢悠悠回卧室。刚进房间，便见尹诺站在浴室门口往里看，眉头皱着，像是很不满。江青离走过去，怎么了？百里先生在浴室。尹诺抿了抿唇，似乎有些不满。江青离看向浴室，发现百里竟正穿着领口大开的浴袍，将浴球放入浴缸中搅弄泡泡。尹诺眉头紧皱，这些平常是我准备的。没事的，尹诺。百里竟笑得贤惠，这是我身为受夫该做的，你也可以减轻负担了。尹诺。灰狼管家皱了皱高挺的鼻，兽类的本能促使他呲牙示威，但余光接触到身边的女孩，尹诺语气放缓，小姐喜欢适中的温度，泡泡浴的比例调配，水里的玩具和毛巾颜色搭配都有讲究。百里先生，这方面您还不够格，是吗？百里竟含笑将一个小黄鸭玩具放进水里，可是我了解小黎，比了解我自己还要了解。江青离，不就是放的洗澡水，说的跟世界难题一样。还有，尹诺之前不是说这些是他设置好的吗？怎么还亲手准备？管家需要这么细致入微吗？这边两人言语对抗一番，都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复，齐齐看向江青离。江青离感觉很荒谬，以后我自己放水就行。话说完，两人都露出受伤的表情。那以后你们轮流总堂了吧？江青离自己说着都没忍住笑了，连忙把他们赶出去。好了好了，我现在要泡澡，你们出去吧。百里静音调缱绻，宝宝，我留下来帮你。话没说完就被小青梅瞪了一眼，百里静被这一眼看得心酥，回过神已经被推到门口，低头看了眼自己大开的领口。百里静有些自我怀疑，这种恰到好处的露肤度应该是小黎最喜欢的才对，怎么没有看一眼？难道自己对他没有吸引力了吗？几分钟后，江青离泡入浴缸，靠着浴缸壁，若有所思，在想什么？身侧传来冷沉声线，江青离猛地回头，发现叶凌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站在浴缸边，蛇尾盘踞着。他吓了一跳，下意识捂住肩膀，你干嘛突然出现？你今晚应该归我。叶凌渊收回视线，语气不满，昨晚你赔了胡百里静。江青离被他吓到，脾气也上来了，不高兴地说，我不喜欢你这个形容，什么叫我归你？我又不是什么工具。叶凌渊眯了眯眼，忽然双手撑在浴缸两侧，俯身朝他压过来，猝不及防的距离骤然拉近。江青离看着那双近在咫尺的阴质树瞳，心跳瞬间飙升，吓得他暗怪自己鲁莽。大反派乖顺了几天也是大反派，他思维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他们也不是什么亲密的关系，没必要纠正。正打算找补几句，叶凌渊轻身，淡色薄唇贴着他唇角，他一字一句重新说，江青离，今晚我归你，我做工具可以。空气好似有片刻凝滞，江青离睁大眼睛，有些怀疑自己的听力，他还以为反派会冷着脸直接走人，或者骂他不识好歹，怎么把词改了，还说什么工具。江青离耳尖滚烫，他的沉默让叶凌渊很不自在。青年退开一点距离，
眉头紧皱，似乎在疑惑自己这句话哪里又说错了。江青离发现他的世界观好像真的有点扭曲，要纠正一下吗？这时门忽然被轻轻敲响，百里静音调缱绻，小离，我好像有东西落在里面了，可以开一下门吗？听见百里静的声音，江青离沉默了。奇怪，怎么每次别人在他房间，百里静就会恰好出现？这是什么100%被发现的技能啊？不过现在没时间吐槽。江青离竖起食指抵在唇边，朝叶凌渊比了个噤声的手势。叶凌渊挑眉，贴近他，咬住他的唇，大掌托着他的后脑勺，迫使他仰起头，蛇信撬开他的双唇，用力纠缠。叶凌渊就这么毫无顾忌地吻过来，似乎是没听见声音。门外的百里静笑了笑，怎么了小离，不方便吗？没关系，我自己进来也可以。江青离瞪大眼睛，手指攥紧叶凌渊的衬衫，心脏几乎要跳出来。他希望叶凌渊可以保持安静，不要暴露，但反派很显然不属于安分的类型。片刻后，叶凌渊松开他的唇，毫不客气，滚远点。门外的百里静陷入沉默，青年温和的声线冷下来，叶先生，叶家是这么教你规矩的吗？不经过此主的允许，擅自入内，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面对百里静长篇大论的道德绑架，叶凌渊连回个音节都懒得。礼节和规矩只是弱者之间无聊的文明游戏，他不需要。没想到叶凌渊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亲了他还要陷害他，江青离有点崩溃。你不出声不行吗？叶凌渊握住他手腕，反问，你很怕他？不出声可以，但他不喜欢江青离每次都是一副怕百里静发现的样子，就好像百里静是理直气壮捉奸的大房，而他们只是见不得光，名不正言不顺的关系。可笑，就算论先来后到，也是江青离先标记他，那个狐狸精怎么算都在他之后，该躲的是百里静才对。江青离抿唇，也没有怕他，但就是感觉很心虚。叶凌渊扯了扯唇，起身。江青离赶紧抓住他的衬衫，你又干嘛？信奉弱肉强食的蛇类言简意赅，让他学会闭嘴。江青离，他们没有压低声音，受人听力很好。门外的百里静将对话都听了清楚。没事的小离，不用感觉为难。门外的白胡青年眸中闪烁着阴冷杀意，声音却依旧温柔，安抚着自己的小青梅，宝宝，或许我该和叶先生好好聊聊。江青离倒是觉得百里静会坐下来好好聊聊，但他觉得叶凌渊100%是个会打架的主，百里静异能等级低，肯定不是大反派的对手啊。江青离叹了口气，你们等会，我洗完澡，我们3个好好聊聊。他说完，闭上眼睛，滑进浴缸。几秒后，一串气泡郁闷地冒出水面，咕噜噜。虽然要调节家庭关系，但江青离还是泡了个舒服才起身。他出水前看了眼叶凌渊，喂。一旁沉默等着的叶凌渊闭眼，声线慵懒。知道了。他闭着眼睛，但很精准地抓到毛巾，递了过去。江青离擦掉水珠，他又递了浴袍过来。被允许睁开眼睛后，叶凌渊打了个响指，江青离就头发上的湿意迅速褪去，不到1分钟，他的头发就干了。江青离两眼放光，好方便，你怎么做到的？他这回倒是不生气了，眼睛亮晶晶的。叶凌渊微微挑眉，你猜？你有点装装的。江青离哼哼，我猜不猜？不说算了。叶凌渊指节轻轻勾了一下女孩已经干了的发尾，唇角勾起一点弧度。走出浴室，江青离一眼就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百里静。很奇怪，室内明明开了空调，他却用毛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像个小面包。百里静拍拍身边的位置，宝宝，坐这里。江青离刚走几步就一阵如芒在背，只好脚下拐弯，坐在百里静对面，同时指挥叶凌渊坐在另一张沙发上。3人占了3个沙发，形成稳固的三角形。叶凌渊靠着椅背，单手搭着扶手，直入主题。聊什么？百里静微笑着说，叶先生，我认为如果你总这样忽然闯入小离的房间，对其他受俘很不公平。叶凌渊心中冷笑，觉得不公平，那去死好了，死亡会平等对待他们每一个人。但当着江青离的面，这话不太好说出口。叶凌渊抬眼看向百里静，我记得你之前说过，和谁过夜是此主的选择，帝国上千年来的规矩。金色树丛里是浓郁的嘲讽，怎么，此主选了我几天，上千年的规矩变了？还是百里先生没被选择，破防了？嘲讽技能拉满，但百里静笑容不减。我们身为受俘，本来就该听此主的，只是有些人总喜欢恶意竞争，甚至强迫此主，这难免败坏家风。口口声声说有些人，其实就差没报叶凌渊身份证号了。叶凌渊挑眉，强迫。他看向江青离，我们之间似乎此主强迫我更多。两道视线同时看来，江青离头皮发麻。你们吵就吵，怎么还有我的事情啊？江青离抱起抱枕，试图逃避，但叶凌渊没打算放过他。此主，你觉得呢？见逃不过，江青离把下巴压在抱枕上，提议，要不给你们排个班，1人1天。他记得听林希月说过，很多雌性都这样。叶凌渊不满意这个提议，不行，
百里静含笑说，都听小黎的。江青离拍手，2票对1票，就这么定了。他越想越觉得不错，5个寿夫1人1天，周末休息，完美。江青离摸出终端，点开屏幕，正要看日历，百里静忽然开口，现在不用那么麻烦，现在只有我和叶先生在你身边，我们1人1天就好。百里静说，其他人来了再说。江青离想到最近也得联系精神疗愈，确实也需要每天都和他们相处练习，便点头同意。但这会有个难题，那今天晚上你们谁陪我？我。2人异口同声。叶凌渊吃道，你昨晚陪过了，如果我没记错，叶先生之前好几次偷偷摸摸陪小黎，有一次还是外宿。百里静含笑看回去，我想这次还是由我开头，比较能立下规矩。叶凌渊直接冷笑出声了，铺垫这么久就是为了说这个，真受不了这些虚伪的贵族，要是在地下城，他早杀了魏蛇了。不过最终决定权还在江青离手上。2人齐齐看向他，江青离想了想，叶凌渊污染值比较重，自己一开始可能掌握不好，出现晕厥状况，还是选择污染值比较低的百里静更适合。在叶凌渊尖锐的眼神下，江青离弱弱指了一下百里静，你之前已经陪我好几次了。叶凌渊冷冷寡了狐狸精一眼，径直起身离开。门摔得震天响，小黎来这边。百里静毛毯下的手指拍了拍自己身边空位，江青离走过去，刚坐下他便贴过来，声音很轻，眼尾上翘的弧度格外勾人。宝宝，打开毛毯，下面有给你的礼物。礼物？难怪他裹这么严实，这次是礼服还是饰品？江青离喜欢收百里静的礼物，于是他伸手期待的拉开毛毯，然而只是看了1秒，他又飞快把毛毯盖了回去，手指紧紧攥着，把它裹得比刚才还严实，似乎看到什么令人震惊的画面。女孩白皙的脸瞬间铺满绯红，卷翘睫毛不住乱颤，她低着头看自己抓紧毛巾的手指，感觉呼都不会吸了。张了张嘴，江青离才问，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百里静似乎轻笑了一声，哪样？温热呼吸落在他侧脸，让他感觉有一点痒。江青离皱了一点眉，小声说，明知故问。他不想提的，但脑子里因为他的刻意反问，不自觉想到刚才那一幕。毛毯下未着寸缕，一条精致的银色链子绕过颈，然后往下缠在腰间，勾勒青年冷白又肌理分明的线条。腰上虚环着条浴巾，随意打了个结，摇摇欲坠。哪怕是在清心寡欲的人，看到这样极具冲击力的画面，也无法保持镇定。女孩抿着唇，呼吸变得有些急促。百里静觉得可爱，上半身前倾一点，唇瓣亲她耳根，声音很轻，好像在笑。只看一眼嘛，小黎怎么这样胆小？说谁胆小呢？江青离果然受不了激将法，不高兴的瞪他，礼物呢？不是已经在拆了吗？滚热的呼吸磨蹭着他的耳廓，青年用气音说，继续啊，宝宝。他没有给江青离太多的反应时间，拉起他的手往里探。毛毯落下，江青离摸到链条，轻轻一扯，青年便朝他倾斜，手臂撑在他身侧，将他笼罩在自己的怀中。百里静脊背微弓，唇贴着他的唇角，眼尾勾着温柔又克制的笑，宝宝喜欢这个礼物吗？江青离面露犹豫，他歪头，手指勾着链子滑动，似乎在仔细思考这个问题。被无数影迷肯定过的白狐影帝，这回却有些忐忑。他们很久没见了，他的口味应该没有变吧？其实时间甚至没有1分钟，却好像几个世纪那么漫长。唇瓣忽然贴上柔软的触感，百里静微愣，而后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这次他比之前要胆子大了，抬手虚虚环住江青离的腰。女孩的唇很软，含糊不清地说，这可是你自愿的，后悔了也不能怪我。头顶的胡耳颤了颤，百里静忽然就笑了，宝宝，这话是不是该我说？他学他的语调说，这是小黎自愿的，后悔了可以怪我，但明天再怪我。这话说完，他没有给江青离任何反应的时间，便加深了这个吻。江青离刚才喝过柠檬水，唇舌间带着清甜，格外让人上瘾。他忍不住加重力道，像是要把他揉进怀里，融为一体。窗外雷声轰鸣，暴雨毫无预兆的铺天盖地而来，用力拍打着玻璃，室内的温度似乎在攀升。江青离只觉得自己的心跳疯狂加速，甚至产生了缺氧的眩晕感，但他一点也不想逃。分开时，江青离双目微微涣散，耳垂好像被轻轻咬了一下。江青离勉强回神，想起来正事，待会要做精神疗愈。百里静没有回答他，腿好像被什么蹭了蹭。江青离低头，看见一条雪白蓬松的狐狸尾巴在自己面前轻轻摇晃，好像很熟练的。江青离伸手握住尾巴，握住的瞬间，百里静身形好似僵硬了几分。发现他的不对劲，江青离有些小小的得意，自以为抓住他的把柄，但他很快就得意不起来了。百里静用实际行动告诉他的小青梅，收礼物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雨越下越大，青年和他十指相扣，温柔缱绻的音调落在耳侧，不断诱哄着他，
一步步带她走进狐狸的陷阱。宝宝，帮我解开好不好？叫我的名字，乖女孩，这是奖励。次日清晨，江青离躺在床上，呆滞地看着天花板。他已经醒了3分钟，但宁愿自己没醒，脑子里就硕大的几个字在闪动：疯了，简直是疯了。他闭了闭眼睛，叹气，视线落在身侧，身边已经空了，但百里静在洗澡。浴室里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这让江青离止不住想到昨晚的雨。他深吸一口气，拉过被子盖在自己脸上，试图把那些混乱的画面剔除。昨晚确实很累，江青离没一会就有些困了。一时迷糊之际，身侧的床垫下陷几分。百里静洗完澡又轻手轻脚上床了。百里静有力的手臂环着江青离的腰，脸贴着他的颈窝，忽而轻轻蹭着他的下巴，像2只小动物依偎在一起。如此温馨的画面跟昨晚完全是2种画风。江青离本来想装睡，但下午还要去一趟学院申请精神力考核，只能睁开眼睛。他拉下被子，转头就和百里静对视上。宝宝，俊美青年勾唇亲他的脸颊，温和的笑里含着艳足。早。江青离压根就没敢看他，抿了抿还有点肿的嘴唇，别开脸。老实说，现在真的无法直视百里静了。他甚至光是听他的声音，就会想到昨晚近乎狂乱窒息的暴露，想到他在自己耳边说的各种话，耳尖滚烫。江青离点了点头，人慢慢往被子里滑。百里静知道他是有点害羞，也没有多留，只捧着他的脸又亲了亲。牙膏挤好了，桌上有温水，我先去餐厅做早饭。江青离点了点头，困了就再睡会，我会叫你起床。百里静没忍住又去吻他的唇，好像怎么都不会腻，又抱着江青离黏糊了一会，百里静才起身。地板上凌乱地铺着皱巴巴的浴巾，和江青离昨晚穿的睡衣的碎布条。百里静露出幸福的笑容，把地面清理干净，拿了件浴袍披上，这才走出房间。门关上，江青离在被子里窝了一会，没什么困意，打算起床洗漱。脚踩在地板上，有一种不真实感，倒不是痛。百里静很温柔，但很酸软。江青离慢吞吞洗漱，换了比较宽松的衣服，整理完一看时间，已经快中午了。江青离有种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诡异既视感，下次必须让他们学会克制。江青离叹了口气，推开门，却见2个雄性站在门口，针锋相对。听见开门的动静，2人的视线落在他身上，雄性的视线如有实质般落在女孩脸上，一寸寸蛇舔过她的眉眼。江青离还没开口，就见叶凌渊别开视线，发出一声熟悉的冷哼，而另一边尹诺则垂下眼，神色略显落寞。3人隔着一段距离，形成非常稳固的三角形。江青离左看看右看看，没敢先开口，心虚的。昨天晚上弄的动静好像有点大，虽然百里静保证了好几次他开了屏障，也打开的房间里的屏蔽模式，但江青离还是怕被其他人听见。他可没有那种把私事大肆宣传的爱好。僵持几秒，尹诺恭敬开口：小姐，午餐你想吃什么？灰狼管家的态度和平常没什么区别，看起来他应该是不知道。江青离松了口气，随便吃点就。话没说完，他猛地顿住，原本清脆声音此刻沙哑的不像话。江青离摸摸鼻尖，他有点尴尬的接着说：你决定吧。那我让厨房再加1道冰糖雪梨。尹诺神色未变，点了点头后便离开，只是步子比平常要快一些。江青离关了卧室门，打算下楼，手腕先一步被握住。精神疗愈，叶凌渊步步逼近，低沉声线满是嘲讽。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精神疗愈要去床上做，你在生气吗？江青离觉得很奇怪，可是百里静是我的受服，我们做什么都很正常吧。叶凌渊一怔，握着他的指节微松。江青离刚才觉得尴尬是不想被人关注私事，但不代表他可以接受被人过问私事。不过叶凌渊这条蛇思维比较独特，江青离猜测他可能是怕自己也这么对他，耽误了给他做精神疗愈。毕竟他们的亲密大部分情况都是帮他疗伤。你放心，我会遵守约定的。江青离拍拍叶凌渊的肩膀，今晚我保证只在精神上触碰你。叶凌渊不知道是不是江青离的错觉，总感觉叶凌渊在听完这句话后脸色更阴沉了。叶凌渊盯着江青离看了几秒，一言不发的转身离开。江青离已经习惯他的脾气，没事人一样下楼了。餐厅里，百里静将餐点摆上桌，阳光透过庭院的树叶缝隙，落在青年的白衬衫上，留下晃眼的光斑。江青离有片刻恍惚，总觉得百里静穿白衬衫的样子莫名眼熟，他之前拍过类似的广告吗？肚子不合时宜的响了2声。江青离快步朝餐厅走去，快走近时，百里静侧眸看他一眼，忽然低头侧过身，飞快捂住左脸。江青离奇怪，怎么了？没什么。百里静垂眼躲避他的视线，先别看我好不好？百里静越是躲，江青离就越好奇。他伸手去拉对方的手，被躲了一下。他还敢躲？江青离故作不高兴，昨天晚上不是说我对你做什么都行？你快把手松开，
我看看你的脸怎么了？俊美青年抿了抿唇，我怕你会嫌弃我，我看了再决定嫌不嫌弃你。江青离很公正，百里静有些不情不愿地挪开手。江青离凑近看了看，才发现他左脸有几道粉色抓痕。百里静垂下长睫，声音闷闷的，别看了，我知道不好看。没有呀，还是那么好看的。江青离没想到做明星的容貌焦虑会这么严重，赶紧安慰，不会嫌弃我吗？青年拉起他的手，贴着脸颊轻蹭，我就知道宝宝对我最好。江青离有点心虚，这好像大概应该是他昨晚抓的，身为罪魁祸首肯定不能嫌弃自己的杰作。正腻歪着，身后传来一本正经的声音，百里先生，药房有药膏，需要我帮您拿过来涂上吗？尹诺走上前，视线扫过那张脸，看向江青离，小姐不用担心，就算不用药，几个小时后也会愈合。这样吗？百里金弯唇看着女孩，那宝宝帮我涂好不好？经过昨晚，江青离现在听见帮我这2个字就有点应激。好了好了，先吃饭吧。他捏了捏发烫的耳垂，吃完帮你。午饭叶凌渊没有出席，百里静全程都黏着江青离，细致入微，就差没嘴对嘴喂他。江青离有种自己是小朋友的错觉。吃过午饭，江青离给百里静涂了药膏，乘尹诺的车去学院申请考核。磁性的精神力考核每年2次，江青离正好赶上上半年最后几天申请，通过后下个月就可以和其他磁性一起考核。来的路上还看见几个眼熟的磁性，因为精神力等级在前5年不太稳定，所以需要每年1次，之后间隔改为5年、10年、20年。高等级磁性会收到帝国发的丰厚奖励，但同时他们也需要接受帝国分发的任务，为帝国等价贡献。不过任务一般到精神力稳定后才会有，现阶段江青离不用考虑，申请需要1对1核对，江青离是5号。走到门口才发现白依依在他后面1号，白依依挽着林青的手臂，看见他后瞪大眼睛，好几秒后才开口，青离姐，你怎么在这里？你觉醒异能了？江青离淡淡说，与你无关。他径直走进申请室，看都没看他们一眼。林青眼里闪过意外，他有异能了，2次觉醒，这怎么可能？他只是个废物恶词。林青下意识否定，视线却忍不住追随女孩的背影，没看几秒，灰狼管家抬手关上门，隔绝他的视线。看着尹诺一脸淡漠，林青好笑的哼了一声，不会以为自己对江青离有意思吧？够好笑的，一个废物就算2次觉醒，也多半跟他那些兽夫一样是低等异能，根本比不上依依。白依依这会已经没空管林青，他在脑中呼唤系统，系统声音机械，在的，宿主请讲。江青离怎么会来这里？他是不是有异能了？白依依急了，他就是个炮灰，到底是怎么觉醒异能的？什么系的异能？什么等级？你快帮我查查。系统官方回答了他的质疑，抱歉，本系统属于攻略系统，旨在帮助宿主攻略优质雄性，成为万人迷团宠女主。截至目前为止，本系统拥有海量雄性资料，但查询雌性不在本系统范围内。白依依气得火冒三丈，那我要你有什么用？如果没有本系统，您怎么兑换道具，成为现在上城区人人羡慕的完美雌性？系统闻言发出机械笑声，讽刺且诡异。如果您忘了自己最初的样子，我可以收走道具，让您体验几天。算了算了，白依依一阵恐惧打断了他，我不查了。虽然系统不能提供帮助，但白依依也没放弃，来这里这么久，他是有些人脉的。他只走林青，挨个问，但很可惜没有人知道江青离的情况。白依依想到一个可能性，我能不能把道具用在江青离身上，像之前催眠雄性一样，催眠他，操控他。系统，除非您把它设立为攻略对象，不过由于攻略同性和异性是不同的系统，设立之后之前所有积分清零。白依依，开什么玩笑？为了江青离放弃所有积分，他疯了差不多。白依依捏了捏眉心，只觉得烦躁无比。系统安慰道，不必担心，你的异能是按照女主标准来的，她超越不了。话是这么说，但白依依一想到原先样样不如自己的废物竟然觉醒异能，危机感顿时强烈，烦躁不已。思索片刻，白依依忽然抬眼，视线里灰狼管家身形笔挺，侧脸俊俏。在白依依看来，尹诺被系统判定为优质雄性，多半是因为 S 级土系异能和优越的外貌。系统资料显示，尹诺3岁，父母双亡，在第2城区的教会福利院长大，15岁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进帝国军校，因为惹了大佬，提前退学。半年后，尹诺应聘上江家的保镖，又被送给江青离做了管家。说什么管家，不过是个伺候人的玩意儿。白依依5个受夫身份非富即贵，如果不是需要积分，他甚至懒得正眼看尹诺。据系统所说，尹诺对他好感度为负，意味着有很大增长空间，攻略下来可以获得更多积分，但高收益也伴随着高风险，万一再降好感就适得其反了，怎么办才好？白依依思索片刻，忽然眼前一亮，问系统，对了，
之前的钟情果还有吗？他这会后知后觉想起来，自己不是第一次接触好感负数的雄性吗？刚到中心城的时候，5个受夫对白依依的好感也不高，其中玉成兰、林青和赤云都是负数，赤云更是高达50。当时系统发放了5个钟情果给他，5个受夫吃了之后，攻略难度大大降低，积分更是手到擒来。如果再给尹诺吃一个，那岂不是轻轻松松？然而系统音调冰冷，打断了白依依的遐想。抱歉，宿主，钟情果是新手礼包限定，如果后续想获得，需要用288积分在3级商城兑换。您目前只开到2级商城。白依依皱眉，还差多少到3级？系统117积分，再攻略一个优质雄性应该差不多，还差这么多。白依依倒吸一口冷气，他这几天在家跟那几个兽夫都快玩出花来了，才弄到一些积分把变美道具换回，根本攒不出这么多，不如再去找原石药试试。白依依正在脑中盘算要不要再去找原石药刷刷好感，终端忽然震动起来，他看了眼屏幕，是赤云的电话。白依依厌烦的皱了皱眉，刚要挂断，余光却瞥见江青离走出申请室。白依依勾了勾唇，接起电话，关切地问：怎么了？赤云，在医院有好一点吗？他喊赤云名字时特地提高了声音，就是想让江青离和尹诺听见，让江青离知道他怎么都舔不到的前未婚夫和自己多么亲密，也让尹诺想起江青离之前是怎么舔着别人的。这种花心的主人，是个正常的佣人都知道要离开。电话那边，赤云咳嗽了几声，声音很虚弱。还好，你在外面吗？啊对，我来申请下个月的考核了。白依依含笑说，还遇见了青离姐。听到江青离的名字，对面呼吸一紧，白依依抬眼，正和不经意看过来的江青离对视上，四目相对，白依依露出有些惶恐的表情，抿了抿唇，青离姐，我知道你关心赤云，你是想和他说几句话吗？不用了，江青离声音冷淡，别把我当你们 play 的一环。他朝白依依走近一步，似笑非笑，依依，不是谁都和你一样喜欢接盘2手货的。那双清亮的杏眸中划过清潮，江青离没有多做停留，转身和尹诺离开。白依依愣住，只觉得江青离变得和之前不太一样，他还来不及细想，终端那边却传来强烈的呕吐声。护士慌张的询问，但赤云无暇顾及。自从听到江青离的声音后，他就觉得眼前阵阵发晕，不断干呕。一次帖子翻到一半，江青离正在看有人分享在床上和受夫在床上用精神力更愉悦的部分。好啊，你这个小色鬼！林希月捏他手臂，江青离耳根粉了一片，小声反驳，我就看看，看哪有时间好呀。林希月笑眯眯凑过去，青离宝宝，我其实很好奇，你的几个受夫里，你对谁最满意？当代社会气氛相当开放，江青离上次在更衣室听见隔壁2个雌性互相比较自己受夫大小，讨论给受夫穿什么衣服更好。比起来，林希月这个问题都算保守的了，但江青离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他也就亲密过2个，而且次数也不多，不太好比较。见他害羞，林希月惊奇，你不会跟他们什么都没吧？还是说他们不行，伺候不好你？那你怎么享受啊？林希月见不得朋友，非常义气的拍拍他的肩膀，你等着，我回去就把我的珍藏碟片发给你，让他们好好学习学习。江青离有点纠结，接触过的2个受夫都很行，他如果再让他们学习，怕不是连起床的力气都没了。可是他也很想看看，他来这儿还没看过呢。再说了，他一个女孩不偷不抢的，好点色怎么了？江青离果断点头。林希月嘿嘿一笑，那可是我积攒了好几年的珍藏，里面的雄性可帅了，有一部里面的男主侧面还很像百里镜。嗨嗨，江青离本来在喝水，闻言差点喷出来，林希月赶紧抽纸巾给他，也忘了刚才要说什么了。下课后，江青离和林希月去附近商场玩了一圈才回去。林希月上自家飞行器前还摆了摆手，回去一定看啊，让你受夫学着点。江青离点头，转身走到飞行器面前，门打开，猝不及防对上一双温柔的眸子。百里静端坐在里面，笑盈盈问，宝宝，想让我学什么？江青离身形一僵，差点没把飞行器的门给关上。他停了几秒，慢吞吞钻进去，门刚合上，百里静就伸手将人捞起来放在腿上，修长有力的手臂环着他的腰，青年娴熟的将脸埋在他颈窝，鼻尖轻轻蹭他耳根，有点痒。江青离忍不住笑，伸手摸摸他柔软的发丝，好想你。百里静勾唇，亲亲他的侧脸，宝宝想不想我？江青离觉得他撒娇的样子有点可爱，故意说，没有哎，我可是很认真在学习，不像某些人一样想东想西的，那我实在太不努力了。百里静直起身子和他对视，低沉好听的声音说着自责的话，却含着明显上扬的笑，我还是要跟宝宝好好学习。江青离被他哄得尾巴都要翘起来，抬了抬下巴，那当然。他眼睛里闪烁着亮，百里静盯着，喉结滚动，另一只手不自觉贴着他的腰线，不动声色把人往自己怀里推了一些。百里静垂眸看着怀中人，声线勾人，所以宝宝，
刚才你和朋友在讨论什么？想让我学什么呢？这话问完，百里静就看见刚才还抬着下巴骄傲的小青梅一愣，然后耳尖发红，明显有点害羞了。江青离眼神乱飘，嘴上一本正经，一些精神力方面的。对了，我昨天没有给你做精神疗愈，明天晚上做吗？还真让他找到了个正儿八经的话题。江青离简直要夸夸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了。他理直气壮地看着对方，摆出严肃的表情。都怪你昨晚不务正业，我们才没成功。对不起，小离。百里静相当配合地露出抱歉的神情，低头轻轻他细白指尖。都怪我沉迷情海，耽误大事，请此主原谅我吧。只要您原谅我，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俊美青年伏低身子，仰视女孩，语气脆弱可怜。那双向来温润的眸中，却隐隐跳动着兴奋期待的焰火。江青离没想到他这么配合，差点笑出声。哇，你还演上了，别说的我跟逼良为娼的坏人似的。小离是坏人也没关系。百里静声音很轻，对我再坏我也喜欢的。江青离，天哪，这个人到底是怎么面不改色说出这么多情话？江青离感觉脸上有点热，别开视线看窗外，假装关心路况，看着飞快后撤的街景。江青离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怎么感觉每次提到精神疗愈，百里静总不接茬，就好像一直在推脱做精神疗愈。他是不想自己了解他吗？还是有什么秘密？江青离下意识看了眼身边坐着的青年，后者被看一眼就马上凑过来求亲亲，像离不开他的大型犬，薄唇轻轻贴他的侧脸。终端忽然滴滴滴响个不停，江青离没注意，随手拿起终端看了眼，消息界面林希月发了10几个视频过来，标题老长一大串，用词相当开放吸睛。江青离只扫了几眼就飞快把终端攥在手心，他紧张地看了看百里静，后者无辜地眨了眨眼睛。怎么了？百里静含笑问。江青离松了口气，没事。不多时，飞行器停在车库，江青离推开门，一眼就看见站在几步之外的高挑身影。叶凌渊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又等了多久？他双手环抱，盯着江青离身后的百里静，脸色阴沉。江青离不明所以，怎么了？我差点忘了，叶先生有事要和我聊。百里静拍拍江青离的肩膀，宝宝，你先回去，我准备了柠檬水。江青离走后，百里静下飞行器，有些疑惑似的。叶先生脸色好差，是遇到什么事了吗？别装，叶凌渊跟他没什么好客气的，径直走过来，气势骇人。我的飞行器是不是你动了手脚？叶凌渊冷冷盯着他。今天下午地下城有事，他回去一趟，出来后想着去接江青离，开到一半，飞行器坏了。晚高峰的点，中心城堵得厉害，叶凌渊就算抓人来修，也必然赶不上接江青离。他直觉不对，回来就在车库等着。果然，百里静去接江青离了。这个狐狸精平常见缝插针勾引江青离就算了，还玩这一套。面对叶凌渊的指责，百里静笑得很无辜。叶先生，你的疑心病好像有点重，似乎蛇类都有这种毛病，不介意的话，我倒是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心理医生。骚货！叶凌渊冷笑，这么卖力，也没见他标记你。百里静脸上的笑容凝固，他听懂了叶凌渊的言外之意，眸子眯了眯。他标记你了？叶凌渊挑眉，带着居高临下的胜利者姿态，转身离去。让他猜去吧。江青离不知道，两个兽夫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已经吵了一架。他洗过澡就到了叶凌渊房间。叶凌渊没什么私人物品，房间的陈设和刚开始没什么两样。过来，叶凌渊视线锁定江青离，他坐在沙发上，蛇尾慵懒地盘着，尾巴尖轻轻拍着地毯，似乎心情不错。兽人在清醒状态下是可以自由控制兽化部位的。江青离走过去，坐在他蛇尾上。我发现你好像特别喜欢把蛇尾放出来，方便。叶凌渊说着，还做了个示范，蛇尾往上卷住他的一条腿，微微用力，他就从斜坐变成了跨坐着他的蛇尾。蛇类体温微凉，贴着他的腿轻蹭，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些脸红心跳的画面。江青离有点不太自然，赶紧提出精神疗愈。树瞳微眯，叶凌渊似乎不太满意他这么官方，但还是点点头，任由他贴过来。几秒眩晕后，江青离再次睁开眼，眼前已经变了模样。这是江青离第二次进入叶凌渊的精神区域，还是和上次大差不差的区域，只是状况比他上次来好很多。空气清新了很多，地面没有之前那么干枯可怖，森林里的树木上次还是干枯残枝，此刻冒出点点微小的嫩芽，看上去有了一些生机。脚踝被扯了扯，湿滑的触感绕了上来。江青离低头，看见一条手腕粗的漆黑毒蛇盘上他的脚踝，仰着脑袋对他吐了吐舌信。是你啊。江青离记得这是叶凌渊的精神体，他伸手想像上次一样摸摸他，但指尖刚碰到蛇的脑袋，他却猛地绷直身体，像一根树棍一样直挺挺地倒在地上，身体僵硬无比。江青离吓了一跳，伸手戳戳他的身体，他一点反应都没。他慌了，声音有些颤，喂，你不会死了吧？精神体状态和主人有关，叶凌渊还好好活着，他的精神体是死不了的。但黑蛇倒在地上的样子，
怎么看怎么像走了有一回。江青离刚想收回手，退出去问问叶凌渊什么情况，黑蛇忽然睁开眼，他的尾巴尖尖卷着江青离手指，丝丝吐出蛇信，舔了舔他的侧脸，一双树瞳微微眯着，好像在笑。精神体是不会说话的，但和小蛇接触时，江青离却能明显感觉他这回心情很得意，像是恶作剧得逞后产生的骄傲。原来刚才不是要死了，是这条小黑蛇在逗他玩。反应过来，江青离抓着蛇尾摇晃他的身体，小黑蛇摇摇晃晃，但还是笑着的。江青离好笑的问，你的主人那么凶巴巴，怎么你会喜欢恶作剧？坏蛇。小黑蛇听见最后2个字，一下子伏低身子，可怜巴巴望着江青离，他用脑袋讨好的顶了顶江青离的手指，好像在拜托他不要生气。好了，我不生气。江青离摸摸他的下巴，来抱抱，给你降低污染值。话没说完，小黑蛇像是按耐不住，一下子顺着他袖口的缝隙钻了进去，蛇尾沿着他的皮肤往里，蛇尾扫过腰线，在柔软上留下一连串微凉触感。这种感觉奇怪且难耐，江青离脸颊发热，伸手去抓，但手被舔了好几下，蛇缠着他的腰，一个劲的拱他，怎么都不肯松开。江青离无奈，只好就这样给精神体做疗愈。不知道过了多久，手心的蛇安静下来，像是睡着了。江青离抽出他，摸摸他的脑袋，放在一旁。再抬眼，森林里的黑雾比刚才淡了很多，脑中传来熟悉的尖锐刺痛，估计是到了疗愈极限。江青离闭眼揉了揉太阳穴，强烈的几秒眩晕后，江青离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叶凌渊臂弯，他窝在他怀里，看了眼窗外天色，还是晚上。江青离缓了缓，脑中的胀痛感退去，他小声问，我这次晕了多久？没晕。叶凌渊说，你的精神力提高了。江青离惊喜地眨了眨眼睛，真的。叶凌渊点头，这时候他总算是有点教授的架势，解释道 S 级磁性，一次最多可以清除 10% 的污染值，你第一次帮我清除是 10%， 今天是 20%。他抬起手给江青离看手环处的真实污染值，橙色字体显示叶凌渊的污染值在 65%， 污染值超出 80% 属于危险，而高于 90% 则是高危，随时可能受化，会被送进监管所。我之前的污染值是 95%， 叶凌渊说，除此之外，和你亲密接触也会下降污染值。这一点，叶凌渊还没有听说过其他雌性有这样的能力。江青离的等级应该相当高，等考核后应该就会知道具体信息。怀里的女孩稍不经意就会让他变得不像自己，不能再靠近他了。一门之隔，同样有个人没睡。百里静端着水杯，漫不经心从叶凌渊门口路过，脚步停顿几秒。这已经是百里静第3次路过叶凌渊房间。他用屏障屏蔽了自己，现在处于隐身状态。狐族雄性听力极佳，据他观察，里面什么都没发生。尽管知道让此主只属于自己的不现实的，但百里静还是松了口气，转身回了卧室。洗漱过后，百里静打开终端，在网页输入一行字，年度必看粉白皮艺术生，道具试衣强制，蓝衣衬衫造型神似男神镜。这是和江青离回到别墅时，他不经意瞥到聊天界面发来的文件名字。网页很快弹出一个视频，封面是3个俊美的白衬衫型男，双手被束缚着跪在雌性脚边，雌性拿着鞭子挑起其中一人的下巴，笑得嚣张，另一只手更是肆无忌惮，民风开放。百里静也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但他从来没看过，他只对江青离感兴趣，从小就打定主意要为他守身如玉。第一次牵手是和他，以你的梦境里也只有他，自然不会看这种东西。只是百里静视线落在道具详细介绍上，微微抿唇，不自觉捏了一下自己发烫的耳垂。原来小黎喜欢这种，所以昨晚是他不够努力，小黎才没有标记他吗？标记对于双方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很多伴侣大半辈子了也不一定会标记，但没有想过肯定是假的。百里静单手贴着心口位置，有些湿弱的垂眼。片刻后，百里静打开购物网站购买道具，他一定会努力让小黎满意的，至少让他知道自己不会比这些影片的男主差。次日清晨，江青离醒来时身边已经空了，他踩着毛绒拖鞋回自己房间洗漱。刷牙的时候，江青离顺手翻了翻终端的消息，2个小时前叶凌渊发了条消息来，外出归期不定。江青离回了个点头表情包，退出去又收到林希月的消息，林希月，宝宝看了没有？你最喜欢哪个？有没有看第一个？我最喜欢那个体育生系列的。江青离一阵懊恼，昨晚睡得太香，竟然忘了鉴赏传说中的顶级碟片啊，亏大了。他懊恼地刷完牙，回复林希月今晚再看。一看时间不早了，赶紧收拾下楼。和百里静吃过早饭，2人一起到车库，尹诺去开飞行器。百里静握着女孩的手，笑着低声说，宝宝早点回来好不好？我为你准备了惊喜。想到上次的礼物，江青离有点脸热，但又不得不承认那份礼物他确实很喜欢，但也要做正事。
看完惊喜要帮我练习，江青离提醒他别忘了，今天排班轮到你。他说的一本正经，实则耳根飘红。百里静笑意更浓，正要应下，身后传来秦牧野不爽的声音：喂，你们在说什么排班？两人回身，只见穿着黑色 T 恤和破洞牛仔裤的银发青年迈着散漫步子走来，耳朵上7、8个耳钉折射着刺眼的光。牧野，你怎么突然出现了？百里静有些意外的笑笑，我还以为会下周才会看见你。秦牧野不爽的瞥了眼百里静，这狐狸精还好意思装出一副刚发现他的样子。狐狸耳朵那么尖，他肯定早知道自己在这，他就是故意在江青离面前装体贴。绿茶，但在被江青离注视着，秦牧也不想跟人吵架，太粗鲁了，他现在已经成熟很多了。没多久，秦牧也清了清嗓子：你们在聊什么排班？江青离解释就是给兽夫排班，我轮流去你们房间过夜，做精神疗愈之类的。说到后面，他的声音心虚的变小了，悄悄看了眼百里静，后者对他眨了眨眼睛。秦牧也没注意到他们的小动作，只听到轮流过夜。王子殿下瞪大了眼睛，气息不稳。你，他深呼吸，盯着江青离，你把我当什么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也不跟我说。是我的提议。百里静上前一步，挡在江青离面前，不好意思，牧野，此主需要练习，你们不在，我就擅自做了决定，别怪他，要怪就怪我吧。秦牧野一听这绿茶气息浓郁的话，差点没翻白眼。当然不该怪江青离，江青离就是个笨蛋，哪里有那么多坏心思？肯定是百里静这个狐狸精和叶凌渊那条臭蛇哄骗的他。看来以后不能让江青离跟他们多相处了，他们总是带着他犯错。秦牧野眯了眯眼，问：所以之前是你和叶凌渊轮流，叶凌渊呢？重新商量。江青离说他有事出门了，这段时间不在。百里静有些为难，我刚才给他发消息，他也没回，少了一个人，不太方便商量。秦牧野眼前一亮，叶凌渊不在，那现在不就他和百里静了？青年唇角翘起一点弧度，又被自己压了下去。那这几天我勉为其难替他。秦牧野抬了抬下巴，今天晚上从我开始。不好意思，今晚轮到我了。百里静含笑说：牧野，你明天晚上吧。凭什么？秦牧野眉头紧皱，分毫不让。昨天是那条臭蛇占用的，跟老子有毛关系？他说完才发现，一激动又飙脏话了，立刻紧张的看了眼江青离。百里静面色不改，刚才是你自己说要替叶凌渊，我和叶凌渊就是这么排的。秦牧野，草，又被这狐狸精摆了一道。他想反悔，但又不想在雌性面前丢份，干巴巴结束话题。算了，就这样。见他们聊完，一旁沉默的尹诺终于开口：小姐，该去学院了。话刚说完，秦牧野快步就往飞行器走去，像是慢一点就怕被赶走了似的。坐进去后，还转头催江青离：快点。江青离点了点头，对百里静摆手：那我们走了。百里静握着女孩手指的指骨紧了紧，眸中闪过低落。原本不多的时间又要多一个人分享，但又不得不忍受。百里静松开手，弯腰亲了亲女孩的唇，声音很轻：宝宝，别忘了早点回来，我会一直等你的。好。江青离觉得他现在像是一只等着主人回家的可怜小狗，回亲了他一下，顺势摸摸他的脸：工作加油。秦牧野坐在飞行器内，看着两人缠缠绵绵、卿卿我我、依依不舍的样子，眉头越皱越紧。上次得知这狐狸精趁自己不在爬上江青离的床，秦牧野在宫里坐立难安，只怕自己不在的时候，他们会连孩子都有了。他连江青离的嘴巴都没亲过，关系进展就像蜗牛爬，而其他兽夫都坐火箭上天了，简直不能忍。秦牧野当即就要求出去。宫廷教习官严词拒绝，他受女皇任命，要让秦牧野在禁足期间提升文化水平，以免他再次沦为皇室笑柄。教习官的试题是针对皇室子弟研究的，涵盖天文地理、文化常识、礼节习俗各种各样的知识。秦牧野回中心城没多久考过，分数是37分。第二天日报头条直接把他试卷曝光了，标题是爆炸，星际时代皇室进京县文盲，帝国完蛋了。每次他有一点小动静，媒体就跟苍蝇一样蜂拥而至，高呼完蛋。秦牧也毫不在意，别人骂他文盲，他就继续文盲，反正他没爹。而那高高在上的母亲也只是叫人传话，根本不在意。只是他自己也没想到，有一天会为了早点见到一个雌性，挑灯夜读，熬穿2个晚上，把试卷填满，得到60分的高分。早上教习官甚至以为他作弊，没找到证据，才放了人。秦牧也一出宫，火急火燎就到了江家。他本想着跟江青离聊聊天，说说上次白依依那件事，免得误会。结果一到这，两人就跟演偶像剧一样，在他面前亲密。秦牧也只觉得鼻腔呼吸道里都是火星子，随着每次呼吸撩起火焰，心口更是被灼烧的厉害，快要呼吸不过来。江青离坐进飞行器，发现秦牧爷脸色臭得跟什么一样，以为谁又惹他了，默默坐远，免得祸殃池鱼。他坐在他斜对角，
最远的距离。秦牧野第一次烦飞行器，弄这么大干什么？他碰到他都难。飞行器内相当安静，秦牧野单手支着下巴，看上去像个在思考待会刀谁的凶恶分子。实则余光落在对面的女孩身上，眉心纠结。秦牧野穿着时尚新潮，打一堆耳洞，看似很会玩，其实从小到大都没怎么跟雌性接触过。说出去可能没人信，秦牧野讲话最多的雌性是接近200岁的宫廷教习官，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怎么对江青离开口。或许是他打量的视线太明显。几分钟后，江青离问：你心情不好？他主动跟他说话了。秦牧野心里绷着的弦忽然松开，终于把在脑子里翻来覆去酝酿的话问出来。我过去跟你说。江青离不明所以的点点头，可以啊。在他身边坐下，秦牧野视线飘忽一阵，才落在他脸上，似乎在仔细观察他的表情。被他看回去，又像是被烫到般别开。喂。几分钟后，秦牧野有些别扭的开口，向来不羁的眉目带着少见的小心翼翼，像某种大型犬。你有没有生我的气？他压低声音，不情不愿补充，因为那个谁。秦牧野身高1.89米，这回却俯下身，和比自己矮了20多厘米的女孩视线齐平。他拧着眉，灰蓝眸中没有初见时的厌烦或者恼怒，而含有隐隐不安。大型犬犯错误后怕被主人讨厌，就经常会露出这种表情。江青离莫名觉得他和精神世界里那只乖顺的小雪豹很像，忍不住抬手摸摸他的发顶。这位皇子表面高傲，头发和耳朵却软软的，摸着手感很好。江青离没忍住又摸了摸，问哪个谁？秦牧野顿时心虚，避开他的视线。白依依。空气可疑的凝固几秒，江青离动作停顿，像是有些疑惑。你和他怎么了？没怎么。秦牧野被这句话猛地一扎，顿时心慌，声音不自觉提高。那天是他骗佣人要给我道歉，才进了我的寝宫。我和他说过的话都不超过10句就赶走了。他说完，江青离好几秒没出声。秦牧野只觉得烦躁感更重，心像沉石砸进深海，重重往下坠。忽然想到5岁时发生的事。那会秦牧野刚被养父收养，隔壁商铺丢了食物，把他抓起来要剁了他的手。他挣扎哭喊说自己没有，但没人信。后来养父匆匆赶来，把钱还给商铺老板，才得以解救。秦牧野跟在养父身后，低声说自己没有。养父只是笑着说没关系，我们小野以后改了就好。那个瞬间，秦牧野发现解释只是徒劳无功，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天性恶劣的混蛋，没人会相信他。这么多年，秦牧野其实已经习惯了，他从来没澄清过任何造谣和丑闻，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不需要被理解的，被骂也无所谓。他早就建筑起一道坚硬的无形外壳，足以抵御所有谩骂。但或许因为他曾直面过自己肮脏的过去，却从未过问，对他的态度也不曾改变。在江青离面前，秦牧野那引以为傲的防御逐渐出现裂缝。秦牧野握住他的手腕，咬牙问：你不信我？呼吸不自觉屏住。秦牧野盯着那张想了几天的脸，灰蓝眸中是自己都没察觉的紧张和委屈。头顶忽然被另一只手拍了拍。信你。江青离揉揉他的头发，不等他问就陈述理由。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秦牧野这种笨蛋，什么都写在脸上，什么心事都藏不住，更何况在他那段记忆里，他亲眼看见他是怎么钻进垃圾堆里翻找。的瘦瘦小小一只，也没偷没抢，感觉到落在自己脸上的目光柔和了些。秦牧野脸上燥热，什么好孩子坏孩子，你注意点用词。说到后面，声音却变小了，一张俊美的脸红的能滴血。江青离很给面子的转移话题，对了，白依依找你什么事？什么时候去找你的？不知道干什么，没理，让他滚了。秦牧野有些迟疑，就是前几天我给你打视频的时候，你没听见声音。江青离思索了会，终于想到那天视频被迫挂断前，秦牧野的那边传来细软女声。啊，原来你在说那件事。江青离解释，其实我没看见他，我只听到他叫你皇子殿下，我以为是佣人，而且视频打完百里镜就扑了过来，他根本没空去复盘。没想到秦牧野还记得自己说过不喜欢白依依，特地跟自己解释。江青离心软软的，而他身侧秦牧野刚暴雨转晴的心情又瞬间转了阴。操！他翻来覆去担心了2-3天，原来都是白担心，他根本就没记住。而且他好不容易出来，江青离也没问他在里面干嘛了，好像他们不熟似的。江青离的终端响了几声，他低头看了一眼，精神力理论课的林教授给我发消息了，我回一下。秦牧野了声，灰蓝眸子却一直盯着他。高傲的皇子殿下这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不久前还满心抵触此主，特地在合同里标明互不干涉。他满脑子都在郁闷的想，他怎么一点都不关心我？还有，怎么不摸了？江青离回完消息，抬头发现秦牧野在盯着自己的手看。怎么了？江青离问。秦牧野喉结轻滚，别开视线，嘴比城墙硬。没什么。你什么时候上那个精神力的课？今天下午有一节基础。
江青离说到一半，话戛然而止，因为他看见秦牧野头上冒出一对毛茸茸的雪豹耳朵，像跟他打招呼似的抖了抖。基础什么？秦牧野转头刚问出口，就见江青离朝自己伸出手，下一秒他的耳朵捏住了。等等，什么时候冒出来的？谁让他们冒出来的？秦牧也觉得羞耻无比，但耳朵被女孩柔软的指腹轻轻揉捏，又让他生出一种飘飘然的愉悦，好像灵魂也被他捧在手心揉捏着，陷入温柔的抚摸中，浑身都酥酥麻麻的。秦牧也眯眼，喉咙里发出很轻很享受的哼声。寂静包间内，这声轻哼极其突兀，秦牧也听见自己发出的这声诡异声音，猛地一惊，才发现自己已经枕在江青离的肩上任他抚摸，尾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卷着他另一只手摇晃。大脑空白几秒，秦牧也慌忙起身，然而飞行器紧急刹车，身体不自觉往前摔，柔软的触感擦过他侧脸，秦牧也顿时忘了动作，被碰过的地方火烧一般滚热。但罪魁祸首没注意他的异常，降下挡板问怎么了？驾驶座的尹诺回身扫了眼后座，视线扫过秦牧野，却猛地一顿，青年侧脸红了一片，口红在皮肤上留下格外刺眼的痕迹。顿了顿，尹诺垂眼抱歉道，抱歉小姐，刚才有飞行器撞了我们的，我去处理。江青离蹙眉还没开口，驾驶座的玻璃忽然被敲了敲，尹诺回身对上一双柔弱的眸，白衣将一缕发丝别在耳后，有些不好意思的抿唇，抱歉，我是第一次自己独自出行，不是故意的。话说到一半抬眼，他像是才看清是尹诺，眸中闪过惊讶，尹诺，怎么是你？好巧呀。白小姐，尹诺面无表情的后仰，拉开距离，不巧，是你故意撞了我们的飞行器。白衣脸上浮起红晕，对不起，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按错了方向键。他抿了抿唇，你不会觉得我很笨吧？尹诺蹙眉正要开口，后座忽然传来一道冷冰冰的声音，知道自己蠢还不滚，被女孩冷着声骂了一句。白衣脸色有点僵硬，他怯生生抬眼，这才像是刚发现后座的人一般，小声喊青离姐，而后视线落在捂着脸的秦牧野身上，音调柔了些，姐夫。江青离挑了挑眉，还处于呆愣状态的秦牧野立刻回神，谁是你姐夫？滚远点。话是这么说，但白衣发现秦牧野的声音比上次柔和，脸也红了一片，他心下了然，这是害羞了。白衣心中窃喜，面上仍抿了抿唇，青离姐，你别怪尹诺，是我先不小心的。说完又转头对尹诺安抚，没事的，尹诺，青离姐不会怪你，有什么责任我承担。江青离，这是什么炮灰既定的宿命吗？只要主角需要就得出现，用他的恶毒来衬托主角小白花般的柔弱善良。嘟嘟嘟，另一侧窗子被敲了敲，穿着黑色制服的交通督察走过来，两台飞行器是你们的吗？麻烦器主配合一下工作，过来看监控签字。他们的飞行器已经停在路边，不远处有督察间。交通督察带两人进去看了监控，从监控上看，是白衣的飞行器突然调转方向撞了过去，属于全责。交通督察出具了报告，让他们确认无误后签字。江青离签完名字，交通督察把报告单递给白衣，白衣的视线在那行清秀的字迹上停留了片刻，不动声色松了口气。他见过江青离以前的字，和现在没什么两样。之前白衣还担心江青离好好活着，是不是因为有人和他一样穿越到这里，现在看来是自己想多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是被选中的幸运。江青离还是那个江青离，愚蠢恶毒的炮灰，只是因为自己的小失误产生蝴蝶效应，才让他活了下来。5个受夫签署了条例，不能伤害江青离的性命，但没关系，他可以攻略其他人，再借他们的手除掉江青离。这么想着，白依依将报告还给交通督察时，笑得格外愉悦。目送交通督察离开，白依依看向身边的女孩，青离姐。白依依确定了自己的主角地位，笑意轻慢，其实你再怎么讨好他们也没用，别忘了你喜欢的雄性最后都会喜欢我。江青离也笑笑，走到飞行器旁边，他忽然一脚踹在白依依小腿上，动作很快，白依依猝不及防摔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啊！白依依吃痛，在系统那里兑换的娇嫩皮肤立刻红了一大片。你有病吗江青离？白依依瞪大眼睛，气得浑身在抖，信不信我跟姑姑说？你怎么生气了？江青离无辜眨眼，我只是伸了伸腿，抱歉，可能是你太讨厌了，我的腿没忍住。他说话时，白依依余光看见尹诺和秦牧野匆匆朝这边快步走来，立刻收敛了表情。没事吧？秦牧野问。白依依闻言抿了抿唇，眼圈迅速就红了，他低下头露出一截天鹅颈，楚楚可怜道，我没事，别怪青离姐，是我自己不小心。他说完不经意翻过手腕，露出自己被擦红了的手腕。然而等了好一阵都没人来扶他，他抬起头却见2个雄性都围在江青离身边。刚才他还试图拉近关系成为共犯的尹诺，正从口袋取出一张手帕要蹲下，
小姐，您的鞋脏了，我帮您擦擦。话没说完便被秦牧野打断，好好开你的飞行器，别耽误时间。雪豹青年的手若有似无碰了下江青离的腰，压低声音，等会我给你擦。恕我直言，尹诺不冷不淡说，皇子殿下，您的手帕刚才擦过口红，已经脏了。你懂个屁！秦牧野耳根好像更红了一点，瞪了眼尹诺，谁说老子就一条手帕的？但我平常都是用真丝手帕帮小姐擦鞋。他们进了飞行器，全程都没回头看一眼地上趴着的人。白依依呆呆坐在原地，甚至感觉几分茫然。她摇摇晃晃站起身，想要靠近，却冷不丁和回头的秦牧野对上视线，那双向来玩世不恭的灰蓝眸子眯了眯，带着浓重的警告意味。白依依冲对方柔弱的笑了笑，眼角含着委屈的泪，试图唤醒雄性的怜香惜玉，可秦牧野挑了挑眉，对他竖起中指。飞行器开走，白依依气得骂了好几句，转身进了自己的飞行器，对着受伤的地方拍了几张照片发给兽夫们。他打算用异能疗愈一下自己的伤口，然而下一秒，系统像是终于反应过来，发出警报声。叮，攻略对象秦牧野，好感度10，惩罚宿主美貌值4，魅力值4，治愈系异能失效24小时。白依依闻言瞬间恐慌，什么情况？怎么会扣我的异能？系统声音冰冷，宿主，我已经提醒过您，再保持负分，惩罚加倍。异能和外貌都是由在商场购买道具，只敢在终端问青离，你惹他了吗？他怎么一脸的不爽啊？江青离敲字，我没惹他，他本身就是白灵。林希月被逗得想笑又不敢笑。江青离勾了勾唇，抬眼发现秦牧野一瞬不瞬盯着他看，准确的说是在盯着他的嘴唇看。喉结小幅度轻滚。自从见了秦牧野受刑，江青离总觉得他越来越像个大型宠物，让人忍不住想逗一逗。江青离清了清嗓子说，好好听课，别给我丢脸。秦牧野应了声，不情不愿收回视线，转头看电子屏幕，讲台旁的导师正好回身提问，冷不丁看见皇子殿下破天荒在听课，要说什么都忘了。秦牧野百无聊赖的支着下巴过了一节课。课间休息，林希月胆子大了点，凑过来和江青离说话。秦牧野把江青离的课本拿过去翻，却根本没看进去半个字，视线总瞥到女孩那双红唇上，不自觉去回想刚才的温度。忽然终端震动2下，秦牧野以为是哪个狐朋狗友又发消息来，不耐烦的点开，但看清内容后差点没把终端甩窗外去。对话界面，江青离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喂，你不是说不想吃我口水吗？秦牧野瞳孔收缩，心跳猛地一滞，他抬头去看距离自己不过1臂距离的女孩。晨光垂落，江青离和朋友在聊天，似乎是聊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他笑出声，眼睛弯起，如同春日夜晚的新月，视线经过精致的鼻梁落在微微勾起的唇瓣上。秦牧也不懂什么口红色号，只知道他唇瓣的颜色像是被揉烂了的树莓，尝起来一定不会比树莓味道差。秦牧也脑子里已经晕了，脑子里不断闪现那天晚上没有完成的梦，他高高在上俯视着自己，眼尾上挑的亲密，抚摸他头顶说的那句乖，还有他挑起自己的下巴，俯身低头却没完成的吻。喉结滚动，秦牧也呼吸不自觉变得急促，他直勾勾盯着江青离，不动声色往他的方向挪了一点。桌下手指摸索着探出，属于雌性们的聊天还在继续。我那天吐的我爸妈以为我怀孕了，跑去买了试纸。3城区度假的老爷也打电话说他去求兽神保佑一定要是雌性，结果发现只是大哥做饭太难吃了。灰发女孩吐槽完自己的兽夫，有些好奇的看向江青离，江小姐，你的兽夫会做饭吗？不用叫我江小姐，叫我青离就好了。江青离弯了弯唇，他想了想，有一位兽夫很会做饭，很好吃。几个雌性本来还有点担心和他聊天会不顺利，毕竟之前江青离实在太嚣张跋扈，但现在见他态度柔和，没有一点架子，也都觉得他改邪归正，放下心来，胆子也变大了些。是叶教授吗？提问的雌性眨了眨眼睛，难道他是冷脸家庭主妇？他应该不会吧。江青离想象了一下叶凌渊阴沉着一张脸做饭的样子，感觉非常诡异。不过话说回来，叶凌渊的舌尾那么灵活，说不准可以帮他拿调料。话说回来，年上3无真香型最近很火啊。有位雌性推了推眼镜，叶教授算不算这种类型？其实学生会那个袁石耀也算清冷型吧，还隔壁学院的陈学长。哦对了，还有。江青离还没来得及思考，动作忽然一顿，他睁大眼睛，假借喝水的动作暗暗瞪了眼身侧的秦牧野。秦牧野比他还僵硬，一张脸涨红，眼珠子一动也不敢动。宽敞的长桌下，青年蛰伏着青筋的修长指节，隔着半截百褶裙，握住女孩细白笔直的腿。雪豹青年体温略高，江青离只觉得腿都要麻了。你干什么？江青离用气音问，他怕被发现。桌下的手狠狠拧了一下秦牧野的手背，冷白皮肤上很快浮现红色痕迹。秦牧野慢吞吞收回手，脸比刚才更红，想解释，
但江青离完全看都不看他一眼，转过头相当刻意的无视了他。向来嚣张的皇子殿下摸了摸鼻尖，难得生出名为尴尬的情绪。秦牧野发誓，他真的不是故意想摸他的腿，他只是想偷偷拉江青离的手指。但江青离正好抬手，他又太紧张，直接就握错了。抓了抓头发，秦牧野想跟江青离解释几句，只是还没酝酿好开场词，上课铃声就响了。而江青离直接离他3个位置远，要是在平常，秦牧野管他上不上课，他直接走过去解释。但现在江青离在认真听课，他刚才又答应了他好好听课，只好盯着讲台上的教授看。刚打算放资料的教授只觉得如芒在背，转头一看，皇子殿下阴沉着一张脸盯着自己，好像下一秒就要冲过来把自己给生吞活剥了。绵阳兽人的教授莫名发抖，缓了缓神才说服自己继续上课。小组讨论的时候，秦牧野很不幸没有被分到江青离那组，而是跟几个没印象的人。秦牧野很少记人长相，那几个挨个跟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单手支着下巴，百无聊赖的应声，视线随意在江青离身边乱晃，却意外看见穿着白金制服的少年站在窗外。袁石耀神色清朗，碧绿的眸子却一瞬不瞬盯着江青离的方向。这外事怎么又来了？秦牧野烦躁的啧声，恶狠狠盯着窗外，或许是感受到来自同类的敌意。袁石耀掀起眼皮看向秦牧野的方位，视线对上，秦牧野呲了呲牙，十足挑衅和野蛮。作为被挑衅的那方，袁石耀神色淡淡，只朝秦牧野点了点头，便离开了他的视线。只是转身时，袁石耀讽刺的勾了勾唇，还以为这位自傲的皇子被关了几天会有什么长进，结果还是这么毅然，见一个雄性就当假想敌。他不该是豹类兽人，应该是白灵型雄性才对。袁石耀这次来找江青离，理由非常充分。学生会会长得知江青离的异能在 A 级或 A 级以上，态度立刻变了。刚才散会后，会长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石耀啊，你也知道，觉醒 A 级异能的雌性占比才 15%。秦叔去年已经从咱们手上抢走了好几个雌性，尤其江青离还是江家的独生女江佑辰的妹妹，你必须想办法把她招揽进来。如果成功，不用等下个学期，我直接破格提拔你为学生会副主席。后面的话会长没说，但袁石耀在学生会待了2年，他知道如果不成功，会长不会开除自己，但会找别人来撬江青离。学生会里多的是单身的雄性 S 级，也不是没有。如果他们蜂拥而至，用尽手段谄媚，一想到江青离很可能接受某位雄性的色诱，袁石耀就烦躁不已。等回过神，袁石耀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教室门口。袁石耀垂眸看着落在脚边的阳光，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刚才江青离笑着同其他人说话的画面。袁石耀第一次觉得江青离有点太受欢迎，他身边的人更是一个比一个碍眼。小点虎，文点键房点倒映，找点书机器人选小点虎，文点定靠点谱，不踩点坑。下课铃声响起，几个雌性跟江青离聊得很开心，分别前勾着他的手臂，邀请他下次一起玩。江青离应下，和新朋友挥手告别，转头才发现秦牧也亦步亦趋跟着自己，像个小尾巴。偏偏他又很别扭，左看看右看看，就是不看他。江青离站定，仰头看他，有事。秦牧也脚步顿住，他实在疏于跟人交流，以至于简单的几句话卡在喉咙管，了半天说不出来后面的字，视线时不时看身边的人流。江青离这回很有耐心，他抓着秦牧野的衣角，拽着他进了一间空教室。此刻人已经散得差不多，离开的同学没有一个注意到他们的动作。站在不远处的袁石耀却猛地直起身，他皱紧眉，脑中忽然闪过前段时间江青离急匆匆从教室走出来的画面。难道他那时候也是跟秦牧野在教室里？像秦牧野那种野蛮雄性，根本不会过问任何人的意见。漂亮的小雌性纤细漂亮，被按在怀里啃咬唇瓣，也无法挣脱，只能发出轻软的呜咽，用力阻挡，也只能被迫仰着脸，被掠夺呼吸。袁石耀眉头紧皱，朝教室的方向走去，薄唇绷成一条直线。他是学生会的成员，不能放任不管。袁石耀在心里这么对自己说着，走到教室门口，恰好看见秦牧野高大的身影俯身，将雌性纤细身形笼罩，同时低下头。江青离被抱起来放在座位上，将窗户调成单向，秦牧野双手撑在他身侧，高大身形投下阴影，将他笼罩在阴影之中。银发青年抿着嘴唇，看眼了眼江青离，又低下头。秦牧野生得很好看，但过分冷冽，轮廓立体凌厉，眉拧起来的时候像在打结。要是有其他人在旁边看见这场面，保不齐要报警处理。但只有江青离知道，秦牧野刚才抱起自己又放下时，动作笨拙又轻柔。江青离一点也不怕，靠着墙挑了挑眉，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不说我走了。他说着就要站起来，秦牧野急了，单手撑在他身侧，呼吸都有些不稳。他张了张口，刚才卡在嗓子眼的话被这么一刺激，飞快往外蹦。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江青离坐回去，歪了歪头。你是的，不是故意，是指上课瞪我，还是大庭广众摸我的腿？我没瞪你。秦牧野声音提高，我那是。他又把头低下去了，耳朵涨红了一片，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什么。秦牧野虽然表现粗野，但也是学过几年礼仪的，知道盯着雌性看很失礼，想撒谎说自己发呆，但内心莫名不想对江青离撒谎。脸滚烫的秦牧野选择跳过这个话题，回答后面一个，我不是想摸你的腿，我是想。秦牧野顿了顿，羞耻感一阵阵冲上来，他咬牙抵抗了片刻，怕江青离真的走了，才承认，我想碰你的手。江青离理解了他的意思，问，你是想和我牵手？牵也没有牵手那么亲密吧。女孩问话的时候靠近了点，秦牧野闻到独属于他的清甜味道，脑袋好像掉进了糖浆里面，被甜蜜围剿，丝都不会烤了。秦牧野稀里糊涂的点头，那你直接说就好了呀。江青离不知道这个人怎么能别扭到这个地步，他忍不住笑。如果这是游戏，秦牧野一定把该点在文化属性上的点数全部给了傲娇属性。听见他的笑声，秦牧野只觉得皮肤胀热，变得不知所措。头昏脑胀时，女孩清灵灵的声音响起，秦牧野。秦牧野下意识抬头，江青离看着他说，自己说什么？秦牧野茫然问，想跟我牵手。江青离说着对他摊开掌心，雪白柔软的掌心对着他。秦牧野下意识把手搭上去，但被顶开了，说了才给你牵。江青离很严厉。秦牧野青年拧眉，有些抵触，他觉得江青离好像把自己当成狗了，这像话吗？他可是雪豹最高贵的皇室血脉，顶级雄性。但江青离话里的命令意味，让秦牧野想到那个未完成的梦境，他忍不住想，他会不会也想那个梦里一样，只要乖，什么都给他。喉结滚动，秦牧野嗓音沙哑的开口，我想牵手。和谁牵手？你，我是谁？江青离步步紧逼，无形的热度灼烧着秦牧野。他张了张口，你是江青离，我的。顿了顿，接上，此主。接下来不用江青离再引导，秦牧野非常丝滑的说，此主，我想牵手。好乖。江青离抬手摸摸他的头发，来握手。操，真把他当狗啊？尹诺才是你的狗吧？老子是豹子，懂不懂？秦牧野咬牙在心里低骂，手却不由自主握住了他细白的手指，无师自通的，他带着薄茧的修长手指挤入他指缝，与他十指相扣，他们从未如此亲密。江青离捏他的脸，笑眯眯说，对，以后要什么就坦诚一点，直接说，此主会满足你的。毕竟协议上写着婚姻存续期间，他要对他负责，如果秦牧野一直别扭，他们很难好好相处。同个屋檐下，还是要什么都说清楚。发丝被温柔抚摸着，秦牧野刚才的不爽瞬间散去了，看着他眼里的明显笑容，秦牧野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深处升腾起的被认同感和满足感。江青离看见他，正视了他的需求，秦牧野的心在那一瞬间充盈，但过后又是更深的空虚。他想要更多来自江青离的属于江青离的东西。头顶的手停下了抚摸，江青离说，有点饿，我们去吃午饭吗？秦牧野随意应了声，却半分没有挪动，他直勾勾盯着像凶恶兽类盯上心仪的猎物。江青离本能感觉到陌生的危险，他想往后缩，但身后是墙壁，退无可退，想要什么就说。秦牧野很轻地重复了一遍江青离的话，不知道是说给江青离听，还是说给他自己听。他压低身子，微蓝眸子和江青离齐平。秦牧野看着他，一字一句说，此主，我想接吻。和你。他说完，等不了江青离的回答，唇胸很用力地堵了上来，呼吸在那瞬间停止。他没有任何经验，只是凭借本能用力地吻上来，力道重的江青离嘴巴也麻，头皮也麻。他伸手去推他的脸，却被对方扣住手腕，又接着吻。秦牧野俯身，单手扣着江青离的后脑勺，失控地占有他每一寸呼吸，攻城略池，心脏疯了般在狂跳，前所未有的尖锐电流顺着脊背往上，刺激秦牧野每一根神经。不知过了多久，怀里的女孩不再挣扎，秦牧野才松开手。他微微直起身，还没来得及回神，脸上便被扇了一巴掌。他被亲得浑身无力，巴掌根本没什么力气。他抬手搂住男人的颈，仰头去碰他的唇。可好？秦牧野垂眸，女孩漂亮，脸颊泛粉，瞪着他的眸中含着盈盈水光，唇瓣无力微张，一副任人欺负的娇弱模样。他分明被围困在自己躯干之间，处于下风，只能仰着头看自己。可秦牧野却觉得自己脖子上生出了无形的绳索，绳索的另一头被握在他手心，他轻轻拉扯，他便俯首称臣。好奇怪，他在他面前变得不像自己，可寸寸低下去的头颅和狂躁的心跳声又在告诉秦牧野，在他面前他才是自己。